听说上届有个学姐从小失明，但转职成了隐藏职业阿修罗。你说是不是身体有些缺陷才更容易觉醒这种隐藏职业呢？你说的是水云姬学姐吧？好像她现在已经37级了，马上就要2转成为大暗黑天，到时候我们 H 市恐怕要多出一个传奇。我去，真的假的？我没记错的话，她好像才刚刚进入首都最高学府第1年吧，这就37级了。那可是能一人血洗噩梦级副本火焰森林的狠人，和我们能比吗？没想到隐藏职业恐怖如斯，实不相瞒，其实我天生身体也有缺陷。哦，你也是瞎子？不，我天生肾不好。操场上听着同学们的讨论，曹小纯重重叹了一口气。这是一个比蓝星大上万倍的世界。300年前，天道意志显化，全球巨变，诡异与游戏同时降临。在这之后，两者和现实彻底重合，秘境、副本数不胜数，妖魔鬼怪肆虐9州。而每个人到了18岁，都可以通过转职获得超凡力量，晋升自己的生命层次。转职者可以通过猎杀怪物获得经验值、材料、装备，哪怕是神器，只要你有足够的气运，也能在副本中获得。今天就是高3学生统一转职的日子。经过300年的发展，如今的职业种类已经数不胜数。比如最基本的3大体系：战士、法师、奶妈。战士肉搏方面最强，在副本中基本都属于前排的角色。法师对空气中各种元素有着天然的亲和力，可以控制元素施展各种魔法。奶妈队伍中的医生，所使用的技能都是可以治愈他人的存在，属于队伍热门行业，当然其中也不缺乏某些毒奶。除此之外，还有着各种各样的其他职业，比如精通剑道的剑仙，能御使宠物战斗的妖灵师，甚至是能制造各种杀伤性武器的机械师。当然在所有职业里，还有一些极其强大以及稀少的职业，因为觉醒此类天赋的人凤毛麟角，所以被人称作隐藏职业。比如众人刚才提到的水云姬，上一届学姐，也是曹小纯娃娃亲的对象。她觉醒的职业正是隐藏职业阿修罗。相比于3大职业的限制性，阿修罗手中之剑掌控风水雷电4大元素之力，传承的杀意一道，更是连一些强大的恶魔都感到害怕。而这华国的女帝更是一名强大的御龙师，可奴役巨龙为自己所用。要知道，那些巨龙可是能硬刚神命的存在。不知道自己能够觉醒什么职业呢？曹小纯期待着。按照原身的记忆，自从3年前父母出了意外后，整个公司出现了剧烈的危机。虽然自己当机立断出售了所有的股份，但自己现在除了钱以外，其他的一无所有。虽然水老爷子并未嫌弃自己成了一个孤儿，但以水云姬现在表现，如果自己觉醒了一个生活类职业，那自己就等着被退婚吧。哪怕自己没和对方说过一句话，而且自己还是个倒插门，但人嘛，终归要有些理想不是？大家不要吵吵嚷嚷的，转职仪式马上开始了。就在曹小纯走神之际，一旁的班主任喊了一嗓子。此时操场上已经布置好一个巨大的法阵，而法阵中间立着一块古朴的石碑，正是转职之碑。在石碑旁边站着一名穿着黑色斗篷青年。曹小纯利用人人都会的鉴定之眼查看了一番，由于对方没有隐藏自己的信息，很快一行行数据出现在他眼前。素涛，白银阶25级，兽血战士，一名白银阶职业者。从转职开始，从最初的0级开始，每提升10级便会提升一个等阶，而等阶分为黑铁、青铜、白银、黄金、破金、星耀、钻石，以及后面的王者、圣者、半神、神级。其中黄金、钻石可再次在原有的职业上进行一次强化转职，至于后面的段位，曹小纯暂时就不知道了。毕竟到了王者之后，他们便去往宇宙中的万族战场，那边不是他们现在能够接触到的。别看素涛只是个白银级的兽血战士，但以他那20多岁的年纪，能够修行到这个地步，已经是很了不起了。顿时看到素涛信息的同学们的眼神瞬间变了，那是羡慕的表情。宿助员，这次的转职仪式就麻烦你了。一名老者缓缓走上前，淡淡道，他是3中的校长，同时也是一名白银级别职业者。虽然素涛是专门负责觉醒仪式机构的工作人员，但他除了基本的尊重外，并没有太多其他的情绪。张老客气了，应该的，我看人道的差不多了，那我们就开始吧。如果今年3中要是再出一个隐藏职业，那张老你可就发达了。素涛笑了笑，语气中似乎有些羡慕。去年的觉醒仪式也是他主持的，虽然自己也得到了丰厚的奖励，但眼前这老家伙得到的更多啊！哈哈，但愿如此。另一边，随着转职仪式开始，所有人以班级排好队，等候着老师的点名。张二坤，第一个被叫到名字的男生快速上前，兴奋地走入阵法中，随着一阵微弱的光芒，转职石碑上便出现了结果。张二坤，生活类职业，养殖师。在听到自己的转职结果后，张二坤沮丧无比。不过在看到是养殖师以后，脸色又稍微好了点。反正自己家就是养殖灵机的，大不了回去振兴机场就是了。
养殖师对于家禽养殖技术有着很强增幅效果，也算得上是热门行业了，因此也不算太差。潘媛媛，生活类职业，裁缝。我去，这大美女就这样废了，觉醒了裁缝，以后不会真去帮别人缝衣服吧？这也太惨了，还不如来个养殖师呢。那也不一定，要是等到了40级，觉醒了万物修补师的话，那就发达了。以潘媛媛的相貌，好像也不缺舔狗带着练级吧？震惊，小丑竟是我自己！果然，在听到自己的职业以后，潘媛媛瞬间哭得梨花带雨。很快，同班一大帮人纷纷上来安慰。第2章，隐藏职业，古诗。看着被簇拥而走的潘媛媛，曹小纯不由感叹着世界的残酷。这位美女还好，哪怕觉醒了很差的职业，但青春期的男生总是躁动的，因此她只要能发挥自己的魅力，相信练级也不会太难。毕竟舔狗这种东西，总想着进化为战狼。随着觉醒之人越来越多，曹小纯内心也不由有些慌张。一定要觉醒一个战斗类型的职业啊，哪怕是个最基础的。自己好不容易重生一世，若是连踏入这个世界核心的门票都没有，那未免也太憋屈了吧。下一个，李寒一。很快，一名清冷的御姐迈着一双大长腿缓缓走了出来。这是他们学校的校花，也是曹小纯的同桌。因为周身那绝世的面容以及那清冷的气质，注定了这是一位冷美人。因为平时那3棍子打不出一个屁的性格，跟曹小纯同桌了2年，他们也没说上几句话。至于身材嘛，不寒而栗就是对此最大的尊重。因为李寒一在学校名声极高，因此很多人都想知道他的转职结果。一些觉得自己有机会的人，更是祈求着他能和潘媛媛一个下场。随着李寒一走进法阵，一阵耀眼的金光闪过，与之前别人觉醒的亮光比起来，这简直就是小太阳。而不远处的校长也是被这阵金光吸引了注意力。李寒一，特殊职业，恶魔奴役者。卧槽，竟然是妖灵师中的分支职业，这可是稀有的强力职业啊！妖灵师可契约各种宠物为自己而战，而这个庞大的职业里也会出现一些分支的强力职业。恶魔奴役者，顾名思义，这个职业只能签订恶魔，而且是以碾压式的奴役方式强行指挥恶魔战斗，还有吞噬其他恶魔增强自己以及与恶魔合体战斗的变态技能。以李寒一的家世，弄些恶魔完全不成问题，这可是躺着就能变强的职业啊！战士、法师什么，弱爆了好吗？你一个觉醒了菜农职业的人，也敢嘲讽战斗职业了？而且你明显关注错重点了好吗？恶魔中可是有魅魔的，如果配合李寒一那清冷的性格，这妥妥反差萌好吧？在众人羡慕的同时，李寒一的嘴脸也勾起了一抹微小的弧度，显然对于自己觉醒的天赋很满意。这恶魔契约者虽然不是隐藏职业，但也是在稀有职业中排名前10的存在的。今年你们学校又出了一个人才啊！当然，我一直相信我们3中人人如龙。校长兴奋之情已经快要掩藏不住了，如果不是要顾及自己的形象，他能当场拍着桌子叫好，这都是政绩前途啊！下一个，曹小纯。终于喊到了他的名字，曹小纯重重吐出一口气，调整了一下心态，便踏步上前，缓缓走进法阵中。轰！在曹小纯踏入法阵那一刻，原本晴朗的天空猛然间乌云密布，道道闷雷在空中响起，血红色的雷电不断在乌云中盘旋。这突如其来的一幕使得在场众人心里一惊。嗡嗡嗡！猛然间，觉醒石碑爆发出阵阵嗡鸣声，无尽的流光冲入天际，整个石碑都在剧烈颤抖，好像在迎接着什么恐怖的存在。这一刻，众人的目光全都汇聚到了这里。原本还在聊天的校长猛然蹦起，瞪大眼睛，震惊地说道：“天降异象，又一个隐藏职业。在转职的过程中，如果出现天降异象，那就必定有隐藏职业现世。”校长记得去年水云姬觉醒的时候，一个由雷霆组成的阿修罗虚影从空中落下，如同天神下凡一般。而如今曹小纯这次的阵仗虽然看起来有些诡异，但他感觉那未知的东西比阿修罗更为恐怖，因为就算是他也感觉到了一股压抑感。这就意味着曹小纯觉醒的隐藏职业可能比水云姬的更加强大。轰！又是一道血雷落下，空中那浓厚的乌云一分为二，一个空旷的山谷映现而出。山谷顶部，一座水晶制成的大山散发着诡异的光芒，而它们的外围，一条长河将其环绕。如果仔细观察，便会惊奇地发现，里面的水流竟然是逆流而上的。逆流河上万仙退，仙尊毁而我不毁。落魄谷中九歌韵，弃此残躯换清风。荡魂山上你我他，人山人海笑哈哈。天道戒严。伴随着阵阵雷鸣声，血雷缓缓汇聚，形成几句话。而校长看到这一幕，已经没办法控制自己的形象，失声大喊道：“在华国，能出现天道戒严的隐藏职业，300年来只有女帝的御龙师，现在竟然又出现了一个 H 是3中，发达了！尼玛，这不是3班的曹小纯吗？听说他和水云姬关系不菲，天才和天才都是聚在一堆的吗？
羡慕了，以后人家神仙眷侣，我只能抱着枕头空流泪。大佬带我会做饭，会按摩，还能暖床。为什么他能觉醒一个隐藏职业，而老娘只能当个裁缝？老天不公啊！潘媛媛此刻感觉异常憋屈，生而为人，凭什么待遇相差这么多？没事，媛媛，哪怕你是个裁缝，也永远是我们的女神。没错，我们会永远保护你的。滚！在众人羡慕的嚎叫中，异象又持续了15分钟才缓缓散去。而在阵法中的曹小纯此刻却没有该有的兴奋感，反而有些惶恐。这3个异常熟悉的地名让他想起了一个人，那位被天道禁封的大爱仙尊。这尼玛不会把那劳模给弄过来了吧？随着转职仪式结束，曹小纯的转职结果赫然出现。曹小纯唯一隐藏职业古诗。瞬间，原本无比热闹的操场顿时变得鸦雀无声，而原本如同吃了兴奋剂的校长，此刻却像一个被掐着脖子的鸭子一般，想说什么却又说不出来，一张老脸被憋得通红。所有人看着阵法中的曹小纯，神色各异，不过之前那羡慕的神色此刻却荡然无存。校长，校长，不好了，校长心脏病犯了，快拿药来。第3章神级古诗系统。曹小纯愣在原地，看着石碑上那2个大字，脸色越发苦涩。古诗这个职业的确是个隐藏职业，而且在自己前世看到的小说中还是个狠人的专属身份，但这职业却有些特殊。这个世界里，古诗在每个年代只能出现一个，可以说这是独一无二的角色。而因为这种特殊程度，当300年前第一个古诗出现时，不止这9州，整个宇宙都为之震动，万族甚至以为这是天命之子，不仅将原本属于9州的副本归还，更是后退了将近10万里。可古诗后来的发展却有些不尽人意，这个特殊唯一的职业可以修炼，而且速度虽然不算太快，也不会慢，就是一个中等职业该有的速度。但古诗力量不行，不能使用法术，身体也弱的一批，甚至连牧师都不如，而他们唯一的攻击手段就是御蛊。但这300年来，没人知道蛊是什么东西，哪怕倾尽全力研究过，也找不到任何头绪，以至于这些年出现了3个古诗，基本都泯灭于世。现在他们对古诗唯一的资料，就是第3位古诗穷尽一生之力研究出一种叫做捏捏虫的蛊。这种蛊唯一的作用就是用于治疗，但那治疗效果实在是强差人意，10只捏捏虫才能治疗1到几厘米的伤口，这东西都比不上牧师的一个圣光。而且捏捏虫造价昂贵，有买1只虫子的钱，他们都能请一个白银级的牧师出手了，好吧？因此众人给古诗的评价就是要力量没力量，要魔法没魔法，要治疗没治疗，就一个连生活职业都不如的渣渣。这就是这个世界对于这职业的了解，一个连课本都懒得多写几句垃圾。因为如此，曹小纯如同被泼了一盆冷水，这大起大落的滋味着实有些不好受。自己前世只是个社畜，蛊这东西虽然听说过，但他一点不会练啊。丁，检测到宿主成功转职为古诗，神级古诗辅助系统正式启动。本系统主要任务是将宿主培养成神级古诗，守住心中那份纯粹，将大爱洒向整个宇宙。语音播报完毕，系统功能请宿主自行探索。荡魂蛊虫商店开启，落魄蛊虫商店开启，逆流蛊虫商店开启，新手礼包发放成功，新手货币发放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魂魄 X5000。脑海中突然传来的声响让曹小纯一愣，随即兴奋无比。这是金手指，果然，身为穿越者，怎么没有独特的金手指呢？而且这神级古诗系统听着和自己觉醒的这个职业很契合呀。相信有了系统的帮助，哪怕古诗在这个世界很弱，但曹小纯相信自己也可以一步一步走到最高。曹小纯，黑铁阶0级，力量8，速度12，精神100。看了一眼自己的面板，曹小纯眼中闪出一丝震惊，其他数据都很正常，唯独那精神力竟然达到了100的数值。早知道哪怕一个法师进阶到青铜级，精神力最高也只有89而已。这古诗的精神力竟然恐怖如斯，强行压下自己兴奋的心情。这里人多眼杂，得找个僻静点的地方再好好研究一下。回过神来的曹小纯轻吐一口浊气，一脸轻松地离开法阵，缓缓回到队伍中。回到队伍，原本所有人那羡慕的眼神此刻已经变成了同情。古诗的确是个隐藏职业，甚至还能拿到学校规定的补贴，可既然是古诗，该说不说，人生真是大起大落。原本的神仙眷侣，现在神仙竟然当场去世了，甚至连觉醒了裁缝职业的潘媛媛也大度地走了过来，安慰着曹小纯。曹小纯，别想不开，这就是老天不开眼，在嫉妒我们。放心，虽然我们都是战五渣，但后面练级的时候我会带上你的。谢谢，不过是些许风霜罢了，我没事的。不客气，都是同学嘛。虽然这个插曲闹得沸沸扬扬，
但除了校长被人抬走以外，觉醒仪式在继续。接下来的仪式里，高等职业再次出现了2个，一名预售师，一名卡牌制造者，其他还有300来位3大体系职业，但更多的还是生活类型。从10比3的比例来看，这届的转职仪式还算是成功的。当然，如果没有曹小纯这个意外的话，因为校长昏迷，原本的讲话鼓励环节直接取消，只是各班都给同学们放了7天假，好好熟悉自己的能力，到时候会进行一场大考试，这场考试将会影响接下来的高考。曹小纯并没有理会众人的目光，离开学校回到自家小区时已经是晚上7点。听着隔壁传来的噪音，曹小纯嘴角一抽，思考着要不要再给他们涨一波房租。曹小纯所住的这栋楼全都是他自己的资产，当时将自家公司股票全部抛售出去后，唯一的不动产就是这栋12层的楼房了，这也是他平时主要的收入来源。因为这里靠近学校，很多不愿住校的小情侣都选择到这边租房，因此这些精力过剩小泰迪们每天都以镇楼的方式发泄着自己的精力。随意泡了一壶茶，曹小纯打开系统面板，这是他变强的唯一出路，因此他必须牢牢抓紧这次机会。系统的面板很简单，除了自己的基本属性以外，剩下的就是3个商店，里面都是各种类型的蛊虫。春秋蝉售价30亿魂魄，命运谷售价50亿魂魄，寸光阴售价100亿魂魄，永生谷售价300亿魂魄。看着界面上密密麻麻的神级蛊虫以及底下那无数个0的数字，曹小纯眼角一跳。蛊虫的兑换只能用魂魄，而魂魄没有太大的限制，只要有灵性的东西，你把它宰了，那都算一枚。但这也架不住这么大的量啊！除了商店以外，就是一个巨大的抽奖轮盘，抽奖要花费1000枚魂魄。不过看着那10个空格里面有5个谢谢惠顾，曹小纯就知道这个抽奖概率着实不高。重重吐出一口气，曹小纯记得自己还有个新手礼包，也没犹豫，心里默念道：打开新手礼包。第4章炼蛊。叮，新手礼包正在发放，万界蛊虫炼制配方已发放，真实之眼已发放，天地玄黄白玉葫芦已发放，飞头蛊 X9 发放成功。轰！伴随着脑海中出现的巨响，如同汪洋般的陌生记忆涌入脑海，没等曹小纯反应过来，整个人就被震晕了过去。等他再次醒来时，时间已经过去3个小时。整理了一下脑海中的记忆以后，整个人显得异常亢奋。这诸天蛊虫的炼制方法，绝对是系统给予自己最大的财富。有了这个，只要自己能力足够，又有着合适的材料的话，他完全可以炼制各种蛊虫。这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自己太过依靠系统商店兑换一些过渡类的蛊虫，从而能攒下魂魄换一些自己真正需要的东西。强行按耐住激动的心情，右手轻轻一翻，一枚2个巴掌大的葫芦出现在手中，以及桌面上9个摆放的整整齐齐的人头。看着飞头蛊的模样，他们生前应该是一家人。葫芦只有3两重，通体白色，材质如同玉石，周身遍布着若隐若现的金色符文。天地玄黄白玉葫芦，蛊道神器，可容纳天下蛊虫，内置玄黄之气，时间法则，可加速蛊虫成长、疗伤、进化，与主人心意相通。平日里可藏于丹田，战斗之时可加速蛊虫放出。卧槽，这是个神器！从系统对葫芦的介绍中，曹小纯知道这东西就是自己储存蛊虫的空间神器，而且还可以帮自己养蛊。要知道，身为蛊师，身上的蛊虫种类绝对不会少，因此蛊师身上时不时蹦出一条蜈蚣、癞蛤蟆之类的很正常，但这很影响形象。有了这个，只要自己心念一动，蛊虫就会从葫芦里放出来。这简直就是杀人放火、掏心掏肺必备神器。真实之眼可看破虚妄，能检测所有事物的根本，免疫一切掩盖限制。这倒是个不错的检测技能。要知道，学校传授的探测术，对于比自己等级高的职业者以及怪物们，如果他们想要掩藏信息，那根本探测不到。但真实之眼不同，有了它，所有东西在曹小纯眼里都将无所遁形。飞头蛊2转蛊虫，青铜级，可进化，又称飞头蛮，以蛊师人头炼制，表面布满尸毒，行动时快如雷霆，力大无穷，可携带其他蛊虫，以吸血为生。看着系统对于飞头蛊的介绍，再望了一眼桌面上那9个黑发覆面的表皮呈青色的飞头蛊，曹小纯显得十分满意。虽然样子丑了点，拿出来还容易被人当作反派，但却是现在自己的最高战力。要知道2转蛊虫，自己得进阶成青铜级以后才有可能炼制，所以这不失为自己一张强力的底牌。所有人都说蛊师是这个世界上最弱的职业，那么从今天开始，这段历史将会改写，看我如何一步一步走到这个世界的顶峰。将飞头蛊收入葫芦，抒发了自己那中2的豪气后，曹小纯研究了一下系统的各种功能，发现他并不会发布任务以及跟自己斗嘴后便沉下心来。虽然梦想很美好，但现在还是需要脚踏实地。打开荡魂商城，点击了筛选按钮，选择1转蛊虫的界面，曹小纯开始挑选着自己的第1种蛊虫。
因为系统只给了自己5000魂魄，因此他必须要考虑清楚，到底什么类型的蛊虫是现在自己无法炼制但又十分需要的。考虑许久，曹小纯便用这5000魂魄兑换了4只月光蛊、1只九虫、1株生息草。月光蛊售价500，攻击类蛊虫，古月一族镇族蛊虫，具有远程攻击性。由秘法配置，晶莹剔透，像一块蓝水晶，重量只有1张薄纸左右，能在空中凝成一个巴掌大幽蓝色月刃，攻击范围10米，以月兰花瓣为生。九虫售价2500，如同一块白水晶，以酒水为食物，能够凌空飞行。它能凝练提纯蛊师力量，使之提高半阶，但只对黑铁级别有效。生息草售价500，通体紫色，模样如同含羞草，不过只有9片叶子。治疗类蛊虫，治疗效果跟青铜极牧师的圣光差不多，但却是炼成2转蛊虫第一毒的爱生里所需蛊虫。有了这3个只蛊虫，曹小纯对于自身的提升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剩下3天就尽量多练些其他蛊虫出来，毕竟多一种手段，自己在副本中就多一份自保能力。想到这，曹小纯将蛊虫收回，喝了一口茶水以后，便起身来到电脑桌旁，准备买些炼蛊的材料以及蛊虫的食物。这个世界因为有转职者的存在，因此快递的效率还是很快的。昨晚曹小纯才下单，今天早上起来，东西就已经到楼下了。运送东西的是一辆大卡车，司机是个中年胖子，因为这是个大单，因此他们也不敢怠慢。不仅配备了专门搬运的小哥，而且商家还免费送了几口大锅。毕竟这些东西看着都像食材，虽然口味重了点。哟，房东，你这是准备开派对呢？似乎是听到了外面的动静，对门的小姑娘缓缓打开了门，伸出一个小脑袋，眨巴着眼睛笑着说道。或许是刚刚睡醒的缘故，小姑娘穿着一身丝绸睡衣，可能因为尺码不合适，因此那件小了1号的睡衣将其青春气息勾勒得淋漓尽致，甚至自家养的大兔子都已经蹦出大半。对啊，昆虫派对要参加吗？还有，你已经欠了我2个月房租，打算什么时候能结清呢？曹小纯打量了少女一眼，淡淡道。说话就说话，别过来打扰别人搬运东西行不行？没看到几位小哥心都乱了吗？再拖2天嘛，人家的男朋友已经出去赚钱了，很快就能凑够房租的。少女撒娇般的说道。因为这边靠近学校，因此房租并不便宜，以他们的消费水准，要是平时放假不去打工的话，根本支撑不了这么大的开销。实在不行，开派对的时候叫上我，到时候我想办法给你抵一部分房租怎么样？少女眼睛一眯，有意无意地摆弄着自己的身材，似乎略有所指。最近不方便，改日吧。曹小纯眼角一跳，他自认为自己的道德水准也不算太高，如果这真是派对的话，他倒是不介意叫上他，但现在还是提升实力比较重要。那就说定了哈，再给我拖延几天。听到曹小纯松口，少女笑得异常开心，似乎是生怕他反悔。说完这话后，便退回房间，轻轻关上了门。第5章，深渊阁吗？对此，曹小纯也没有在意，监工了半个小时，终于将近半卡车的货物终于卸载完毕。在收货单上签上自己的大名以后，他将房门锁住，看着这堆了大半客厅的货物，微微一笑。若说最基础但又有杀伤力的蛊虫，除了5毒以外，剩下的就是一些收集容易、能够循环利用的害虫了。这半个卡车的货物，除了蛊虫所需要的活物以外，剩下的就是5毒、蝗虫，还有杀人蜂。因为游戏降临这个世界，因此连同原有的动物都有了一定的进化，它们变得力气更强，本身的毒性与300年前相比也浓郁了数十倍，因此这些动物本身就是炼蛊的最好材料。这些东西虽然单独贩卖价格很便宜，但止不住曹小纯需要的量大，这所有东西花费了将近数百万元，这不由让曹小纯感叹，如果自己身上不是还有点积蓄，恐怕根本支撑不了这么大的花销。蛊师不仅是个氪金职业，而且还是个偏黑暗的职业，每个强力的蛊师脚下必定布满财宝和枯骨，因此在曹小纯了解到这本质时，他就已经做好准备。清除了心中的杂念，曹小纯伸出手，在虚空中轻轻一点，白玉葫芦瞬间从丹田飞出，在半空中缓缓盘旋，缓缓走上前，快速拆着包裹，里面的动物们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便被一股强大的吸力收入葫芦中。因为包裹太多，这个过程整整持续了2个小时。做完这一切，曹小纯盘膝而坐，双手凝出道血红色的符文，缓缓打入葫芦内部。因为天地玄黄白玉葫芦的特性，它可以在同一时间炼制多种蛊虫，而且还能缩短蛊虫成型的时间。时间又过了3个小时，曹小纯也显得有些昏沉，毕竟这样高强度的输出对于自己的精神力是一道很强的考验，而且因为蛊虫本身携带的暴力气息，也让他显得异常烦躁。在这样的双重折磨下，曹小纯已经疲惫到了极点。嗡！伴随着一声嗡鸣，白玉葫芦周身散发出一阵柔和的白光。曹小纯见状，快速收回手印，在食指上重重一咬，一道鲜血甩出。在鲜血触碰到白玉葫芦时，原本那柔和的白光瞬间变红，
而曹小纯心中那道暴力感也在缓缓消退。刷刷刷，几道流光从葫芦里喷出，只见地上多了一只3米高4米宽黑色癞蛤蟆，一只拳头大小的蝗虫，一只如同水晶般的杀人蜂。卧槽，老子的五毒呢？这玩意是个什么东西？看着那占据了自己半个客厅的脸生12目，嘴中藏着毒牙，身后拖着蝎子尾巴的黑色癞蛤蟆，曹小纯先是一愣，随即诧异的叫道：蝗虫和杀人蜂炼制的很顺利，但五毒的炼制却好像发生了变化。按照自己的想法，现在出来的应该是7只蛊虫才对，怎么会只有1只癞蛤蟆？想不通的曹小纯直接给3个蛊虫扔了一个真实之眼，刹那间他们的信息就出现在眼前。深渊蛤蟆蛊，黑铁级，可提升，一转五毒类至高蛊虫之一，钢皮铁蛊，水火免疫，力大无穷，周身布满腐蚀性毒素，可使用音波攻击，吐出令人全身溃烂的黑雾，召唤五毒虚影，攻击范围20米。蝗虫母蛊，黑铁级，最高可孕育2000蝗虫子蛊，子蛊复利齿，所过之处寸草不生。杀人蜂母蛊，黑铁级，最高可孕育3000子蛊，子蛊携带神经性毒素，可致死致幻。赚大发了！蝗虫母蛊和杀人蜂蛊没什么变化，曹小纯早有准备，但那只深渊蛤蟆却给了他一个巨大的惊喜。不仅是他身上集合了五毒所有优秀的特质，最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可以提升的蛊虫，而不是像蝗虫蛊之类的过渡品，而且本身的实力比单独成型的五毒蛊强上太多。以后你就叫小强吧。曹小纯缓缓走上前，摸了摸深渊蛤蟆蛊的肚子，越看越喜欢，因为蛊物的毒对于曹小纯是没用的，他倒是可以随意抚摸。呱！深渊蛤蟆看着面前的主人，眼中似乎有着一丝灵性，热情地回应的曹小纯的抚摸。小强不仅是个很强的战力，而且看这样子还是个不错的坐骑，虽然现在样子的丑了点，但曹小纯相信只要以后再次提升，他的颜值也会慢慢提高的。有了小强以及新炼制的2只蛊虫，再加上从商城兑换月光蛊以及生息草，虽然防御方面还差了些，但要再购置材料的话，恐怕又要浪费1天时间。现在离学校大考还有6天，想在考试中一鸣惊人，还得提升自己的等级才行。因此，曹小纯将3只蛊虫收回葫芦后，当即决定前往副本历练一番。毕竟副本历练不仅可以提升自己的等级，而且还可以收集魂魄，蛊师的成长少不了这东西。收拾了一下地上的狼藉以及被小强压坏的桌子凳子，稍微准备了一番后，曹小纯便朝着城郊出发。自从天道意志显化后，各个城市外围便建立起了高大的围墙，为的就是防御城外各种恐怖的怪物。而因为职业者的出现，人类逐渐反攻，并在军队的镇压下，在各地区域建立传送标点，在经过探测以后，大概确定了这附近区域的危险程度，从而形成一个副本，供各种职业者们探索。但因为外围的环境剧烈变化，而且地域无穷无尽，因此哪怕一个最低级的黑铁副本，这300年里绝对也不能保证所有人的安全。比如你一个黑铁级的职业者进入属于这个等级副本，原本副本里的怪物只有黑铁级，但如果你运气不好，碰到了从别地流窜过来的青铜级甚至白银级怪物，那后果只能自负了。毕竟副本只是划分的一个区域，这些高级怪物流窜以及各种危机等不可控因素，并不在九州军队负责范围内。但如果运气好，杀死某个怪物和领主后，还有可能获得各种珍贵的奖励、材料、怪物幼崽、药材、装备，应有尽有。100年前就有个战士在一个青铜级副本中获得一只巨龙幼崽，从此一飞冲天。因此不管是哪片区域都充满危机，但同时也充满机遇。城外是职业者的天堂，但相对的也是职业者的埋骨地。第6章，别人练级我屠区。来到和军方保卫处签订了生死状以后，因为出示了学生证，保卫处的人还送给了曹小纯一套战术服、一把匕首以及一个背包。背包里装的是5瓶恢复精神力和力量的药剂，因为药剂师缺少的原因，这种药剂类的东西在市面上卖得很贵，小小一瓶估计能卖到5000块，因此军方能给每人送上5支，也足以证明九州对于新转职者的爱护。这是对于刚转职之人的补贴，对于一些家庭贫困的学生，这也是他们第一套装备了。这是坐标传送器，等会你到那边选择好自己所要去的副本，叫工作人员帮你传输数据就行。记住，这东西一定要保管好，因为它是你回到这边的唯一东西，要是弄丢了，你就期盼着有人和你在同个位置附近吧。保卫处的队长是名中年大汉，一道伤疤贯穿了他的左脸，虽然样子十分凶悍，说话态度也不怎么样，但对于每一个刚转职的人，他都会嘱托到位。曹小纯向队长道了一声谢，在附近买了一些淡水、面包、肉类以后，走到指定的地方，用自助机器选择自己要去的副本后，便来到大厅排队，等着录入数据。大概半个小时，曹小纯便来到了传送位置。随着一阵流光闪过，等他再睁开眼睛时，却发现自己已经出现在了一片密林中。幽暗之森，新手练级热门副本之一。
里面无边无际，充斥着各种哥布林、猫妖、牛头人以及冰火精灵这类低级怪物。基本每个转职者都会来到这里，走到这里一遭。仔细观察了一下四周的环境，前方的丛林越发阴暗，一股腐臭味在空气弥漫着，蚊虫苍蝇成群结队，嗡嗡乱叫。一些小动物时不时地窜过草丛树干上，前面基本无路可走，要想出去，那必须得自己趟出一条路。如果自己这样没头没脑地走过去，容易碰到怪物的袭击不说，而且在这森林中穿梭，未知的危险有时候才是最恐怖的，因为你永远都不知道前面到底会出现什么。身为古尸，他永远不会让自己处于危险之中。既然保卫处的人说了，这片区域的怪物基本都在1至8级，先有更高的存在，那自己不如使用蛊虫在前面开路，自己在后面收集魂魄和材料就好。曹小纯眼中闪出一丝杀气，对于这些怪物，他可不会有任何心软的意思。重重吐出一口气，曹小纯心念一动，白玉葫芦飞出，只见他轻轻一点，9个头颅伴随着2道遮天蔽日般的黑影喷射而出。蝗虫蛊只要自己还活着，便一直啃食着东西，所过之处叫树木都不会幸免。因为母蛊的存在，这些子蛊可以循环再生，哪怕遇到不可力敌的怪物，死干净了，自己也不会心疼。同样，杀人蜂蛊也是如此，它们所过之处会自动攻击有些生命气息的一切生物，而这些怪物的血便是飞头蛊最完美的养料。而曹小纯的计划是3种蛊一起行动，所过之处任何生物就要死，这是练级和收集魂魄最快的方式。至于这样做会不会有伤天和，抱歉，这并不在一个蛊师的考虑范围内。嗡嗡嗡，黑影越发庞大，如同一张遮天蔽日的大网，抽走了曹小纯附近唯一的光源。将小强与月光蛊取出，曹小纯奋力一跃，便跳上了小强的头顶。4只月光蛊围绕在其四周，只要附近出现任何有危险的东西，它们便会化成月刃，守护着自己的主人。做完一切准备后，只见曹小纯右手轻轻一挥，黑影迅速向前行动。前面20米的植物刚与黑影接触，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失，片刻功夫便形成了一片荒地。走了将近半公里，在一棵树木消失之时，只见2只猫妖重重跌落在地，表情中充满恐惧。暗夜猫妖 LV2， 属性暗，力量20，敏捷35，精神2。介绍：幽暗森林的独有产物，野兽的身体上却是一张人脸，性情暴躁，饥荒期时甚至以同类为食。这种怪物虽然力量很弱，但却异常灵敏，配合它们那带着毒素的爪子，一般的新手职业者见到它们基本都会绕开，因为它与哥布林经验相同，但比之哥布林却更难对付。曹小纯在刚刚得到暗夜猫妖的数据，但下一刻只见几个头颅闪过，没等2只猫妖反应过来，只见它们瞬间成了2具干尸。而蝗虫蛊与杀人蜂蛊见状，瞬间爬满了干尸的身子，眨眼间的功夫，猫妖落地的地方只剩下了2具白骨。丁，经验加2 ，LV0 2/2。随手将暗夜猫妖的灵魂以及骨爪收回葫芦，猫妖的骨爪带着一些毒素，以后炼制骷髅骨的时候添加一些，恐怕会有些用处。这样看来，只要再杀上9只这样的怪物，自己就能升到1级。只要自己一路屠杀过去，这几天他应该可以升到一个满意的等级。想到这，曹小纯眼中闪出一丝火热，当即不再犹豫，指挥着3股继续向前搜刮。回眼望去，曹小纯的身后俨然空出了一片死地。丁，经验加1，丁，经验加4，丁，经验加3。传送阵入口，一行人正打算进入幽暗密林，被几个护卫环绕其中的正是曹小纯的同桌李寒一。事实上，新人职业者寻找高阶职业者一起进去练级才是最明确的，这样不仅可以保持效率，而且还可以最大程度维护自己的安全。因此，哪怕是穷苦人家的孩子，第一次进入副本都会花上一笔钱，请几个佣兵保护。至于像曹小纯这样的独行侠，也不是没有，但他们每年的伤亡率几乎高达60%。小姐，我们还是选择幽暗森林这个副本吧，这里怪物众多，而且还比较稳定。您契约的2只魅魔，在遇到3级以下的怪物，完全可以碾压过去。至于3级以上的，那就交给我们吧。那就麻烦你们了。李寒一点了点头，淡淡道：应该的，我们的职责就是守护小姐，并让您能在7天后取得一个好成绩。大汉笑了笑，十分恭敬地说道：他们都是李家的护卫，今天能接到守护小姐的任务，已经是天大的荣幸。至于苦点累点，哪有升职加薪来的重要。第7章，雷鸣。因为李寒一觉醒高等稀有职业恶魔奴役者，李家上下都很重视，毕竟如果出了一个 H 市高考状元，对于家族企业的宣传那是一个很大的助力。听到这个消息时，李家大长老更是亲自拍板，花高价从副本中收集2只魅魔，连夜空运过来给其契约。要知道，魅魔这东西别看只是黑铁级，但它们成长速度惊人，如果天资足够，而且主人善于培养的话，
未来很可能会达到铂金级。而且因为这种恶魔独有的特质，因此魅魔在市场的价格普遍很高，有时候可以说是有价无市的存在。毕竟这世上从来不缺好色之徒，因此这两只恶魔花了李家295个亿的资金，几乎抽走了家族1/3的现金流。在李寒一契约成功后，李家便安排了5个青铜高阶的护卫过来陪着李寒一练级，不惜一切代价帮助自家小姐练级。要不是怕军方那边有意见，他们甚至会派出更高级的职业者。小姐，等会进入幽暗森林后，大部分怪物都是哥布林之类的，如果遇到暗夜猫妖和牛头人，那就由我们出手，到时候我们会先为你探路，要是遇上什么危险，我们会帮你拖延时间，您立即传送回来。我知道了。李寒一眉头轻蹙，对于护卫的安排，他其实是有些不满意的，毕竟他并不想当一个花瓶。在李寒一心里，他觉得只有自己经历过的东西，那些宝贵的经验才是自己的，那样才能成长。但对于这样的安排，李寒一本身又抗拒不了，毕竟这也是为他着想。既然小姐明白，那我们也不多说了，先进去吧。嗡嗡嗡，叮，经验加20 ，LV4 2400。在阵阵惊恐的尖叫声中，又一个哥布林的族群化为一堆枯骨。这已经是曹小纯斩杀的第3个族群，而自己也顺利升到了4级。看着自己的面板，曹小纯露出一丝微笑，或许是自己的运气好，在遭遇那2只猫妖没多久，竟然一连碰到3个哥布林族群，而且有一个还是超大型的部落，整整给自己提供了80多的经验值。照这样看来，自己这几天应该可以升4级。望了望天空，曹小纯打算先休息一下。虽然玉骨并不需要自己太多力量，但自己几乎涂遍了这方圆20里的地方，所使用的蛊虫也多，精神力也消耗了将近80%，再继续下去恐怕会吃不消。打开背包，取出面包和牛肉，曹小纯也不客气，大口嚼着。吃饱喝足后，拿出一瓶恢复精神力的药剂，狠狠灌了下去。望着自己手里的空瓶，曹小纯便在想，如果自己能炼制出青铜阶的9囊花骨的话，自己是不是也可以做这份生意？9囊花骨2阶，青铜级，草类天然蛊虫，只要灌注真元才能生长。长成之后，花心中会分泌出花蜜酒，花蜜酒可大幅度恢复精神力以及力量。虽然最高只能恢复白银级的力量，但对比这些药剂，也是足够逆天的存在了。想到这，曹小纯打开系统商店，查询着9囊花骨的价格。在看到那5万灵魂的售价后，只见他轻哼一声，便缓缓滑走。开玩笑呢，一只青铜级蛊虫你敢要5万灵魂？今天老子累死累活才存了280，等我实力到了，自己炼制不香？这系统简直就是个奸商，好吧？曹小纯恨恨骂道。叮，商城每月限时优惠，奴隶骨 X3 限时售价280魂魄，奴隶骨2阶，黑铁级，有几率可控制白银阶及以下怪物为己所用，怪物伤势越重，成功概率越高。滚，那特么老子血汗钱！听到系统突然出现的提示声，曹小纯异常恼怒，什么狗屁限时优惠，明明就是在诱惑我消费。休整了1个小时，曹小纯重新换出3股，继续前行。随着自己越来越深入，但碰到的怪物却越来越少，正感觉奇怪之时，一道雷鸣声瞬间引起他的注意。轰轰轰！曹小纯皱着眉头，指挥着小强缓缓向雷声靠近。没多久，只见这边竟然出现了一片空地，一只拿着金色弯刀、浑身雪白的哥布林出现在曹小纯眼前。哥布林恶狠狠盯着曹小纯，眼中似乎充斥着无尽的怒意。LV10洛雷凯诺，力量88，敏捷62，精神42，技能落雷，标记目标，引空中雷霆打击。十字刀术，手中金刀蕴含微弱雷霆之力，附带麻痹属性。介绍：哥布林群体中的小首领，族群守护者。看着真实之眼反馈过来的信息，曹小纯瞬间明白过来，为什么这附近竟然会有3个部落，原来是因为这家伙的存在。不过，哪怕是首领，在曹小纯眼里，他也要死。曹小纯双手快速结印，只见蝗虫骨与杀人蜂骨快速在空中盘旋一圈，便冲着凯诺爆射而去。嗡嗡嗡！那铺天盖地的蛊虫如同一张无坚不摧的大网，冲着这个密度，那个凯诺如何躲避都无济于事。轰轰轰！凯诺虽然智商不高，但仍感觉到空中那团黑影的威胁。只见他举起手中的弯刀，道道惊雷瞬间从空中落下，狠狠在那蝗虫骨群中炸出一道巨大的火光。瞬间，阵阵焦臭味充盈着附近，蝗虫骨与杀人蜂也如同一道道火雨快速落下。曹小纯见状，眼中并没有一丝惊慌，反而嘴角泛起一丝冷笑，因为在凯诺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到空中时，9枚飞头骨已经缓缓潜到他的身边。好！飞头骨如同道道迅雷，眨眼间就咬住了凯诺周身各处，那尖利的獠牙轻而易举地刺穿了他的皮肤，鲜血流失以及剧烈的疼痛令其痛苦地叫出声。因为雷电之力士的飞头骨天然克星，
哪怕飞头骨已经是青铜级，要挨上一下，恐怕也不好受。因此，曹小纯并没有选择强攻，反而以蝗虫骨和杀人蜂为诱饵，吸引其注意力，最后再由飞头骨轻松解决战斗。第8章，比诺修两姐妹。丁，经验加30 ，LV4 50400。飞头骨的动作很快，短短2分钟的功夫，凯诺那魁梧的身子便快速萎缩，原本那充满中气的嚎叫声也随着自身血液的流失越来越弱。以他的智商，恐怕根本想不明白，这突然出现的9个怪物到底是从何而来。不过这个遗憾也随着意识的消失，跟着自己带进地狱里了。在凯诺彻底变成一具干尸后，飞头骨缓缓松口，在空中缓缓盘旋。随着经验值的增加，那具干尸缓缓化为了灰飞，地上只留下一枚由骨头制成的戒指以及一颗缠绕着电流的珠子。曹小纯快速从小强身上跳下，将凯诺掉落的物品捡起，放在手上仔细掂量了一下后，一股数据映入自己眼帘：墨骨戒指，储物类，黑铁级。戒指自带2立方空间，可储存物品。雷珠，攻击类，黑铁级，可召唤1道闪电攻击敌人，使用后冷却时间为2个小时。没想到这个小领主竟然能爆出空间类装备，这倒是有些出乎曹小纯的预料。在副本中，每杀死一个怪物都有几率爆出装备，怪物的等级越高，爆出的概率也就越大。这些装备五花八门，可以是武器、护甲，也可以是一些拥有特殊属性的东西。就比如凯诺爆出来的这2样东西，一个是属于空间储物类的装备，这一类装备往往是最值钱。别看这墨骨戒指只有2个立方，但放到外面的市场上，没有个几百万绝对拿不下来。而另一枚雷珠则属于为自己添加了1道攻击手段，虽然有些很长一段冷却时间，但总得好的话，倒是可以达到一些出其不意的效果。曹小纯很满意这次的收获，将墨骨戒指戴上，把身上的东西一股脑塞进去以后，他重新坐在小强身上，顺着原本指定的方向继续开荒。又走了将近2个小时，曹小纯发现这片的怪物越来越多了，而且多的有些不正常。短短2个小时的时间，他的经验条又已经满了，而且路上竟然还碰到了2只凯诺。虽然他们没给自己爆出任何装备，但这怪异却让曹小纯越发小心。这边不会有个幽暗森林里最高霸主吧？将8只暗夜猫妖的手爪打爆，曹小纯收回了还在附近肆虐的蛊虫。环境的变化使得他也变得有些谨慎，毕竟在副本中，任何一丝放松都有可能对自己造成很大的麻烦。正当曹小纯想着要不要先派这一部分蛊虫观察一下方圆几公里内有没有异常时，一阵灼热感竟然从不远处的密林内扑面而来，而道道惊恐声也随之传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明明选择的是幽暗森林外围，怎么会碰到比诺修两姐妹？以她们 LV18 的等级，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小姐快跑，躲起来使用坐标传送器，我们掩护你。比诺修，幽暗密林附近最高领主。听到大汉的呼喊声，曹小纯眉头紧蹙。身为幽暗密林的领主，他们的活动范围应该不在这边，为什么这2姐妹会出现在这里？不过既然有人在他们的攻击下还能挣扎一下，要是他们斗得2败俱伤，那说不定自己到时候能捡个漏。轰轰轰！在好奇心以及捡漏的心态下，曹小纯收回小强，独自冲着声音发出的方向摸索而去。很快，曹小纯拨开挡在自己面前的草丛，只见因为冰霜魔法和火焰魔法的破坏下，这里空出了一块平地，空中一红一蓝2名少女在不断施展着魔法，冰锥和火焰重重轰击着地面的防护罩。2姐妹手持法杖，面容异常精致，身材可以说是达到了黄金比例，身上那短短的兽皮根本阻挡不了本身的性感，如果不用探测术，恐怕没人会认为这2姐妹竟然是副本中的怪物。比诺修 LV18 青铜级可提升，赫拉克 LV18 青铜级可提升，力量120，敏捷135，精神140。介绍：聪明伶俐的人类魔法师姐妹，分别精通冰霜和火焰魔法，2人被人称作烈焰比诺修和冰霜克拉赫。本来前程远大的他们，却不顾师傅的警告，擅自闯入幽暗密林，被困在精灵设下的结界中，迷失了方向，最终发疯开始攻击人类。后来在经历了那场毁灭性的灾难后，便再也没有人见到过他们。看到2姐妹的介绍及属性，曹小纯眼中闪出一丝火热。这2姐妹可是绝佳的炼蛊材料啊，特别是那可提升的属性，如果真能成功，那自己将拥有2个强力的助力。不过自己现在才4级，与他们相差太多，哪怕有些飞头骨和小强相助，但要那怕他们恐怕也没这么容易，更何况自己手上并没有控制他们的蛊虫。想到这，曹小纯眼角一跳，快速打开系统商店，仔细看了看奴隶谷的介绍后，脸色顿时有些难看。这系统是不是故意的？知道自己缺什么，他就来什么，非得把自己血汗钱榨干。看着空中2姐妹的背影，曹小纯咬了咬牙，机会转瞬而逝。既然现在有了操作的可能性，那他也不介意搏一把。很快，3只如同萤火虫般的虫子出现在了曹小纯手中。
奴隶蛊的作用是，对方伤得越重，意识越模糊，成功的概率就越大。而现在看着两姐妹精力旺盛的样子，100%不可能成功。因此，曹小纯决定先静观其变，等一个合适的机会再出手，而不将对方弄死，又能让其失去行动能力。最好的办法就是用毒了。想到这，曹小纯慢慢后退，在确定安全后，再次将小强放了出来。因为小强的体积太大，用作偷袭并不合适，因此他还是选择使用飞头蛊。在曹小纯的指挥下，道五毒虚影从小强嘴里吐出，并被9个飞头蛊快速吸收，缠绕在其尖锐的獠牙上。只要比诺修被他们咬伤一口，凭借着五毒的霸道，他们绝对会瞬间失去意识。做好了一切准备，曹小纯重重吐出一口气，这2名可以晋升的领主自己就收下了。第9章收服。比诺修两姐妹下面，一个巨型的防护罩正在阻挡着那密集的攻击。护罩下，一名法师举着法杖，吃力地维护着防护罩的运转。3名大汉在他身旁输送着自己的力量。可即便如此，整个防护罩也显得有摇摇欲坠。后面李寒一坐在地上，大口喘着粗气。原本属于自己契约的2个魅魔已经晕倒在地，而作为他们的主人，李寒一现在连将他们收回恶魔空间的力气都没有了。不行，这火焰和冰霜内蕴含着精神攻击，哪怕我们将主要的伤害挡住了，但那精神攻击却能穿透防护罩。小姐已经快坚持不住了。大汉法师咬着牙，头上流下冷汗，此刻他的脸上已经有些苍白。身为专门修习防御魔法的他，自然清楚他们现在的状况。大意了，今天应该再叫上一名主修精神魔法的法师。他们原本以为在这幽暗密林内并不会出现拥有精神攻击的怪物，而且以他们人均16级的修为，在这外围应该畅通无阻才对。没想到刚进入这里，才刷了半个晚上的怪物，竟然能碰到幽暗密林的王者怪物。别看比诺修两姐妹只有18级，但就算一队白银级别的小队，想要攻略他们都得掂量掂量。更别说他们这样的小队了，因为这两姐妹的魔法是属于瞬发的，这可是铂金价格才有的技能，鬼知道这2个青铜级是怎么会的。因为副本的怪物是会刷新的，每当有人将其斩杀，过几天他们又会刷新，但比诺修两姐妹一般来说并不会出现在这个区域。也是他们倒霉，这些小概率事件竟然被他们碰到了。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保护小姐逃出去。老二，将野兽药剂拿出来，我们一起掩护掩护。老三老四带着小姐快逃。为首的护卫看了一眼李寒一，再这样下去，哪怕他们还能抵御下去，恐怕小姐会被这精神攻击震成白痴。没办法，想要掩护李寒一逃跑，那就必须要有人牺牲了。野兽药剂，一种适用于战士的兴奋剂，喝下后可在10分钟内激发身体所有潜能，理论上能提升将近4级的能力，但代价是副作用过后，使用者不仅会受很严重的内伤，而且还会往后掉10级。这是战士的底牌，也相当于同归于尽的招数了。不行，李叔，你们不能这样做。W 李寒一脸色已经发白，但他仍咬牙坚持。虽然自己性子冰冷，但他却异常善良。如果他们为了救自己而牺牲，那自己绝对过意不去。听到李寒一这样说，李叔欣慰一笑，自己看着小姐长大，如今遇到了这种事情，他又怎么会退缩？小姐，放心吧，我和老二没这么容易死。对，我们还等着喝小姐的生血酒呢。一旁的大汉也大声应和道。说完，随手将一瓶红色的药剂扔给李叔。两人也没有犹豫，一饮而尽。药剂滑入喉咙的同时，两人的双眼也泛起了红光。收回传输能量的手拔出背后的巨剑，右脚狠狠一蹬，2道身影腾空而起，冲着比诺修两姐妹的方向暴劈而去。去死吧，怪物！大汉全身的力量汇于巨剑，2把巨剑冒着耀眼的红光，落下的爆裂声竟然连空气都被撕碎，形成一个小范围的真空区。比诺修两姐妹看着那2道爆射而来的身影，嘴边竟泛起一丝残忍的笑容。只见两人同时挥动法杖，1道5丈高火焰旋风和寒冰旋风同时成型，冲着李叔方向暴掠而去。轰！伴随着一声巨响，旋风完全将两人吞噬。没多久，只见一阵火团和一坨冰块从旋风中吐出，重重落在地上。李叔！脱离了精神攻击的李寒一大口喘着粗气，见到眼前的场景时，不由伤心欲绝，尖叫的声音都有些嘶哑。小姐，我们快走！一双有力的大手握住了他的手，声音有些颤抖。他很明白，那火团和冰块就是他的兄弟，他们用命为小姐做掩护，自己哪怕再悲伤，也要等完成任务再说。正当他们想用着最后一丝力气带着小姐逃跑时，突然9道黑影瞬间出现在了比诺修两姐妹身后。虽然他们反应及时，用法杖阻挡了6道黑影的攻击，但仍然有2道黑影咬住了自己的肩膀。獠牙刺入皮肤的同时，1道黑气沿着血液流动，瞬间两姐妹整个身体竟然呈现出了一丝暗黑色。剧烈的疼痛感令两姐妹尖叫出声，用法杖狠狠甩开9枚飞头蛊后，两人只觉得目光有些晕眩，在空中摇摇欲坠，
似乎已经有些站不稳了。轰轰轰，地面似乎发生了震动，伴随着阵阵轰鸣声，密林中似乎有些什么恐怖的怪物正往这边赶来。唰！一只巨型蛤蟆从密林中跃出，直奔比诺修两姐妹而去。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蛤蟆身上竟然站着一个人。曹小纯看着深渊蛤蟆的弹跳力，瞬间来到两姐妹面前，电闪雷鸣间，只见她划开手掌，鲜血将手中的两只蛊虫狠狠一抛，两只沾了血的奴隶蛊瞬间被甩进比诺修两姐妹嘴里。就在此时，深渊蛤蟆的双爪已经钳住两姐妹，并往地上重重一压。轰！又是一声巨响，地面上径直砸出一个30厘米深的大坑，而原本两个幽暗密林的无敌霸主，此刻衣衫尽碎，被深渊蛤蟆狠狠压在地上，早已昏迷过去。淡淡红线在其心脏蔓延而出，在身体游走一圈后，便汇聚于两姐妹脑海中。曹小纯知道这是奴隶蛊已经起效了。没过多久，曹小纯感觉自己心里竟然有些2道微弱的波动，他便明白自己的计划已经成功了。随手唤出白玉葫芦，轻轻一弹，一株紫色的生息草出现在手中。曹小纯轻轻一扯，2片叶子缓缓落入两姐妹眉心，为她们解开毒素后，将她们连同小强一起收入白玉葫芦。如今她们已经成蛊，相信有着葫芦的温养，两姐妹很快就会恢复过来。看着那突然出现将皮诺修两姐妹收拾的高手，众人心里异常震撼，特别是李寒衣在看清来人的面容后，很是惊愕地叫出声：“你是曹小纯？”第10章，这怎么可能是蛊师？望着那张异常熟悉的脸，哪怕以李寒衣原本那清冷的性子，此刻表情也异常精彩，那性感的小嘴甚至都张成了一个 O 型。他怎么都想不到，在这生死关头解决这个危机的竟然是自己的同桌。但是两人同一天转职，哪怕曹小纯以做火箭的方式升级，也不可能在第2天就有单挑2个18级怪物的能力吧？而且他觉醒的不是蛊师吗？蛊师不是公认最弱的职业吗？可刚才的几个人头和大蛤蟆是怎么回事？而且从他们表现来看，那2种生物分明是契约兽，蛊师什么时候可契约宠物了？嗨，同桌。曹小纯笑着打了一声招呼，对于这位冷美人，他还是挺有好感的。你先等等，给我处理完手头的事情再聊。曹小纯轻吐一口浊气，一个闪身来到之前李叔落下的地方，望着一个焦炭和一枚冰块，曹小纯奋力一拍，咔！只听到一声脆响，冰块应声而碎。他再次摘下2片生息草的叶子，缓缓抛入2人眉心，感受到2人伤势稳固后，曹小纯这才停下手中的动作。从2人准备拼命开始，曹小纯便一直看在眼里，但他对此却选择袖手旁观，因为没有李叔2人的牵制，飞头蛊不可能这么轻易的潜到比诺修两姐妹身边。毕竟两姐妹专修冰火魔法和精神魔法，本身的感知异常敏锐，要是被他们发现，自己恐怕会陷入一番苦战。因此有时候为了自己的目的，必要的牺牲是在所难免的。曹小纯对此并没有什么愧疚，毕竟他们本来就不认识，李叔一行人也只是李寒衣的护卫，从根本上来说他们不熟，既然不熟，那不妨将他们的利用价值发挥到最大。在曹小纯收服比诺修两姐妹后，便想过来看看2人死没死，如果死了，那只能算他们倒霉，若是还有救，自己也不介意救一下，反正只是举手之劳。众人看到曹小纯的动作，瞬间从震惊中回过神来，急忙跟随着他的脚步，在看到其动作后，纷纷倒吸了一口凉气。这治疗效果堪比青铜级的圣光。那名大汉法师看到自家兄弟身上的伤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兴奋的同时，内心又震惊无比。这神秘的年轻人，除了那强横的攻击手段外，竟然还会治疗技能。要知道，每个职业都有每个职业的突出点，有些职业天生就只是适合战斗，有些则适合辅助。而曹小纯的表现似乎刷新了他的3观，至少自己活到这么大岁数，都没听说过哪个职业能2边都修到这么出色的。好了，伤势稳定住了，你们应该带着疗伤药吧，给他们用用，应该可以支撑到出副本去医院。曹小纯观察了一下2人的伤势，虽然不能彻底治愈，但暂时是死不了。听到这句提醒，众人才从震惊呆滞的状态回过神来，急忙将李叔2人扶起，往他们嘴里灌着药。既然现在没事了，那我就先离开了，同桌，学校见。曹小纯微微一笑，既然收服了比诺修两姐妹，自己的练级计划恐怕到这里就要先告一个段落了，毕竟自己还得快点了解一下两姐妹的作用，才好更精准的评估一下现在的实力。等等，看到曹小纯要走，李寒衣瞳孔一缩，便想追上去，自己这位同桌的表现直接刷新了他的认知，因此他心中有些太多疑问。可由于自己刚恢复过来，本身就没多少力气，情绪激动下，竟使他双腿一软，径直朝着曹小纯撞了过去。听到李寒衣的声音，曹小纯疑惑地回过头，可没等他反应过来，便被一个巨物拍到脸上，整个身体重重往后倒去。在那密不透风的重压下，曹小纯感觉自己有些喘不上气。卧槽，这娘们带球杀人！
李寒衣摇了摇头，此刻他感觉自己的胸口似乎有些异样，在看清两人似乎有些暧昧的躺在地上时，顿时一愣，如同一只受惊的兔子，整个身体快速弹起。我说，就算我们2年来相处甚欢，你也不用一见面就这么热情吧？曹小纯缓缓坐起，看着一脸红霞的李寒衣，哭笑不得地说道：“没有，我是……”听到曹小纯的话，李寒衣急忙想解释，但性子冷淡的他哪里经历过这样的阵仗，一时间话到嘴边，他竟然说不出口。曹小纯见状也没多说什么，在看到那2个护卫已经起身走来，他便轻轻挥了挥手，摁下坐标传送器。随着一道白光闪过，曹小纯的身影瞬间消失。小姐，她是你同桌？看着曹小纯消失的身影，大汉咽了咽唾沫，此人的实力已经超过了他对新生的认知。如果刚才不是听到他一口一个同桌叫着，说他是小姐的班主任，那都不为过。毕竟能在瞬息之间解决2个18级怪物的高手，还是一个刚刚转职的学生，这说出去谁能相信？李寒衣显然没有从刚才的插曲中回过神来，面对护卫的询问，也只是轻轻点了点头。听说你们学校今年有个人觉醒了妖灵师的职业，想必就是他吧？大汉想了想，还是接受了这个现实。再从曹小纯刚才骑的那只蛤蟆来看，这应该就是个妖灵师，而且契约了2个强大的宠物。不，他是隐藏职业蛊师。李寒衣摇了摇头，淡淡道：“虽然这个回答很离谱，但事实就是这样。蛊师，哪个公认的战五渣隐藏职业？”听到自家小姐的话，大汉眼睛瞪得老大，仿佛是听到了什么不可置信的事情。大汉感觉自己有些接受不了这个结果。一个蛊师能在刚觉醒的时候将青铜级别的领主摁着锤，这还是那个干啥啥不行的弱鸡职业吗？要不是了解小姐的性格，他都以为这是在开玩笑。行了，回去再说，李叔的伤势耽误不得。李寒衣叹了一口气，虽然自己也觉得离谱，但现在显然不是说这个事情的时候，还是先出去救助伤员吧。第11章食人魔手骨。回到传送门外，曹小纯并不着急回去，而是在附近寻了一家收集材料的商铺。因为每天下副本的人数众多，因此这边开了很多这样的小店，老板们靠着收集材料，再将材料倒手卖出去，中间的利润那是相当可观。在这游戏降临的混乱时代，没有一种材料是多余的，哪怕它没有任何作用，但你只要说一句摆在那可以补肾，那就不愁卖不出去。才刚刚走进门，一名穿着制服的少女缓缓走了过来。您好先生，我是本店老板王刚，请问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听到那粗犷的声音，曹小纯猛地一愣，抬起头仔细看了看这前凸后翘的少女后，内心似乎感到有些不可思议，似乎是感觉到了曹小纯的诧异。王刚缓缓解释道：“我是赤天使转职者，因为赤天使本体是雌雄同体的，但因为我运气不好，所以在我身上发生了某些变异。”王刚的态度很好，显然对于曹小纯的疑惑，他并不在意，毕竟做出这种反应的人并不止他一个。赤天使，这可是一个稀有职业啊，而且在辅助职业中能排到前10的存在。与如同的牧师和治愈者相比，赤天使不仅可以为人治疗，而且还能为人增加各种 buff， 不管在哪都是异常抢手的存在。九州军队内就有一个赤天使职业的将军，对外号称只要有他在，整个九州一半的军队在战场上就不会受伤。从这种传言可以得知，这王刚绝对不简单。抱歉，我这里有一些材料，不知道你店里收不收？曹小纯吐出一口气，对自己之前的差异表示抱歉。当然，能让我看看是什么材料吗？王刚微笑地说道。曹小纯见状也没浪费时间，轻轻在手指上一抹，一个行军背包出现在手中，将里面的东西一一拿出。我这里有12个保存完整的6级的哥布林头骨，还有18对暗夜猫妖的手爪，你帮我估算一下，这东西到底值多少钱？曹小纯将全部东西倒出，淡淡道：哥布林头骨可以做成工艺品，因为造型奇特，很受上流社会喜欢。要不是因为自己身上实在带不下，这次练级他会将所有哥布林头骨都收集完整，而不是选了几个等级最高而且保存10完分好的。至于暗夜猫妖的手爪，曹小纯原本是打算收集拿回来练骷髅骨的，但收服比诺修2姐妹后，他便改变了主意。骷髅骨虽然在攻击上比蝗虫骨更高，但按照实用性来说，那就差太多了。毕竟一枚骷髅骨不能像蝗虫骨一样可以同时攻击多个目标。既然有了比诺修2姐妹，自己也不缺这点攻击力，因此曹小纯打算将猫妖手骨全部出售。看来客人您这次冒险倒是大有收获呀。看着曹小纯身上那套战术服，王刚可以判断出这应该是个转职不久的学生，能在一次探险中斩杀这么多怪物，看来也是个强力职业的转职者。王刚拿出一枚放大镜，在材料上缓缓观察，判断着头骨和手骨的价值。一般这种观赏性的东西，瑕疵越小，它们的价值就越高。大概15分钟，王刚放下手中的放大镜，冲着曹小纯微笑地说道：真不可思议，这几十件材料里，瑕疵竟然都达到了微不可及的程度，而且还这么干净，
想必客人也清理了很久。放心吧，我会给你一个满意的价格。因为材料这种东西，大多数是从怪物身上直接取出来的，因此带着点血迹以及腥味很正常，甚至有时候可能直接就是一坨。像曹小纯这样讲究的人，他从小到大帮助父母看店以来，但是第一件。正因为如此，他对眼前这名青年感官很好。呵呵，应该的。曹小纯显然不想在这个话题多聊，能不干净吗？先是将血全部抽干净，再一点点把肉啃光，就差蝗虫骨用唾沫抛光了好吗？那这些东西一共结算8万元，你看这价格如何？仔细算了算价格，王刚笑着说道：可以，麻烦姐姐了。因为王刚开的价格很公道，对此曹小纯也没什么意见。好，我先将材料入库，然后拿钱给你。说完，王刚拿出一个托盘，将所有材料放入其中，缓缓往店后走去。见还需要等一下，曹小纯闲着无聊，便在店里随意逛逛。柜台但是弄得很精致，不过里面基本都是数据模型，并不是实物。如果有人要买，在选定东西后，商家会从仓库拿出。这样做不仅可以防止小偷，而且还可以防止一些鉴宝职业者过来捡漏。该说不说，这间店铺虽小，但这些基础设施倒是完善的挺好。就在曹小纯无聊地看着店里的数据模型时，一股血腥味却引起了他的注意。循着血腥味望去，只见角落处堆积一些类似怪物手骨的材料，可能是因为没来得处理，因此看着血肉模糊的。好奇之下，曹小纯释放真实之眼，瞬间那堆血肉模糊的东西的真实信息出现在眼前。食人魔手骨，黑铁级，属性骨骼。介绍：隐藏在森林深处的怪物，以部落卫群，茹毛饮血，靠着捕获人类以及野兽为生。曹小纯一眼扫过，这里大概有些10来根，基本上都是很普通的材料。不过在最右旁边那根最细小的手骨反映的信息却引起了他的注意。食人魔手骨，黑铁级，变异，属性骨骼。介绍：发生异变的食人魔，手骨中蕴含一丝龙气，完美的材料。看到这个介绍，曹小纯眼中一喜，没想到在这不起眼的材料中还真有好东西。虽然自己不懂制作装备，但可以将其制作成骨笛啊。原本音律玉骨就是古诗中最帅的一种手段。虽然自己现在不懂音律，但好像李寒一对这种东西挺精通。如果他擅长吹箫的话，自己不介意求他教一下自己，相信2年同桌吹个箫什么的，他应该不介意帮自己这个小忙。久等了，客人。就在曹小纯想着怎么将那东西买下来时，只见王刚拿出一沓钱，缓缓从后台走出。第12章以骨喻骨，这是8万，你数数。如果你不想带着现金，我可以给你银行转账。王刚甜甜一笑，将手中的钱放在曹小纯面前，淡淡道：我相信一个赤天使绝不会在结账这种小事上动手脚，所以数钱，这不是信不过姐姐你吗？曹小纯并没有立即伸手去接，而是随口说道：那边那个东西应该是食人魔手骨吧，正好最近我需要这个东西，姐姐可否卖我一根？曹小纯随意指了指那放在角落处的一团血肉模糊，这东西和哥布林头骨一样，基本上是以摆设居多，因此价格虽然昂贵，但本身却没有什么价值。因此曹小纯这不经意间的开口也并不显得突兀。哦，你喜欢这个？王刚望着曹小纯手指的方向，那是下午一群职业者带来的，主要的货物已经被他处理干净，因为这东西并不值什么钱，弄起来也麻烦，因此他便暂时堆在角落中。我对这种怪物的手骨很感兴趣，但最近因为刚刚转职，练级比较重要，所以这种小爱好只能暂时放在一边。但今天却见到现成的，所以就想买一根。曹小纯大方地说道，仿佛这就是自己突然兴起一般。听到曹小纯的话，王刚轻轻点了点头，这个理由好像很充分，而且这本身就是材料罢了，自己也没有理由拒绝。既然这样，姐姐就送你一根吧，不过那东西脏兮兮的，你得自己去挑。撇了撇嘴，王刚淡淡道，本来这就不值钱，而且因为曹小纯今天的行为让他感官很好，因此他也乐意送上这么一个人情。那就多谢姐姐了。听到王刚的话，曹小纯眼睛一亮，快速回答道，从小他便信奉一句话，叫做克己挨饿，因此听到王刚说要送自己以后，他便立即答应了下来，兴致勃勃过去挑选一番。王刚看着保险春晚似乎有些小孩子气般的表现，有些哭笑不得。也对，本来就是个高中即将毕业的学生，能指望他有多成熟？曹小纯装着挑选了一番，随即拿起那根带有龙气的手骨，笑着说道，既然是姐姐送的，那我也不能太贪心，就选这根最小的吧。我可没这么小气。王刚叹了一口气，没好气道，不小气也不行，这是原则。曹小纯挑了挑眉，随意的说道，看你的样子应该是学校的学生吧，想好准备考哪所大学了吗？王刚抱着胸口，虽然他的声音有些粗犷，但这并不影响他性感的身材。从曹小纯贩卖的材料中，他能感知出眼前这个小男人觉醒的一定是个强力职业，因此他也不愿在食人魔手骨这个话题多聊，反而随意的问道，
帝都学院吧。曹小纯随意回答道，对于大学这种东西，要考就考最好的，况且自己的未婚妻还在里面呢。是吗？那你加油。不过我可听说今年帝都学院的考官可不好惹。听到曹小纯的话，王刚眉头一挑，话中似乎略有所指。不好就不好呗，他还能吃了我不成？曹小纯并没有在意，如果以自己现在的实力还不能通过考核的话，那只能证明自己图区还不够多。两人闲聊了几句，曹小纯收起桌子上的8万块钱，便准备告辞了。自己还有事要做，可不能在这耽误太久。看着曹小纯离开的背影，王刚只是低声说了再见。客人，相信我们很快就会见面。回到家，曹小纯先是随意煮了点东西，吃饱喝足后便换出白玉葫芦，轻轻一点，只见2道身影喷涌而出。比诺修两姐妹捂着胸口，先是迷茫的对视一眼，随即看到有些痴呆的曹小纯，顿时感到一阵亲切。主人！曹小纯此刻感觉脑子有些发昏，这个时候他才想起来，好像在收服两姐妹的时候，她们的头上的首饰都给小强干碎了。也就是说，现在她们2个除了手中的法杖外，跟个小白羊一模一样。而且因为奴隶谷的缘故，两人对自己是毫不设防。也就是说，从他们出来开始，该看到的曹小纯已经全部看到了。你们等等！回过神来的曹小纯揉了揉鼻子，快速走出门，来到对面，轻轻敲了敲门。谁啊？门外很快就有了反应。很快，小姑娘露出一个门，看到曹小纯面色有些微红的模样，先是一愣，随即往门内看了一眼，转过头轻声说道：哎呀，房东，晚上我男朋友在家呢，这不行。曹小纯被小姑娘的话弄得不明所以，老子只是过来借2件衣服，你说的是什么虎狼之词？经过自己的简短解释，小姑娘也很干脆，虽然眼神有些不对劲，但还是爽快地将衣服借了出去。在比诺修两姐妹穿上衣服后，曹小纯这才平复了心中躁动的心情，仔细看着她们的属性面板。比诺修 LV18 青铜级可提升，赫拉克 LV18 青铜级可提升，力量120，敏捷135，精神140。望着这几乎完美的面板，曹小纯想了想，是不是可以再帮他们提升一下？毕竟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都是自己重要的打手。你们可以听得懂我说的话。曹小纯望着两姐妹，看着她们灵动的眼眸，他觉得这2人的智灵绝对不低。两姐妹对视了一眼，轻轻点了点头。虽然她们是怪物，但本质来说，她们除了那已经被疯狂吞噬的记忆以及所谓的人情世故以外，她们跟普通人没什么区别。看到两姐妹肯定的模样，曹小纯眼中闪出一丝兴奋。既然有智灵的话，那自己便可以以骨喻骨，将月光骨放入他们的魔杖中，这样两姐妹会瞬间多出一个强大的月刃技能。不止月光骨，只要这两姐妹能够继续提升，她们就能御使更多的骨，这样节省自己精神力的同时，还可以增加多种手段。主人，记！正当曹小纯畅想着脑海中疯狂计划的同时，一旁的赫拉克突然小声说道。只见他不断摆弄着身上的衣服，似乎尺码太小，穿着并不舒服。第13章，书虫。虽然比诺修两姐妹很漂亮，甚至带着媚骨，但一名合格的蛊师是不会跟自己的蛊发生任何关系的，除非他们能脱离某种限制，但那东西对于现在的曹小纯来说还是太过遥远了些。如果可以选的话，他宁愿去对门当个曹贼。在网上为两姐妹看了看衣服，终究选了一红一蓝2件牧师服，毕竟总是这样也不行。因为衣服没到，但事情总归是要做下去，随意给他们披了2张毯子后，曹小纯重重吐出一口气，将4只月光蛊拿出。想要比诺修两姐妹能清晰认识这东西到底怎么使用，最快捷的方法就是弄出一份类似记忆的东西，将其烙在脑海中。而曹小纯虽然没有凭空创造记忆的途径，但他却有另一种方法，毕竟条条大路通罗马，水路走不成，难道自己就不能走旱路？曹小纯想到的方法便是制作一种叫做书虫的蛊虫，让他们随身带在身上，这样一来，只要书虫不失，他们便能永远掌握怎么使用月光蛊。书虫无阶辅助类，将要记的东西喂给书虫吃，从此以后只要书虫不失，蛊师就能永远清晰的记得。仔细回想了一下制作方法以及效果，虽然普通的书虫远远没有介绍的效果这么霸道，但只是储存一段记忆还是可以的。起身在房间内收集着各种书籍，它们相当于书虫的本体，而接下来便是作用自己的炼蛊之术开始炼制了。找来一个大盆，将面前的书本一一撕碎，待它们全部燃烧殆尽后，曹小纯盘膝坐下，双手结印，道道红色符文从掌心冒出，缓缓飞入火盆中，转眼又消失。这个过程整整持续了2个小时。待曹小纯缓缓结束手中的动作时，只见火盆突然震动，刹那间，只见火盆灰烬中拿出2只肥硕无比的肉虫。肉虫只有小拇指粗，但长得肥肥糯糯的，如同一只蚕虫，但它并没有眼睛。曹小纯见状，瞬间松了一口气。书虫的炼制过程虽然异常顺利，
但那繁琐的过程却让他有些疲惫。没想太多，抽出2张纸，将月光谷的来历、使用方法、注意事项写在纸上，随即伸手将2只书虫拿起，轻轻放在纸上。沙沙沙，似乎是闻到了食物的味道，2只书虫显得异常兴奋，肥胖的身躯不断在纸张上蠕动，快速吞噬着脚下的白纸。曹小纯见状，笑了笑，伸出手指轻轻一点，2道如同丝线般的红光缓缓落入书虫身体内。待纸张吃完后，只见书虫缓缓卷缩在一起，道道洁白的丝线从嘴中吐出。很快，2只书虫形成了一个洁白的玉简。将玉简捡起，来到一直在旁边观察的2姐妹身边，看着她们那有些迷茫的眼神，曹小纯笑了笑，淡淡道：“来，把手伸出来。”2姐妹轻轻点了点头，毫无犹豫地将手伸出。曹小纯将玉简放在她们的手腕上，在书虫与之接触的瞬间，整个玉简缓缓融化。很快，一个在手腕上形成如同蚕虫般的印记。突如其来的陌生记忆让比诺修2姐妹面色一顿，不过将记忆彻底消化后，脸上又闪出一丝兴奋。哪怕之前身为怪物，但他们也知道一个强力的技能是有多重要，而这份记忆记载的就是一份强力的技能。曹小纯将月光谷放到2姐妹手中，让他们好好熟悉一下。做完这些，曹小纯缓缓伸了一个懒腰，便打算去休息去了。从副本中出来已经过了1天1夜，因为古尸的精神力很高，因此自己虽然没有犯困，但心里也已经十分疲惫。第2天中午，比诺修2姐妹换上了新买的衣服后，便被曹小纯重新收回到葫芦里。而看着自己还有100多点经验就能升到4级圆满，曹小纯便打算使用经验药剂。事实上，在每届高中7天的自主历练中，能够升到4级已经是很优秀的了。而且大多数的学生都会选择经验药剂这个途径，毕竟新手能打得过的怪物给予的经验值都很低，第一次下副本就是体验一番居多。如果是个强力职业，升到4级以后，只要通过考验，进入一个很好的大学并不是问题。到那时候才是实力飞速提升的一个时间段。因此，曹小纯这几天便不打算出门了，而是准备花高价买上3瓶经验药水。此类的经验药水在市面上十分受欢迎，虽然效果只对0至4级的新手有用，但已经是逆天的存在了。1瓶经验药水能够让人提升50点的经验值，但本身也有限制，每级最多只能使用5瓶而已。所以新人会自己升到2级以后便回来嗑药。研究出这东西的是9州上一届的国师，这是给新手过渡的一个很好途径。因为购买经验药水要填个人信息，而且还得官网审核，因此曹小纯也闲得有些无事可做，只能回想着脑海中的那些古术炼制方法。虽然记忆跑不掉，但总得熟悉一遍。就这样5天的时间里，接收了经验药剂以后，除了必要的事情外，曹小纯就没出过门，一直研究着怎么改善蝗虫谷和杀人蜂谷的防御力。在与雷诺的对战中，曹小纯清晰地认识到，虽然这2种蛊虫可以以数量取胜，但子蛊还是太弱了些。虽然可以收拾一些普通怪物，但要与敌人要是正面硬刚，或者对方会些技能的前提下，恐怕作用不大。因此，曹小纯翻遍记忆里基础蛊虫的炼制方法，决定将蝗虫母蛊与铜皮蛊融合，再加以特殊的方法，让铜皮蛊的特性融入子蛊中。铜皮蛊黑铁级、0级防御类蛊虫，会让蛊师的皮肤防御力大增，能让蛊师承受更多的伤害。因为铜皮蛊本身便作用于蛊师，想让2蛊融合，得慢慢实验。还好时间足够，在失败了10来次后，曹小纯终于将2蛊彻底融合。原本的蝗虫母蛊如同白色的水晶，但自从铜皮蛊融合后，它的颜色却变成了深黄色，而本身柔软的身体此刻却坚硬无比。曹小纯拿着菜刀在其身上实验过，一刀下去，刀刃直接被震出一个巨大的缺口。为此，他还是挺满意蝗虫蛊现在的防御力的。有了蝗虫蛊的经验，要融合杀人蜂蛊是异常顺利，几乎没费什么功夫，曹小纯便将2蛊融合。哐哐哐！正当他收回蛊虫想休息一下，顺便去吃个东西时，门外却传来一阵剧烈的敲门声。第14章旭老八。对此，曹小纯有些疑惑，这5天除了隔壁那小姑娘过来敲了趟门以外，就没人来找过自己。而且听着敲门的频率，这他娘有些来者不善啊！难道是她男朋友？想了想，曹小纯还是起身开门，反正自己又没干嘛，也不怕找茬。随手打开门，映入眼帘的竟然是张猴脸，要不是曹小纯觉得异常熟悉，当场就是一逼都抽过去了。小纯啊，你可千万不要想不开啊，大不了以后哥哥带着你就是了。旭老八刚刚进门，便着急的劝阻道，自己的好朋友竟然遇到这样一档事，放谁身上都难受啊。原本当时刚刚放学他就想过来的，可没出校门就被家里人拦了下来，还没等喘口气，就被拉到副本之中，开启了自己的练级之旅。曹小纯瞥了他一眼，重重叹了一口气，淡淡道，你放心，我没事。说起跟旭老八认识的过程，那是相当传奇。本来2人父母就相识，但因为原身太过老实，2人的关系也没多好。直到有一天，
自己早去上学，路过一家永和豆浆店的时候，看到旭老八脚底躺着一个人，而他自己正站得挺挺的，被一个小混混拎着衣领，抽着嘴巴子，那是完全不敢还手。听附近的人说，已经被抽了半个小时了，看不过去的曹小纯也没进去，直接选择报警，好歹也将他救了下来。从此以后，这人便如同狗皮膏药般一直缠着自己。不过经过相处下来，两人倒成了好朋友。特别是自己父母出事时，要不是旭老八动用自己行长父亲的势力，自己想把股份完全卖出去，那基本不可能。等上到高中的时候，两人正巧分到一个班，而且他那永和战神的名号竟然直接带到了高中。不过曹小纯却没有嫌弃他。那天在操场说自己天生有缺陷的也是他。可能真的是因为这个的缘故，旭老八竟然觉醒了一个诅咒法师的职业。虽然不如李寒一的恶魔契约者，但这种专修虚弱类法术的职业可个个都是老六，一些大型副本就很喜欢他们。小纯啊，我知道这件事对你打击很大，但你放心，有哥哥在，那一切都不是问题。不就觉醒个古尸吗？该升级照样升级，等到了黄金阶，再次强化转职的时候，说不定能出现奇迹呢。旭老八看着曹小纯客厅里竟然开着灯，还把窗帘拉起来了，就知道自己兄弟现在心里不好受，当即拍着胸脯保证道：原本他今天过来就是猜到曹小纯可能因为打击而不去练级，现在还有一天，他是特地过来带着曹小纯下副本的，起码要升到2级再嗑药应对接下来的考试不是？旭老八已经花高价请来了一支队伍，只要努力点，明天之前曹小纯应该可以升到2级。你多心了，我真没事。看到旭老八关心自己的样子，曹小纯虽然感觉很欣慰，但有些事情还真得解释清楚。什么没事？连我你还瞒？大白天的你开着灯拉着窗帘干嘛？这阳光你得让它照进来。没等曹小纯解释，旭老八快速说道，随即缓缓走到窗帘边，快速一拉，刷！只见对门那穿着睡衣刷牙的小姑娘猛地一愣，因为刚睡醒的缘故，她的胸前似乎闪着一道圣光。咦，房东啥时候养了一只猴子啊？小姑娘先是有些疑惑，随即看到愣在当场的旭老八，顺着他的目光看去，顿时发出了一声尖叫，扔下牙刷便往房子里跑去。别看了，人跑了。看到旭老八的样子，曹小纯嘴角一抽，起身推了他一把，没好气地说道：死！人心不古啊，没想到一个美女连瞎子也放。回过神的旭老八摇了摇头，似乎有些痛心疾首。对了，说回正事，我们现在先去练级，不然来不及了。不需要了，你看看我现在的面板。曹小纯叹了一口气，无奈之下直接打开自己的面板，这是最直接的解释。曹小纯黑铁阶 LV4 50400，力量20，速度27，精神136。我去，原来你没消沉啊！听到曹小纯的话，旭老八有些疑惑，随手扔了一个探测术，在观看其面板的同时，不由瞪大眼睛，诧异地说道：这不是废话吗？我就非得寻死觅活呗。曹小纯翻了一个白眼，淡淡道：你说的是人话。嘿嘿，也对，按照你小子的性格，也不至于那样。旭老八笑了笑，显然对于曹小纯的表现，他从心底感到开心。不对啊，你的精神力怎么这么高？再次确认了曹小纯已经升到4级，旭老八发现了有些不对劲，因为曹小纯的精神力竟然达到了136。要知道，法师类职业起码得到青铜阶才可能有这样的面板吧？我觉醒的好歹也是隐藏职业，有点特殊，这不是很正常吗？曹小纯并不想在这个问题多说，便随意想了一个理由搪塞过去。也对，好歹也是隐藏职业。旭老八想了想，不过为了照顾自己兄弟的心态，他也很明事理的没问下去。其实你现在升到4级也好，不然今天进副本还真有些危险。你还不知道吧？昨天军方探查发现，幽暗密林有一片区域似乎遭到了巨大的破坏，一大片地方的怪物，甚至树木都被啃食得一干二净。而且最重要的是，幽暗密林的领主比诺修两姐妹竟然不刷新了，没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众人怀疑是有个新 boss 取代了他们。两人随意在沙发上坐下，旭老八聊着自己最近知道的八卦。一般一个副本的领主被人杀掉后，过2天就会刷新，重生在同一个地方，但这法则似乎在昨天就被打破了。至少现在没人知道比诺修两姐妹消失是什么原因。听到这个消息，曹小纯眉头一跳，看来自己这次闹出的动静挺大，看来得趁早找个合适的理由才行。既然自己收服了比诺修两姐妹，那也不是用来收藏的。第15章可会吹箫。因为旭老八一直赖着不走，因此最后一天曹小纯也做不了什么。两人聊了聊天，临近晚上吃了点东西。等到晚上那靡靡之音响起时，这臭不要脸的便一直待在阳台，也不知道在干些什么。曹小纯对此显得有些无奈，在无事可做的情况下，他回到房间，将门反锁后，拿出那根食人魔手骨，先用一团蝗虫骨将上面的血肉啃食干净，随即召唤出比诺修，
先是示意他不能发出动静，随即用火将手臂骨内的物质烤干。做完这些，曹小纯便拿出一把刻刀，在上面缓缓雕刻着，待骨笛成型，便用砂纸细心地打磨着表面。做完这些，已经是半夜12点多，也没过多犹豫，曹小纯便翻身上床睡觉去了。直到第二天清早，他才缓缓踢了一下在沙发上睡得正香的旭老八，毕竟今天收假，而且还是大考，可不能迟到。两人也不墨迹，洗漱了一下后，便下楼拦了一辆车，直奔学校而去。等两人回到教室，同学们已经来得差不多了，众人三三两两地聚集到一起，讨论着这7天自己的经历。而在看到曹小纯进来时，众人的目光却有些奇怪，有幸灾乐祸的，有同情的，还有能在其身上找到认同感的。总之，一些战斗类职业者的身边跟着一群仰慕者，一群生活类职业人际关系又不好的聚在一起抱团取暖，剩下的就是一群舔狗在安慰着自己的梦中女神。这个团体以潘媛媛最为庞大。对此，曹小纯也不在意，缓缓回到自己座位以后，重重打了一个哈欠。旭老八的呼噜声着实有点响，他发誓以后绝对不会再跟这人住一个屋，哪怕是隔着门，这朝八睡沙发那也不行。就在曹小纯思考着接下来的大考流程时，只见李寒一缓缓走进了教室，瞬间教室里响起阵阵惊叹声。不过少女并没有理会，而是径直回到座位，似乎是犹豫了一下，随即从书包里拿出一份馒头和一杯豆浆，缓缓给曹小纯递了过去。吃大白馒头吗？平时话就少的李寒一再次见到曹小纯时显然有些紧张，毕竟在副本内这位同桌不仅天神下凡救了他，而且两人似乎还以一种很尴尬的方式抱在一起。因为这个缘故，使得他现在说话有些磕绊，原本想说要不要吃早餐，结果话到嘴边似乎立马变了味。不用了。曹小纯眉头一挑，平日里两人虽然坐在一起，但平时也没啥话题可聊，基本上都是各过各的，先有交集。现在李寒一主动向自己答话，这倒让他有些诧异，但一开口就是这样的话题，更让他有点不知所措。对于在副本中的遭遇，曹小纯也显得有些无奈，因此馒头就不吃了吧，吃多有些憋得慌，而且容易喘不上来气。那天谢谢你。见曹小纯拒绝，李寒一也没在意，只是低着头，良久过后才开口道：都是同桌，应该的。对于顺手救人这种事，曹小纯并没有放在心上，毕竟自己当时到那本来就有自己的打算，既然遇到危险的人自己认识，他也不介意伸手捞一把。但这样做的前提是绝不能影响自己的计划。李叔他们已经好了，多亏了你，他们才能捡回一条命，所以父亲说让我好好感谢你一下。李寒一缓缓从口袋里掏出一张银行卡，放在桌面。这里是500万9州币，这张卡没有密码。少女的声音很轻，与以往的冰冷不同，此刻她将头埋在胸前，完全没有了以前那骄傲，反而像一个想要认识新朋友的小女孩，但因为不好意思，所以一直躲着对面的目光。因为两人之前并没有什么交集，所以对于李寒一的家境，自己也只是一知半解。没想到为了2个护卫，李家竟然能拿出500万的9州币，看来这冰美人还是个超级大富婆呀。那我就却之不恭了。曹小纯笑了笑，直接拿起桌面上的银行卡，看了2眼后便揣进口袋，丝毫没有任何不好意思。自己这个职业可缺少不了钱，单单那2个基础蛊虫加上意外之喜的小强，就花了自己几百万，而这只是开始，接下来还不知道要花多少呢。因此对于送上门来的钱，他那是来者不拒。不用客气，这是你应得的，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想来想去也只有这东西了。没事，这东西就挺好，我很喜欢。曹小纯笑了笑，随即的说道。望着曹小纯的样子，李寒一缓缓抬起头，没想到跟这人同桌了2年，自己好像没了解过他，不过看这样子倒是挺平易近人的。对了，同桌，我这有个小忙，想请你帮忙，不知道你愿不愿意？曹小纯想了想，将身子往前倾了倾，淡淡道：你说。李寒一有些疑惑，他不知道自己有什么能帮得上他的。听说你精通乐器，不知道你会不会吹箫？听到这话，李寒一眉头一挑，不明白曹小纯到底是什么意思。自己的确喜欢各种乐器，对于这些东西在学校也不是什么秘密，但这跟他要求自己帮忙有什么关系？略有涉略。你想干什么？李寒一顿了顿，淡淡道：那可不可以教教我？曹小纯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也没有客气，从抽屉里抽出骨笛，在李寒一面前晃了晃，语气中显然有些期盼。能以音喻鼓的鼓师才是最优秀的，好吧？就为了这个？看着曹小纯眼中突然有了光，李寒一一时间顿住了。难道鼓师这一职业还得会这个东西不成？当然了，我一直对乐器挺感兴趣的，不为了这个我还能干嘛？难道叫你给我吹奏一曲不成？我可以教你，但我有个问题，是鼓师这一职业一定要用到乐理吗？李寒一想了想，便直接答应了下来，毕竟这听起来只是个微不足道的事，
而他对曹小纯的感官很好，既然曹小纯需要，那他也不介意帮帮忙。当然不是，根本原因这样很帅。你想想，今后区一出，在副本中的怪物先闻风后丧胆，这样岂不美哉？第16章考试前奏。这强大的理由让李寒一感觉有些无语，但既然答应了，自己也不能食言。不过这一切恐怕都是要等到考完试再说了，毕竟现在最重要的还是大考，还有接下来的升学考试。两人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因为李寒一那态度的转变，这倒引起了一些有心人的关注。毕竟这2年多以来，谁见过李寒一露出这样的态度？卧槽，小旭旭，你说这是怎么了？不是说曹小纯觉醒了古尸职业吗？这情况不对啊，他和李寒一的关系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好了？在没觉醒之前，潘圆圆似乎就对他有些好感，现在觉醒了，竟然连李寒一都这样了，难道是因为那副好皮囊不成？关你屁事啊，你个死娘炮！两人同桌2年多，说几句话怎么了？而且就算是古尸职业，能影响小纯全班第2帅的地位吗？旭老八翻了一个白眼，对于自己的娘炮同桌，他显得有些不耐烦。明明老子全班第1帅，但就是运气不好，别人身边做个大美女，结果自己身边做个死娘炮。哎呀，你别凶我嘛，我这是知道你们关系好，这才好心提醒你。哪怕他们明天就结婚，也不关我的事啊，老子又不喜欢女人。但全校这么多个班级，李寒一的仰慕者可不少，早知道这次的大考可是进入学校掌握的一个副本，到时候可是一起行动，要是他们在里面使些什么绊子，到时候你兄弟可不好受。李文斌丝毫没有在意旭老八的态度，反而勾着他的肩膀，压着嗓子温柔地说道：他们敢，真当我旭老八死了？果然听到李文斌的话，旭老八虎目一瞪，大声说道：有自己在，谁敢欺负老子兄弟？你别这么自信，你没看到班上很多人的眼神已经变了吗？李文斌微微一笑，一直提醒着旭老八。旭老八转头向周围看了一圈，果然很多人看着曹小纯的方向，在那窃窃私语，很多男生看着那边的眼神似乎有些不善。旭老八见状，当即就想过去提醒一下曹小纯，但就在此时，只见班主任缓缓走进教室，只是轻咳了几声，原本嘈杂的教室瞬间变得安静。不错，班上将近95%的同学都已经达到了4级，这让老师感到很欣慰啊。这就证明在放假的7天里，你们已经下过副本，而且还努力修炼了。先是用探测术大略扫了一下班级所有人的信息，李浩显得很开心。虽然自己班上42个人觉醒战斗职业的只有20个，但哪怕是生活类职业，他们在这假期里都努力修炼了，这才是最主要的。在这个游戏降临的时代，不管是任何人都不应该放弃自己。至于剩下的那5%的学生没到4级，也在他的预料之中。这几个人的家庭条件并不好，因此想让家里给自己买经验药剂显然不现实，所以李浩也不可能说什么。甚至从他们刚觉醒开始，李浩便向学校申请，给这批贫困生播放一批经验药剂。经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学校那边也答应了补贴一批药剂。毕竟就算是学校掌握的副本，里面也有些不可控的因素啊。如果他们真的出了什么意外，最难受的除了他们父母以外，就是他这个班主任。等会10点，大家在操场上集合，准备进入大考副本。在这里我就多说一句，因为你们要在里面待上7天，所以学校分配的资源包一定要保管好，而且一定不能偏离地图中的定位。如果遇到危险，马上弃考传送回来，安全永远是第一位。我知道你们所有人第一次下副本，身边都有雇佣队或者自家的护卫，但这次考试只能靠着你们自己或者是跟你组队的同学，所以千万别掉以轻心，明白了吗？李浩说话的神态异常严肃，甚至用上了自身职业的威压，为的就是让学生们听进去。明白了。随着李浩话音落下，班内响起了一道巨大的声音。这次的大考虽然是一道考验，但又何尝不是让他们独立的第一步呢？因此所有的学生们也异常的认真，毕竟哪个人的青春没有一段慷慨激昂的热血呢？好，既然我们班刚好42人，那我们就分为7队，每2个战斗职业者带着4名生活类职业者。在这里，我希望战斗职业者们可以多多照顾自己的同学，这一点你们能做得到吗？能。因为李浩的话，战斗职业者们内心突然涌出一股浓浓的责任感，毕竟自己才刚觉醒就能照顾同学了，这种责任加上自己算是个强者的感觉，令他们异常兴奋。除了李寒一和曹小纯，剩下的战斗类职业者们振臂高呼，都是学生，谁能拒绝这样的荣耀？好，那你们自行分配，班长收集名单，9点40到操场排队。还有贫困生，跟我过来一趟。李浩笑了笑，说了几句鼓励的话后便缓缓离去。李浩前脚刚走，班级瞬间就爆发出了阵阵讨论声，每个生活类职业的同学们都在找着能带自己的人，毕竟接下来7天他们可是自己唯一的依靠。其中往李寒一这边挤的学生最多，毕竟别人都知道他觉醒的可是恶魔契约者，一个高等级的稀有职业，有了这条大腿，想必一定能取得一个好成绩。
其他的职业们身边也围绕着人，卖力地推销着自己。而曹小纯这边似乎有些尴尬，虽然自己的古诗也算是个战斗职业，但大家好像基本都无视了他，毕竟这个世界谁不知道古诗是个战五渣职业。对此曹小纯也没有在意，反而为别人让出了座位，在一旁看戏。你要不要跟我一组？我记得老师说过，2个战斗职业者可以在一起的。没等曹小纯坐多久，只见李寒一没有理会众人的推销，反而来到曹小纯身边，期待地邀请道。第17章周元龙。李寒一此话一出，原本嘈杂的声音顿时消失，但几个呼吸后，又是一波更大的音潮在教室里响起。卧槽！我听到了什么？女神竟然主动邀请曹小纯，这他娘什么世道？隐藏职业，哪怕是个废物，也这样牛批吗？捏马，果然同桌才是最适合培养感情的关系。早知道老子花钱买，我都买下了他的位置。李文斌，我觉得你说的对。徐老八，滚！我套你猴子的！女神你不能这样，我也是个废物，也带带我吧。曹小纯听着周边的反应，顿时嘴角一抽，看着李寒一那满不在乎的样子，此刻的他显得更加郁闷。这样下去，自己会成为全校公敌的，知道吗？要真这样，自己在副本里得挖多少个坑才能埋下这么多憨批？比起李寒一，其实他更愿意跟徐老八组队，一是他值得信任，而且2人本身就是兄弟；第二，跟李寒一组队未免太显眼了些，而自己的手段此时暴露太多，恐怕会有不少麻烦。权衡了利弊以后，曹小纯正想拒绝，但一道声音却突然打断了他。寒一，我觉得你应该仔细考虑考虑，带着他恐怕会拖累你的考试成绩啊。一名穿着定制西装的少年缓缓从教室外走了进来，周元龙看着十分斯文，整个人给别人的感官如同一缕春风。哇，是一般的周元龙，听说他们家跟李寒一是世家关系，2人从小青梅竹马。一名天生爱八卦的女生看到来人模样，泛着花痴说道。听说他觉醒的是圣骑士职业，这可是热门辅助职业啊，而且还拥有一定的攻击手段，虽然不如恶魔契约者，但依然很抢手呢。他不会是过来邀请李寒一组队的吧？这下有好戏看了，高富帅青梅竹马 vs 古诗。寒一，虽然各班班主任分了队伍，但这不代表着我们不能兑换，你可以带着2名生活系职业者跟我组队。周元龙看着李寒一，柔和一笑，温柔地说道。不过李寒一对其却没有什么好脸色，从小到大他都讨厌周元龙这个虚伪的样子，别以为自己不知道，所谓青梅竹马就是他故意传出来的，要不是因为2家的关系，他根本就不会跟这个人说一句话。不必了，李寒一冷冷回应道。听到李寒一冷漠的回应，周元龙面色一顿，眼中瞬间闪出一丝恼怒，但是转瞬间，只见他轻轻吐出一口气，转过头看着曹小纯温和一笑。你叫曹小纯对吧？我听说过你，对你的遭遇也表示同情，毕竟觉醒了隐藏却是个古尸，这样的打击谁也很难接受。我想作为你的同桌寒一也是这样想的。这样吧，我可以做主让你跟曹元组成一队如何？他是兽血战士，跟着他，你这次考试应该没问题的。周元龙已经看出来，李寒一本来就是个随性的人，跟谁组队其实他并不在乎，但现在他竟然拒绝自己，想必问题就出在这个人身上。既然这样，那自己就先解决眼前这个麻烦。原本曹小纯并不打算参与这些破事，好好说话，自己恐怕会卖他一个人情，但周元龙的话中却透露着不屑，似乎所有的一切都是他在掌控似的，这让他异常不爽。要知道，在股份没卖出去之前，谁还不是个富二代？你敢跟老子玩这套？兽血战士比得上恶魔契约者吗？曹小纯想了想，随即表情迷茫地说道，似乎问出了一个很可笑的问题。不过这话却将周元龙噎得死死的，这2个职业有可比性吗？而曹小纯这话分明就是在告诉他，既然现在有着更好的选择，那我为啥要去选个差的？这个兽血战士当然比不过恶魔契约者，但不管是谁都不会影响你这次考试的成绩的，所以你不必考虑这个。调整了自己的心态，周元龙缓缓开口道，显然这个问题打了他一个猝不及防。此话一出，瞬间引来周围无数的鄙夷，你当这是在哄孩子呢？只要不是傻子，谁能信你这话？李寒一看着曹小纯迷茫的样子，嘴边竟不经意间扬起一丝微笑。从一开始，周元龙就陷入了一个误区，他以为自己的同桌弱得可怜，但他心里却很清楚，这个觉醒了古尸职业的男人战力到底有多恐怖。今天2人的交锋本就不公平，不过这样的差距却不是周元龙这边的压力，而是曹小纯的完全碾压。不过李寒一并不打算多说什么，毕竟麻烦本来就是周元龙自己挑起来的。哦，这样吗？既然不影响成绩，那我选择李寒一，毕竟我们2人是同桌，关系还算不错。曹小纯不屑一笑，淡淡道，想拿老子作为你爱情路上的垫脚石，这周元龙还嫩了点。好，就这样决定了，我在操场等你。没等周元龙说话，李寒一直接插嘴道，
好像生怕曹小纯反悔一般。他本身就不擅长交际，因此现在目的已经达成，自己也不愿暴露在这么多人的目光下。说完，李寒衣也不理会众人的反应，转身往教室外走去。寒衣见李寒衣要走，周元龙正想阻拦，却发现家人已经走远。希望你不要后悔今天做的决定。见状，周元龙将心中的怒意直接对准了曹小纯。如果不是这个人耍了自己一下，今天的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哎呀，我好怕，你不会在副本里弄死我吧？曹小纯做出一个夸张的表情，似乎有些惊恐地说道，不过眼中却满是嘲讽。哼！望着一双双盯着自己的眼睛，周元龙满身不自在，而且现在也不是起冲突的时候。想到这，他冷哼一声后快速离去。曹小纯对此也没在意，既然答应了跟李寒衣组队，虽然有些麻烦，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好处可言，比如县城就有一个。嗨嗨，觉醒生活系的同学们，你们也看到了，我跟李寒衣一队，这就意味着我这边有2个跟我们组队的名额。本着照顾同学的原则，我打算将这2个名额拍卖，2000块起步，价高者得。现金、首饰、装备、医保都可以折现，这可是关系到大考的成绩啊！同学们别错过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曹小纯想了想，随即起身站在桌子上，高声吆喝着：尼玛，我就没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第18章拍卖进行时。曹小纯，都是同学，你这样做未免也太过分了吧？真以为除了李寒衣以外，我们就没人带了？秦四猛地站起来，虽然自己觉醒的只是个农夫，但好歹也是班级里的纪律委员。曹小纯这样公然拍卖的行为引得他很不满。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岂能郁郁久居人下？对于这种行为，就该强烈的谴责。对，大家都是冲着李寒衣去的，凭什么你拿名额拍卖？我们绝不会买。我就是气口，从这里跳下去，也不会接受这样的条件。随着秦四的反抗，班级里的学生各种呼应，对此十分不满。废话少说，到底买不买？你们不买，那我就去隔壁班问问了哈。这东西的性质就跟域外的昆仑奴一样，愿者上钩，你不买，有的是人买。你家里不种棉花，不知道人家平时辛苦是吧？老子出2500。曹小纯话音刚落，只见原本还在义愤填膺的秦四猛然大喝道：谴责归谴责，但这实实在在的好处自己可不能放过。在班级里富二代也真不少，要是自己慢了一步，等他们反应过来，他恐怕争不过呀。好你个浓眉大眼的秦四，没想到第一个背叛的竟然是你。学生们对于秦四厚颜无耻的表示异常震惊，你哥这碗反差呢？但众人都不傻，回过神来后便纷纷叫价。我出3000，我出5000，得马老子出1万，我爹大学招生处导师，我看你们谁敢跟我争。老子出5万，导师算个屁，我爹挖煤的，拿钱砸死你个狗日的。看着价格越翻越高，曹小纯内心止不住的兴奋，争吧，争得越厉害，老子赚得越多。我用1块韩玉买1个名额。就在众人争论不休时，潘远远从人群中挤出，伸手在大灯里摸了几下，随即扯出1块墨绿色的玉石。这块韩玉可驱蚊避虫，目前市场价起码8万块钱。说完，潘远远转头眨巴着眼睛望着一众男生，温柔地说道：哥哥们，我可能比不上你们有钱，但请给妹妹一个机会好吗？我真的很需要这次考试成绩。潘远远柔弱的样子让男生们心里一软，更有2名战斗类职业的男人们出来为其站台。我说句公道话，挺大个老爷们跟别人女生争什么，就不能让让吗？再说了，班里又不止李寒衣一个战斗类职业。我也说一句公道话啊，谁敢欺负圆圆，就是与我为敌，你们自己掂量掂量。好家伙，你家女神都不乐意跟你组一队，你还来舔，是不是以后人家跪下你还得过去递垫子啊？虽然班里对这2个以势压人的男生很不满，但却不敢多说什么，毕竟李寒衣那里只有2个名额，争不争得上还不一定。要是最后落选了，免不得让他们带着自己。因此在2人说完话后，一时间竟然没人跟潘圆圆竞争了。小纯，你看现在是我出价最高，那这个名额是不是我的了？潘圆圆见状妩媚一笑，没有理会2名为自己站台的舔狗，反而看着曹小纯眨着眼睛说道：行，算你一个。曹小纯摸了摸下巴，想了一下，答应的十分爽快。有潘圆圆在这，很多人也不敢竞争，因此这第1个名额能卖出8万块钱已经挺不错了。将潘圆圆手中的韩玉挂在脖子上，曹小纯继续喊道：还有1个名额哈，想过来的大家要努力了，多犹豫一会，这机会就少1分。曹小纯话音刚落，只见教室中又恢复了之前的争吵声。我套你猴子，挖煤的算个屁，老子出8万。嘿嘿，你爹出10万，多2铲没的事，别拿你的极限挑战爸爸的零花钱。卧槽，老子干死你！经过激烈的竞争，这最后的名额以30万的价格落在了那位挖煤大户洪建军身上。
但本身就是学生，怎么会随身带着这么多钱呢？因此，这位狗大户摘了自己脖子上的大金链子以及金表。因为曹小纯不收欠条，因此他用2倍的价格收购了10来个学生们的首饰、项链之类的东西，并承诺出了副本，拿欠条去他家领钱。看着桌面上堆成一小堆的首饰手表，曹小纯满意的点了点头。这场闹剧最终也落下了帷幕。待学生们散开后，旭老八缓缓走了上来，也不客气，拿起一条金链子就往脖子上套，一边摆弄着一边说道：“小纯啊，你是真该死啊！这比杀了我还难受。有句话怎么说来着？既怕兄弟过得苦，更怕兄弟开路虎。你这软饭已经吃上了，可我呢，前途渺茫啊。”旭老八摇着头，似乎有些痛心疾首。原本自己做了决定，带着曹小纯一起考试，可人算不如天算，没想到这里韩一竟出来横插一脚。行了，我还不了解你，等进入副本后，记得根据定位来找我就是，这样2个队伍一起，分数可能会更高一些。看你的旭老八那惆怅的样子，曹小纯嘴角一抽，要不是自己对他十分了解，那当真信了他的鬼话。好嘞，那就这样说定了哈。果然，曹小纯还没说完，旭老八笑得跟个峨眉山的猴子似的。离开的时候还顺手多拿走了一块金表。时间很快过去，众人三三两两的来到操场上集合。因为校长还没出院，因此原本那出发鼓励的话语直接略过。班主任在确定好名单后，便领着队伍排队拿物资。学校给的东西也不多，一个手表模样的坐标传送器，一个背包，一件厚厚的冬衣。背包里装的是压缩干粮和罐头，一些野外生存的必需品。等学生们领完物资，照例签了生死状。只见讲台上一名穿着灰色衣服的老者点了点头，从怀中取出2枚散发着七彩光芒的圆球。轰！只见老者上前一步，将圆球抛向空中，伴随着一阵剧烈的轰鸣声，周边的空间似乎都有些扭曲，一道传送门在刹那间映现而出。第19章万年雪山。与幽暗密林相比，学校掌握的万年雪山副本里面的怪物的密集度就强上太多，里面的怪物普遍达到3至10级，而学生考试的地方只是学校强者划分的一片小型区域。从进来开始，班主任就再三提醒，一定要看好自己所在的位置，不能偏离手表中所规划的位置。这是 H 市所有校园的历练场，几乎每一个在这座城市读书的人都会经过这样一场试炼。而他们考试内容很简单，除了在里面待上7天以外，就是收集冰心的精魄。这是万年雪山中独有的一种怪物，从雪地中产生，是这大山里的精灵。这种怪物普遍等级为2级，大多数冰心一生之中都会在这个等级内，很少有突破3级的存在。而学校配发的坐标传送装置是特别为历练而打造的，不仅可以在副本内定位学生的位置，而且可以用来收集精魄，每一个的造价都十分昂贵。不过这也是学生安全最大的保障。曹小纯一队人在踏入传送门后，只见眼前闪出一阵白光，再次睁开眼时，却发现6人已经来到了一片宽阔的雪地中。可能是因为他们运气不好，这里不仅下了很大的暴风雪，而且附近竟然没有任何可以藏身的地方。我去，不会这么倒霉吧？才刚刚进来，竟然就遇到了暴风雪。洪建军刚回过神，急忙将大衣套上，狠狠骂了一句。曹小纯也不例外，套上大衣后便仔细观察着附近的环境。学校发放的大衣因为是火绒鸭的绒毛所制，虽然有些很强的御寒效果，但在暴风雪面前还是有些不够看的。因此他们必须要快点找到避难所，不然就等着直接淘汰吧。韩一姐姐，我们现在该怎么办？一旁的潘圆圆缓缓向李寒一凑去，扶住他的胳膊，打着哆嗦问道。从小娇生惯养的他哪里经历过这种事情，从他那3级的等级就能看出，放假的7天里，潘圆圆根本就没下过副本，而是靠着经验药剂升上去的。除了潘圆圆和洪建军2人外，曹小纯的队伍里还有2个人，都是生活系职业者。对于刚进来就遇到暴风雪的情况，他们也显得有些无所适从。现在我们需要快点找到一个避难所，因为下着雪，周围的能见度不高，所以等会你们很紧我，千万别掉队，注意脚下的冰窟，鬼知道周围或者地下藏着什么东西。李寒一皱着眉头，淡淡道。显然他进来之前是做过许多功课的，此刻他也将队伍领头者的责任感发挥得淋漓尽致。只见李寒一重重叹了一口气，随即伸出右手，伴随着一道古朴的咒语，地上瞬间涌现出2个紫色的法阵。2名衣着暴露的魅魔缓缓从阵法中走出，跟着2只魅魔走在他们路过的脚印上。李寒一没有犹豫，直接发令道：现在暴风雪越下越大，而他们如果长时间站在暴风雪里，根本坚持不了多久。望着李寒一的果决，曹小纯眉头一皱。其实眼前的麻烦他自己就可以解决，如果是他独自一人，那曹小纯完全可以将召唤克拉赫出来，使用一个冰霜魔法组成一个冰屋。但他暂时却不想这么做，毕竟这个队伍里实在太多累赘了，带着他们不仅行动束手束脚，而且还很容易吃力不讨好。从进来开始，
曹小纯就计划着将他们甩出去，正好遇到了这场暴风雪，他敢保证用不了多久便会有人因此退出。毕竟这只是一次学校的大考罢了，虽然对高考有影响，但并没有这么可怕。因此曹小纯便决定先跟着李寒一，一切看情况决定。就这样，一行人在暴风雪的肆虐下艰难地走着，因为不知道前面的雪到底有多深，只能是魅魔一步一步走着开路，因此众人的速度很慢很慢。就这样走了1个小时，只见一名男生在刺摔了一个跟头以后，心态直接炸裂。老子不干了，这种鬼环境历练个屁，我就从没受过这样的罪。我要出去了，李四，你要不要跟我一起？男子艰难地爬起来，望着一旁的男子恨恨说道。一旁的李四此刻也面露难色，本身他就是和潘媛媛一样觉醒的裁缝职业，因为运气好，随意被李寒一选上，本来想抱着大腿混上一个好成绩，没想到刚进来竟然遇到了这种事。经过短暂的思考，李四最终点了点头，两人站到一起，正准备摁下自身传送器按钮，只见潘媛媛快速走出，来到他们身旁。等等，我也一起走。此刻的他已经冻成了一个鹌鹑，身子止不住的颤抖。对于他来说，能坚持到现在已经是很不错了。姐姐，我背包里的东西就留给你吧。潘媛媛哆嗦地解下自己的背包，冲着李寒一扔了过去，随即三人周边闪出一阵白光，半分钟的功夫，他们的身影便消失在了原地。李寒一见状也没说什么，只是缓缓将潘媛媛留下的东西捡起，便指挥着魅魔先往前探路。嗨，胖子，他们都跑路了，你还不走？曹小纯对于1个小时内小队里淘汰了一半的人显得异常满意，见洪建军还在坚持，不由对其调侃道：我才不走，特么的生活职业怎么了？我爹说了，当年他下矿的时候什么事情没遇到过，遇到点挫折就退出，那就不是他的种。洪建军拍了拍头上的飘雪，坚定地说道。再说了，老子花30万才抱上这么粗的大腿，怎么可能就这样放弃？李寒一，把潘媛媛的背包给我背上，你是这里的主力，可不能倒下。我虽然帮不上什么忙，但背东西还是可以的，毕竟老子脂肪厚，天生带着一件大棉袄，抗冻。洪建军此刻的表情虽然有些难看，但还是毅然决然拿过李寒一手中的背包。曹小纯见状不由笑了笑，虽然平日里这胖子在班上不仅爱炫耀，而且牛皮吹得梆梆响，但没想到遇到事情时倒是挺决绝。魅魔给我反馈，前面大约800米有一个山洞，这估计是附近唯一的避难所，不过里面似乎住着几只冰霜虎，因为他们普遍达到了9级，所以魅魔并不敢太过靠近。曹小纯，我们要不要过去看看？李寒一转过头，直接无视了一旁的洪建军，定定地望着曹小纯，淡淡道。第20章虎巢。别人不知道，李寒一可是很清楚，凭借着自己契约的这2只8级魅魔，想要完全拿下那个居住着一个冰霜虎族群的山洞，这并不现实。虽然说以魅魔的实力可以越2级单挑，但对于一拥而上的冰霜虎们，上去只有送菜的份。但曹小纯不同，虽然这整个世界都认为蛊师是个最弱的职业，但自从自己亲眼看到他的实力，这个原则早就在李寒一心里打破了。现在附近除了这个虎巢在，周边再无任何遮挡的地方，但这场暴风雪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停，因此李寒一才会看着曹小纯询问着他的意见。曹小纯看了一眼周边的环境，再看了一眼洪建军，如果不想提前暴露赫拉克2姐妹，这个虎巢倒是个很好的选择，而自己蛊师的能力他从头到尾就没想隐瞒。因此这个胖子虽然还在咬牙坚持着，但从他说的话来看，倒是个汉子，如果能坚持到最后，自己也不介意拉他一把。既然没有别的选择，那就试试吧，毕竟在这样的大雪中，谁也不能坚持太久。曹小纯搓了搓手，淡淡道：好，接下来的一切由你指挥。听到曹小纯肯定的回答，李寒一点了点头，不过这操作却让一旁的洪建军觉得有些疑惑。曹小纯指挥？他不是个蛊师吗？大姐，这人没任何战力啊，你就这么相信他？难不成这就是爱情的力量？当然，虽然洪建军心里异常疑惑，但他是不会说出口的，因为在这个队伍里，自己好像没有任何话语权。决定了计划，三人按照魅魔的指示，快速向那虎巢靠近。在临近边缘时，几人找了一个雪堆相对厚点的地方，缓缓蹲下，洞穴的情况。因为下着雪的缘故，以他们的目光并不能看清洞穴的全貌，不过可以看到的是，2只黑白相间的老虎在守在洞口，时不时还巡逻着附近，显得异常警惕。阵阵痛苦的低吼声从洞穴中传出，似乎里面的老虎遇到了什么难事。一个真实之眼扫过，2只冰霜虎的信息瞬间出现在曹小纯眼前。冰霜虎 LV8 黑铁级，力量89，速度72，精神38。冰霜虎的3维并不算高，但力量在这个级别却算是一流的了。而它们又是群居动物，基本上一个族群起码有将近20只老虎，因此一般的怪物也不敢招惹这个群体。听着里面的虎啸声，
这个族群不会有老虎在里面生产吧？要真的是这样，那我们想强攻这样的巢穴，恐怕就有些困难了。听着洞穴中传来的阵阵虎啸，加上外面那两只警惕无比的寒霜虎，李寒衣皱着眉头，凝重地说道：“现在外面是夏季，的确是它们繁殖的日期，在这期间，寒霜虎可是异常警惕的，而且母虎的战力会暴涨。”不过曹小纯见状却毫不在意，虽然这群寒冰虎的等级普遍达到了8级，但自己手中的蛊虫却能将它们全部收拾了。寒霜虎也算这片区域里比较高级的怪物了，一只寒冰虎能提供30点经验值，这样，这批怪物我要6成，同桌你3成，胖子1成如何？这是曹小纯深思熟虑的结果，毕竟现在他们还组着队，自己全部独吞也不太好。你啥意思？这没开始，你就想着分赃了？曹小纯的话让洪建军一愣，这话说的好像前面那冰霜虎是盘菜一样，你想加就加，人李大姐都没说话好吗？你想怎么做，我要怎么配合你？在曹小纯说出这样的话时，他就知道这人一定有办法，所以李寒衣也没多问，而是直接询问着接下来的计划。你什么都不用做，在这等着就行。曹小纯微微一笑，随即望向虎巢，眼睛一眯，轻轻吐出一口气，食指轻轻一点，白玉葫芦瞬间出现在手中。只见曹小纯轻轻拨开瓶口，伴随着2道黄色的流光射出，周围的暴风雪中似乎出现了道道嘈杂的虫鸣声。去！伴随着曹小纯的轻喝，只见半空中突然降下2道黑影，冲着虎巢爆射而去。嗡嗡嗡嗡！蝗虫骨掺杂着杀人风骨，如同一张巨网，直接打了门外2虎一个措手不及。其中一只老虎更是直接被杀人风骨戳瞎了双眼。好！伴随着一声惨烈的虎啸，冰霜虎口中吐出一道冷到极致的寒气，被喷到的子骨瞬间变成一块块冰渣，从空中落下。经此一击，剩余的2股竟然直接放弃了战斗，径直往洞中冲去。而守在门外的2只冰霜虎，一只已经倒在了地上，杀人风骨的毒素彻底破坏了他的脑子。而另一只冰霜虎见状，先是向洞中发出一声警报，便追着已经进入洞穴的黑影爆射而去。一旁的曹小纯见状便明白机会已经到了，只见他再次弹了弹葫芦，一道红色流光飞出，一头巨大的癞蛤蟆从天而降。轰！小强的落下发出一声巨响，周边的冰雪竟瞬间被掀飞。向上把毒物和虚影全给我塞进那个洞口里。曹小纯笑了笑，看着小强指挥道：呱！听到主人的命令，只见小强往前一跳，伴随着一阵蛙鸣，一阵浓郁的黑雾掺杂着道道紫色的五毒虚影从其嘴中吐出，直冲着洞口喷射而去。在毒物进入洞口的瞬间，里面嘈杂的虎啸再次可变得异常慌乱，甚至充满了惊慌。做完这些，曹小纯才缓缓转过身，冲着2人笑了笑：搞定了，等会这群寒冰虎都会陷入深度昏迷的状态，到时候我们进去将他们杀死，自然会获得经验。你，觉醒的职业蛊师！洪建军张着嘴巴，从那杀人风骨出现时，他内心就异常震惊。在看到那只长得异常奇怪的癞蛤蟆出现，并从嘴里吐出那古怪的东西时，他整个人已经呆住了。这他妈的叫做最弱职业。而一旁的李寒衣表情也好不到哪里去，虽然自己见识过曹小纯的强悍，但看到他的召唤物竟然轻描淡写的就收拾了当前的困境时，他依然无比震撼。这癞蛤蟆不会是白银级的怪物吧？第21章，要不改善一下伙食？你们有什么问题吗？看着2人表情似乎有些不对，曹小纯笑了笑：不是，大哥，你这大怪物哪来的？你不是蛊师吗？要不是在转职仪式的时候亲眼看到曹小纯觉醒的蛊师职业，洪建军都认为他是一名强力的妖灵师好吧，毕竟在这300年所有关于蛊师的资料里，那个蛊师能指挥这种轻松收拾掉一个族群的生物。你说小强，他就是蛊师的蛊，所有由蛊师控制的生物就可以称之为蛊。对于洪建军的疑问，曹小纯并没有在意，本身这些东西迟早要见人的，因此他也没打算隐瞒什么。再过5分钟，等毒雾散去，我们就可以进去了。中了毒的寒霜虎虽然表面的防御力还在，但你完全可以从他眼睛里捅进去，这样很轻松就能将他杀了。之所以将其毒晕再收拾掉，完全就是因为小强的毒物如果增大剂量，那等会进去的里面就会是一片白骨，这个族群恐怕连渣都不剩。但为了体现大家是一个队伍的团结，曹小纯并没有选择这么做。蛊师的本领好像都是为了杀戮而生的，对于比试或者手下留情，好像比直接杀了对方还要难，这就是曹小纯不想跟人组队的原因。要不是那周元龙突然跳出来挑衅，他这次考试恐怕又是开启自己的屠区之旅。呱！几人等了好一会，等小强再次发出提醒后，3人才缓缓向洞穴靠近。洞穴的入口很大，起码有4米高，纵深大约10米。3人一边走一边将倒在地上的寒霜虎杀死。这些老虎们虽然还有着微弱的气息，
但眼睛却完全变成了黑色，哪怕没有曹小纯他们的补刀，估计也活不过今晚。曹小纯，黑铁阶 ，LV5 2600600，力量30，速度37，精神146。在小强将蝎子尾捅入最后寒霜虎脑子里的时候，曹小纯也成功升到了5级。这是一个超大的族群，一共有着将近50只寒冰虎，因此就连李寒一都升到了5级。因为洪建军动作慢，再加上分的也少，虽然到达不了5级，但经验值也将近满了一半了。对于这一点，洪建军表示没有任何意见，并庆幸着自己刚才能够咬牙坚持下来。毕竟潘远远才离去多久，他们就有了这样的惊喜。今天才是第1天呢，他相信只要自己稳稳抱着这个大腿，考试结束升到5级，那完全不是问题好吗？随意清理了一下周边的垃圾，洪建军主动在洞内收集着柴火，将这些全身是毒的寒冰双虎扔了出去。虽然他们会消失，但却不会这么快，还得等着刷新。因此众人也不可能跟着一堆尸体住在一起。外面的暴风雪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停，因此得在里面待上不少时间。令人意外的是，这个超大的族群竟然一件装备都没有爆出来。按道理来说，这种概率未免也太低了些。但3人对此并没有在意，毕竟很多东西都是需要机缘的。大哥，门口那只寒霜虎应该还能吃吧？要不我们改善伙食？洪建军点起火堆后，当即凑了上来，望着曹小纯，双眼放光。学校给的物资只有压缩干粮和罐头，说实话，这2样东西最多可以维持人体所需要的能量而已，味道嘛，基本上是一言难尽。因此洪建军便打起了那些老虎的主意。虽然基本上所有的老虎都中了毒，但有一只不是啊，那只被杀人蜂偷袭而死的老虎可没沾上小强的毒物。杀人蜂谷的神经系毒素在经过高温以后就会消失，所以是可以吃的。曹小纯明白胖子话中的意思，既然有了更好的选择，那他也不会去选择压缩干粮。好嘞，大哥，那我们今晚就吃虎肉，也让你尝尝我这厨师职业的手艺。洪建军的脸笑成了一朵菊花，此时他对曹小纯的称呼已经变了。原本以为这个队伍里只有一条大腿，没想到2人都是高手。现在的他对于接下来的冒险真是越来越期待了。能给我说说你这职业到底有什么神奇吗？一旁的洪建军在忙碌着，李寒一坐在火堆旁，拖着下巴望着曹小纯的目光显得有些疑惑。你可以理解成为一个变异的妖灵师，不过妖灵师靠着自己的宠物战斗，而蛊师控制的是蛊。至于蛊是什么东西，解释起来太麻烦，要真说起来恐怕3天3夜都说不完。曹小纯往火堆里添了一根柴，对于李寒一的询问他也不在意，便简单解释了一下。听着曹小纯的话，李寒一虽然没有完全理解，但还是点了点头。其实想想也是，300年来隐藏职业哪里有弱的，至于出了蛊师这样的艺术，恐怕是所有人都没找到方向罢了。恭喜你能破解这个职业的本质。或许是平时不苟言笑的缘故，因此突然看到李寒一那柔和的笑容，曹小纯倒觉得这个冰美人此刻竟然带着一丝妩媚，可能多了一些运气吧。洪建军不愧是觉醒了厨师职业的人，从进来时他便早有准备，虽然只是几种简单的调料，不过在职业的加持下，那根巨大的虎腿竟然被他烤出花来，就连李寒一尝了尝都感觉赞叹不已。好，就在3人吃着东西休整时，一阵阵低沉的虎啸声竟从李寒一身后的石堆处传出。这突如其来的状况令3人心里一惊。只见曹小纯瞬间起身观察着周围的环境，在之前他们已经观察过4周的环境，这洞穴里不应该还有漏网之鱼，而且那扁平的石堆也藏不下一只巨大的老虎才对。曹小纯与李寒一对视一眼，2人缓缓向着石堆靠近，听着里面那微弱的虎叫声，李寒一指挥着魅魔用手中的皮鞭甩开了上面的石块。唰，轰！在石块被抽出的瞬间，12只纯白色老虎幼崽出现在了3人面前。第22章，虎生3子，必有1标。因为毒物的缘故，这12只幼崽显得有些虚弱。刚才那几道虎吼声显然已经是他们最后的努力。不过曹小纯却显得有些诧异，按道理来说，小强的毒物应该是覆盖了整个洞穴，哪怕这几只幼崽们有石块遮挡，但也不可能活下来。想到这，曹小纯不由凑近一看，发现这周围的石块好像是故意围起来的，防止这12只幼崽跑出去一样。而且和普通的冰霜虎不同，它们浑身雪白，并没有黑色的条纹，而且幼崽面目丑陋，看着并不像一般的冰霜虎那样雄伟，哪怕是整个身形都显得太过弱小了些。难道这是标？想了想，曹小纯淡淡道：传闻虎生3子，必有1标。标除了老虎基本的颜色外，并没有黑色条纹，而且天生体弱，面目丑陋，因此母虎并不认这个孩子，不为他乃且踢咬驱赶，甚至将他叼到恶狼出没的蛮荒之地遗弃。虎本兽中之王，被虎追杀遗弃的小彪，当然也成了众兽之敌，备受凌辱。所以彪一般在哺乳期就夭折，很少能生存下来。可一旦生存下来，
那膘竟极其威猛凶残。尽管它在炼狱般的环境里长成，常饿得吃枯叶败草、动物残尸，啃泥土石块，喝污水脏泉。尽管常年老八辛伤不断，为了活命，不得不学会飞山、越涧、爬树、攀藤，与比自己大且凶残的野兽搏杀。而等他们拥有了足够的实力，便是曾欲报复置他于死地的生母虎后，紧接着则是被虎后倍加宠爱的2位手足。可以说，膘这种生物天生就是带着复仇和怨气而生的，为世间不祥之物。看来是因为这次的暴风雪，母虎没来得及将它们给扔出去。李寒一看到幼崽的样子，心中也有了结论。这刚出生的怪物，杀了最多也就一点经验，他们能从赖格堡的毒物下生存下来，已经是不容易。要不我们就将他们放了吧。李寒一叹了一口气，对于这些幼崽，他实在下不了手，而且他们的经验也太低了，因此他也不忍下杀手。放了？同桌，你开什么玩笑？这可是好东西，可远比经验重要，他们可是一笔不小的战力。曹小纯转过头看着李寒一，微微一笑。这种天生为了怨念而生的东西，可是宝贝来这着，不管是炼蛊还是作为材料，那都是好东西。他怎么会放过？好东西？你想饲养他们？这东西可谓不熟，哪怕是妖灵师契约，也不会选择他们的。听到曹小纯的话，李寒一眉头一皱，因为家世的缘故，对于一些东西他还是知道，因此他可不觉得这是什么好东西。活着的膘自然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是他们的魂魄，不管是对于我还是对于你，都是好东西。我记得到5级后，职业者会学习到第一个天赋技能吧，而恶魔契约者的第一个天赋技能叫做恶魔转化与融合，这是一个能把怪物转化为恶魔的技能。而膘这种东西自带怨气，他的魂魄天生就是培养恶魔的最优材料。你别说你不知道，这东西对我也有用。既然这里有12只，那就对半分吧，至于剩下的你想怎么做，那你随意吧。说完，曹小纯也没理会李寒一的反应，拿起6只幼崽收进白玉葫芦。有些话提示一下就够了，至于对方要怎么做，抱歉，那与他无关。在确定了这东西是膘开始，曹小纯便有了计划。虽然这6只膘可以炼制一种叫琥珀蛊的攻击类蛊虫，但曹小纯却不想这么做。现在自己并不缺黑铁级别的攻击手段，因此哪怕再多出6只琥珀蛊，对现在的自己也只是锦上添花而已。因此曹小纯便打算先将它们冰封，等自己到了青铜阶，自己收集到艾生离所有材料时，再将这琥珀添加进去。到时候这号称2阶第1毒的艾生离会在琥珀的影响下，会额外获得膘的威压以及怨气，对比曹小纯可相当期待。而一旁的李寒一看着剩余的幼崽，眉头轻皱。的确，曹小纯说的他都知道，但他心里却十分排斥这个天赋技能。毕竟这个技能要是能用好，那就必须要对其虐杀，毕竟自己召唤的是恶魔，而不是别的东西。因此他一直过不了自己心里那一关。怪物用来升级可以，但虐杀的话会不会太过残忍？李寒一，你在犹豫啥呢？一旁的洪建军拿着一大块肉，缓缓走到他身边，先是望了望里面那几只快要嗝屁的幼崽。我大哥不是说了吗？这玩意天生没人性，而且又可以给你增加实力，还不动手等啥呢？这可是机缘啊，也就我没有这个命，不然我嘎嘎乱杀。洪建军一边嚼着肉，一边劝导道。在他看来，李寒一战力越高，自己这次历练就过得越舒服啊。可是李寒一听到胖子的劝说，更加面露难色。你说一些成年的怪物还行，但这只是幼崽，别犹豫了，再犹豫下去，等会他们都嗝屁了，到时候你得落个寿材两空。再说了，你把他们变成恶魔，这不是给了他们一个重生的机会吗？洪建军的话给了李寒一提醒，好像自己就算不杀他们，等过段时间，好像这几个幼崽也活不下去了。挣扎许久，只见李寒一痛苦地闭上眼睛，伸出右手，一道散发着妖异紫光的阵法在幼崽底下涌现，瞬间阵阵凄厉的哀嚎声响彻整个洞穴。一旁的曹小纯见状，不禁摇了摇头，看来李寒一还得历练啊，适者生存，这本来就是根本存在的道理，更何况在这个随时发生巨大灾难的世界，如果一直这样优柔寡断，以后不仅会害了自己，而且还很有可能会害了自己的队友。没想到这个连洪建军都明白的道理，这位千金大小姐竟然还会这么纠结。对比曹小纯觉得这种东西还是旭老八比较精通，别看这是个富二代，但对于这种东西他任何时候都不带犹豫的。外面的暴风雪还在下着，似乎没有要停止的意思。大山的另一头，只见一群雪猿正在追杀一名抱着雪原幼崽的靓仔和一个娘炮。虚弱兽，虚弱兽！李文斌，开盾啊！诅咒兽！别追了，猿哥们，旭弟错了，别追了，再追我给你们跪下了。第23章古怪的暴雪。大哥，你这次出去以后要报哪所大学啊？因为3人出不去，而李寒一又在融合恶魔，洪建军显得有些无事可做，便来到曹小纯身边，随意询问着。看着胖子自来熟的样子，
曹小纯发现之前2年好像从来没了解过这胖子。不过这也不怪他，毕竟洪建军有钱，而且平时性格又有些冤种，身边平时围满了想占他便宜的人，因此两人确实没什么交集。帝都大学吧？曹小纯看着手腕上的定位器，淡淡道。他总觉得这次的暴风雪不简单，按理来说，既然学校要考试，那肯定会提前探测环境，毕竟这可是 H 市所有高中生的第一次历练，学校那边不可能这么马虎。在确定他们的位置并没有偏离学校设置的地点后，曹小纯更加疑惑，到底有什么地方不对？帝都大学吗？好像凭着我的职业挺难上去。哎，看来想让大哥照顾我，那是不可能了。听到曹小纯的话，洪建军重重叹了一口气。帝都大学的确也收生活系职业，但基本上都是一些药剂师、炼器师、轨迹师等对战斗系有帮助的职业。他这种后勤职业可入不得帝都大学法眼。我去，你这是赖上我了？看着洪建军那惆怅的样子，曹小纯有些哭笑不得。两人也没熟悉到这样的地步。说真的，我还真想赖着大哥你。你看，你本身觉醒的就是和隐藏职业，虽然古世是公认的弱，但今天接触我就知道，你以后一定能闯出一片名堂来。其实在我心里，本身就没有弱等职业，有时候只是我们有些运气不好而已。就像大哥你，不是也找到古世的正确用法了吗？洪建军缓缓往后一倒，重重叹了一口气后，随意道。曹小纯看着他，莫名有些动容。没想到这洪建军虽然觉醒了一个生活职业，但他好像并没有放弃自己，反而冲劲十足。这样的性格倒十分适合做个朋友，毕竟这种先弱后强的个性很特么像个世界之子啊。其实厨师这职业本身就是做菜，而食物就是给人吃的，这样你干嘛不想往辅助系发展？如果你做出的菜能给人治疗、恢复，甚至增加战力，那不是比所谓的药剂师更吃香？要知道，厨师到达5级后可以随手将食材转化为食物的，而药剂却得提前配置。曹小纯想了想，给了洪建军一个建议，这是根据前世看的动漫中得到的启发。虽然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能不能成功，但这不是有个小白鼠吗？成功了，洪建军一飞冲天，以后自己组队的时候也多了一个靠得住的选择。要是失败了，那也没什么关系，反正这胖子又不靠这活着。因此，这次提点也算自己一个小小的投资吧。卧槽，对啊，那些配置药剂的憨批本身不也是靠着材料本身的力量？那老子就不能靠着食材的力量？曹小纯话音刚落，只见洪建军先是一愣，随即猛然弹起，双眼放光的说道。而这话也打开了他的思路，一条自己从未想过的道路。哈哈，多谢大哥提醒，我回去就思考着这办法的可行性。好，就在两人聊着天时，一阵兽吼声响彻整个洞穴。只见李寒衣紧闭的美眸猛然睁开，快速冲着那团黑雾中打出2道手印。一道黑色的兽爪猛然从黑雾中探出，只见2个浑身黑色、身高2米、肩膀上扛着3个虎头的怪物缓缓走出。3头魔虎 LV12 青铜级，灵魂体可提升，力量113，速度72，精神60。介绍：深渊中有怨气而生的恶魔，虎头人身，周身怨气甚至可以影响敌人。两人站起身，曹小纯先将有些脱力的李寒衣扶起，随即用真实之眼查看了2只3头魔虎的信息。在看到那可提升和那十分突出的力量时，曹小纯都莫名有些羡慕。没想到李寒衣第一次使用自己的天赋技能就能融合出这样的恶魔，还不错，比那剃了80斤、性欲只剩2斤烂肉的魅魔强多了。恭喜哈，同桌！李寒衣听到曹小纯的话，不由翻了一个大白眼。这话怎么听着这么别扭呢？看着自己新培育出的2只恶魔，虽然之前虐杀冰霜虎的幼崽的阴影还在，但现在看来也不是不能接受。这可是青铜级的恶魔，有了他们，高考的时候恐怕不管是哪所院校，自己都能轻而易举的去读了。将3头魔虎收回自己的内心，在曹小纯的搀扶下，缓缓来到火堆旁坐下，重重叹了一口气。一旁的洪建军十分有眼力，见得递了一瓶水过去。等这场暴风雪过后，这边地方应该会出现很多冰星，毕竟他们应风雪而生，到时候我们3个完成考试应该不成问题。为了不让自己再去想刚才的事，李寒衣喝了一口水后淡淡道：我们的坐标传送器里面最多只能装300枚精魄，所以我估计就这片区域我们就能把它完成了，接下来只要待上7天，出去就是优秀。洪建军也在一旁搭腔道，从解决了自身安全开始，他就做好了这个打算。可以说，这场暴风雪让他们遇到了危机，同时也给了他们快速完成考试的机遇。不过曹小纯却不这样想，毕竟这场暴风雪隐隐让他有些不安，而且单单为了完成考试，在这浪费7天时间也显得有些不值当。于是他便将之前的猜测向两人一说。果然，听了曹小纯的话后，李寒衣2人也回过味来，这暴风雪来的的确有些古怪。按照你的想法来看，这边地方的确有些古怪，
至少我认识的一些人，他们以前参加这个试炼的时候没有遇到这样的事情。李寒衣想了想，淡淡道：“对此他也没什么头绪。如果往大的方向想的话，我倒是知道有一个可能。”洪建军想了想，不确定的开口道：“我爸最近投资了一个剧本，说的就是这个雪山的故事。我小妈还扮演了里面的一个角色。传说在这万年雪山中，能引发暴风雪的怪物的确有一个，那就是沉睡的冰龙卡萨斯。”第24章，冰龙斯卡萨。传说中，200年前，这个万年雪山副本的地脉中就孕育了一条冰龙。这个地方部落的人将它称之为斯卡萨。这条巨龙从出生开始就是白银级，短短几十年时间就成为了钻石阶的强者。根据古籍记载，斯卡萨一张嘴就能引起无尽的暴风雪，而且他视财如命，任何想要靠近他巢穴的人都会被冻成冰雕。因为斯卡萨残暴不仁，因此九州这边激烈了10个钻石级强者，打算将他消灭。经过将近半个月的大战，这10个钻石级强者以生命作为代价，让其受了永远也恢复不了的重伤。自此，斯卡萨便沉睡于万年雪山底下，直到现在。洪建军想了想，随即将自己所知道的事情说了出来。继续，曹小纯想了想，淡淡道：“虽然是个传说，但也不能就此否定这个事件的真实性。既然现在毫无头绪，不如了解一下这些奇闻异事，说不定能在里面找到什么线索呢。”没了，我就只记得这一点，还是我小妈在客厅里背台词和背景的时候听到的。洪建军摇了摇头，对于这东西他本身就不感兴趣，而且他跟自己小妈本身就不对付，要不是之前这女人天天在客厅里叨叨，他恐怕连这个都没记住。这好歹也是关于巨龙的信息，你之前一点都不关心。李寒衣听到洪建军的回答，眉头一皱，这种东西先不管有没有用，但身为职业者，你也要尊重一下巨龙吧。没有，这本身就是一个不知名编剧要求我爹投资的剧本，而我爹对于这种人只有2个态度：第一是在里面找女演员，第二得让他有钱赚，剩下的他基本不关心，甚至投了一大笔钱，我爹连剧本都没看过，所以更别说我了。洪建军摇了摇头，他能记住这点东西已经很不容易了，好吗？那你知不知道他们曾经大战的地方？曹小纯望着手腕上的坐标传送器，从里面调出整个万年雪山的地图，询问着洪建军。反正还有将近6天时间，他们将冰芯收集完成后，与其躲在这个山洞里，不如出去看看。洪建军了解曹小纯的意思，当即调出万年雪山的地图，在上面仔细观察着。大概过了10来分钟，洪建军指着地图上的一块盆地，快速说道：“就在这里，我听过我小妈的描述，斯卡萨沉睡后，他原来的巢穴经过大战的波及，变成了一片盆地，而整个万年雪山这么大片区域，能符合这个特征的只有这里。不过这个地方虽然离我们不太远，但是赶过去也要2天时间，而且这已经偏离了学校给我们的划分的区域了。”说到这，洪建军皱着眉头，在出发之前，学校可是3令5申的，不能让他们脱离划分的区域。万年雪山的领主最高等级也就19级，因此整个雪山的怪物普遍来说并不算太强，所以我们只要不靠近领主的位置，想来也没什么危险。曹小纯看着洪建军指出的区域，在分析着这个副本怪物中的整体实力，随即开口道：“自己有些比诺修2姐妹，只要不是遇到白银高阶的怪物，他有信心能从对方的手中逃离。因此，曹小纯便想去看看，毕竟这次的暴风雪着实来得古怪，要真像洪建军所说的，那边有个冰龙巢穴，说不定附近还有着某些机缘呢。不管哪一位高阶职业者，都是从副本中拼杀过来的，而没有一点冒险精神，每次都想着保护的人，注定在这条道路上走不远。当然，他也不会强求李寒衣2人跟着他，如果他们不同意，那就留在这里等着吧，自己一个人过去。大哥，你管青铜级以上的怪物叫不太强，我们才5级啊。不对，你们才5级，我才4级啊。听到曹小纯的话，洪建军先是一愣，随即有些震惊地说道：“隐藏职业都这么膨胀的吗？自己才5级，连青铜级的怪物都不放在眼里了。我觉得我们可以试试，墨守成规永远成长不了。”李寒衣对此倒是无所谓，自己的第1副本就遇到了生死危机，不过这并没有打击到他，而是燃起了心中的斗志。而且现在自己还契约2只青铜级的3头魔虎，只要不遇到这个副本内的领主，其他的怪物就算打不过，自己想逃应该也是没问题。而且他对于曹小纯的实力可是很了解的，那2个比诺修姐妹可是达到了18级的存在，但在曹小纯手中竟然没走过1回合，因此有了这条大腿在，自己自然要跟着，哪怕长长见识也好。如果你觉得害怕，可以在这等着，这个山洞应该是很安全的。曹小纯并不想多说什么，人各有志，他也不会强迫他们。不，我得跟着你们。洪建军摇了摇头，异常肯定地说道：“副本内就没有绝对安全的地方，自己只是个生活系职业，自己留在这，说不定哪只怪物溜进来夺血呢。虽然跟着曹小纯他们离开学校指定区域很危险，但留在这里那更危险，好吧？”对比
洪建军还是拎得清的。丁，获得经验+2。曹小纯，黑铁阶 ，LV5 5400600，力量30，速度37，精神146。经过一晚上的休整，在临近中午的时候，这场巨大的暴风雪终于停了下来。如同三人预料的一般，暴风雪过后，这片宽阔的区域到处都是刚刚诞生的冰芯。见状，三人也没再犹豫，快速收集着考试内容。而那杀人风骨和蝗虫谷恐怖的屠杀能力，再次让李寒一两人感到震惊。这东西简直就是这些低等级怪物的噩梦，要不是曹小纯还想顾着他们，恐怕两人连一个怪物都捡不到。经过半天的搜索屠杀，三人早已完成了学校布置的任务，洪建军也如愿的升到了5级。可惜了，要是能将这地上的冰魄都带走，我们出去一定是全校第一。洪建军看着地上遗落的冰魄，摇了摇头，觉得有些暴殄天物。第25章龙巢附近，三人休整一番，曹小纯重新将小强召唤出来，因为单靠他们自己走，在这天寒地冻的雪地里，2天时间能到达指定的地方恐怕有些困难，因此小强便充当了一个临时的赶路工具。头一次坐上小强身上的李寒一两人，刚开始还是有些畏惧的，毕竟这个被称之为骨的怪物，这段时间给他们的震惊实在太多。不过在坐稳后，对比又感觉异常好奇，特别是曹小纯手中散发出一道类似屏障的东西，将他们与小强的皮肤隔离开后，李寒一才知道，原来这只赖格堡的皮肤上面都布满剧毒。走吧，小强。曹小纯轻吐一口浊气，随即拍拍了小强巨大的头颅，低声发令道：呱！随着小强嘴中吐出一声热情的回应，只见他重重往前一蹦，整个身体顿时冲着前面掠去，那惊人的速度甚至让李寒一感觉到了一丝失重感。深渊蛤蟆击杀了6级雪狼，获得经验+6。深渊蛤蟆击杀8级雪猿，获得经验+8。深渊蛤蟆击杀7级寒冰雪蛇，获得经验+7。丁，等级提升至6级。曹小纯，黑铁阶 ，LV6 32800，力量35，速度42，精神160。小强一路狂奔，路上自然会遇到各种想要袭击的怪物，但这却并没有让其停下脚步，反而直接被其周身释放的5毒虚影给毒死，全都化为了曹小纯升级的经验。就这样，三人一兽冲着地图所指引的方向奔袭而去。这幅场景若是被其他人看到了，一定震惊不已。毕竟小强体型异常庞大，而且被他杀死的怪物基本只剩下了一副骨架，有些甚至连全尸都没留下，可见那毒性的猛烈程度。什么时候，万年雪山里竟然出现了这样的怪物？整整走了1天半的时间，路上除了吃点东西，自己必要的休整外，三人一直待在小强背上。要不是小强自带5毒屏障阻挡了大多数寒风，李寒一觉得自己会冻成一个冰棍。望着前面不远处突然出的机械轰鸣声，曹小纯眉头一皱。他们本身的目的就是赶到这个地方看看，没想到在这满是怪物的副本中，竟然出现了现代机械才能发出的声音。这更让他确定，那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雪绝对不会这么简单。看来有人比我们先到了这个地方啊！走吧，过去看看，小心点。听着前面发出的声音，曹小纯轻吐一口气，随即将小强收回，便带着李寒一两人缓缓冲着前面走去。三人大概走了半公里，在一道石壁后往前望去，只见3名穿着黑色袍子的2男1女站在盆地中心，一个巨大的机甲正在奋力开垦着地面。9名学生模样的男女被五花大绑般扔在地下，看那样子已经晕了过去。地面被挖出一个3米深的大坑，一个类似祭坛一般建筑已经被挖出大半。曹小纯对面前的3名黑衣人使用真实之眼，很快几道信息出现在其眼前：张恒 LV26 机械师，张小花 LV25 火焰法师，何泰宁 LV24 巨盾战士。望着3人的等级和职业，曹小纯眉头紧蹙。万年雪山副本怎么会出现3个白银中阶的职业者？而且他们还绑架学生，这样的操作显然不是为了领主而来。看地上那几个人的衣服，好像是一中的人，这那3个人来者不善啊！李寒一也看到眼前的情况，随即低声说道：这次大考是 H 市所有学生的一次考试，因此出现其他学校的人貌似也不奇怪，但这3个神秘人却感觉有些来者不善。他们这是准备献祭，将冰龙的龙魂召唤出来。正当曹小纯一行人感到疑惑时，不远处的雪地里突然有所异动，这动静差点让洪建军喊出声，还好曹小纯手疾眼快，捂住了他的嘴巴。待他们看清从雪地中爬起之人的样貌，顿时松了一口气，对面竟然是旭老八和李文斌。老八，你们怎么在这？看着嘴唇已经冻得发紫的2人，曹小纯显得有些诧异，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嗨，别说了，都怪老八，刚进来的时候就看上了人家雪原幼崽，非要去偷，结果被一群雪原追了一路，鸡飞蛋打不说，我们俩差点死在那场暴风雪里。李文斌此刻显得有些欲哭无泪，原本他们这个队伍刚刚进到副本，还没等收集冰魄呢，就遇到了一群雪原的居住地。
而旭老八这老六在看到这个后，竟然打起了别人幼崽的主意，当即就要前进去偷，结果刚得手就被人家母亲发现了，当即整个族群就要追杀他们。而那些觉醒生活系职业的学生哪里经过这样的阵仗，没过多久就全部退出了，于是他们硬生生被别人撵了一路，直到把幼崽扔下，这才摆脱追踪。我套你猴子的，要不是老子英明神武，你会知道这里是冰龙斯卡萨的沉眠之地。听到李文斌的抱怨，旭老八狠狠吐了口唾沫，扬着手中的兽皮，一脸不服气。原来旭老八在偷别人幼崽时发现了这块看起来有些奇特的兽皮，因此他也一并带出来了。等两人脱险后，他们才发现这竟然是一块地图，还有原主对里面东西的记载。这是一名战斗系职业的冒险家，从得到地图后便开始分析，经过自己10几年的研究，终于发现了里面的端倪。原来在10名强者重伤斯卡萨以后，这条冰龙便一直在万年雪山中沉睡，并分出了一半的力量组成一道龙魂守护着自己。在这之后，很多的职业者都来寻找过斯卡萨的踪迹，但最终都是无功而返。斯卡萨仿佛从这个世界消失了一样，因为龙魂独有的特质，哪怕比他等级高上许多的大能都无法将其消灭。没办法，皇宫内只能派出2名风水师再次建造一个祭坛，将其封印。得到这个信息后，两人当即决定放弃考试的想法，直接赶到这边看看能不能捡个漏什么的，毕竟这里是曾经的龙巢，万一能捡到什么大宝贝呢？可刚来到这边，却发现了有人早就在行动，而且他们还亲眼目睹了那几个学生被绑了票。曹小纯没有理会两人那低声斗嘴，只是将旭老八手中的兽皮拿了过来，仔细看着。第26章，你真该死啊！经过冒险家的研究，他发现冰龙斯卡萨很有可能已经自我退化，毕竟受了这么严重的伤，如果不消散功力化为龙蛋化，恐怕每时每刻都会承受伤势的折磨。而那龙魂本身就是障眼法罢了，真正的斯卡萨一定还藏在地下。经过祭坛这么多年的消磨，这龙魂恐怕已经降到了黄金级，并躲在祭坛底下，只要用鲜血将其引出来，再暂时将它打散，就能搜寻曾经的龙穴，而且很有可能会找到斯卡萨退化成的龙蛋。但这名冒险家的运气并不怎么好，原本他是打算过来搜寻一下，可来到万年雪山却遇到了雪崩，一身实力10不存1，后面在疗伤之时又遇到了雪原群，被怪物们堵在冰窟中冻了10天，因此他在记载了这些东西不久便饮恨归西了。按照这样的情况来看，那3名白银强者显然也是发现了这个秘密，所以才会到这搞出这么大的动作。曹小纯将兽皮随手递给李寒一，随即凝重地说道：所以现在我们应该怎么？要出去通知学校吗？毕竟他们现在绑架了学生。如今这5人里，就洪建军是生活系职业，还是一个战五渣，因此遇到这样的事情，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向学校汇报。对此，曹小纯并没有理会，反而是看向旭老八他们，微笑着说道：你们呢？有什么意见？既然旭老八两人在这边躲了这么久，又眼睁睁地看着那几个学生被绑架，显然从一开始就没想过出去汇报，因此曹小纯敢肯定这2人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我觉得我们可以先看看，万一事情有变了。看着曹小纯的笑容，旭老八顿时心领神会，这可是龙巢啊，这个世界上龙这种东西可是实力和财富的象征，要是有人可以攻略一个龙巢得到，那就代表着实力能够快速起飞。因此哪怕他们现在普遍才5级，但谁能抵挡住这样的诱惑？而且根据兽皮记载，那龙魂可是有着一定战斗力的，这3个白银级的高手真要与其战斗，那也不是这么容易，所以他们不一定没有机会。再不济等他们搜刮走了，拿了大头，自己一行人进入搜寻点边角料也好啊，这是对于机缘最基本的尊重。至于那几个被绑了票的学生，没办法，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嘛。就算他们现在出去汇报，等元首过来估计也来不及了。而旭老八他们可不会傻逼逼的上去当个英雄，这样容易挂墙上，因此到时候看情况吧，能救救，不能救学校不是有些伤亡率吗？现实有时候就是这么残酷。对于旭老八的回答，曹小纯显得十分满意，本来就是如此，哪怕是全民转职的时代，但很多东西都是与天在争，要是没有这点觉悟，不管你觉醒了什么职业，恐怕都是走不远。而如今这么大一个机缘就在眼前，这可是可遇不可求的东西，要是为了几个不相关的人就放弃，这可不是曹小纯的性格。而在看到那张兽皮之时，曹小纯便有了计划，这里的东西他准备全都要，白银级又如何？只要那龙魂足够给力，自己就有把握。说完，众人便看向李寒一。洪建军的意见其实完全不重要，毕竟在这个队伍中他没有任何的发言权，最重要的还是李寒一。毕竟从之前对于彪那件事的处理方法，曹小纯对这女人有点不放心。如果他真的要按照洪建军的建议做，那杀了他不现实，但给他弄晕，让其不参与接下来的事情，他还是做得到的。毕竟这连李文斌都明白的道理，这千金大小姐要是想不明白，他也不会多费口舌。你们看我干嘛？
我没有任何意见。李寒一先是一愣，随即淡淡道：“自己对小动物幼崽同情，这不代表着他能同情人啊。要知道自己可是生活在一个大家族，从小就是刀光剑影，哪怕是亲兄弟，家族里的人捅刀子都不带犹豫的好吗？不然他的性格也不会是现在这样。而且前面可是龙巢，这是一个听着名字就可以起飞的地方，他自己能放过？”李寒一的想法跟旭老八相同，那些人能救就救，不能救就算了，本身他们又不认识。好的，4比0全票通过。听到李寒一肯定的回答，旭老八微微一笑，随即肯定的点了点头。洪建军，那接下来的行动便由我指挥吧，毕竟我在这里待得久，比较了解情况。旭老八毛遂自荐道。不，我觉得曹小纯比较合适。李寒一摇了摇头，他们这里只有曹小纯战力最高，而且从不会做没有把握的事，因此要是选个人作为计划的指挥，他自然会推荐曹小纯。至于旭老八，抱歉，让他来还不如老娘自己上。我也推荐我大哥。洪建军因为之前的提议直接被无视，但他又不想因此退出，因此直接站队。曹小纯那强悍的战力，他现在回想起来都感觉到震惊。对面可是3个白银级，他自然比较信任战力最强的人。5比3，那我就当仁不让了哈。曹小纯笑了笑，似乎在重复着旭老八的话，眼中闪出一丝调侃。旭老八见状，身形顿时一愣，眼中充满了不可置信。虽然自己从来没有嫌弃过自己兄弟觉醒了一个不好的职业，但这是怎么了？大名鼎鼎校花竟然公然支持他，明明曹小纯长得还没自己帅好吗？再说了，你这样做对得起自己的未婚妻吗？曹小纯，你真该死啊！两人的行为在旭老八眼里，这是妥妥撒狗粮啊，给他气得后槽牙都快咬碎了。生而为人，凭什么相差这么远？轰！就在几人在岩石后面商量着计划时，一道剧烈的爆炸声打断了他们思绪。只见半空中那巨大的机器人冲着地面狠狠轰了一炮，巨大的能量使得原本埋在地下的祭坛完全显现了出来。第27章龙魂。行了，别吵了。听到那猛烈的爆炸声，曹小纯眉头一皱，随即打断了众人的对话，快速向前看去。只见那古怪的祭坛已经显现而出，那名机械师老板完整祭坛时，双眼放光，发出桀桀桀的笑声。看来先祖说的果然不差，当年那2名风水师还真在这设置了一个如此宏伟的风水大阵。不过现在这底下所有东西那都是我们的了。张衡显得异常兴奋，不仅是印证了先祖的手迹，而且想到等会得了龙巢的至宝，自己在组织里的地位起码能上几个台阶。老公，先别高兴得太早，虽然这么多年过去了，但里面的龙魂究竟还存着多少实力，我们可是不得而知，万事还得小心。张小花妩媚一笑，缓缓走上前，看着自家丈夫，谨慎地提醒道：哼，管他什么实力，我们这次过来可是做了充足的准备，这几个学生可是各种血型齐全，他们的血不仅可以用来解除祭坛的封印，而且还能大幅度封印龙魂的实力。何太宁露出一个残忍的笑容，随即从空间戒指中拿出一个海碗，在每个学生的手腕狠狠割了一刀。唰！随着刀光闪出，庞大的血流从几名学生的手腕中喷出。不过何太宁并不贪多，而是按照比例一一接取。要不是因为破阵有讲究，他会直接将这几个学生砸向祭坛。做完这些，只见何太宁缓缓走上前，冲着祭坛中心那龙头处狠狠一泼。唰！鲜血与龙头接触的瞬间，只见那硕大的龙眼内闪出一阵红光，那粘连在上面的血液竟被龙头快速吸收。退！轰！见到祭坛不断震动，张衡眼睛一眯，随即大喝道：“3道身影快速向后掠去。”只见祭坛震动得越发激烈，伴随着一声惊天巨响，整个祭坛瞬间炸裂开来。一道蓝色的虚影从祭坛底下爆射而出。好！虚影在空中，蓝色虚影快速散开，一个身长100米的巨龙从虚影中映现而出。巨龙浑身似乎由蓝色的冰晶组成，整个翅膀张开，身形足足达到了80米，整个身体显得异常威武。头上那大约半米长的冰晶独角，棱角分明的鳞片，加上那红色瞳孔，更是将巨龙的特征显示得淋漓尽致。冰龙斯卡萨，龙魂极致虚弱，黄金级，力量580，速度620，精神633，天赋冰之清河，由寒冰中诞生的巨龙，天生的王者。每次出现，世界的冰元素便开始狂欢，如同在朝拜自己的王。任何冰系法术在斯卡萨手里都是信手拈来的存在。特性不死天赋，龙族无法被杀死，哪怕他们已经陨落，剩余在世上的气息会单独汇聚成一枚龙蛋，若干年后它会再次重生。特性 XXXXX， 特性 XXXXX， 特性 XXXXX。 没想到这个龙魂虚弱到了黄金级，但能力依旧这么恐怖。看着真实之眼反馈回来的数据，曹小纯的呼吸变得急促。
虽然他知道后面那2行特性是在形容斯卡萨的原身，而不是这条虚幻的龙魂，但这也让他足够震惊了。龙族不愧是能和神明硬刚的存在，就凭着现在能看到的2条特性，就足以证明龙族的强大了。呼呼呼！伴随着龙魂的出现，原本停下暴风雪又重新落下。龙魂瞪着血红的眼眸，望着地上的张衡一行人，低沉的龙吼声中竟然透露着丝丝愤怒。哈哈哈！果然，哪怕连如此强横的龙魂，也抵不过祭坛的侵蚀啊！看到龙魂的状态，张衡猖狂大笑道：“起阵！”没有过多犹豫，只见张衡大喝一声，张小花他们缓缓来到他身旁。此刻盆地内竟然开始剧烈震动，伴随着道道冰块破裂的声音，8条前段带着巨大尖锥的铁链冲着龙魂爆射而去。每根铁链都有半米粗，那腾空而起的架势如同恐怖的触手，带着阵阵破空声，任何东西与之接触，恐怕都会随之破碎。这是张衡花了3人所有积蓄，用了5年的时间加以炼制，为的就是今天这一刻。而这铁链爆射而出的同时，身为机械师的他脸上闪出一丝惨白，毕竟以他现在的实力，控制这样一个巨大的机械实在是有些勉强。咔咔咔！好！铁链与龙魂接触的一刹那，前面的钢锥竟然轻易刺穿了那庞大的身体，并紧紧将其锁住。反应过来的龙魂爆发出阵阵惨烈的叫声，嗡嗡嗡！只见龙魂张开翅膀，一口深蓝的气息吐向空中，一个巨大的魔法阵瞬间形成，道道粗壮的冰柱快速落下，狠狠向着张衡3人猛砸而去。轰轰轰！一道巨大的光影盾牌将3人笼罩，死命抵抗着那恐怖的冰锥。这是和泰尔最强的防御技能，此刻他已经拼了全力。3阶火焰术，流光夜火！张小花也不再犹豫，双手握住手中的法杖，暴喝一声，8道猛烈的火焰在那铁链中燃起，冲着被锁住的龙魂爆射而去。而铁链上淋着火油，在这3阶高阶魔法的加持下，那恐怖的火焰似乎要将周边所有的东西一起融化。接下来就是一场持久的拉锯战，双方赌的就是有任何一方会坚持不住。不远处的曹小纯看着前面的拉锯战，重重吐出一口气，仔细想了想，不管是任何一方获胜，接下来他们要面对的就是剩余一方的进攻，因此必须要趁他们放松警惕的一瞬间发起进攻，不然那巨大的等级差异会让他们一行人因此陷入被动。而如今曹小纯也决定动用这段时间来的全部底牌。老八，他们的僵持应该不会太久，所以等会听我的命令，不管哪一方获胜，我的命令一下，你就将所有的魔力转化为虚弱术，一定要击中一个目标。韩依，你跟着我发动突袭，李文斌给我们套盾。曹小纯想了想，凝重地说道。几人对视一眼，不由重重点了点头。他们知道这件事绝对马虎不得。而一旁的洪建军望了望周边，狠狠咬牙打气后，便将一个平底锅拿在手里，眼神中充满决绝。第28章，黄雀在后。龙魂与张衡3人不断对峙着，沉重有力的冰柱每砸到那护盾一下，何泰宁身体便猛然一抖，原本红润的脸色也逐渐变得苍白。他只是个白银级别的巨盾骑士，原本就与龙魂相差太多，要不是本身职业的防御优势以及之前鲜血限制了龙魂的实力，他恐怕早就坚持不住。而护盾中的张小花此刻嘴唇也咬出了血，刺激身体技能的秘药已经喝了3瓶，才勉强维持那奔腾的火焰。而对面的龙魂此刻显然已经进入搏命的状态，周身不断有水蒸气冲身体何处冒出，哪怕他拼尽全力，依然没有挣脱那铁链的控制，无奈之下只能加强自己的魔法输出。但越是这样，自己的体力就消耗得越高，而体力越低，就更没办法挣脱那不断侵蚀自身的铁链，由此双方都陷入一个死循环。好，咔咔咔！就这样僵持了10来分钟，张小花狠狠咬了咬嘴唇，眼中闪出一丝决绝，将腰间剩余的药剂一饮而尽。这早已过度的刺激令张小花痛苦的脸色抽搐。随着药剂入喉，原本铁链上那赤红色的火焰竟隐隐显露出丝丝黑色，而周边的温度竟然在刹那间提高了好几度。黑色火焰入体，原本还在奋力挣扎的龙魂猛然一愣，随即发出一声痛苦的哀嚎，整个身体竟然发出了阵阵破碎声。吃吃吃！伴随着道道水蒸气在龙魂周围散开，白雾中只见龙魂停止了动作，半空中那强横的魔法阵瞬间消失，整个身影开始变得虚幻。好！又是一声痛苦的怒吼声，只见龙魂整个身体瞬间破碎，道道冰块随着那恐怖的高温化为虚无。而张小花见状，脸上露出一个凄惨的笑容，身子一软，瘫坐在地。成功了！张衡3人此刻虽然都已经到达了极限，但脸上兴奋的神色却再也抑制不住。龙魂的消失预示着这个巢穴的所有都将是他们的战利品。而一旁的何泰宁此刻也收起了护盾，重重喘着粗气。刷刷刷！就在3人刚刚松了一口气时，只听到耳边突然传来几道划破空气的声音。没等何泰宁反应过来，只见9道黑影瞬间将其缠绕，狠狠向后拖去。小心！
一旁状态最好的张衡见状，瞳孔猛然一缩，急忙召唤出2个人形机械，正打算支援，只见有2道弧影闪过，狠狠一锤，2名人形机械瞬间被锤飞。2道弧影做完这些，并没有犹豫，直接冲着张小花猛扑过去。啊！张小花一个翻身躲避着3头魔虎的进攻，但一道黑色的术法不知道何时打进了他的身体，使得原本便虚弱的他此刻就如同被抽干了力气，只能任由3头魔虎捏住了他的右肩，将其狠狠甩出。张衡见状，急忙打算上前阻拦，可天空中的一道黑影却让他心里一惊。只见一只巨大的蛤蟆从天而降，如果被那巨大的体型砸中，恐怕瞬间自己便会变成一个肉饼。轰！深渊蛤蟆重重砸向张衡所在的方向，与地面碰撞时发出了一道巨大的轰鸣声。嗡嗡嗡！深渊蛤蟆才刚刚站定，只见半空中一个巨大的机器人映现而出，狠狠冲着他的身体一砸。轰！又是一声巨响，只见深渊蛤蟆已经消失在了原地，地面被那巨型机械轰击出一个2米的大坑。你们是谁？巨型机械中传出张衡愤怒的声音。此刻他的2个同伴被那突然召唤出来的生物打得毫无还手之力，但他却不能过去支援，因为那巨型的癞蛤蟆就在他眼前，而那只怪物的头上正站着一个年轻，一脸冷笑地望着自己。曹小纯从一开始观察着眼前的局势，在龙魂已经快坚持不住时，他已经将9只飞头骨召唤出来。等龙魂消失，何泰宁正放松警惕的那一刻，他便知道时机已经到了。飞头骨的攻击很顺利，9个头颅都同时击中了目标，那何永泰在那一刻已经是个死人了。而旭老八的虚弱术也正中张小花，如今有李寒衣的恶魔在那拖着，现在他已经构不成什么威胁，如今曹小纯只需要将张衡收拾掉就可以了。要你命的人！曹小纯轻吐一口浊气，随即也不啰嗦，双手合十放在中间，白玉葫芦迎响而出，无尽的黑影飞出，以自杀式的方法冲着那巨型机械爆射而去。最后一红一蓝2道流光爆射而出，洒向半空中，2道倩影闪过，一道火龙缠绕着冰龙，随着杀人风骨的进攻方向爆射而去。嗡嗡嗡！机械里的张衡手指一动，巨型机械周边竟然散发出道道电弧，杀人风骨刚刚靠近，竟变成了颗颗焦炭。但在张衡看清半空中那2女的模样时，顿时爆发出了一声惊恐的喊声：比诺修2姐妹！此刻张衡心里震惊无比，这幽暗密林中的2个领主怎么会出现在这里？而且看这样子，竟然是受着眼前那年轻人的控制。虽然这2姐妹只是青铜级，但就算自己在巅峰状态，想要拿下她们，估计也要费些手段。但自己刚用了90%力量控制龙魂，本身的机械装备已经差不多消耗殆尽，而他乘坐的这个巨型机械根本挡不住那2姐妹强横的攻势。启动紧急逃离程序。随着那火龙加冰龙越发接近，张衡猛灌了一口药剂，随即咬牙说道：轰！机械和双龙接触的瞬间，一道如同雷鸣般的声音响起，那恐怖的机械一半的身体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融化，而另一半竟然直接被那如同绝对0度的低温冻得粉碎。一道蓝色的光球从机械脑后弹出，深渊蛤蟆见状，猛然吐出一口毒雾，瞬间将那光球包裹。啊！瞬间，阵阵惨叫声在光球中响起，并冲着张小花方向狠狠砸下。李寒衣，先离开！曹小纯见状，大声提醒道。听到曹小纯的话，李寒衣望了一眼半空，便收回3头魔虎以及魅魔，整个身体快速后退。第29章选择。砰！张衡重重一摔，此刻他的皮肤已经泛起了淡淡的紫色，而要不是自己白银阶级的实力，恐怕刚才在半空中他就得暴毙而亡。而一旁的张小花也好不到哪里去，旭老八的虚弱术让其根本没有还手的余地。那3头魔虎跟魅魔可不会客气，拳拳到肉的痛击，要不是自己身体素质还在，恐怕他早就死在已经变成干尸的何泰宁前面。此刻这对夫妻又重新聚集到了一起，而曹小纯一行人缓缓围了上来，飞头骨环绕在曹小纯四周，而比诺修2姐妹分别站在他们身旁，以他们望在的状态想要逃跑，简直是痴心妄想。而张衡看着曹小纯的眼神似乎有些恐惧。深渊蛤蟆的体型过于庞大，几乎如同一个领主级怪物，可站在曹小纯后面却如同一只乖巧的猫咪。而前段时间消失的比诺修2姐妹更像2个忠心耿耿的护卫，只需要这人一个眼神，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执行命令，这简直就是主子和奴隶的关系。要不是看着袭击他们的几个人穿的都是学生服饰，他都怀疑曹小纯是不是某些人形 boss。 你们敢偷袭我们，知不知道老子是什么人？张衡艰难地坐起身，看着眼前几人狠狠说道。这次在阴沟里翻了船，的确是他们大意了，但只要自己拖延一下时间，等暂时回过劲来，他就能逃出去。还好对方只是学生，凭他们那点涉世未深的经验，张衡很自信能将其唬住。管你是谁，从你绑架我们同学那一刻起，就是我们的敌人。老师说了，对待敌人可用不着手软。听到张衡那信誓旦旦的语气，曹小纯微微一笑，淡淡道：
既然他想玩，那自己便陪他玩玩。而且这对夫妻的价值可不只有一条命这么简单。在看到他们时，曹小纯便想到了一个计划，虽然有些残忍，但却能给自己不久之后增加一笔很强的战力。哼，告诉你们，我们是黑暗教会的，从加入教会开始便一直服用着一种秘药。如果你们将我们杀了，就会有一股气息一直缠着你们，到时候就等着面临着无尽的追杀吧。张衡冷冷一笑，随口编了一个理由。在他眼中，这几个人虽然战力在现在这个阶段已经称得上是佼佼者了，但心智却还是那样。如果双方立场兑换，他会在自己说出第一句话之前就扭断其脖子。至于黑暗教会，鬼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他们三人原本就是三个散修，就这名词都是偶然间听说的。张衡此话一出，旭老八脸上露出一个不屑的笑容。虽然这两人已经达到了白银阶，可忽悠的手段为何这么老土？大人，时代已经变了，你这套连小学门口的学生都骗不到，是吗？那可真有些难办了。没等旭老八拆穿，曹小纯直接插话道，并给众人打了一个眼色。旭老八等人虽然不明白曹小纯为何这么做，但还是默契的不出声，毕竟刚才他的表现实在是太过惊艳了。就连李寒一都没想到，已经消失的比诺修两姐妹竟然是被曹小纯收服了。这就能解释得通为什么幽暗密林没有继续刷新。原本这些领主都是独一无二的，既然前面的没被打死，那密林中自然不会产生新的比诺修。而他们现在的实力，正面对战别说打得过这两青铜级别的领主了，就连那只蛤蟆恐怕都能轻松解决他们的联手。毕竟那大蛤蟆看着虽然有些丑，而且还有些呆，但那层出不穷的手段就令人胆寒，好吧。而旭老八看着曹小纯的目光更是复杂，他之前就知道曹小纯并没有因为觉醒了古尸而放弃自己，但没想到这公认的最弱职业到了自己兄弟这里竟然这么恐怖。在震惊之余，他又感觉自己竟不知觉间抱上了一条大腿。至于李文斌和洪建军，此刻两人更像一对难兄难弟，古尸这恐怖的手段正一直刷新着他们的三观。这样吧，我可以放了你们，但这龙巢的重要性谁都知道，所以我得需要你们的一个把柄，能保证你们不会泄露的把柄。曹小纯摸着下巴顿了顿，我可以放走你们其中一人，不过另外一个人得死在对方手上，这样既不会让我们被追杀，而且离开的人也不会将这个秘密说出去。曹小纯笑了笑，随即将一把匕首甩到他们面前。有些比诺修两姐妹在旁，他根本不会怕这两个身受重伤的白银高手反扑。我以 H11 中的名誉保证，我说的话绝对有效。张衡两人望着一脸微笑的曹小纯，显得异常诧异，没想到这种话竟然会从一个高中生嘴里说出来。这是个恶魔吗？他们本来就是夫妻，此人竟然想让他们自相残杀。曹小纯，一旁的李寒一此刻也显得有些不可置信。在他看来，斩草除根可以，但这样的手段未免也太过残忍了吧。没等李寒一说完，曹小纯轻轻摆了摆手，打断了他接下来要说的。给你们2分钟时间考虑，如果到时候你们还不能做出决定，那么两人都得死。曹小纯的声音逐渐变冷，能不能拿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就看这2分钟了。听到这话，两人身体一颤，从曹小纯的语气中，他们能感觉到对方并不是在开玩笑。张衡呆呆地望着张小花，只见自己妻子脸上竟然有些惶恐。呵呵，用不着考虑，我们选择一起死。张衡重重吐出一口气，随即转过脸，淡淡道：从此刻开始，他就知道自己刚才的谎言是多么拙劣，对方根本就不是你那种能轻易哄骗的人，而且这是一个魔鬼。但要让他杀了张小花自己逃生，抱歉，他做不到。而张衡也相信妻子跟他一样不会这么做，毕竟两人可是从底层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听到这话，曹小纯笑了笑，似乎有些不屑地说道：好像你并没有能帮你妻子做决定的权利。话音刚落，只见一根已经折断的法杖瞬间贯穿了张衡的胸口，他低下头呆呆地看着从身前穿过的法杖，眼中满是不可思议。对不起。第30章，最毒妇人心。一阵强烈的眩晕感袭来，张衡眼中的无可思议逐渐变成了释然，他知道自己已经快死了。花儿缓缓转过头，望着早已泪流满面的张小花，惨淡一笑。他情不自禁地喊出妻子的名字，虽然有些错愕和不解，但最终张衡还是理解他。张小花低着头，双目通红，浑身颤抖着，并不敢直视这个跟自己走了一路的男人。对不起，我想活着。张衡微微一笑，笑容中充满爱意，眼中没有一点恨。我明白了。濒死之际，记忆如同一部老旧的电影，在张衡脑中慢慢播放着。从小他就是一个被抛弃的人，父亲死后，母亲嫁入了一个小家族，很快弟弟妹妹出生了，全家将所有的爱都给了新到来的小生命，而他因为身份的缘故，只是一个小透明罢了。不过就算这样，他心中还有着属于自己的一道光，那就是隔壁家的那名红发少女。少女并没有嫌弃他的花少孤僻，反而一遍遍开导着他，
如同一个邻家大姐姐，殊不知她比自己还小了2岁。很快到了转职的时间，似乎是死去的老爹在保佑自己，张恒成功觉醒了机械师，一个强有力的高级职业。可惜除了一句夸奖，他再也收不到母亲的任何反馈，仿佛随着年龄的成长，自己和这个女人越来越疏远了。就在这时，那名少女消失了，一夜之间，他们一家消失得无影无踪，张恒心中的光也就此消散。偶然发现了母亲的日记以及父亲留下的一本手记，张恒才知道母亲是被父亲抢来的，而父亲死去的那一天是他最高兴的一天。而可能是因为自己是他掉下来的肉，这个女人没有遗弃他，反而将其带在身边，但这已经是他最大的让步。从那晚开始，张恒离开了家，他内心坚定，自己一定能成为这个世界的传奇，到时候所有人都会跪在自己脚下。不知不觉，少年的时间已经过去，青年时的他觉得要是创造一个家族也不错，至少异常风光。转眼到了中年，他觉得能加入一个家族，成为族老也很好了。35岁那年，他与那名红发女子再次相遇，不过相遇的地点却是一个职医院里。张恒没有问他这些年来过得如何，而是花费积蓄帮他治好了伤，带着他升级。虽然日子依然很苦，但心里总算有了盼头。为了更好地保护他，他开始研究起了父亲的手记，他希望能在这里面找到变得更强的办法。张恒想要伸出手再摸摸张小花的脸庞，可到了半途，他的手便滑落下去。张小花看着倒在自己怀中的张恒，颤抖着摸了摸他的脸庞，随即重重叹了一口气。没错，自己爱他，但之前他的经历却让他选择活下去，哪怕是内疚一辈子。你的条件我完成了。轻轻抬起头，张小花双眼通红地看着曹小纯，颤抖地说道：没错，你完成得很好，但我是3中的学生，抱歉，在你们死之前还承受了这样的痛苦。曹小纯重重叹了一口气，淡淡道：死。克拉赫手中凝出一道冰锥，狠狠刺进张小花胸膛，随即轻轻一挑，一颗还在跳动的心脏飞出，但瞬间便被冰封，缓缓落入曹小纯手中。张小花显然还没来得及反应，便失去了意识，缓缓倒在地上，两人的身子互拥在一起，鲜血流淌，如同一朵彼岸花。比诺修缓缓扔了一个火球烛，最终两人化为灰飞。为什么？小纯，你这是？目睹了一切的众人对曹小纯的行为显然有些不理解，为何不给他们一个痛快？蛊师这职业，你可以理解为亡灵法师差不多，需要的很多材料，可能会违反一些道德。曹小纯笑了笑，先是望了几人一眼，在这段时间的相处中，他觉得这4人倒是可以信任，因此他觉得得解释一下。2转第1毒，蛊虫爱生梨。炼制方法：1株生息草，100只寡妇珠，100只红针蝎，以及1颗挚爱之心。挚爱之心分2种，男心致幻，女心最毒。这说法来自一句古语：古往今来，最毒妇人心。其实我也很讨厌这样的感觉，因此在获得材料后，我才会以最快的速度给他们一个痛快。曹小纯淡淡道：如果再让他选择一次，他也不会后悔这次的举动。要知道，上了大学以后进入的副本那就是真正的黑暗，有时候陌生人会比怪物更加恐怖，杀人夺宝那是家常便饭。因此在踏出那一步之前，曹小纯觉得自己必须要增强自身的实力，因为他怕死，而且还想走到最高。说到这，曹小纯便不说话了，有些事情只用说一遍，如果他们能理解，那以后就是自己的伙伴；如果不能理解，今后江湖路远就是了。这他娘弄的，小纯，你这是要当个大反派啊！不过你这条大腿我是抱定了，你可别甩下我。旭老八先是愣了愣，随即来到曹小纯身边，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他可不会相信自己兄弟是个嗜杀之人，既然是职业需要，那有些事情也是无可厚非。就比如刚才说的亡灵法师，恐怖吧，天生就是一个邪恶的职业，但9州皇宫里就有不少，毕竟这个世界本身就信奉着丛林法则。我这职业也好不到哪里去，可能最后变成恶魔也说不定，所以对此我没什么看法。李寒一抱着胸撇了撇嘴，虽然刚才的场景让他很不适应，但这只是以后的现实罢了。嘿嘿，反派也是需要防御的，那我以后就做个黑暗之盾吧。李文斌笑了笑，因为性格缘故，从小他可没遭受嘲笑，因此对于这种事他看得更开。那我能做黑暗料理。洪建军望了望3人，快速说道，自己好不容易找到了可能崛起的契机，那他又怎么能放过？行了，什么黑暗不黑暗的，这明明是大大的光明，竞争失败就该承受失败的后果。这几个学生还没死呢，给他们包扎一下，扔出副本吧。同是高中同学，得有点同情心才行。处理完就得探索龙巢了，不然拖久了对我们不利。曹小纯笑了笑，他突然发觉这队伍里好像就没啥好人啊。对于反派、黑暗这些词他并不认可，老子明明是大爱之人。第31章龙巢内部。听到曹小纯的话，众人轻轻点了点头，将那几名已经晕倒的学生扶起，
替他们止住手腕上的血，随即从他们的背包中拿出疗伤药剂给其灌了下去。从何泰尔的背包里找出被搜走的传送器，做完这些便将他们传送出副本。至于为什么巴他们是昏迷中回到学校，这就不是曹小纯一行人该考虑的事情了。毕竟在副本内嘛，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因为时间的缘故，洪建军并没能再次展现自己的厨艺，众人随意吃了几口干粮，随即便来到祭坛附近。因为张衡一行人的破坏，这个祭坛此刻已经破碎。将碎石清理过后，只见一个深坑出现在眼前，一条长长的楼梯贯通着深坑，一眼望下去根本看不到底下是什么样子。下去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我会让比诺修照明，你们跟在身后。看着那一眼望不到头的深坑，曹小纯轻吐一口浊气，淡淡道：毕竟这以前可是住着巨龙，哪怕被封印多年，但里面到底有什么不为人知的东西还是不能保证的，因此万事谨慎一点，终归没错。没有过多犹豫，随着比诺修两姐妹先行开路，曹小纯便跟了下去。李寒一三人也随着他们的脚步迈去那无尽黑暗中。这石梯看上去就是人为打造的，也有可能是封印的一部分。整条楼梯形成盘绕在石壁旁，中间就是一个深不见底的悬崖。众人走了将近1个小时，靠着石梯走到悬崖底下。随着比诺修的一道巨型火球术，曹小纯终于看清这附近的全貌。整个悬崖底大概有5个足球场这么大，从周围那已经快被腐蚀殆尽的壁画以及那各种武器的凹槽中可以看出，这么巨大的龙穴以前肯定放着各种金银珠宝以及强力的武器。看这样子，里面估计已经被搬空了，里面现在毛都没剩下。旭老八迅速走了一圈，发现整个龙巢空荡荡的，连一块金子毛都没看到，不由有些失望。想想也对，300年前别人花费了这么大的代价将斯卡萨封印，而且还建造了一个祭坛，那又怎么可能放过里面的财宝？哪怕有着龙魂守护，但那东西终究是死物，只要有人拖住它，剩下的人将里面搬空完全不是问题，好吗？李寒一倒没旭老八3人这么财迷，他细细观察着附近的壁画，并一一记录着，尤其是上面的龙纹，这东西在外界可是具备很高的研究价值的。对于他来说，宝物重要，但如果实在没有的话，也不强求。你们觉得张衡他们既然知道这里面有个封印，难道还不知道这里面的财宝都被搬空了吗？曹小纯望着这巨大的龙巢，摸了摸一旁的石壁后淡淡道：从刚下来开始，他对于这能在表面留下的东西就不抱任何期望。别把以前的人当傻子，毕竟花费了这么大的代价封印斯卡萨，难道真的是为民除害？别逗了，巨龙这个物种哪怕陨落，但它也不会就此死去，而是会化为一个龙蛋，等力量足够的时候再死而复生。如果说这龙巢里最珍贵的是什么，那绝不是所谓的财宝，而是斯卡萨本身。对于巨龙这种副本中的野生生物，想要驯服它，在这个世界只有3种办法。第一种就是觉醒隐藏职业御龙师，这个职业乃龙族天生的克星，哪怕御龙师的实力比巨龙低上2阶，但在职业光环的加持下，巨龙仍旧要对其臣服。第二种便是以绝对的实力将其碾压，并强行奴役。不过这并不是100%的，任何生物都有傲骨，有些巨龙你打败了它，但它宁愿就地消散，恐怕也不会接受人类的奴役。再者说，能拥有这种实力的强者，恐怕对于一个巨龙奴役也不感兴趣了。而普通人想要巨龙的相助，几乎是不可能的存在。但凡事都有例外，那便是这第3种方法，拥有一颗未孵化的龙蛋。不管是幼生巨龙，还是因为死亡而化为龙蛋的强者，在他们未孵化期间，那都是无意识。只要你能找到一颗龙蛋细心培养，在其孵化出来的那一刻，幼龙会有很大的概率任其为主。哪怕这条巨龙是曾经的强者，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方法，那便是源自于那个广大传奇。而且这个传奇现在还活着。原本只觉醒战士职业的新手，在黑铁级副本中捡到一个龙蛋，靠着孵化而出的巨龙，一跃成为如今9州中的大将军。曹小纯相信，在斯卡萨被封印之时，那些高手们肯定搜寻过斯卡萨的龙蛋，但并没有找到，毕竟龙魂在此之前还一直存在。小纯，你不是说那斯卡萨的龙蛋吧？但那种虚无缥缈的东西真的存在吗？旭老八不愧是最了解曹小纯的人，从他说话的语气中便知道自己的兄弟要干什么。不过那东西要是能被他们找到，这得是多大的机缘。要是今天真能见到这东西，自己直接跪下来叫爸爸好吧？有没有？找找就是了。难道费了这么大的代价，我们要空手而归不成？既然张衡能这么确定，那就证明这里面一定有东西，不管是不是龙蛋，曹小纯今天都得将这里翻一遍。大哥说的对，贼不走空这种道理是个人都懂。既然下来了，我们就仔细找找，要是到最后实在没有东西，那就把这个壁画拆了带走。洪建军赞同的点了点头，虽然他也不期望着能碰到龙蛋，但总得带点东西出去不是？就像他老爹出去钓鱼，要是钓不到鱼，那就偷狗，偷不到狗就捉鸡，实在不行就摘菜，要是啥都没有，那也得喝口池塘水再走。
那你想怎么做？这时，李寒衣的注意力也从龙纹中抽了出来，看到曹小纯淡淡道：“现在这个男人就是这个团队的核心，因此他十分尊重曹小纯的决定。”曹小纯再次望了望周围，既然斯卡萨本身就是从冰雪中诞生的巨龙，那么他要恢复力量，那就必须要借助冰元素。而龙蛋一旦吸收着这万年雪山的冰元素，那就一定有痕迹。现在他们缺一个能精准捕捉到这一痕迹的法师。想到这，曹小纯将目光放到了克拉赫身上。第32章，另有洞天。克拉赫原本就是主修冰系魔法的法师，此刻由他来确定这个地方到底哪里的冰系能量最强，应该是最好不过了。想到这，曹小纯在心里快速给克拉赫下了一个指示，而对面这位疯狂的魔法师也心领神会。只见他缓缓将右手抬至胸前，轻轻闭上眼睛，一股若有若无的淡蓝色光圈从体内蔓延而出，并冲着四周快速扩散。而克拉赫的举动也引起了李寒衣三人的注意，几人缓缓走到曹小纯身旁，十分感兴趣地盯着眼前在忙碌的法师。虽然已经换了一件衣服，也没有之前穿着的那么暴露，但那贴身的修女服却让其气质增添了一丝朦胧感。比起原本那赤裸裸的诱惑，此刻的比诺修姐妹更多了自称若隐若现的性感。小纯，这是在干嘛呢？旭老八看了很久，显然看不出克拉赫到底打算要干什么，便转过头望着曹小纯，表情上带着一丝疑惑：“找东西呗，你看不出来？”曹小纯瞥了旭老八一眼，淡淡道：“虽然旭老八的脑子有些简单，但作为好兄弟，自己并不会因此嫌弃他，毕竟哪有父亲会嫌弃自己儿子不长进呢？”克拉赫还能这样用啊？旭老八眉头一挑，在每个职业者在自己刚刚觉醒的时候，这两姐妹都是他们眼前的一座高山，残暴不堪就是他们的代名词。每个没达到青铜级的职业者去往幽暗密林时，这都是他们的噩梦。没想到在这里竟然还被曹小纯当作寻龙尺来用。功能这东西开发就有了呗。众人闲聊了5-6分钟，只见克拉赫缓缓睁开眼睛，随即望向曹小纯，并伸出手往右边一指，便在前面缓缓带着路。很快，众人来到一块巨大的石壁山，只见上面刻着一个华丽的王座，而一只巨大无比的冰龙坐在王座上，藐视着坐下一大群怪物，而怪物中间是各种各样的财宝、自己武器。克拉赫直接无视上面那恢宏的壁画，而是拿出自己的法杖，在上面敲了敲，似乎在确定着什么东西。没过多久，只见他缓缓飘到曹小纯面前，如同一只准备向主人邀功的小猫咪，指着壁画，眼中透露着肯定的神色。曹小纯眉头一挑，缓缓走上前，小手摸了摸那厚重的石壁，或许是石壁太过厚重的缘故，轻轻敲了敲后，并没有发现里面到底是不是中空。既然克拉赫可以确定这石壁有古怪，那么自己自然是相信的，莫非这附近有什么机关不成？再次摸了摸光滑的壁画，曹小纯觉得对于这些纯粹跟自己玩智力的东西着实太过麻烦，不如直接将其暴力破开就是了。想到这，曹小纯缓缓后退。李文斌，开个盾。回到众人身旁，曹小纯眼睛一眯，随即对着李文斌淡淡道。虽然不明白曹小纯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李文斌还是点了点头，随即挥动着手中的长剑，很快一个透明护盾将众人包裹住。看到这厚实的护盾，曹小纯还是觉得不放心，再次下令让克拉赫用魔法在前面构筑出一片透明的冰墙后，这才召唤出白玉葫芦。嗡嗡嗡！曹小纯轻轻一点，一团黑影从白玉葫芦中爆射而出，一大群蝗虫蛊受到其主人的指示，瞬间扑到墙壁上，用着自己那坚硬的牙齿疯狂啃食。这蝗虫蛊经过曹小纯的再次强化，那牙齿已经如同钢铁。虽然他们的食物并不是这些石壁，但只要曹小纯下令，这些恐怖的蝗虫就会以赴死的姿态疯狂吞噬。至于那护盾和冰墙，自然是为了防止这石壁内有没有机关之类的东西。毕竟这里虽然说是龙巢，但也是斯卡萨的陨落之地，说是目的也不过分，因此谨慎一些终究没错。咔咔咔，伴随阵阵啃食声以及石块破裂的声音，原本看起来绚丽无比的壁画，此刻却散发着阵阵灰尘。那优美的图画快速崩塌，转眼间壁画变成了一个凹坑，并一直往里面吞噬。乖乖，这东西要去挖地道的话，估计今年能失业一大批人。洪建军咽了咽唾沫，显得异常震惊。他家就是挖煤的，因此他很清楚这些看起来异常巨大的石块，想要将它们弄走，那是多困难。毕竟你要弄个很合理的地道，就必须要计算的十分精准，这就不是能暴力破坏的事，得需要很多人工物力。而这看起来异常恐怖的蝗虫，竟然能轻轻松松将其啃食，而且还啃得这么完美。蝗虫蛊一直啃食了将近6-7米，突然石壁中竟然隐隐露出丝丝雾气，那雾气中带着惊人胆寒的冷意，不少蝗虫蛊被其冷意缠绕，化为一颗颗冰渣掉落在地。曹小纯见状，眉头一皱，但并未将蝗虫蛊收回，而是加大了蛊虫数量的输出。咔咔咔咔咔，轰！呼呼呼呼！源源不断的蝗虫蛊从石壁上掉落，
但那啃食的速度却越发快捷，随着一层石土轰趴倒塌，一道猛烈的寒气从那倒塌之处暴涌而出，所过之处竟然在瞬间凝结出一层厚厚的冰霜。轰！一条火龙从半空中奔涌而下，与寒气重重撞到一起，刹那间无尽的水蒸气蔓延开来，充斥着附近的空间。出手的自然是在一旁观察着情况的火焰法师比诺修。吃，两股力量僵持了将近5分钟，待水蒸气散去后，一个由寒冰形成的密室映入众人眼前。密室与空巢比起来并不算太大，整个空间就500来米左右，但中间却躺着一条巨大的冰龙。虽然这庞然大物早就没有了生命气息，但那恐怖的气势预示着他生前就是一名王者。而在巨龙面前，是一小堆散发着珠光的财宝以及几件散落在地的装备，那绚丽程度哪怕在这冰冷的密室中也掩藏不了他们的高贵。卧槽，这是冰龙斯卡萨，我们真的找到了。旭老八目光已经变得有些呆滞，看着那恐怖的龙尸，连话都有些说不利索。哪怕是性子清冷的李寒一，在看到这场景的那一刻，眼中的震惊程度比旭老八也好不了多少。这龙巢内最大的宝藏竟然就这样出现在他们面前。第33章龙蛋。曹小纯见状，轻轻吐出一口气，果然只有坚持才能有收获。望着那巨大的龙尸，他隐约感觉这个斯卡萨的宝藏能让他的实力有一层质的飞跃。强行按耐住心中那激动的心情，曹小纯命令克拉赫撤回面前的冰墙。行了，别发呆了，进去看看吧。众人走进密室，此时的温度显得更低了，还好比诺修贴心的在附近点燃一个巨大的火球，不然以旭老八这样的身体素质，恐怕根本不能在这密室中支撑太久。曹小纯只是简单的望了一眼地上散落的财宝和装备，对于这些摆在明面上的东西，他并不着急仔细查看，毕竟在那堆财宝中并没有看到斯卡萨的龙蛋。而除了李寒一在，旭老八3人显然没有这个觉悟。李文斌快速抓起一把珠宝，仔细摩擦着，那眼中仿佛看到了自己一直追求的男神。而旭老八正对着一块冰块奋力打砸，因为冰块上动着一根暗金色的法杖，从那特殊的品相来看，这一定是个好东西。曹小纯上前一步，伸出手轻轻摸着龙尸的身体。他刚进来就用真实之眼探查过，但平日里准确率基本达到100%的真实之眼，此刻却没有反馈任何信息，这不由让他有些疑惑。细细观察着龙尸上面的鳞片，虽然鳞片异常坚硬以及优美，但给曹小纯的感觉却是有些虚幻。要知道，哪怕是一条死去的巨龙，他身上的所有东西那都是无比珍惜的材料，可为什么这东西竟然显示不出来？李寒一，你对龙蛋的特性了解吗？想了想，曹小纯转过头看着站在一旁的李寒一，疑惑地问道。这女人来自大家族，接触的东西肯定比自己多，现在这个问题他暂时想不通，因此曹小纯便询问着李寒一的意见。我只看过一些古籍，对于真正的龙蛋，我也只是在图片见过。按道理来说，一枚龙蛋起码有3米大小，如果他真在这个密室，应该很容易找到才对。李寒一摇了摇头，李家虽然有些一定的历史，但整个家族中就没出现过能掌控巨龙的强者，因此对于这些东西他也不算了解。那龙蛋一定就是以蛋形态存在于世间吗？曹小纯摸着下巴缓缓问道。他总觉得这龙尸一定有古怪。这当然不是，巨龙这些生物有很多种，至于它们的龙蛋也各不相同，最明显的就是古龙的幼崽，其实由一个类似黑洞的魔法阵孕育而出，还有魂龙，它们也没有龙蛋，而是刚出生就是幼崽形态。李寒一微微一愣，随即淡淡道，这些对于巨龙的介绍很多书上都写有，而且在这个世界上卖得异常火爆。这样吗？难道这龙尸就是斯卡萨的蛋不成？曹小纯低声道，再次确定了龙尸上的鳞片以及其他的部位并不是材料，便轻吐一口气，眼中闪出一丝坚毅。既然这龙尸不是材料，又占了这么大的地方，那自己便把它炼化，看里面到底有什么古怪。比诺修，用你最强的实力灼烧这具龙尸。伴随着曹小纯的指令，只见比诺修右脚轻轻一点，整个身体腾飞到半空中，将法杖横放在胸前，一道低声的轻语在口中呢喃。9道巨大的橘黄色火龙从他身后的魔法阵中爆射而出，狠狠撞在龙尸之上，爆裂的温度甚至将密室内百年不化的寒冰都给蒸发。我去，圣盾术！李文斌感受到那令人有些窒息的高温，急忙喝一瓶药剂，开启了自己的天赋技能，将地上的财宝瞬间包裹住。早知道黄金之类的东西可承受不住很强的高温。而旭老八和洪建军也放弃打砸冰块，一溜烟的跑到圣盾下，望着那已经被烈火包裹的龙尸，不知道曹小纯到底要干什么。李寒一见到曹小纯的东西也没多说什么，只是利用自己的恶魔之力将两人包裹住，静静等待着。咔咔咔，烈火灼烧了将近10分钟，苦苦坚持的龙尸终于发出了一些动静，伴随着阵阵破裂的声音，道道若有若无的蓝光快速向龙头内心汇聚，而且
爆发出的寒气竟然隐隐压过那恐怖火焰的温度。嗡嗡嗡！轰！曹小纯见状，眼睛一眯，命令着比诺修加大火焰的输出，伴随着阵阵嗡鸣声，火焰与寒气僵持，又僵持了10分钟。只听到一声如同雷鸣般的巨响，整条冰龙瞬间炸裂开，无尽的蓝光汇聚，一枚由幽蓝色冰晶组成的龙蛋以及一把通体蓝色的横刀出现在众人眼前。随之出现的还有一把巨型的镰刀以及一件黑色祭祀服。曹小纯，快上去将你的血滴到龙蛋上！李寒一被这场景震惊到的同时，急忙大喊道。龙蛋刚刚暴露的那一刻，便是其最虚弱的时刻。这时，如果职业者将自己的精血滴上去，以后孵化时，巨龙与主人的牵绊会更高。至于他为什么会叫曹小纯上去，这是因为这斯卡萨的宝藏最珍贵的东西，原本就应该是曹小纯所得。这件事虽然大家都没说，但也是一致通过的。毕竟要没有曹小纯，他们根本不可能找到这个龙巢。别的不说，就说张衡那关，他们就过不去。听到李寒一的催促，曹小纯倒是觉得有些欣慰，也证明了这3人自己并没有看错，也不再犹豫，连比诺修撤回自己的火焰，靠着克拉赫的飞行能力，瞬间将自己带到龙蛋面前。曹小纯对着自己眉心轻轻一划，几滴暗红色的鲜血飞出，只见他狠狠一甩，鲜血瞬间飞到龙蛋上，并被龙蛋快速吸收。做完这些，曹小纯又从白玉葫芦中拿出剩下的一枚奴隶骨，狠狠捏碎，将碎屑撒向龙蛋。只要让其沾染上蛊虫的气息，他就能将龙蛋收入白玉葫芦内，靠着葫芦温养，加快孵化。而且奴隶骨的气息会让其更加忠心，将那小几率叛变的念头彻底扼杀在摇篮中。第34章收获。等了将近15分钟，一股微弱的生命气息在曹小纯心头跳动，这突如其来的反应让他兴奋无比。这就意味着这龙蛋已经在无意识中认可了自己，并建立起了一切牵绊。这样子一来，只要自己等着龙蛋孵化，那他也是一个拥有巨龙的职业者了。想到这，曹小纯压住那激动的心情，随即召来白玉葫芦，轻轻一点，将那枚龙蛋以及脸色有些苍白的比诺修收回去温养。之前的寒意太强，哪怕是比诺修也是拼尽的了全力，将半空中那3件装备轻轻取下，来到众人身边。曹小纯先是望了一眼震惊的3人，由衷的说了一声谢谢。能在龙蛋的诱惑下，李寒一3人能坚守住自己得贪念，别说外面一些高手，哪怕是一些老怪物，恐怕都没有这么洒脱。而这3名只是高中生，却能这么大度，因此曹小纯觉得他们的确可以称得上是伙伴。嗨，你跟你爹客气啥呢？能看到儿子成长，为父深感欣慰啊。旭老八虽然眼中充满着浓浓的羡慕，但对此并没有嫉妒，反而是为曹小纯感到高兴。在他眼里，2人的友谊比那龙蛋显得更重要。这是大哥应得的，我有几斤几两，我心里很清楚。这是洪建军说的，他本身就是个生活系职业，能见到这种机缘以及明确未来的道路，他已经很开心了。我虽然也羡慕，但我对财宝之类的可能更感兴趣。李文斌呲着牙，这是发自内心的笑容。在这4人里，哪怕曹小纯现在家里只剩下一个人，但本身却握着巨大的遗产，因此只有他的家庭条件最差。虽然家里还勉强可以养得起自己，但对于钱财这种东西，他可是有着深深的执念。而且李文斌虽然性格有些缺陷，但却是里面最明事理的，有些东西不是他的就不是他的，强求不来。我们是伙伴。李寒一轻吐一口气，淡淡说道，他并不会说什么话，因此这些伙伴的分量已经很明确了。既然这样，我也不多说了什么，现在开始分赃吧。看看这些装备，有什么合适你们的就拿去，财宝平分吧。想必凭着这些资源，我们5人在高考中取得一个好成绩，应该难度不大。曹小纯微微一笑，便将手中的装备放到地下，并叫克拉赫帮忙收集地上的装备。因为刚才火焰的温度，那些被冰封的东西已经露出了全貌，没费多少功夫，几人便将它们收集完毕。虽然这些东西看着不少，但真正收集起来只有一面巨盾、一柄红色的长剑、一根法杖、2件盔甲、2双鞋子以及一把短刀罢了。不过这些装备的品质竟然全部达到了铂金级，可以说里面的东西每一件放到外面都是价值连城的存在。除此之外，就是曹小纯从龙蛋旁边拿下的3件装备以及6枚空间戒指了。想必这就是冰龙斯卡萨以前最珍贵的收藏了。既然这样，那我就不客气了哈。旭老八搓了搓手，直接抓起那根暗金色的法杖，甩出一个鉴定术：融血之月，铂金级，属性暗，可增强职业者的施法速度，强化80%的技能攻击强度。望着这根暗金色、长相如同古代战矛的法杖，旭老八兴奋无比。不管是属性还是面相，都十分符合旭老八虚弱法师的职业。李文斌也不客气，将那枚巨盾拿在手里。他本身就是盾类战士职业，这铂金级的巨盾虽然暗藏着火属性，与他光系技能不符，但对于现在的他，这就是一件至宝了。洪建军想了想，因为自己只是生活系职业，
因此不管哪样东西，可以说适合他，也可以说不适合。思考良久，最终他拿走了一件黑色的盔甲。曹小纯见李寒一迟迟没动手，想必这些东西并不适合他的职业，而且还剩下这么多，既然想要平分，那便先鉴定一下装备的品质再说吧。巨人盔甲 X2 铂金级，属性暗，由巨人之魂打造，可吸收伤害，随着职业者等级的提高，吸收伤害越高，最高可吸收比自己等级高上一个等级的伤害。限制铂金级。风之精灵 X2 铂金级，属性风，由风铃鸟的羽毛制成，内藏风雨技能，可在15分钟内瞬间提升职业者50点敏捷，冷却时间2小时。火焰巨剑铂金级，属性火，传闻中研磨的配件自带火焰属性，可让职业者火焰技能伤害翻倍。限制铂金级。阿鲁的短刀铂金级，无属性，英雄阿鲁的短刀内藏白纸般的智灵，可随职业者的属性改变。限制铂金级。看着地上的装备，曹小纯叹了一口气，这些装备的属性几乎都是极品，而且对于他们都是至宝。想了想，曹小纯将火焰巨剑分给了李文斌，又将另一副巨人铠甲分给了旭老八，将阿鲁的短剑扔给了洪建军。同桌，既然这里没有你需要，不妨看看这2件装备吧。说完，曹小纯将那柄黑色的镰刀，自己那墨色的祭祀符给李寒一递了过去。只见那把巨镰通体黑色，只有连刃部分是红色，顶部有着一颗红色的眼睛作为点缀，看起来妖异无比。魔女阿加路的缠发巨镰，铂金级，可成长，属性暗，地狱魔女阿加路的武器之一，领主恶魔象征之一，由受刑人经过锁住，可加上法术运转，战斗时有几率召唤受刑者的灵魂，灵魂释放一次地狱之火后消失。魔女阿加路的祭祀长袍，铂金级，属性暗，地狱魔女阿加路行刑时所穿的长袍，领主恶魔象征之一，内藏对于恶魔的威慑，天生自带震慑效果，可吸收伤害，随着职业者等级的提高，吸收伤害越高。限制铂金级。接过曹小纯递过来的2件装备，李寒一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这2件装备可以说完全是来自地狱，对于自己的职业可以说是完全契合。虽然自己穿上后可能气质大变，但对于他本身战力的提升，那简直就是一个质的飞跃。谢谢。李寒一柔和的笑了笑，显然这是曹小纯按照个人的属性分配的。至于还剩下的一双鞋子以及那把冰刀，曹小纯便自己笑纳了。毕竟这里并没有使用横刀这种武器的人，而且根据冰刀的属性本身就不适合任何一个人，其中也包括他自己。冰龙斯卡萨的冰息之刃，铂金级，可成长，封印，属性冰。冰龙斯卡萨以自己的龙躯锻造而成的武器，属巨龙专属，因此看到这把横刀的时候，曹小纯就知道了他的归属。虽然自己只拿了一双鞋子，但对于这次的收获他还是异常满意的，毕竟这宝藏的大头还是在自己手里。接下来就想办法将这对财宝带走吧。第35章结束。对于曹小纯的分配，众人也没什么意见，接下来就是这些财宝的分配了。一大堆东西里，除了黄金珠宝以外，剩下的就是一些材料，因为还搜寻到了6枚空间戒指，每一枚都有些将近20平米的空间，因此这些财宝很容易被几人瓜分干净。曹小纯因为古尸职业的缘故，拿的材料居多，在这里面不仅有一些珍稀异兽的毛皮和骨骼，还有一些珍稀植物的种子，比如那恶鬼藤、霸王花，这些就很适合用来炼植物系的蛊虫。很快4人便将那一小堆财宝划分得一干二净，每个人脸上都充斥着笑意，因为多出了2个空间戒指。众人经过商量，本着出力多以及礼让女士的原则，旭老八他们将2枚戒指分别让给了曹小纯、李寒一2人。不过李寒一却以得了2件强力装备为由，将戒指又让给了旭老八。毕竟自己得到的2件装备，就算给旭老八，那也是可以使其变得更加强大的。毕竟2人都是按属性职业者。对于这个旭老八也不知道什么叫客气，当即接过来戴在手上，看着2指那金灿灿的戒指，笑得跟个赢得了交配拳猴子。细细收刮了一番，等李寒一将壁画全部记录下来以后，几人便离开这个宝藏之地。等上到地面，天空已经变得漆黑，虽然那猛烈的暴风雪已经停下，但这万年雪山的环境依旧恶劣。曹小纯看着那已经被风雪掩盖的尸体，缓缓走上前，将他们身上的有用的东西搜刮得一干二净。虽然这3人竟然凑不出1枚空间戒指，但身上的装备拿出去卖应该也值不少钱。做完这些，曹小纯重新将小强召唤出来，等3人爬上小强身上后，仔细观察着周围的环境。他打算在此地造成一场雪崩，将龙巢的遗迹以及3人的尸体通通埋到地下。这是很有必要的，毕竟这万年雪山虽然说是学校副本，但外面进来探险的人一定不少，不将这里整理清楚，很有可能会给自己带来麻烦。而造就一场雪崩是最快捷的方式，万年雪山的积雪常年不化，只要将其掩盖，要不是特意过来寻找，那么这个秘密
就会永远埋在地下。想到这，曹小纯召唤出白玉葫芦，缓缓往里面注入自己的力量，因为突破石门基本将蝗虫蛊全部耗费，而等他们恢复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注入自己的力量可以加快蛊虫的恢复。嗡嗡嗡，又是2团黑影从白玉葫芦中飞出，蝗虫蛊和杀人蜂蛊一同飞出，从这最近的悬崖边爆射而去。克拉赫也紧随其后，凭借着这4000只蛊虫同频率的震动，吞噬着支撑点，以及克拉赫利用月光蛊源源不断的输出，相信这由冰雪覆盖的悬崖很快就会崩塌。轰轰轰！蛊虫们的进攻持续了将近半个小时，阵阵轰鸣声从前面响起，那恐怖的自然之力如同一只远古的洪荒巨兽，冲着曹小纯的方向奔涌而来。做好了！呱！一道流光快速闪进白玉葫芦，待克拉赫归位后，曹小纯也不管那蝗虫子蛊，迅速指挥着小强掉头，冲着之前虎巢的方向奔涌而去。小强在雪地中狂奔了大半夜，这才逃脱了雪崩的追杀，同时也为曹小纯这大胆的做法感到震惊。毕竟众人感觉经历了一场生死狂奔，因为小强已经记好了回去的路，因此回到虎巢的速度快了许多。在第2天中午，拖着精疲力尽的身体在虎巢中缓缓坐下。经过昨天一件件高强度刺激，哪怕是曹小纯也感觉有些疲倦了。随口吃了几口干粮，曹小纯重新放出克拉赫，并在洞穴中为疑惑不已的旭老八单独建了一座能有效隔绝声音的冰屋，将最里面的位置让给李寒一。众人随意整理了一下地面，便闭上眼睛开始休息。丁，等级提升至8级。曹小纯，黑铁阶 ，LV 8870120，力量48，速度62，精神210。随着一个雪原族群的覆灭，曹小纯熟练地指挥着飞头蛊收集着掉落的材料。对于所有带着寒冰属性的材料，曹小纯都不会放过，全都塞进了白玉葫芦里，当做龙蛋孵化的材料。自从回到虎巢后，众人经过简单的休息，便打算利用接下来的时间尽力提高自己的等级。而因为装备以及曹小纯的蛊虫在，经过简单的商量，便打算以图区的方式练级。有了装备的优势，李寒一3人对此并没有意见。而因为曹小纯的恐怖手段，他们决定兵分2路，往不同方向出发，等到了晚上再回到虎巢集中。对此，曹小纯也没有任何意见，甚至将比诺修就在他们身边，以防出现什么意外。经过几天的屠杀，众人也都突破了8级的大关，可以说已经破了学校历练的记录。毕竟这300年来，没有哪个学生是在第一次正式历练中能达到8级的。还有3个小时，我们的历练就结束了。出去后，你们有什么想法？众人回到火堆旁，李寒一抱着双膝，望着众人，缓缓说道。洪建军端着几块烤肉，将其分了分。要说这次历练，除了曹小纯外，就是洪建军的收获最大了。回到虎巢后，因为曹小纯的提点，他便试着将食物和各种 buff 融合，没想到短短1天时间，他就制造出了能让人恢复气力的菜肴。接下来的几天更是做出了疗伤烤肉、回魔烤肉、血气烤肉，可以说除了一些偏门的辅助技能以外，这胖子竟然这些烤肉玩出了全系辅助系列来。就连曹小纯都不由感叹，难道这胖子真是气运之子？自然是准备高考了，我们这次得了这么大的机缘，相信都能考上帝都学校，到时候我们还可以一起组队呢。毕竟上了大学，攻略一些大型副本，那必须是要组成一个队伍的。旭老八嚼着烤肉大声说道。确实，如果我们都进了同一所大学，的确得这样。曹小纯笑了笑，到了大学以后，除了主要的课程外，最重要的就是副本练级。然而大学的副本可没有高中这么简单了，很多时候必须要学生组成一个队伍，互相配合，才能在里面生存下来。而一个队伍除了输出以外，那就是防御和辅助。现在他们这4人但是符合最基本的要求，而且大家共同经过这么多事，也是相互之间信得过的。原本以我的职业，对于帝都大学那是妄想，不过有了2件装备加持，现在倒是可以试一试。老八，果然连上天都不让我们分开。李文斌娇羞一笑，缓缓向旭老八靠近。滚！帝都大学好像不收厨师，不过我现在也相当于辅助系，倒是可以试试。这里面最困难的估计就是洪建军了，他本身就是生活系职业，而且还不是药剂师这种高级职业，因此对于帝都大学，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收自己。不过大哥可以放心，只要大家都考上了，我一定不会拖后腿的。洪建军狠狠咬了一口烤肉，似乎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他已经想清楚了，只有跟着这个队伍，自己才有可能咸鱼翻身，因此这个机会他绝对要抓住。不就是帝都大学吗？高考要是进不了，大不了叫自己老爹捐2栋楼就是了。第36章，举校震惊。因为离考试结束也剩不了多少时间，曹小纯一行人也放弃了出去刷级的打算，反而大家聚在一起聊着未来的想法。随着一个个想法说出，时间也慢慢过去。收到坐标传送器提示时，大家才缓缓站起身。在旭老八的一顿操作下，
终于结束了这7天之旅。再次睁开眼睛时，曹小纯已经回到熟悉的操场上，不过与刚刚出发时不同，传送阵旁满是待命的医护人员，外围也摆满了救护车。那些意气风发的学生们出来时，好像都已经换了一个人。在见到熟悉的同学和老师时，不由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有些人衣衫褴褛，饿得面黄肌瘦，更有甚者，刚刚走出传送门就被医护人员们直接抬走。鬼知道这7天里，他们在里面到底经历了什么。曹小纯见状也不在意，给医生检查了一下身体状况，便随着李寒一一行人缓缓来到任务提交处。登记的是一名头发花白的老者，这样的场景他每年6月份都会经历一次，因此已经见怪不怪了。张鼎鼎5级，10枚冰魄，90分，优秀。荀桃桃5级，12枚冰魄，92分，优秀。顾小小5级，8枚冰魄，88分，优秀。张三丰6级，20枚冰魄，100分，优秀。老者对坐标传送器里的冰魄进行着鉴定，一一为学生打着分。其实这次的考试十分简单，同时里面还有个潜规则，就是学生能在里面待上7天，拿出来就是80分，而每颗冰魄1分，能有98分的成绩就可以自己选择一些优秀大学的高考试练。毕竟才第一次单独下副本，能做到这样的程度已经很不错了。事实上，就在考试的第1天，弃考的人就不计其数，其中也不乏一些战斗职业者。看着学生们的成绩，老者还是挺满意的。今年来提交材料的也比往年多了10%，这就意味着多了1/10的人能选择高一等的大学。那个叫张三丰的人自己也有些印象，他觉醒的是风系法师，在万年雪山这样的环境里，倒是有些加持，能取得这样的成绩也是应该的，又是一个好苗子。随手接过曹小纯手中的传送器，看了一下名字，老者莫名一愣。曹小纯，那个觉醒了古尸职业的学生吗？微微抬了抬头，看着眼前这长相清秀的少年，不由觉得有些惋惜。这么帅的小伙，可惜了。不过他既然能过来提交材料，那就证明人家也努力过罢了。等会他要是只有1、2个冰魄，老头子我就动用自己的权限给他加上2分吧。毕竟也是一个隐藏职业不是？将曹小纯的坐标传送器缓缓放入仪器，只见仪器微微有些卡顿后，迅速蹦出一行字：曹小纯8级，300枚冰魄，持平水云机记录，信息已传入九州大学系统官网。死！一阵机械般的语音播报，使得老者与一旁的众人愣了愣，随即就是阵阵吸气声。8级，300枚冰魄。老者的眼睛瞪得老大，满眼都是不可思议。这他娘的，不会是机器出了问题了吧？能有这成绩的学生，学校里不是没有出现过。毕竟每隔10来年，学生都会觉醒一些高等职业或者隐藏职业者。因此，这些学生在第一次历练后，如果成绩异常优秀，就会直接将成绩传送到学院系统内。可以说，他们已经是内定的首都大学学生。而这个成绩基本上是看等级以及冰魄，每个传送坐标器可以承载300枚冰魄，这已经是极限，但等级却没有限制。一般来说，等达到7级就已经可以说是内定了，而8级一般都是那些强力的隐藏职业才能做到的事情。而曹小纯的古尸职业虽然是世界唯一，但那职业的限制也是世界皆知的，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怎么能令人不震惊呢？卧槽，曹小纯竟然达到了8级！你管这叫最弱职业？这差不多就直接内定首都大学了呀！啊西吧，我知道了，一定是因为李寒一，他绝对是抱了人家的大腿。本来安静的提交处瞬间爆出阵阵惊呼、大骂声、羡慕声、嫉妒声不绝于耳，好像所有人都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曹小纯见状也没多说什么，从出来之前他就已经猜到了现在的状况，对此他也懒得理会。在老者震惊的眼神中，曹小纯拿回了自己的成绩单，缓缓站到一边，等待着旭老八他们提交任务。老者坐在椅子上，重重吐出几口气，便接过李寒一的传送器。显然他还没从刚才的震撼中平复过来。李寒一8级，300枚冰魄，持平水云机记录，信息已传入九州大学系统官网。尼玛，又来一个！李寒一的成绩让老者差点跳起来，这他喵的怎么回事？哪怕去年的水云机跟他一起组队的学生也没有这样的情况吧？仔细检查了一下机器，确定了机器没有问题后，老者似乎接受了现实。一旁的哀嚎声更加响亮，有些人甚至后槽牙都快咬碎了。看吧，我就说吧，那曹小纯绝对是抱了大腿，老天不公啊，为什么我就没有这样的气运？而这边的躁动也引起了教务处的注意，只见大腹便便的教导主任疑惑地走过来，在听到老者的汇报后，表情也好不到哪里去，整个人仿佛陷入了呆滞。旭老八8级，300枚冰魄，持平水云机记录，信息已传入九州大学系统官网。李文斌8级，300枚冰魄，持平水云机记录，信息已传入九州大学系统官网。洪建军8级，300枚冰魄，持平水云机记录，信息已传入九州大学系统官网。
又是3声几乎一模一样的播报，似乎是接受了现实，除了那一声比一声高的惊呼声外，全场没有一丝不同的声音。教导主任拿着曹小纯一行人的成绩单，双手似乎有些颤抖，仔细检查了一遍过后，才抬起头颤声道：“你们是同一个队伍的。”第37章高考前夕。看着教导主任那满脸不可思议的表情，旭老八能的昂起胸口，面带笑意。没错，我们的确是一个队伍的，经过我们所有人的努力，辛苦取得了这个成绩。在这里，我们十分感谢老师的教导，同学的关爱，感谢我妈。旭老八显得异常自豪，虽然在副本内大多数是曹小纯在出力，但他知道自己这个兄弟并不喜欢出风头，而且在出来之前还特意叮嘱过，因此这个装逼的机会还是留给自己吧。哈哈哈哈哈，不错不错，小伙子们未来可期啊！得到旭老八肯定的回答，教导主任先是一愣，随即放声大笑道：“曹小纯一行人的成绩一定会通报到9州官网，而他们还是3中的学生，自己这个教导主任一定会跟着沾光，说不定用不了多久，副校长的位置就是自己的了。亲娘嘞，这妥妥的政绩啊！”我呸！旭老八，你是完全不要脸了！谁不知道李寒一觉醒了恶魔契约者？你们有这样的成绩，完全是抱了别人的大腿，你还出力，说这话你良心不会痛吗？就是，你出力占那矮耳光吗？永和战神是吧？我去，洪建军那狗日的都到了8级，早知道这30万，我砸锅卖铁也要出啊！寒一大佬，你也带带我吧！哇，老娘怎么这么惨？早知道死在里面我也不出来啊！虽然教导主任异常激动，但一旁的学生仿佛看清了事情的本质，这明明就是1带3的队伍，旭老八这不要脸的东西完全就是出来装逼的。而那句哭得异常惨痛的声音正是潘圆圆，虽然她提前出局，但今天这女人还是过来凑热闹，这如同晴天霹雳的消息令她异常懊恼。同是生活系职业，凭什么那洪建军就有这样的机缘？老天不公啊！我操你们猴子，你敢质疑你爹？听到阵阵质疑声，旭老八虎目一瞪，当即回怼道，但迎来的却是更加猛烈嘲笑声。而一旁的李寒一却被人夸得有些不自在，他心里很清楚，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可以说完全靠着曹小纯才有的。换句话来说，他也是属于那个抱大腿的，因此李寒一莫名有些心虚，白了一眼如同看戏一般的曹小纯，显然想让他出来解释什么是完全不可能的，这让他不由撇了撇嘴。曹小纯对于眼前的场景微微一笑，对于所谓的恭维声或者质疑声，他压根不在乎。人一生的精彩在于追求自己的梦想和过程，不必苟求于旁人的喜欢或者失望。所谓的质疑或者恭维，对自己的追求没有任何一丝影响。所谓的荣耀，究其根本，只是一层虚幻的光环罢了，何必让他们缠着自己，为其达到最高徒增一些绊脚石呢？这场闹剧持续了将近半个小时，如果不是教导主任回过神来，怕影响材料提交的进度，恐怕还会持续更久。收到自己的成绩单后，曹小纯5人便离开了提交处，准备各自回家休息去了。毕竟半个月后就是最重要的高考时间。哼，走了狗屎运的人，哪怕你现在8级又如何？还是考虑选哪所大学吧。首都大学可不要一点作用都没有的职业。曹小纯刚刚走出校门，便碰到了周元龙。这位富家公子副本历练后竟然达到了6级，而且成绩也不错。对于曹小纯，他心里虽然有些嫉妒，但想想这所有的成就是靠着自己的青梅竹马，周元龙的心情又好了很多。毕竟曹小纯的职业限制注定了，哪怕他现在升到了8级，但也与首都大学无缘。而这些最高等级的院校在考试的时候可都是单独测试的，他相信如果曹小纯不傻，那就不会报考这类学校。关你屁事！听到周元龙的冷嘲热讽，曹小纯对此并没在意，一脸不屑地回复道。两人本就不熟，他也不愿在周元龙身上多费口水，只要别碍着自己的事情就行，不然曹小纯不介意过后埋了他。望着曹小纯的背影，周元龙先是一愣，随即气得脸色通红，堂堂周家公子什么时候能被人这样无视过？此刻周元龙已经决定了，无论如何也要给这狂妄自大的人一个教训。回到小区，曹小纯利索地打开房门，召唤出比诺修两姐妹，将房子打扫一遍后，便拿着自家账本开始了收租之旅。跑了将近1栋楼，除了对门那少女只补了之前的房租以外，其余的租客都是很配合的。而对于少女那不着调的提议，最终曹小纯还是延缓了她这个月的房租，只收了水电。神他妈，你男朋友最近出差去了，要不进来串门待上2天？这是什么虎狼之词？将龙蛋召唤出来，仔细感受了一下里面跳得越发强烈的波动，曹小纯满意的点了点头。这样下去，相信不出3个月，冰龙就能孵化出来。做完种种琐事，曹小纯舒服的洗了个澡，随即蒙头大睡。接下来半个月，曹小纯平时也显得有些无所事事，除了每天应李寒一之约去学习一下乐器以外，就是进入副本逛逛，但每天过得还是挺充实的。
今日无事，与李寒一学习乐器，跟旭老八逛逛副本。今日无事，李寒一学习吹箫。无事，吹箫，吹箫。而另一边，洪建军家里却发生了一场父子间的强烈冲突。你说啥？你要考首都大学？吃饱了闲的？洪涛坐在沙发上，满眼不可思议，一身肥肉几乎占了沙发的1/3。虽然自己的儿子在学校给了他一个惊喜，但洪建军今天的话却让他有些不可思议。生活系厨师职业，考战斗类最高学府，你这不是搞笑吗？而且副本这么危险，自己就一个儿子，能让他去冒险？没错，我觉得我的职业可以试试。洪建军显得异常自信，这些天以来他不断创新，自己研究的烤肠容易保存不说，而且还有着黑铁级别的治疗以及回魔能力，而且还十分美味，因此他觉得那些狗屁的药剂是哪有自己牛批。不同意，你是生活系职业，老老实实报所普通大学毕业后回来继承家业就是了，费那劲干嘛？听到儿子的话，洪涛重重吐出一口气，当即拒绝道：老爹，这是我的梦想。狗屁梦想，副本多危险你不知道，老子就你一根独苗，那你就再跟小妈们生一个。说的都是屁话，跟他们只是单纯的爱情，这家业本来就是留给你的，再生一个不怕以后跟你抢啊。第38章林彪桶恰解心猎奇蝉。曹小纯黑铁阶 LV9 2201400，力量52，速度70，精神272。经过半个月的修炼，曹小纯不仅将骨笛练得有模有样，而且还将自己的等级提升到了9级，离满级只有一步之遥。而且在升到9级的那一刻，曹小纯也领悟了古诗职业的第一个天赋技能。一般来说，职业者升到5级便可以领悟第一个天赋技能，但隐藏职业不同，没人知道隐藏职业的领悟规律。有些职业可能刚觉醒就可以领悟，而有的职业可能会到5级以后才会出现，但可以肯定的是，在突破11级进入青铜阶之前，一定会领悟到一个天赋。而古诗的第一个天赋技能便是一句9字真言：林彪桶恰解心猎奇蝉。这听着与前世的道家9秘临兵斗者皆阵列在前差不多，不过却是控骨之法。林字诀可以蛊化兵，境界越高，蛊幻化成的兵器越高，修至极致。术法之下，哪怕是普通的草蛊都可以化为神兵。标字诀蛊虫战斗之法，可为蛊虫增加宿主的战斗意志，宿主战斗经验越深，蛊虫加持的就越多。统字诀蛊虫疗伤秘法，战斗中吐出统字符咒，可使蛊虫瞬间恢复全部实力，与修炼者等级相关，最高可挥高自己一个等阶的蛊虫，1天内限制3次。恰字诀可瞬间提升蛊虫10倍战力，9倍力量叠加，但概率令人，也就是时不时能触发出来，完全看脸。解字诀可瞬间解决蛊虫的异常状态。心字诀增强蛊虫组成的阵法，理论上可增加3倍强度。列字诀这是打磨职业者神识的秘术，遇到带有特殊技能的蛊虫时，可撕出一道分魂，用以加上控制。其字诀谓之职业者等级不足。蝉字诀谓之职业者等级不足。望着脑海中的天赋介绍，曹小纯显得异常兴奋，哪怕收服了斯卡萨，他都没有这样激动过。没想到第一个天赋技能就让自己瞬间拥有了这么多手段，有了这个，他再也不是在战斗中单单靠着蛊虫，而自身在旁边略阵的存在了。这9字真言虽说还是用以蛊虫，但有了它们，自己可以帮助蛊虫提升战力不说，而不是像那憨批一样站在一旁看着蛊虫战斗了。最重要的是，若是自己加以研究，很可能会悟出以蛊虫为根本的杀招，这才是最宝贵的存在。仔细研究了大半夜的9字真言，虽然熬了个通宵，但曹小纯并不觉得有多困。看了看时间，今天表示高考试练的日子，而他们申报帝都大学的测试却不在学校操场，因此洗了一把脸以后，曹小纯便打算前往学校搭乘小车。来到学校的时候，许多同学早已赶到，每个知名高校都在操场上摆了一个小摊，那些招生处的人员不断摆弄着机器或者一个空间擂台。曹小纯正打算寻找校车，却看到李寒一4人向自己走来。早，小纯。旭老八迅速来到曹小纯旁边，拍了拍他的肩膀，脸上笑得异常灿烂。因为自己那优异的成绩，回到家以后，父母差点把自己当祖宗一样供着。这半个月来，旭老八深深享受着这舒服的感觉，差点有些忘我。而李文斌的待遇也差不多，毕竟寒门出贵子这句话好像就在他身上实现了。至于洪建军，按照他的话来说，自己跟老爹斗智斗勇，在其死缠烂打之下，他老爹终于答应了自己的要求，而这次考试就是走个过场而已。这隐藏石你拿着，有了它，除非专业的仪器或者自带高级探查天赋的技能以外，没人可以看出你的信息。李寒一缓缓走上前，将一枚串着绳子的黑色石头递给曹小纯。因为龙巢的缘故，他们4人现在的装备基本都是铂金级，因此为了防止有人起贪念是很有必要的。
因此李寒一将情况汇报给自己的父亲以后，李家花了挺大的代价弄了5块隐藏石。多谢。曹小纯笑了笑，一把将石头接了过来。对于李寒一的好意，并没有拒绝的必要，毕竟他们现在也算一个团队。再者说，怀璧自罪这个道理，他比任何人都明白。众人闲聊几句，便见班主任急匆匆地跑过来，催促着4人快点上车。而在校车上，他们才知道为什么首都大学会单独前往另一个区域进行考试。原来曹小纯他们5人的成绩传送到系统以后，引起各市一片哗然。这种满分的成绩不是没有，而是就没有 H 市这么变态的。一个学校出了5个试炼满分，听说原本在养病的校长当天就出院，去省里开会的时候，那个大嘴就没闭上过。而且不管是3中还是各个中学，今年的觉醒率都提高了 15% 以上。虽然没有隐藏职业，但各种高级职业却层出不穷，以至于 H 市今年报考首都并且通过审核的学生异常的多。因帝都大学那边统一决定向 H 市增加人手，并单独设置考场，争取1天内测试完毕。因为按照9州律法，高考只能进行1天，因此帝都大学要对学生们负责。同学们，特别是我们班的同学，我相信你们个个都是人中龙凤，通过这简单的测试，那是相当简单的，千万不要紧张。班主任在车上激动地说道，毕竟这震惊9州的事件可是出自他的班级，自己身为班主任，那脸上是相当有光，升职加薪指日可待。校车行驶了1个多小时，转眼间便出了市区，又路过一片茂密的树林后，只见一块巨大的荒地出现在众人眼前。缓缓下了车，许多工作人员在不断忙碌着，而曹小纯清楚地见到校长穿着一身修身的西装，在台上谈笑风生，那样子丝毫看不出这是一个病号。因为考试台没有搭建好的缘故，众人只能在一旁等着。很快8个中学的学生全部聚齐，曹小纯大概看了看，起码有500多人要参加考试。看来的确像班主任说的那样， H 是今年的风水已经炸了。第39章再见王刚。大约等了半个小时，老师们才开始组织排队。经过各个校长以及招生处负责人的发言后，考试正式开始。帝都大学的高考分为2个类型，第一阶段都是体能以及精神状态的检查，这是所有院校招生最基本的流程，而第2阶段才开始分类型。辅助系的考生根据自身的职业分别去往一边的考试场地，药剂师的就是炼药，治疗师的就是测试治疗强度，而特殊职业会有一个专门的考场，由4位来自不同专业的老师分别出题。至于战斗系职业的检测就显得更加粗暴了，场上一共有10个擂台，考生与监考员比试，并撑过20个回合算合格。而这些监考老师基本上都是白银阶的高手，跨越2个阶级，要在监考员手中撑过20个回合。该说不说，这规则当真是残酷。曹小纯听着台上散布的回忆，不由笑了笑，相信这些监考员们下手都应该有分寸，要不然撑过20个回合那是在做梦。就因为这个规则有很大的漏洞，所以这些监考员基本上都是临时抽调的，而且没有一个是 H 市本地人。李寒一在一旁搭腔道，可以说学校为了公平，已经将回规则完善到了极致。学生们缓缓带队交着自己的个人信息，并按照号数等待着测试。就在这时，一名穿着一身绸缎拿着扇子的青年缓缓向曹小纯走来。因为学生都坐在指定的位置上，因此赵浩的目光显得有些居高临下。你就是曹小纯吧？没想到一个废物职业竟然侥幸通过了帝都大学的审核，不过你真的以为通过审核就能入校了吗？曹小纯抬起头，眉头轻皱，他敢确定自己并不认识这个人，而且看他胸前的徽章，这应该也是个监考员才对，为什么他会突然过来向自己挑衅？哦，这位监考员难道是看不起我们 H 市的考生，所以特地过来弄个下马威吗？赵浩的动作让曹小纯莫名不爽，因此他特意将话音提高，为的就是引起周边的注意。虽然不知道这人到底要干什么，但只要他敢顺着自己的话接下去，那到时候自然会有人过来收拾他。果然，曹小纯的声音引起了周围的注意，许多人齐刷刷地看了过来，同时也包括一些老师。望着众人的眼光，赵浩那柔和的笑容瞬间凝固，没想到自己才刚说了一句话，这人竟然给他闹出这么大的动静。难道曹小纯真的不怕得罪考官不成？她是水云姬最狂热的追求者之一，这个女神从刚进入帝都大学开始就引得校内一阵轰动，不仅仅是因为她的美貌，而且还有那强横的实力。哪怕水云姬现在才是大2，但她本身的实力已经超过大多数大3甚至大4的学生。而赵浩有幸与这位佳人同在一个班级，从见到水云姬开始，他就发誓毕生非她不娶。随着女神被人挖出的资料越来越多，令所有人没想到的是，这位佳人竟然早就已经名花有主，而且还是一名高3的学生。这个消息令他的追求者们恼怒不已，可以说曹小纯还在高中就已经进入了一堆人的视线。在听到曹小纯觉醒了蛊师这一职业的时候，众人才刚松了一口气，没想到
他的资料竟然通过了帝都大学的审核，而赵浩在高考前段时间竟然抽到了到 H 市监考的资格。在那一刻，他就发誓自己绝对不会让曹小纯通过考试。小弟弟，你误会了，这人天生就不会说话，我想他只是要过来关心关心考生的状态而已。就在赵浩想招法子打算怎么找个台阶下时，一道粗犷的声音从后面传来，只见一名穿着白色修女服的美人缓缓走来。赵浩，哪怕你是学生会的成员，那你知道公然威胁考生是什么后果吗？王刚不屑地瞥了瞥一旁的赵浩，冷声传音道。从他走过来开始，王刚便注意到了他对于赵浩的行为，他觉得异常不耻，但为了学校的声誉，他也不得不出来帮助其解围。哼！听到王刚的话，赵浩冷哼一声，随即甩了甩手，掉头离去。小弟弟，没想到你竟然是曹小纯，看来你今天倒是有的受了。王刚看着曹小纯，微微一笑，淡淡道：没想到这个曾经有些一面之缘的客户，竟然就是曹小纯，而且从之前的交易以及能通过审核的情况来看，这人身上可是有着不小秘密啊。王刚姐，你也是这次考试的监考员？听到那粗犷的声音以及那天使般的面容，曹小纯愣了愣，没想到那小店的老板竟然也是帝都学院的人。我只是个替补，而且辅助系那边应该用不到我。王刚神秘一笑，淡淡道：姐，你刚才那话是什么意思啊？我好像并没有得罪他们吧？既然有个熟人，曹小纯自然想弄清楚眼前的情况，他想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莫名背了一个麻烦。你当然没得罪他们，不过你的身份以及名字倒是在帝都学院挺出名的。王刚微微一笑，来，小猴子，给姐姐让个座，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强行占了旭老八的座位，王刚缓缓将水云姬的事情轻声说出。而在他说出水云姬这个名字时，曹小纯便有了一些不好的预感。没想到这个名义上的未婚妻还真能给自己惹麻烦。我套他猴子，这样一来，那狗日的不会针对小纯吧？听完王刚的叙述，旭老八先是一愣，随即急切地说道：这考官公然针对你们也不管？一旁的李寒一皱着眉头，显然也有些担心。怎么管？规则就是这样，在考官手下走过20回合，而且过来的时候，这些考官都是临时抽取的，理论上来说，他们不会针对任何人。王刚撇了撇嘴，淡淡道：对此他也没什么好方法，毕竟监考官的权力的确过重了，但很多事情学院已经尽力做到了公平。不过考试也得有个度，那赵浩如果真的用力过猛，事后完全可以申诉这场考试不算数，要求重考。不过且得看小弟弟你能让他使出多少手段了。想了想，王刚想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法。行了，也不打扰你们了，我留在这实在引人注目。说完，王刚便起身离去。小纯，现在该怎么办？旭老八急忙来到曹小纯身边，快速询问道。他可不想因为曹小纯因为这种不公平而淘汰。李寒一三人也凑了过来，似乎想要商量着解决办法。慌什么？不就是白银级？我们又不是没杀过。既然了解了事情的经过，那曹小纯心中也再没疑问了。既然这赵浩想针对自己，那他也不介意摆出所有实力跟他斗一斗。第40章，不择手段李寒一。曹小纯的话经旭老八安慰的话语顿时塞在喉咙里，再也说不出来。不是大哥，我们用得着这么膨胀吗？现在青铜级都没达到，你要去干人家白银剑。刚才我可用探测术看到了，那憨皮28级呢。没错，我们是干死过3个白银剑，但人家在虚弱状态啊。不是，小纯，我知道现在的情况有点紧急，但我们总不能胡言乱语不是？最重要的是要怎么度过这一关。想了想，旭老八叹了一口气，苦口婆心地劝阻道：没事，我有分寸。对于旭老八的质疑，曹小纯并没有在意，相差2个等级的确像个天堑，但却不是一定的。凭借着比诺修2姐妹以及飞头谷，他并不觉得自己不能通过测试。行了，老八，你是不是忘记老大身旁那些怪物了？到底是洪建军见过世面，在曹小纯说出并不害怕那监考官的威胁时，他就想到凭着老大身边的怪物走个20回合的确不是什么问题。别的不说，就说那只大蛤蟆体积摆在那呢，打不过挨个10来招，那是问题吗？旭老八听到胖子那不屑的口气，正想反驳，可仔细想想也对啊，那比诺修姐妹可是幽暗密林的 boss， 平时别人去刷，哪怕白银级都得吃点苦头，扛过测试完全没问题啊。你不会因为一句话就将他宰了吧？李寒一沉吟许久，望着曹小纯的表情，悠悠问道。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他比任何人都了解这位同桌的恐怖，这可是没有绝对把握不出手的主。既然曹小纯敢这样轻松，那李寒一怕的已经不是能不能通过测试了，他是害怕这人暴起将人家给宰了。说什么呢？我是那样的人？李寒一的话让曹小纯嘴角一抽，老子明明是正派人物，怎么被你形容的跟个恶魔一样？行了，别讨论我了，马上就测试了，
以你们现在的实力，难道真的晚上去被动挨打挺过去，这样不是太憋屈了？想了想，曹小纯决定忽悠一下，两人搞点大事。洪建军不算，这胖子不用打架。切，省省吧，挨顿打能过去都不错了，你还想搞事？旭老八看着曹小纯那不怀好意的笑容，嘴角一撇，那高考做个恶作剧，也就这人能想得出来了。想打赢，正面硬刚不可能，除非用点手段，而且是一长不耻那种。倒是李寒一仔细思考了一下曹小纯的建议，认真发言道：“不是，大姐你想搞事啊？”旭老八与李文斌瞪大眼睛，满脸不可思议：“这女人脑子是一根筋吗？”“哦，有什么计划？说说。”曹小纯来了兴趣，期待般的问道。“保密，不过你那赖哥宝的毒能装瓷瓶中，分我点吗？还要解药，不能将我自己给毒倒了。”李寒一想了一下，随即淡淡道。就在场中考试徐徐进行的时候，曹小纯观察了几场战斗，与自己预料的一样，所有的考生基本都是挨打的状态，而监考员下手也十分有分寸，凭着考生们的等级，如果努力躲避，是可以将招式闪避过去的。李寒一、李文斌、旭老八、张三丰上台。又是一轮比试过去，很快轮到了三中的学生，而李寒一三人率先打了头阵。对于旭老八两人的战斗，曹小纯实在没兴趣观看，毕竟他们手握铂金器呢，等级也比其他考生高，这要过不去，那不去回家卖红薯算了。反倒是李寒一，他上台前可是说要搞事情，那就看看他的表现。只见李寒一一身素衣，缓缓走上台，站在台上时，底下顿时响起了不小的轻呼，毕竟家人的面容和身材都是顶级的存在。而测试他的是一名瘦血战士，也是一名年轻人，帝都大学的监考官几乎都是大三大四的学生，因此寇文翰在初见李寒一时，内心不由一动。开始吧。寇文翰拿着一把长枪，自认为摆出一个很帅的姿势，淡淡道：“我有个问题需要询问一下考官，我可以用任何手段吧？”李寒一并不着急动手，而是冷声问了一句。这话让寇文翰身体一愣，虽然有些疑惑，但还是肯定的回答道：“当然，你可以用任何手段躲避我的攻击。”得到肯定的回答后，李寒一轻轻点了点头，随即来到擂台中心位置，轻吐一口气后，先只往戒指上一抹，随着一道黑色的流光闪过，一件黑色的祭祀服瞬间套在身上，手中也多出了一把妖异的巨镰。只见李寒一轻轻一挥，两只魅魔瞬间影响，拿着长鞭虎视眈眈地看着面前的敌人。副本内本就是丛林法则，所以哪怕是测试，也要当作实战，而且要不择手段。李寒一眼睛一眯，这是他从曹小纯那里学来的行事方法，虽然可能有些无耻，但总比以后失去性命的好。上！随着李寒一一声令下，两只魅魔冲着寇文翰爆射而去。看着主动攻击的两只魅魔，寇文翰却觉得有些好笑，自己可是25级，就凭着这两只8级的魅魔，也想拦住他吗？想到这，寇文翰不由摇了摇头，随手挑起长枪，冲着两魅魔轻轻甩出一道枪锋。唰！嘤！刺啦！猛烈的枪锋将两只魅魔瞬间挡住，巨大的力量让其被震飞。可令人没想到的是，这枪锋似乎太过猛烈，竟将魅魔身上的斗篷震得粉碎，而两只魅魔穿的本来就凉快，一时间春光无限。我去，监考官不是故意的吧？魅魔果然是大邪恶呀！原来考官是同道中人。因为突如其来的变故，寇文翰面色一红，他征战副本多年，什么时候见过这样的场景？而且底下学生的议论声更让他心神打乱，脸上有些骚得慌。别胡说，我没有，这是个意外。实在忍受不了底下的议论，寇文翰回过头发声辩解道。可就在这时，只见一道黑影瞬间闪到寇文翰面前，将3枚瓷瓶狠狠一砸。砰！伴随着瓶子破碎的声音，大片黑雾蔓延而出。寇文斌一时没注意，吸了一口后竟感觉有些头晕。而此时李寒一再次挥动巨镰，一只魁梧的3头魔虎应现而出，猛地冲着黑雾中奔去，而两只魅魔瞬间完成了换装，紧随着魔虎的身影掠去。刹那间，阵阵拳拳到肉的声音从黑雾中响起。第41章高山流水。李寒一的突然偷袭让在场所有人为之一愣，如此不讲武德的手段竟然出现在了一个冰山美人身上，要不知道的还以为这并不是一场测试，而是在对付自己的仇人。曹小纯嘴角一抽，他实在不愿用猥琐这个词来形容一个女生。记得李寒一以前不是这样，以前的同桌是这么讲原则，这么的高傲，这觉醒才多久，怎么变成这样了？想不通的曹小纯将这一切的锅都推给了旭老八，毕竟能做出这种事情的倒挺像老八的性格，而且这人还异常有感染力，因此李寒一被带坏也是情有可原。考试录像我见得多了，这还是第一次看到监考员被摁在地上打的，听听那惨叫声，简直让人心疼。美女都是这样暴躁的吗？可这样是不是有点不讲武德？呸，这明明是帅真好吗？证明女神对每一次战斗都是很认真的，
这才是职业者该具备的条件。有道理。考生们在底下议论纷纷，而各个监考员以及负责人对着突如其来的情况感觉异常震惊。那负责人表示，自己经历了这么多届高考，就没遇到过这种事情。一时间自己上去阻拦也不是，但看着寇文翰被殴打也不是。嚎叫声响了将近10分钟，那黑雾寥寥散去，只见寇文翰被一根绳子绑着，三头模糊锁着喉，两只魅魔抬起砂锅大的拳头，径直往脸上招呼着。而此刻的寇文翰皮肤上竟显露出淡淡的青色，原本那张洁白的脸庞早已变得浮肿，如同一个猪头。寇文翰现在清醒无比，但因为中毒的缘故，浑身上下都使不上力气，只能任由3只恶魔揉捏。原本以他白银阶的实力，想要躲避这毒物那是轻轻松松的事，但因为分了心神，反应过来已经有些来不及了。而且当时自己刚想运起防御，结果那3头魔虎上来就是一顿暴锤，直接让他吞了一大口毒。见到黑雾散去，再察觉到众人的目光，寇文翰觉得自己现在想死。自己可是白银阶啊，就这样被人摁着打，别说面子了，能去直接能被别人笑到毕业好吗？情急之下，寇文翰一阵气血攻心，瞬间双眼一翻，竟然直接晕了过去。考核结束，过关。一道白影掠到台上，将3只恶魔轻轻甩出，大喝道：“来人正是王刚。”看着自己的同学被锤成这样，心里觉得好笑的同时，又感叹着这姑娘的耿直。卧槽，赢了！黑铁级打赢白银级，女神牛批！女神我爱你，让我当你的狗！听到王刚的话，李寒一轻轻点了点头，撤下身上的装备，对躺在地上的寇文翰轻轻鞠了一躬，表示歉意。大姐厉害，没想到啊，你还真能把监考员收拾了。刚刚走下台的旭老八看到被担架抬走的寇文翰，快速走到李寒一面前，震惊地夸奖道：“我表现如何？”没理会旭老八的恭维，李寒一转过头看着曹小纯：“不错，我挺喜欢这样的方式。”曹小纯笑了笑，虽然这种行为看起来不怎么道德，但却是一个挺好的品质。在副本中，没人会知道自己这趟会遭遇什么，因此优先考虑的应该是自己的安全，然后才是所谓的道德感。所以对于李寒一连个测试都异常较真的行为，曹小纯表示异常欣慰。但以后最好劝他离旭老八远点，毕竟有些优点可以借鉴，但一些缺点那就不要学了吧。曹小纯、张翰、李峰上台。没等多久，很快便轮到了曹小纯。而这场战斗比之李寒一那场显得更加引人注目，因为曹小纯刚才那一嗓子，旁边很多人可是看到了赵浩的挑衅，一个被监考官针对的考生，而且还是一个古尸职业者，许多人都想看看曹小纯能坚持多久。哼，没想到你还真敢上来。赵浩缓缓走上台，整个人的气质就如同一柄锋利的宝剑。你觉得你能在一个剑仙职业者手里坚持几招？虽然自己的行为有些不耻，但为了水云姬，他不介意做这个恶人。只要能将曹小纯淘汰在高考这关，那么因为距离的缘故，他以后跟水云姬见面的机会恐怕就会少了很多，那自己的机会不是变得更大了？听着赵浩的话，曹小纯冷冷一笑，两人本来无冤无仇，他竟然因为一些莫须有的原因而记恨自己，那他也不会跟赵浩客气。赵学长，好歹你也是白银阶，要不让我这高中生2招如何？没理会赵浩的挑衅，曹小纯淡淡道：“哼，让你3招都没问题，不过3招过后，你就安稳的滚下台吧。”对于曹小纯的话，赵浩显得无所谓，他可不是寇文翰这种货色，对于黑铁阶1招足矣。那我就不客气了哈。曹小纯也没多跟其废话，白玉葫芦应现而出，缓缓浮现在腰间。我最近新学了2首曲子，还请学长品鉴一下。说完，曹小纯抽出骨笛，缓缓放在嘴边，一首高山流水从骨笛内奏响，嗡嗡嗡，2道流光伴随着笛音掠上半空，刹那间，阳光好像被乌云遮挡，一张大网冲着赵浩头上铺盖而下。杀人蜂、蝗虫，不明所以的赵浩看着那有2种毒虫组成的大网，眼睛一瞪，来不及考虑，急忙抽出腰间的长剑，道道剑气喷涌而出。当当当，剑气划过之处，径直将杀人蜂骨拦腰斩断，发出道道铁器碰撞的声音。随着剑气成型，哪怕2股已将赵浩身边围得密不透风，但却对其造不成一起伤害。曹小纯见状也不慌张，不紧不慢地吹奏的笛子，又一道黑光喷射而出，只见一只巨大的蛤蟆瞬间出现在擂台上，周身缠绕着5毒黑影，冲着赵浩爆射而去。标自绝，统自绝。曹小纯心中默念，随着天赋技能的施展，红绿色的音浪显化而出，小强周身的5毒变得更加狂暴，而那些被赵浩斩杀的子骨竟然神奇的死而复生。轰！伴随着一声巨响，赵浩直接被小强撞飞，而那杀人风骨跟着那飞出的身影爆射而去。第42章击败赵浩。卧槽，这你妈是古尸还是最弱职业？曹小纯的攻击虽然只是瞬间，但爆发出来的手段却让在场之人感到无比的震惊。和李寒一不同，
曹小纯这可是直接选择正面硬刚啊！那漫天的毒虫和那只丑蛤蟆，虽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但竟然能将赵浩打退。而曹小纯虽然隐藏了自己的面板，但他们都知道，在场的考生都不会超过黑铁阶，也就是说，这人以跨越2阶的距离，生生打退了白银阶的考官。而且赵浩的职业还是主杀伐的强力职业剑仙，这怎么能让人不震惊？老李，这就是你们学校之前觉醒的古尸？一中的校长看着同样一脸呆滞的李校长，满眼不可思议。之前听到3中又觉醒了一个隐藏职业后，各校校长直接破口大骂李长空这走了狗屎运的东西。但听到觉醒的是古尸以后，又美滋滋的提着2个果篮去医院看望自己的老伙计。可现在，你管这职业叫做古尸，还特么是公认的最弱职业。他们很怀疑，那觉醒古尸的消息是不是李长空这贱人故意放出来的烟雾弹，然后特意选在今天过来跟他们装犊子。这有什么？我3中人人如龙，哪怕觉醒了古尸，强了点怎么了？这只能证明3中风水好，垃圾职业照样能出奇迹。李长空虽然也是异常震惊，但在一群老友面前，自己岂能失了身份？既然事情都已经这样了，这白来的装逼机会，他能不要？一剑双寒14周。就在众人讨论之时，一声暴喝猛地从擂台上响起，无尽的剑影将场上所有子骨震死。而赵浩披头散发，握着长剑，冲着小强砍去，道道剑光与那五毒虚影以及黑色浓雾纠缠到一起。赵浩咬着牙，从小强的攻击中，他能判断出这是一个青铜高阶的怪物，但那一身带毒的皮肤却异常麻烦。哪怕自己已经用出了白银级别的战力，但一时间自己竟然不能拿下他。望着那挡在面前的癞蛤蟆，他从未感觉如此憋屈。这曹小纯难道真的只是黑铁级？战老，这已经是坏了规矩吧？上面的对战早就过了20回合了吧？你们还不宣布？李长空感受着场上爆发的气势，眼睛一眯，望着一旁的负责人淡淡道：这本就是一次考核，你一个白银级的监考官对战一个黑铁级别的考生，竟然拿出自己最强的实力，这不是故意欺负人吗？别说曹小纯今天给自己弄了一个这么大的惊喜，就算他真的是废物职业，遇到这样明目张胆的针对，他也要为自己的学生出头。李校长，别急，你看你的学生脸上好像并没有什么慌张，这就证明他还没到自己的极限，不妨再看看，看看他到底还能给我们多大的惊喜。而且王刚一直在附近准备着，放心，不会让你的学生受伤的。战锋笑了笑，急忙安抚着李长风，他觉得曹小纯不错，觉醒了一个公认最弱的职业，但却能在黑铁阶和白银阶的强者打得有来有回，这简直就是不可思议的事。但这毕竟是隐藏职业，难道是因为他找到了古尸成长的方法？因此战锋觉得还是让战斗继续下去，毕竟赵浩现在已经28级，虽然现在看起来狼狈，但应该不会输，正好用这场战斗探一下曹小纯的底线在哪。哪怕是试探，也不用在这种场合吧。对学生印象不太好。一旁的几名校长对视一眼，淡淡道：刚才赵浩的动静闹得太大，只要不是傻子都知道台上的战斗不对劲，因此台下已经开始议论纷纷了。这不是欺负人吗？看那监考官的架势，早过20回合了，为什么没人宣布？哪怕是故意针对，也不能这么明目张胆吧？这是非要把人刷下去啊？裁判呢？这完全不公平，一个黑铁级能撑这么久，已经很优秀了，为什么还不算过关？考生们对于未来以及那些不公平的制度是热血的，哪怕异常憎恨的曹小纯的周元龙此刻也开口发声。毕竟如果遇到这种不公平的事情，大家都不说话的话，鬼知道下一个会不会轮到自己。放心，我自有分寸，这曹小纯这次不管如何是一定会被录取的，我们学院可不会放过这么好的一个苗子。战锋笑了笑，自信地说道。轰轰轰，道道爆裂声几乎阻挡了那支优美的乐曲，而回过神来的赵浩也凭着等级的压制将小强打得节节败退。此刻的他已经不管什么测试不测试了，他必要将曹小纯打倒在这。当当当！正当赵浩想快速将小强解决时，又是9道淡青色的黑影迎面扑来，身体的本能反应经赵浩收剑格挡，只见一枚头颅狠狠咬住自己的剑刃，还有8个头颅在盘绕在自己四周，并冲着他各个部位咬去。爆裂剑！赵浩咬着牙，一道剑气猛烈一炸，这才堪堪躲开飞头的攻击。又是青铜级高阶的怪物。此刻的赵浩已经觉得有些心惊了，他感觉自己面对的不是一个黑铁阶的考生，而是一个白银阶的召唤师。轰！又是道道音浪散开，场上所有的蛊虫又瞬间恢复如初，一切都回到了原点。而赵浩看到，心态却有些崩溃。要知道，自己的体力以及魔法在不喝药剂的情况下，可是不会恢复这么快的。而且这里面又加了9个青铜级的头颅，再这样来一波，他可能会被生生耗死。万剑归宗！赵浩咬了咬牙，右脚轻轻一蹬，整个腾空而起，无尽的剑气在其身上汇聚，
很快，一个巨大剑刃龙卷在擂台上形成，冲着各种蛊虫狂卷而去。这已经是赵浩最强的招式，显然他已经开始拼命了，想要一举将所有的蛊虫以及曹小纯一起卷下台。曹小纯见状，缓缓放下蛊笛，望着那巨大的龙卷微微一笑，自己除了这些蛊虫外，还有2张底牌呢。而跟赵浩僵持了这么久，这2张底牌可是在他蓄力开始就已经藏在了那龙卷里了。第43章李长风的憋屈啊！就在剑刃龙卷准备与蛊虫们接触时，一道惨叫声在龙卷内传出，而原本猛烈的剑刃竟然开始无火自燃，在那烈焰中竟嘈杂着道道寒流。轰轰轰！一冷一热的2股力量迅速将风暴感染，一道冰火相间的暴风在擂台上映现而出，而原本藏在其中的赵浩此刻竟然在不断哀嚎，仿佛忍受了极大的痛苦。曹小纯见状，轻轻叹了一口气，手指轻轻点了点白玉葫芦，所有蛊虫瞬间消失。嗡！伴随着一道嗡鸣声，一道巨大的天使虚影从风暴背后爆发，只见虚影轻轻一点，那冰火龙卷瞬间消散，而比诺修2姐妹也出现在了众人眼前。王刚身形一掠，从比诺修2姐妹中间将那上半身已经烧得焦黑，下半身冻成冰块的赵浩拉出。在看到比诺修2姐妹时，他的瞳孔中闪出一丝震惊。这2个 BOSS 消失在九州可是一件大事，没想到竟然是被曹小纯收服了。这样一来，为什么比诺修2姐妹没有刷新的原因就已经找到了，毕竟原来的还没死呢，又怎么会出现新的？随意检查了一下赵浩的伤势，王刚又觉得有些无奈，这曹小纯完全是下死手啊！如果不是自己救援及时，恐怕这赵浩今天就得死在这。哪怕是这样，赵浩接下来起码也要躺3个月了。考核结束，曹小纯合格。我尼玛，那不是比诺修2姐妹吗？竟然被曹小纯收服了，这人还是黑铁级、白银级的考官，败了。这是书本上说的最弱职业，原来这才是条大腿啊！隐藏也太深了。随着赵浩落败以及比诺修2姐妹的现身，不仅是底下的考生们感觉不可思议，连主席台上的战锋和各校校长内心都震惊无比。连跨2阶打败对手，这已经不是能用天才来形容了，在他们的印象里，好像也只有契约了巨龙的御龙师，靠着巨龙的力量才能做得到。曹小纯听到王刚宣布结果，右手轻轻一挥，比诺修2姐妹瞬间消失在了原地。这次的战斗也算是曹小纯的第一次正面对敌，在这之前，不管是收服比诺修2姐妹也好，对战张衡也罢，对方的状态都不是完整的。虽然赵浩这次也有轻敌的缘故，但经过这次的决斗，曹小纯也对于自己的实力有了一样的了解。至于为什么自己刚才下重手，原因很简单，对于赵浩这种心胸狭隘的人，若不一次性给他一个重创，那么过后赵浩很可能会继续过来找自己的麻烦。而且这次是帝都学校坏了规矩在先，是他们的自大才以为赵浩能处于不败之地，因此出现什么后果，那也怪不得他。没理会考生们的议论，曹小纯缓缓回到旭老八一行人旁边，重重吐出一口气。小纯，你牛皮大发了，黑铁级打败白银级，这是什么人间梦幻？旭老八快速凑到曹小纯面前，激动地说道。在之前的副本中，他就知道曹小纯觉醒的蛊师职业很厉害，没想到竟然是这么的变态。行了，别咋咋呼呼的，运气好罢了。曹小纯瞥了一眼旭老八，淡淡道，对于今天的结果并不会让他感到骄傲，毕竟以后的路还有很远。老李，看到刚才的比诺修2姐妹了吗？这蛊师的性质不会就是能够控制这些区域吧？主席台上的众人强行压住那震惊的心情，并命令考官们维持现场的秩序，毕竟考试要继续，今天可是得将所有人都测试完的。不过此刻的他们注意力也根本没在台上，反而是思考着刚才看到的那一幕，毕竟这样的场景实在太震撼了些。二中的校长沉吟许久，便抛出一个大胆的假设，能控制区域 BOSS 的职业，他们活了这么多年，可从来没有听说过，但蛊师终究是隐藏职业，虽然已经被判定为最弱职业，但这一切的根本是找不到这个职业的修炼道路罢了。假设真的是这样，那这个职业就恐怖大发了。要知道，这些副本的 BOSS 虽然等阶摆在那，但攻略他们的时候，没有2个比之高上一个阶级的职业者，还真拿不下他们。如果曹小纯的职业真的能控制这些 BOSS， 那就意味着他永远都可以跨级战斗。李长风被二中校长的问题问得一愣，虽然他觉得这老东西说的挺有道理，但你问我要结果，我怎么会知道？看到那一张张想要知道答案的表情，李长风显然有些不自在。可嗨，对于学生的发展，一般来说，学校主要以教育品德为主，基本上不会干涉他们自身职业的进度。所以今天出了这样的事情，我觉得等会应该找他聊聊。这话说的，你不会完全没关注吧？作为一校之长，学生觉醒了隐藏职业，竟然还能这么风轻云淡，看来你这3中校长做的完全不合格呀。听到李长风那支支吾吾的样子，他们就知道
这人估计啥也不知道，与其等他回过神来，用今天的事情到处炫耀，倒不如在这先将他一军。就是，要这是我的学生，我一定第一时间了解清楚，也不至于挺大的老头了，在这一问三不知。你他娘的，老子这段时间住院呢。而且曹小纯觉醒的是古师职业不错，但这职业在今天之前，谁不知道以前是什么条性？这种话怎么能从你们的嘴巴里说出来啊？的确，李校长，今年你们学校可是出了大名了，这可是高考开启以来第一次有2个学生能够击败导师的。这件消息一传出，估计又是一场轰动。而且我再告诉你一件事，你们3中有个叫洪建军的，觉醒的是厨师职业，但他做的菜竟然拥有治疗、回复、增加战力的效果。刚才测试的时候，连辅助系的导师对于这种情况都震惊不已。你啊，平时还是得多关心一下学生。战锋摇了摇头，今天给他的震撼实在太多，因此他也想找个发泄口，而这个一问三不知的李长风貌似就是最好的对象。听着战锋的话，李长风的表情已经变得呆滞，谁能告诉他，在自己住院的这段时间里，学校到底发生了什么？第44章，万物皆可为谷。虽然这次考核怪事一件接着一件，但也没有影响高考的进度。将近下午5点的时候，所有学生考试结束，而帝都大学也第一时间将榜单放了出来。有人得意，自然也有人失意。今天参加考试的学生有将近1/3的考生被刷了下去，而这些落榜的学生可以拿到帝都大学的公函，重新选择低一级的院校。毕竟在这个世界并没有复读一说，因此这次的选择可以说是大多数人一生的转折点。考过了就是鱼跃龙门，没考过，那你连平级的学院都上不去，只能选择低一等的院校。随着校车回到学校，正当曹小纯准备回去时，班主任却叫住了他，连同的还有李寒一、旭老八3人。随着班主任的带领，4人来到校长办公室，只见李长风早已等待多时。来，过来坐，别客气。见曹小纯3人走进门，李长风起身，热情招呼着，而那脸上洋溢的笑容基本上就没断过。校长好，随意打了一个招呼，众人便坐下。不知道李长风留下他们到底有什么事情？不错，都是好孩子。你们今年可是为学校争了大光了，因此经过校委会决定，将对你们给予一定的奖励，让你们未来的道路更加顺利些。李长风显得异常兴奋，虽然之前在考场上自己被呛得不轻，但这并不妨碍曹小纯他们是3中学生的事实。既然学生争了光，那自己这个校长是肯定会得到该有的荣誉的，因此他决定单独对曹小纯4个人奖励。校方决定给予你们1人50万9周币，以及1件契合你们职业的白银器，而且还会将你们的照片制作成相框，挂在校长室的墙上。听到李长风的话，众人先是一愣，没想到学校这边竟然这么大方，竟然拿出了1件白银器。虽然曹小纯一行人在龙巢内得到了铂金级的宝物，但这并不代表着白银器的价值就很低。相反，在市面上1件白银器的价格几乎都在2000万以上，如果是武器的话，价格还要翻上1倍。由此可见，学校对于他们的补贴到底有多高了。至于荣誉墙，这是李长风任职以来开创的典型，每届大放异彩的学生都会被其挂在墙上，可以说这间校长办公室就是李长风最大的一份宝藏。多谢校长栽培。回过神，众人急忙道谢。不客气，这是你们应得的。不过有一件事我有些疑惑，还想请曹小纯同学为我解答一下。看你今天的表现，应该是掌握了蛊师这一职业的修炼方法，能告诉我蛊到底是什么东西吗？蛊师的手段是不是可以控制那些副本中的区域？李长风柔和的点了点头，随即转过头疑惑的问道。从曹小纯今天的表现中，他们可以判断出来，蛊师这一职业并不是最弱的，而是一个超强力的隐藏职业。之所以这些年表现成这样，完全就是因为找不到修炼之道罢了。而且李长风包括战锋对于2中校长那可以控制区域 BOSS 的手段很认可，并猜测这就是蛊师的攻击方法。而李长风就是想要证实这个猜测的真实性。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他一定会尽快汇报到帝都大学，对曹小纯全力相助。毕竟这样变态的能力已经可以确定，只要他能成长到一定的程度，那就是一个王者。李长风的话也引起了李寒一他们的注意，对于曹小纯的职业，他们也十分好奇。听到校长那有些不着调的疑问，再望着众人那好奇的表情，曹小纯嘴角一抽，随即摇了摇头。当然不是，怎么可能随意控制那些副本首领？控制区域 BOSS， 那应该叫做领主控制师，而不是蛊师。虽然依靠着奴隶蛊，这个想法理论上也能做得到，但是真以为这些领主是说控制就控制的？之所以自己能用奴隶蛊掌控比诺修2姐妹，完全就是各种天时地利加在一起，才得到了一个机会。不然，当时如果自己跟其正面硬刚的话，曹小纯敢保证，这2姐妹哪怕选择自爆，也不会任由自己控制。蛊这东西，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一门科学，就如同亡灵法师或者巫师的研究一样，
不过蛊的研究方向是用世间的万物重新组合，从而制造出一种新的生物。可以说，只要找到方法，万物皆可为蛊。如果要从蛊的来源以及功能开始说，那说个10天半个月，估计也说不完。因此，曹小纯想了想，说出了一个众人比较容易接受的理由：科学研究。听到不能随意控制领主之时，李长风感觉有些失望。但曹小纯说出蛊其实是一种科学，可以研究之时，他的心思又活络了起来。不管是亡灵法师还是巫师，这都是大名鼎鼎的强力职业啊！除了他们本身的战力以外，最重要的还是他们可以研究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有了那些物品，照样可以让他们越阶战斗。而那句万物皆可为蛊，是不是意味着任何物品到了曹小纯手里，都可以变成蛊这种东西？想到这，李长风心里不由燃起一丝火热。那你对这个职业研究透彻了？真的能将所有东西都变成蛊，然后为你所用？不是，这职业以前就没人修炼成功过，我现在也没有什么头绪，只能慢慢摸索。曹小纯嘴角一抽，哪怕他知道诸天所有蛊虫的炼制方法，但现在自己是绝对不会承认的。不管任何时候，都不会将自己所有的底牌暴露在别人眼里，这是曹小纯行事的铁律。也对，是我太过想当然了。李长风想了想，随即叹了一口气，这曹小纯说到底也只是个19岁的孩子罢了，觉醒了一个前人从未修炼过的职业，能做到现在这样，已经是很了不起了。回过神来，想到自己刚才的问题，李长风自己都觉得刚才是不是脑子不够用。第45章诡异副本。又期待般问了几个问题，却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李长风觉得有些兴趣缺缺。虽然现在看起来曹小纯已经开始崛起了，但那一问三不知，各种大概可能得回答，说的让他心里很是没底。没办法，李长风只能快速转移了话题，鼓励了几人继续努力后，便登记5人到底想要什么白银器。但他发觉，不管是曹小纯也好，李寒衣也罢，甚至是李文斌，对于这个自己看起来已经是天大的奖励，并没有多少感兴趣的意思。到最后，曹小纯选了盔甲类，李寒衣选鞋子类，旭老八大度的选了一个头盔。令人欣慰的是，5人并没有选择武器之类的白银器。其实你们的心意我也了解，不用这么拘谨，想要什么就选什么，哪怕是武器也是可以的。李长风看了看名单，再次确定道：不必了，我们都考虑好了。这不由让李长风感觉现在的小孩子真懂事，快要毕业了，却还想着法子为学校省钱，都是3中的好学生啊。再次激励了几句，李长风便放人离开了。曹小纯正想回家，却发现李寒衣缓缓向自己走来。同桌，还有事？经过半个月的相处，两人倒是相处得很愉快，因此在看到李寒衣向自己走过来时，他就知道这女人估计找自己有事。有，去你家或者没人的地方聊聊吧。李寒衣点了点头，诚恳地说道。虽然曹小纯知道李寒衣说话就这副德行，但这话从他嘴里说出来，却总感觉有些不对劲。这孤男寡女的，你这样说很容易让人误会啊。望了望四周，在确定的确没有人听到，不会给自己带来任何麻烦以后，曹小纯这才点了点头。细狗，你到底行不行啊？两人在小区底下的餐馆内随意吃了点东西，便缓缓上楼。在曹小纯刚准备打开门时，对面竟然传来了一道妩媚的撒娇声。对于对面的彪悍，曹小纯可是深有体会。特么的大白天呢，细狗是什么？走进屋内，随手接过曹小纯递过来的茶水。他是第一次来到曹小纯住的地方，这里虽然看着挺不错，但外围的环境却让他感觉有点不好。而且这隔壁也太吵了吧，就是那些长得跟个棍子一样的狗。对于这个问题，曹小纯显然不想深入交流，只能随意敷衍了一句。现在高考成绩已经出来了，很快就要放假，这段时间你有什么打算？李寒衣点了点头，也没多问什么，快速换了一个话题。进入副本练级呗，毕竟2个月的时间，起码也得突破到青铜级吧。对于放假之类的事情，曹小纯表示无所谓。对于现在的他，每天刷级收集炼蛊材料才是重点。如果这段时间没有什么特殊的事情，那他估计每天都会待在副本里。我这有一个副本，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如果可以，我希望我们可以一起去闯闯。李寒衣点了点头，在确认曹小纯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以后，便将自己今天过来的主要目的说出。说来听听。曹小纯先是一愣，表情有些疑惑。基本白银级以前的副本都是国家制定的，哪个市区去哪练级基本上都大同小异。不过李寒衣却说他手中有个副本，这倒是引起了曹小纯的兴趣。因为我这段时间的表现，所以家里花了大价钱从一名大能手中收购了一个诡异副本，而这个区域可以进去2个人，所以我就想到了你。李寒衣喝了口水，淡淡道。因为诡异副本的特殊性，说实话，要是他一个人，李寒衣并没有信心能通过，哪怕这副本才是个黑铁级。诡异副本？曹小纯显得有些诧异，没想到这李寒衣的家族对他真的是下了血本了，竟然现在就给他弄来了这样的东西。和普通的副本不同，
这诡异副本是一种十分特殊的存在。一般来说，整个副本相当于一个区域，不管你是传送还是花费时间，只要想过去，花点时间，你总是能走得到的。但诡异副本不同，这东西相当于一个独立的空间，它们一般都是由死去生物的怨气所化，而且这生物得达到一定的等级才能形成诡异。这副本一般会以物品的形式出现，每一个副本都是可遇不可求的东西，而且里面存在着一些特殊的规则和限制，比如黑铁级的副本只能黑铁级别的职业者才能进入，而且还限制着人数。不过如果你能让里面的怨气消散，那得到的奖励是相当丰厚的，不仅有大量的经验值，还有一次强化灵魂的机会。如果你机缘足够大，还有可能得到那生物生前的传承。因此每一份诡异副本都是异常珍贵的，一个黑铁级的副本价值都不会比一枚黄金器少，而且是有价无市的存在。毕竟哪怕是黑铁级，但谁也不知道那生物生前到底是啥修为。没错，就是诡异副本。如果你没什么特别的事，我想你能跟我一起走走。李寒一望着曹小纯，淡淡道。因为副本只能进入一次，李寒一也不想失败浪费这次的机会，所以想来想去，他还是决定找个外援，而这最优人选自然就是曹小纯了。当然可以，啥时候进去？曹小纯回过神，快速答应了下来。这可是现捡的好处，自己哪有什么理由拒绝？3天后吧，得准备一些针对灵魂东西，毕竟里面的怪物有点特殊。听到曹小纯的回答，李寒一微微一笑。哐哐哐！就在两人商议着诡异副本的事情时，突然阳台上传出一阵猛敲玻璃的声音。两人对视一眼，曹小纯疑惑起身，来到阳台，快速打开玻璃后，只见旭老八光着上身，鞋子不知道跑哪里去了，提着裤子颤抖地站在自家的空调外机上。愣啥呢？快拉我上去！旭老八看到曹小纯，原本焦灼的脸上瞬间消失，急忙求助道。第46章，细狗。看到旭老八的样子，曹小纯顿时感觉后槽牙有点疼，特么的，自己教的都是些什么玩意？这可是8楼呢！强压下心中的恼怒，伸出手将旭老八拽了上来。难怪这段时间旭老八往自己这边跑得这么勤快。刚开始曹小纯还以为他是不是对自己的职业感兴趣，没想到这完全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你知不知道你这种行为放在古代会被那许嵩活活锤死，而且还要背负千古骂名的？曹小纯眼角一跳，似乎有些恨铁不成钢。不对，这事不能怪我，我也不想啊，我原本是过来找你玩的，结果不知怎么的，竟然走错门了，这完全就是个误会。旭老八的眼神有些漂浮，显然这样的理由就算是他自己估计都不相信。那你还能弄成这副德行？曹小纯不屑地笑了笑，看着旭老八那狼狈的样子，异常无奈。我刚走进去，那女孩给我倒了一杯水，结果不小心泼在我身上了，这很正常吧？我想把衣服晾干，刚脱下来，结果她男朋友敲门回来了，这很巧合吧？我为了顾及他们小夫妻的感情，为了不被误会，所以我选择爬窗跑路，这不是为他们着想。旭老八瞪着眼睛，一脸正气地说道，仿佛自己做的一切都是不得已为之的牺牲。对此，曹小纯揉了揉眉心，重重叹了口气。这种几乎一模一样的说辞，他这些年不知道听了多少次，到现在他也觉得有些奇怪，为什么之前没人将这祸害打死？行了行了，迟早有一天你会被人打死，你先在此地别动，我去给你找个衣服裤子。为啥？听到曹小纯的话，旭老八显得有些疑惑，大家都是男的，自己这样有啥不妥？叫你待着你就待着，哪来这么多废话？曹小纯自然不能让旭老八就这样出去的，如果只有自己一个人在家，那倒无所谓，可外面还有个李寒一呢。转过身回到房间，随意找了衣服，没好气的扔给旭老八。等两人出来时，旭老八顿时傻眼了。只见李寒一捧着一个杯子，小口的喝着茶，看着旭老八的眼神貌似有些不对劲。这屋子里竟然还有别人！旭老八心里一慌，没想到在这里竟然能见到李寒一，而且看那十分熟悉的动作，他敢保证这女人绝不是第一天来这里。你就是那条细狗？李寒一挑了挑眉，望着旭老八，淡淡道。虽然没有看到他狼狈的样子，但两人在阳台上的对话自己可听得清清楚楚。虽然李寒一对这种事并没有兴趣，但长这么大也略有耳闻，因此在看到旭老八的那一刻，一句细狗脱口而出。天地良心，李寒一真不知道这话是什么意思，不过看旭老八那排骨般的体型，这句细狗显然很适合他。李寒一的话让其一愣，随即面色如同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通红，这完完全全就是被臊的。刚才的话难道被两个人听到了？哈哈哈，抱歉细狗，这栋楼隔音设备实在有点差。曹小纯当场就笑出了声，拍着旭老八的肩膀，似乎有些略有所指。我操，老子猛男好吧？旭老八瞪着眼睛，瞬间昂起胸口，似乎要证明自己话语中的真实性，但却完全没有什么效果，毕竟这是被人亲自验证过的事。好啊你，曹小纯，你这样做对得起水云姬吗？作为哥哥，我劝你好自为之。
要看自己的话语以及行为没起到什么作用。恼羞成怒的旭老八开始胡乱咬人了。在他眼里，曹小纯明明有了这个这么漂亮强横的未婚妻，还在这里勾搭李寒衣，看这样子现在都同居了吧？旭老八愤恨的同时，心里又十分羡慕，这可是李寒衣呀，这届公认的校花，也不知道被自己兄弟灌了什么迷魂汤。这样一来，三中的2届校花不都被曹小纯一网打尽了？作为一个正义之士，他必须对这种事情进行强烈的谴责。不知道韩梦梦知道了你今天的表现会怎么想？听到旭老八的话，曹小纯笑了笑，随即抱着胸，无所谓的说道：“这说的好像这年头谁还没有一个未婚妻一样，而且自己的事情完全就是子虚乌有，而你旭老八，这可是被人实实在在灌了名的。”对于韩梦梦这个名字，不仅曹小纯可是记忆犹新，此女便武德充沛，连自己小时候都没少挨她揍，谁叫别人比他们大上个2岁呢？和自己一样，韩梦梦和眼前这条细狗也是娃娃亲，但不同时的是，这2个青梅竹马竟然互相看上眼了。而旭老八那在那天天疼痛的青春中接受了这段天赐姻缘。果然，听到韩梦梦这名字，旭老八表情一凝，一个身材高挑的紫色少女出现在自己脑海之中。你可别凭空误人清白，今天这件事哪怕暴露了，对面那男的也不可能当场打死自己，但要是韩梦梦知道了，恐怕他以后连细狗都当不成了。哼哼，哥，你是我亲哥，旭弟给你跪下了。瞬间，旭老八抓住曹小纯的手，表情难看的说道：“滚滚滚！”听到旭老八那完全不要脸的话，曹小纯感到十分无奈。好嘞，大哥，二嫂小弟先走了哈。得到一句肯定的回答，旭老八猛然放开曹小纯的手臂，快速走到门口，随意说了一句后便关门离开。不过临走之时，那句无心之言却让李寒衣手中拿杯子的动作一顿，不可思议的抬起头，显然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二嫂，这王八蛋是吃错药了吗？两人视线对视，望着曹小纯那清秀的脸庞，不知怎么的，李寒衣莫名想到当时在幽暗密林两人那略显暧昧的场景。想到这，李寒衣的内心不由小鹿乱撞。对面的曹小纯也显得有些尴尬，这旭老八天生带着反骨啊，这种话是能随便说的吗？那个，你也知道老八平时口无遮拦惯了，就爱说着混账话，你也别太过在意。曹小纯摸了摸鼻子，人家李寒衣好心好意带着诡异副本过来和自己分享，要是被旭老八一句话给搞砸了，那就得不偿失了。而且这种东西传出去对人家女孩子不好，对自己也好不到哪里去，因此他试图为旭老八解释一下。没事，我不在意。听到曹小纯的话，李寒衣瞬间回过神，下意识的喝口水，不过那有些颤抖的声音却出卖了他现在的状态。好了，时间不早了，我也该回去了，3天后我们郊外见。实在想不到什么话题，李寒衣将杯中的茶水一饮而尽，随即有些慌乱的站起身，匆匆告辞后便快速离开。看着李寒衣的背影，曹小纯不由叹了一口气，这一天天的遇到的都是些什么事？另一边，洪建军跟着自己的父亲坐在一张豪华的沙发上，望着对面异常激动的西装男子，显得有些不屑。在性感小秘书捧来一份合同，洪涛看也不看，刷刷在上面签了字以后，对面那负责人激动伸出手，热情地说道：“感谢洪老板对帝都学校的支持了，您放心，到时候大楼建好以后的剪彩仪式，您可一定要来参加。”客气了。洪涛无所谓的摆了摆手，表示这都是小事。等那负责人走后，洪建军疑惑转过头，望着自己的老爹，表情充满不解。老爹，这帝都学院可是我自己考上去的，今天这一出完全不需要啊，你是不是觉得家里钱多用不出去啊？如果今天测试自己被帝都学校淘汰，那么洪涛做这些事他还能理解，但现在是什么鬼？你懂个屁，你那是运气好，侥幸过了关，就别在鹅前面炫耀脸。帝都可不是 H 市，鹅也不能一直待在你身边，你又是一个厨师职业，要是过去了被人欺负怎么办？这样做完全就是在为你提前投资，里面都是生意。滚滚滚，看到你鹅就烦，败家玩意。第47章古镇。让比诺修两姐妹清理了一下客厅，曹小纯突然发现这两姐妹对电视上播放的内容很感兴趣，随意瞥了瞥上面的苦情剧，这让曹小纯感觉到她们是不是存在着一丝丝智灵。再想到两姐妹面板上那可提升的字眼，不由让她有了一个猜测。再次将小强放出，曹小纯指了指电视，发现这只赖哥宝竟然也能看得津津有味，这倒让她感觉有些诧异。如果他们再进化下去，不知道以后会变成什么样。也没管客厅上的两人一兽，曹小纯洗了个澡便回到房间，打开系统面板，缓缓观察着。除了那每月限购从奴隶谷变成月光谷以外，系统其他的东西好像没有变化。不过唯一欣慰的是，他的魂魄余额变成了8520，这可是自己努力了1个月才存到的数量。里面有怪物，也有那些受到了无妄之灾没给自己提供经验值的生灵。
不过看着系统首页那动辄几十亿魂魄的蛊虫，曹小纯又有些感叹，这魂魄是真的难赚，10几亿，就算自己不休息，杀他们几十只猪，1年恐怕也杀不完。因为得到了第一个天赋技能，虽然这技能还被封印了2道真言，但曹小纯还是想把它们完善。而前面6字里只有心自觉自己还没办法使用，毕竟这需要阵法的配合。而想了想关于蛊虫的阵法，曹小纯便有些头疼，因为这阵法需要阵图将蛊虫封印其中，而阵图所需要的材料在这个世界上十分难找，也有可能是自己现在的境界没接触到的缘故，有些东西在这个世界他就没听说过。因此以自己现在的状况，想要蛊阵也只有靠系统了。从曹小纯决定开始，他就明白这次铁定要被这狗系统宰一顿。打开系统的搜索功能，心念一动，阵图2个字出现在搜索框，刹那间密密麻麻的阵图列表出现在眼前。9域灭世蛊阵，售价70亿魂魄；寸光回溯蛊阵，售价78亿魂魄；九转炼天蛊阵，售价82亿魂魄；无我寂灭蛊阵，售价92亿魂魄。对此，曹小纯不屑一笑，直接无视了系统推荐列表，继续添加着筛选词，足足选了10多分钟，这才看到适合自己现在的蛊阵。在10来个蛊阵中细细挑选，并各自查看了它们的功能以及价格以后，曹小纯支付了7200魂魄，换了2张阵图。四害五温蛊阵，售价3000魂魄。青铜级阵法，取苍蝇母蛊、蟑螂母蛊、蚊子母蛊、老鼠母蛊，加上蝎子、蜘蛛、蛇、蟾蜍、蜈蚣蛊，炼入阵法，凝聚而成。四害五温蛊最大范围520米，内藏5毒虚影、瘟疫、毒鼠、毒虫，里面的罡风自带毒素吸血功能。白银级以下生物若无特殊防御手段，进入阵中十死无生，更能污染土地，毒素藏于土地，10年不散。看着这介绍，四害五瘟阵妥妥就是个邪阵，而且放出来就是有伤天河那种，但曹小纯却表示不在乎，毕竟这是能让自己变强的最好手段。至于是不是有伤天河，那就得看前面挡住自己的东西值不值得他使出这张底牌。玄阴13剑蛊阵，售价4200魂魄。青铜级阵法，取100只黑铁级玄阴蛊、100只剑蛊，伴随1000只草蛊凝入阵图而成。玄阴13剑阵最大范围800米，阵开之时，玄阴山虚影凝现而出，内藏万剑，每柄玄阴剑上都凝聚着邪恶执念，可斩肉身，但对于灵魂的伤害却是加倍。白银级以下进入阵中，若无强横防御手段，不出10息便神形俱灭，魂魄化为玄阴山养分。如果说四害五温蛊阵是邪阵，那这玄阴13剑蛊阵那就是纯粹的杀伐之阵，也是曹小纯如今除了比诺修2姐妹以外最强的一张底牌。接过从虚空中凝现而出的2枚黑色圆盘，虽然形状十分相似，但里面的符文却是天差地别。仔细把玩了一下，曹小纯便将其放入白玉葫芦中，再翻了翻系统商店，他发现自己剩下的余额也买不了什么好东西，于是便起身打开电脑，准备购买炼制蛊虫所需要的材料了。因为四害这种东西一般也没有哪个商店会卖这种东西，为此曹小纯甚至花了高价请黑市的代购为自己收集，在超过3倍价格的诱惑下，对方保证1天后交货。解决了四害的事，曹小纯又重新购买了5毒，因为量大又是熟客，店铺给了他一个很优惠的价格。摆弄了将近5个小时，曹小纯才将所有的材料购买完毕。仔细算了算自己的花费，发现足足花了自己3200多万，其中四害的收集足足花了自己将近上千万，而且还不算邮费以及自己多要出2成的人工费。这个数字让曹小纯莫名有些心疼，要不是之前在龙巢中得到了不少好东西，就这一笔花销，他就得花费自己1/10的存款。这还只是青铜级的阵法，要是但后面，曹小纯简直都不敢想。看来以后对钱财之类的东西也要上点心理了，不然自己以后绝对修炼不下去。看了看时间，曹小纯伸了伸懒腰，走出房间，也没理会坐在沙发上神采奕奕的2姐妹和小强，打开冰箱下了碗面条，吃饱喝足后便躺下睡觉了。接下来的半天，10几辆小车开进小区，10来个小哥将里面的货物运到曹小纯的住所内，每一次叠满后不超过半个小时，又有服务人员将里面的空箱子清出，足足循环了10来遍。虽然很多人对这个现象感觉十分震惊，但因为自己的职业操守，他们也不会乱说什么。由于曹小纯很忙，根本没空指挥这货物的运输，因此在1个月房租的诱惑下，对面的小姑娘十分开心地接下了这份差事，并且异常认真。等所有货物交接完毕，曹小纯便锁上门，足足2天没踏出房间一步。3天后 ，H 市郊区的路边上，李寒一穿着一身白色的野在作战服，带着一个黑色的镜框，静静等待着。这3天里，他也没闲着，因为是第一次接触诡异副本，因此他看了很多资料。这次他打算和曹小纯齐心合力，而不是被别人带着走完全程。抱歉，来晚了。一辆的士停下，只见曹小纯从车子里走出。
怎么，这几天没睡好？曹小纯看着有些憔悴，脸上的黑眼圈变得有些明显。见状，李寒衣随意地问道：“有点不过不碍事，我们什么时候进去？因为阵法所需要的蛊虫巨多，哪怕有白玉葫芦辅助，自己这几天也没睡好，基本上都在练蛊，以至于过来赴约之时，自己才睡了4个小时。等会吧，不过诡异副本要花费的时间比正常副本要多得多，如果你实在坚持不住，等进去以后，我们可以休息一晚。”听到曹小纯的话，李寒衣想了想，继续说道：“放心，我心里有数。”两人往路边走了将近800米，李寒衣望了望四周，确定周围没人以后，才拿出一枚石头制成的钥匙。第48章，死于阵口。钥匙的样式看起来有点像游戏降临前期那个时代的样式，不过散发的古朴气息倒是让其更增添了一丝神秘感。只见李寒衣将自己的恶魔之力灌入其中，在淡淡的紫气环绕下，钥匙外围的石衣缓缓脱落，还没来得及看到钥匙的全貌，只见其化为一道流光，直冲天际。一道100米宽的黑洞形成，没等曹小纯两人反应过来，只觉得眼前一黑，再次睁开眼时，却发现自己竟然来到了一个池塘边。可能是副本环境的缘故，现在里面已经是深夜，曹小纯所在的地方似乎是外郊，除了几棵大树以及被水汽浸湿的草丛外，剩下的就是一个几百米宽的池塘。在月光的映照下，水面上泛起道道银光，除了这几个特别显眼的东西，这地方可以说是一眼就能看到头。这场地周围就是无尽的黑暗，似乎并没有出去的路。我们现在所在的场景应该就是副本主人生前的一个祭典，我们得看着这些景物，找到相对应破解的方法，才能进去下一个场景。李寒衣推了推镜框，十分确定地说道。没想到3天做的功课在刚进来就派上了用，看来这是一个标准的诡异副本，由主人的记忆凝结而成，只有在记忆中寻找线索，并一一破解，最后才能了结主人的执念，只有将其化解，这个副本才会消失，他们才能获得奖励。既然这样，那就找找呗。听到李寒衣的话，曹小纯随意点了点头，他觉得既然这东西由执念而生，那直接找到背后的东西，揪出来将其打散，那是最简单的方法。不过这倒是有些不确定性，毕竟真将其打散后，后面的事情可能会有些难以预料。既然李寒衣对副本如此了解，那不妨先听他的，要是解决不了，那就破坏规则吧。两人先是大致逛了逛草丛，却没有发现什么值得关注的东西。来到池塘边，仔细搜寻过后，曹小纯找到了2副鱼竿，李寒衣找到了一个小型水桶，一个抄网，半袋子鱼饵，2张小板凳。这不会是让我们在这钓鱼吧？望着这一套整整齐齐的装备，曹小纯嘴角一抽，钓鱼佬这种群体，怎么说呢？可以说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无所不能，但唯独就是钓不上鱼。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不得不说，这主人的执念还是挺深啊。现在看来，的确是这样，看着水桶的样子也不算大，如果顺利的话，钓上个5、6只，我们就能完成任务。李寒衣仔细看了看手中的装备，十分肯定地说道。在他看来，这个任务其实很简单，虽然钓鱼是个耐力活，但看池塘里时不时蹦出水面的鲤鱼来看，这里面的鱼应该不少。得嘞，就按你说的做，找个地方先打窝吧。曹小纯打了一个哈欠，既然决定暂时遵守规则，那就在这里坐吧。找了一个相对视野开阔，看起来鱼多的地方，先将1/3的鱼饵撒下去，甩干后，两人并排坐下。要说打窝子，最好的材料还得是亲妈。钓鱼界不是流传着一句话，叫做亲妈打窝，越钓越多。当然，这话听起来有点别扭，但该说不说，那群人是当真有才。时间1分1秒的过去，曹小纯在一旁闭目养神，而李寒衣从一开始的期待到现在，已经逐渐不耐烦。特别是看到自己位置前几条鲫鱼在旁边不断游荡的行为，更让他感觉到这鱼有点不尊重自己。就在李寒衣考虑要不要直接抄网将其捞上来的时候，鱼竿突然一沉，这动静让其心中一喜。只见他快速站起身，疯狂收着鱼线，哪怕水里那东西不断反抗，但在职业者的巨力下，自然于事无补。僵持了2分钟，只见一道长着青苔的尸体浮上水面，估计是淹死的缘故，那尸体整个已经变得浮肿，而且还带着一股浓重的腥味。李寒衣见状，眼角一跳，还以为自己钓上的是鱼，结果是这恶心的东西。正当他不知道怎么处理时，曹小纯缓缓睁开眼睛，先将这东西扔到一边吧，别惊了窝子，不然等会更难上钩了。随手将3头魔虎召唤而出，将那尸体扔到一旁不远处，湖面上似乎又回到了原有的平静。又过了1小时，两人的鱼竿同时一沉，快速收竿后，只见2只大概5、6斤重的鲤鱼出现在眼前。但奇怪的是，这鱼钩似乎是从鲤鱼的外唇穿过，而且鲤鱼的眼睛翻白，张着个大嘴，似乎早就已经死去多时。这倒不像自己咬饵，而是像被某些东西挂上去的。死鱼正口，收竿就走，看来我们先是被耍了呀。一脚踢开2条死鱼，曹小纯眼睛一眯，望着水面，似乎略有所思。从刚开始的尸体，再到现在的死鱼，这完全表明了这个任务根本完不成，
再这样下去也是单纯的浪费时间罢了。那现在该怎么办？李寒衣的心情此刻已经憋屈到了极点，不管是时间的流逝，还是一而再的戏弄，每一件事都在挑衅着他的耐心。如果按照古话来说，遇到死鱼正口，那我们现在就应该收竿，然后远离这个地方。曹小纯顿了顿，但这话还有另外一句，叫做死鱼正口，收竿就走，道袍一换，下水就干。所以特么的直接干他。曹小纯将手中的鱼竿重重一扔，语气逐渐变冷，管你底下到底有什么，老子高压电一击，哪怕是龙王爷我都得让你跳起来。听到这话的李寒衣重重点了点头，原本想以一个普通闯关者的身份跟你相处，结果换来的却是疏远。行了，不装了，你要不服我就打到你服。想到这，李寒衣直接换来三头魔虎，就要指挥着老虎下水。等等，这样找到什么时候？先把他逼出来。说完，曹小纯在左手轻轻一抹，一颗洁白的珠子出现在手中，正是当时杀了凯诺爆出的雷珠。第49章包袱。轰！随着雷珠里的技能爆发，原本幽暗的天空被一道惊雷照亮，手臂粗的闪电轰击在湖面上，水的导电性加上雷霆巨大的能量，使得池塘内的鲤鱼瞬间翻了白度。这下池塘内都是正口死鱼了。唰！没过多久，只见一个绿色的身影从池塘内爆射而出，因为身上的绿藻，曹小纯压根看不清那到底是什么东西。一道黑色的身影直接掠过湖面，只见三头魔虎漂浮在半空，砂锅大的虎爪精准地抓住那绿色的影子，剩余的一只巨爪对着那身影猛砸而下。啪啪啪啪，殴打了将近3分钟，只见三头魔虎重重一摔，绿色的身影刹那间砸向地面，鲜红的血液从体内流出，整整身体已经微微颤抖。在这一刻，曹小纯才看清了这怪物的长相。这怪物大概半米高，长得像个猴子，皮肤却是墨绿色，青面獠牙，可能因为长期待在水中的缘故，周身满是水草，一身黏糊糊的。就是这个东西刚才在戏耍我们。李寒衣眉头一皱，望着那丑陋的东西，表情异常嫌弃。大概就是他，如果底下还有东西的话，那估计就得将这池塘里的水给蒸干了。曹小纯撇了撇嘴，淡淡道：那雷珠炸出的只有这东西，如果真的还有怪物藏在水池底下，那他会召唤出比诺修，将这整个池塘给蒸干。李寒衣点了点头，随即叫三头魔虎将那怪物提起，细细搜刮着。他有预感，这怪物身上一定有些什么线索。很快，三头魔虎将怪物身上的水草拔得一干二净，从他脖子处扯下一块布满锈迹的铁牌，虽然上面已经锈迹斑斑，但隐约还能从上面看到一个包字。李寒衣接过仔细看了一下，随即递给曹小纯，他想听听曹小纯的判断。这附近已经搜寻过，如果真没有什么东西，那这个铁牌就是唯一的线索了。不过以现在这个场景，估计还用不到这东西。我们现在还是先离开这里，进入下一个场景再说吧。摸了摸上面的铁锈，虽然这东西看起来普普通通，不过看这样式，但像是某个身份象征。如果这诡异副本的主人姓包的话，那一切就都说得通了。当然，这只是曹小纯自己的猜测，想要打开这个谜团，他们还得往后面才行。咔！听到曹小纯的话，李寒衣点了点头，瞬间指挥三头魔虎扭断了怪物的脖子。要不是因为这个东西，他们又怎么会在这里浪费了大半天的时间？咔咔咔！就在怪物死去的刹那间，这整片地区突然发出了如同玻璃破裂的声音。没等两人反应，原本真实无比的场景竟瞬间裂成碎片，而曹小纯两右陷入了一片黑暗之中。差不多10个呼吸的功夫，一道白光在黑暗中映现而出。等曹小纯再次睁开眼睛，却发现他们竟处在一片闹市之中。这里似乎是个小镇，街上人来人往，各路商贩们不断吆喝着，似乎想要来往的行人看看自己的物品。而他们的穿着也显得有些奇怪，完全不像现代人的衣物，反而像300年前游戏刚将近初期，九州大地遭到异族肆虐的时期。看来这就是第2关了，恐怕这也是这副本主人的执念，而且很有可能是他以前生活过的地方。曹小纯望了望周围，淡淡道：那你想怎么做？直接将这个小镇给屠了？李寒衣看着那来来往往的人群，短时间内他也判断不出什么。不过有了刚才那只怪物的教训，他觉得还是直接杀穿过去比较省事。不着急，你看这些人的穿着像不像300年前九州分裂时期的衣服？如果我猜的没错，我们现在虽然在记忆中，但确实能真正感受到这个时代。这可是我们每个九州人都要铭记的历史。听说宇宙外的异族现在并不承认他们入侵的事实，如果我们能从这里面找到一些蛛丝马迹，或许以后出去能帮上什么忙也不一定。曹小纯自认为自己不是什么好人，但这从小学到大的历史他还是铭记在心的。反正现在时间还算充裕，不如就着这个回忆一直追寻下去。要是实在过不了，或者没找到什么东西，那再用最粗暴的方法解决。反正这整个副本才是个黑铁级，如果想快速通关，那自己只要放出比诺修2姐妹加上小强，
估计不用半天就能将其通关。那你想怎么做？听到曹小纯的话，李寒衣考虑片刻，随即轻轻点了点头。还能怎样？演戏呗。首先，别把这里当成一个回忆，而是把它当做一个真实的世界。曹小纯微微一笑，两人来到暗处。曹小纯随手从空间戒指内拿出一个手臂粗的银质雕像，从上面抠出一大块银子，再捏成碎银。虽然不知道这个时期的货币，但金银这种东西永远是流通货。带着李寒衣来到一个卖首饰的小摊上，慢慢挑选着首饰。客官，多选选，这里都是新款。小摊的老板是个憨厚大汉，看到有客人来到，便热情地招呼着：“老板，我想向你打听一件事，这个小镇有没有一户姓包的人家？”仔细挑选了一件看起来挺精美的首饰，经过讨价还价后，曹小纯以一小块碎银子完成了交易，随手将首饰塞到李寒衣手中。曹小纯便跟摊贩闲聊着：“老板，这小镇里有没有一户姓包的人家？”似乎是因为曹小纯的豪爽，老板显得热情无比。“客官，你这可问对人了，在这平安镇，谁不知道包大员外？那可是方圆百里出了名的大善人。你们跟包员外认识？”“哦，这样吗？那看来我们找对地方了。实不相瞒，我们是包员外的远亲，因为生活不下去了，特地过来投奔的。”曹小纯的表情有些夸张，但那信手拈来的演技却让人看不出一丝破绽。“哎呦，原来如此。不过叔得劝你一句，现在包家可是出了大事了。包大员外的小儿子因为组织学生上街游行抵抗异族，现在被关起来了。异族可是要包家所有的财产才肯放人。我劝你啊，还是另谋出路吧。”小贩摇了摇头，眼中满是可惜。现在这个世道，九州大片地区都受着异族的控制，这包家小少爷这样做，不是害了自己吗？多谢小哥告知，不过既然来到这里，我们总不能不打个招呼就回头，还请你为我们指路。见曹小纯坚持，小贩也没多说什么，叹了一口气后，便冲着前面指了指，并标注了包家大院的位置。曹小纯和李寒衣走在街头，再次拿出那块牌子看了看。“你看，随口问问，这铁牌上面的线索不就出来了吗？”第50章，包伯阳。包府其实离曹小纯之前所在的地方并不远，两人走了10来分钟，拐过2个巷子，一眼望过去，便看到那座略显古朴的大院，上面的匾额是由上好的红木打造，看起来已经有些年头了。这种标准的大宅院在这个时代十分出名，基本上都是一些乡绅级别的大户才有钱财建造。两人刚刚走到旁边，只见包府的大门缓缓打开，一群人急急忙忙地走到门口，而路过的一辆马车将一名满身是血的青年一把扔下。从那狗头人身的车夫来看，他们都是属于异族。一名头发有些花白的中年人和几个女人见状，急忙走上前，看着那凄惨无比的少年，眼泪瞬间就落了下来。“快扶少爷进屋！”包不同大喊一声，几名丫鬟快速上前，一人扶着包伯阳的一只手，众人在后面跟随着。大概过了20来分钟，原本喧闹的包府又恢复到以往的平静。曹小纯见状，轻轻吐出一口气，带着李寒衣来到包府大门前，轻轻敲着门：“你们是谁？”“包府的管家是一名60多岁的老者，在看到这2个奇装异服的年轻人时，先是一愣，随即疑惑地问道：“你好，大爷，我们是包少爷的朋友，听说他出了事情，所以特地过来看了。”曹小纯拱了拱手，恭敬地说道：“少爷的朋友。”管家确定自己绝对没有见过曹小纯2人，但看到他们身上的服饰很像九州外那些异族，再想到少爷曾经走出过九州游学，并认识了挺多与自己有些共同爱好的九州人，想必这应该少爷的朋友。“你们先进来吧，我带你们去见老爷。”想了想，管家缓缓打开一个小门，招呼着曹小纯2人先进来，随即在前面引路。在客厅等了一会，只见包不同缓缓走来，先是看了2人一眼，随即淡淡道：“你们也是九州人？”“当然，哪有异族是长我们这样的？”对于包不同的问题，曹小纯并没有在意，实话实说就是了。“从你们的服装来看，是到九州外留过学吧？不知道当时你们与我儿在那樱花岛留学的时候，有没有听说过我们这个小镇？”包不同招呼着2人坐下，摸了摸胡子后，微笑地说道：“能在这个时间段还赶到包家来的人，如果不是自己儿子的朋友，那就是异族耍的把戏了。因此，包不同想要对他们试探一番。包老爷莫非是记错了吧？我们之前一直都在魔雄星求学，怎么会在樱花岛呢？那地方可不是求学的好地方。那些个狗头人对于我们可并不是很友好。”曹小纯沉吟片刻，先是观察了一下包不同的表情，他觉得这人不会无缘无故的说出这样的话，因此他觉得这话里一定有问题，说不定就是在给自己挖坑。想了想，曹小纯决定搏一搏，毕竟在这个时代，能主动帮助这个风雨飘摇大陆的势力，好像也只有一个。因此，曹小纯便报出了魔雄星的势力。哈哈哈哈！瞧我这脑子，估计是最近琐事太多，一时间竟然记错了，抱歉。包不同端起一旁的茶水，轻轻抿了一口，虽然嘴上说着歉意，
但动作上却没有太过在乎。的确，包伯阳对外游学过，但所有人知道的消息是他前往樱花岛，但真实的情况却是去往魔雄星。这也就是为什么自己的儿子之前被那个异族囚禁，他还要用这个人尽皆知的问题考验一下曹小纯两人的原因。不知道你们来找小儿到底有什么事？想了想，包不同直接问出两人到此的目的。我们俩原本想前往京城，结果却在半路听到他出了事情，所以就想过来看看有什么是可以帮上忙的。曹小纯微微一笑，不卑不亢地说道。从第一关给出的信息，再结合现在的时代，而这关卡的主人又姓包，曹小纯心里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测：这300年来，若是说有那个姓包的人物是在历史上留下浓重一笔的，恐怕就是哪位被称之为战神的包伯阳了。你们有心了，不过伯阳现在受了伤，不便见客。如果你们想要见他，估计得等上几天。包不同点了点头，随即叹了一口气，显然他并不想曹小纯见到自己的儿子。既然这样，我们也不多打扰了，过几天再看看王胞兄。听到伯阳2个字，曹小纯瞳孔一缩，既然确定了事情的真实性，那他们留在这里也没什么意义。于是曹小纯与之寒暄几句，便带着李寒一离开。两人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曹小纯转过脸询问着李寒一：这诡异副本，你们家族是从哪里得来的？也不怪曹小纯有这样的疑问，包伯阳在一个不知名小镇出生，经历了种种事件后逃到京城，得太宗赏识，组建麒麟军，并与各方保卫势力一起打响了九州对于异族的反击战。后在保卫成都的战役中，以8000麒麟军挡住了5万狗头人3天3夜，最终为九州尽忠。这乃300年前抗战第一人，在现代，哪怕3岁孩子都会知道这位将军的大名。但这个大名鼎鼎的人物执念，却出现在了一个黑铁级别的副本中，这不由让曹小纯有些奇怪。黑市，具体的过程我也不知道。李寒一顿了顿，此刻他内心的震惊也不比曹小纯少多少。这可是包伯阳将军啊！如果是真的，那就代表着他们两人现在是在帮助这位战神解脱执念。见李寒一也不知道这东西的来历，曹小纯想了想，觉得现在并不是纠结这个事情的时候。不管这包伯阳将军的执念为何只是一个黑铁级，但现在最重要的还是先将副本通关。回忆了一下包安阳的过往，曹小纯仔细思索片刻，突然间他想到了野史中记载的一段话：包将军组织游行被捕，包家散尽家财打通关系，就在当晚，家主以血染布制作战旗，并吩咐2名护卫将包伯阳转移。而当晚，包家上下70口全被狗头族灭门，原本承诺给予异族的钱财全都不翼而飞。想到这，曹小纯突然明白过来，这一关的执念就是那整个包家。第51章执念所在。看来今晚我们需要保护包家所有人安全撤离，这才能过关。将自己的想法和李寒一一说，曹小纯便打算今晚守护一下包家。虽然现实可能比他们现在所经历的更加残酷，但这只是一个执念形成的幻境，因此在这黑铁级副本里保下包家70口，对于他们俩来说应该不是什么问题。李寒一见状轻轻点了点头，不知不觉间这个副本的主导权又回到了曹小纯手里。原本他还想看着自己所学带着别人过关，可现在看来自己还是老老实实的抱大腿吧。深夜很快来临，似乎是知道今晚会有些不同寻常，商贩们早早收拾了东西，大门紧闭，街上显得异常寂静。曹小纯两人站在包府房顶，静静看着底下那一幕。一队狗头人小队缓缓走到包府门前，只见为首队长抽刀重重一劈，整个大门应声而碎。包老板，你承诺的赎金为何还没有送来？你要知道，我们部队做出的承诺可以放出，也随时可以收回。狗头人身高2米，居高临下的看着眼前的中年人。此刻包家所有人都聚到了大院中，望着这些入侵九州的异族，眼中满是仇恨。包家从来不跟异族做任何交易，他们包家自古以来就是九州最忠义的一群人，可以游戏降临。这古怪的东西瞬间打破了朝廷苦苦建立起来的屏障，在那些职业者面前，原本强横的军队却显得如此不堪。但包不同认为，这也仅仅是异族们提前了解到游戏这个机制罢了。别看他们现在在九州上肆虐，但等九州所有人彻底将这新的机制融合，那他们迟早会光复河山。因此从包伯阳出生开始，他们整个家族团结一致，培养着这个能自己觉醒职业的长子。为此，包家不仅送其去游学，而且还屈辱地与这个狗头人虚以委蛇。直到现在，包不同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了。包不同收到消息，如今九州各地都有着反抗力量在崛起，而且声势浩大，因此在将包伯阳赎回时，他便决定将包家所有的财产全部交给他，让其与义军会合，为收复山河尽上自己的一份力量。而他们包家全族则留下来拖延狗头军脚步的同时，也为这反攻事业洒出一抹热血。包老板，你是什么意思？狗头将领眼睛一眯，周身杀意涌现，隐约间他觉得这包家的财产今晚恐怕拿不到了。
没什么意思，异族残暴，侵我九州。我包家自古以来便是九州忠义之士，要是今天将祖宗留下的基业交给你们，那我包不同还有个面目去见我包家列祖列宗。家人们，告诉这些畜生们，我包家祖训是什么？包不同丝毫没有被狗头将领的气势吓到，反而回头一喝，笑得异常欣慰。立志报国，赤胆忠心，不奸不盗，守法安分，爱护公务，不沾不侵。九州需要，勇敢现身。道道如同雷鸣般的声浪在包家响起，所有人拿着刀，眼中充满坚毅。他们包家从未负国，哪怕一个3岁的稚童，此时也吼得青筋爆出，丝毫没有畏惧的神色。九州遭难，包家身为这片土地的一份子，为了民族的尊严，今日赴死！你们找死！听到包家那异口同声的话，狗头将领怒极反笑，抽出腰间的太刀，冲着包不同狠劈而下。包不同见状，缓缓闭上眼，仿佛这一切都将与他无关。当！原本应该透过包不同身体的太刀，并没有按照原本的结果劈下，而是被一柄黑色的巨镰挡住。没等狗头将领反应过来，只见一阵黑光闪出，那硕大的狗头竟然径直向空中飞出，脖子间一道血柱也随之冲天起。嗡嗡嗡！好！一道优美的笛声响起，两团黑影从天而降，冲着那支百人战队爆射而去。一头巨虎也不甘于人后，握着手中的铁拳冲入阵中。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包不同先是一愣，还没等其反应，只见那百人小队竟然瞬间成了一具具白骨。包老爷，要是包伯阳醒来，可能也不愿意看到你们为了他而全部牺牲吧。李寒衣转过头，望着还在震惊中包不同，淡淡道。而曹小纯右脚轻轻一点，来到众人旁边，望着他们那有些震惊的脸色，重重叹了一口气。这无比真实的感受，让曹小纯在瞬间以为他们已经完完全全来到了这个时代。包将军，你的遗憾我们为你补上了。曹小纯仰天长啸，这句话乃是说给这副本中的主人听的。咔咔咔，轰！话音刚落，跟之前一样，整个空间传出玻璃破碎的声音。待周边所有场景破碎以后，李寒衣顿时觉得心里有些堵得慌。如果刚才他们的救援能够成为事实，那还有多好。与之前的黑暗不同，道画面如同一部老旧的电影映现在两人眼前。包伯阳醒来后，发现自己来到了京城，看着披在身上的死字旗以及报纸上传来的噩耗，心碎无比。他的妹妹可只有3岁啊！为了家族的遗愿，包伯阳利用自家财产一路招兵买马，并认识了很多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人。众人组织起来，一同对抗九州之内的异族。麒麟军成立，这支在九州鼎鼎大名的军队，在第一次战斗中便大放异彩，镇守着天都城，一时间九州震动。就这样过了将近3年，九州再出重大变故，异族如同疯了一般入侵着九州领土。天都城失守，包伯阳走了，8万民众沦为肉食。帝皇城失守，包伯阳又走了，整个地区生灵涂炭。未央城失守，异族屠城，300万民众无一幸免。画面播放得很快，一道亮光闪过，曹小纯两人来到了一座城门之上。回眼望去，城下黑压压的一片狗头人正在疯狂攻城。远处，一条黑色巨龙腾飞在半空中，剧烈的火焰冲着城中猛喷。各种九州职业者们聚集在城墙上，奋力抵抗着来敌。这算是最后的执念了吗？望着这如同人间炼狱般的战场，曹小纯重重吐出一口浊气。第52章，惨烈。望着这战场周围，曹小纯知道这是早城包将军陨落之地，此战也是他一生之中最后的辉煌。虽然到最后也没守住城池，但以8000麒麟军坚守3天3夜，而且还是对方有着一条巨龙的情况下，这已经是个奇迹。看来这最后一关，包将军是想让我们做一个看客。看着身上那如同保护层的蓝光，李寒衣想了想，淡淡道：有了这层蓝光的保护，他们两人在现场如同幽灵。李寒衣曾不止一次遇到满身是血的士兵从他们身上穿过的场景。按照这样的结果，恐怕这战争一结束，这个诡异副本便会消失。先看下去吧。曹小纯点了点头，他和李寒衣的想法一样，虽然不明白包伯阳设置这个关卡到底有什么目的，但能亲眼看到300年前这群将士们的决定，也算不枉此行。轰轰轰，道道防护罩升起，阻挡着巨龙的火焰以及城下不断轰击而来的炮弹。从那些职业者们的脸上可以看出，每一个人现在都快要精疲力竭，甚至每隔不到5分钟就有人从阵中倒下。城墙边各种机械疯狂开火，激光、榴弹，甚至一些特制的机枪，双方不断对峙，附近100里内瞬间成了一座绞肉场。那些畜生从城墙上摸上来了，一名满脸是血的火焰法师一边往城墙边扔着火球术，一边大吼道：这些从城墙上摸上来的狗头人身上似乎穿着一种特制的护甲，不管是火系还是兵系法术，对于他们几乎毫无用处。而狗头人手中的利爪狠狠镶嵌着城墙，嘴中咬着大刀，正一步步往上爬开。哪怕城墙高达数百米，
可自然阻挡不了他们的脚步。砰！一双巨大的铜锤狠狠砸向城墙边刚刚爬上的狗头人，在那恐怖的巨力下，那狗头人的头颅瞬间被砸碎，那无头身体快速往下落去。快来支援！还没等大汉缓过劲，又是几个狗头人探出头，想要越过城墙。又一队支援的将士赶来，但因为人数的限制，越来越多的狗头人蔓延而上，哪怕众人已竭尽全力，可自然难以阻挡敌方的入侵。最开始的那名火焰法师扶着自己的右臂，大口喘着粗气。他是这麒麟小队的文书，因为狗头人的数量太多，为此刚才在抵御的时候，他被狠狠砍了一刀，整个右臂瞬间废掉。看到那源源不断涌上来的狗头人，赵子明眼中闪出一丝决绝。只见他快速后退，打开一个箱子，将里面的所有的激光炸弹绑在身上。让开！赵子良冲着将士们大喊一声，随即冲上城墙，一跃而下。轰！黄金阶职业者的自爆加上猛烈的炸药，一道如同龙吟般的巨响在城墙中间响起，猛烈的白光如同一个小太阳照亮了城墙东面。无数残肢从城墙落下，原本趴在墙上的狗头人瞬间成了巨焦炭。但哪怕是这样，经过短暂的慌乱以后，又是一队狗头人沿着之前的路线缓缓爬上城墙。老子干你妈！手持双锤的熊样荣在那剧烈的爆炸声中回过神来，见狗头人又有进攻的趋势，大骂一声后便转过头。麒麟5队准备拿炸药！将士们听到自家队长的话，没有任何犹豫，模仿着赵子良将炸药绑在身上，默契般的排好队。又一狗头人露出头，熊样荣上前猛踹一脚，随即抱着一个狗头人一跃而下。麒麟5队巨力战士熊样荣！轰！又是一道惊天巨响，一旁排着队的将士们虽然心痛无比，但眼神中却没有丝毫畏惧。轰轰轰！冰系法师胡文林，麒麟军不朽，金灵弓箭手霍勒，娘孩儿不笑脸，圣光牧师南宫心柔。狗头人每组织一次进攻，便有一名职业者绑着炸弹从城墙上一跃而下，而他们最后的呼声仿佛就是这对麒麟军存在这个世上唯一的证明。此刻李寒一抓着曹小纯的手臂，双眼紧闭，嘴唇似乎已经咬出了血。这种人间炼狱般的场景无时无刻不在冲击着他的心神。而曹小纯双眼微眯，虽然他不至于不敢面对，但这强烈的冲击感却让他有些心酸。这些将士们经过这场战斗，最后连具枯骨都没剩下，但他们却毫不后悔，因为这是在为了民族尊严而战。战斗持续了8个小时，整整8000麒麟军如今只剩500不到，以这样的兵力已经无力阻止那源源不绝的狗头人大军了。包伯阳半靠在墙边，右手捂着腹部，试图止住流出的鲜血。厮杀声、枪炮声已经弱了许多，他知道很快狗头人就要上来了。将军，守不住了，我们撤吧。一名内卫快速来到包伯阳面前，抓住他的胳膊，试图将其扶起带走。见到内卫的动作，包伯阳摇了摇头，一把将其推开。天都城没守住，我走了。帝皇城没守住，我走了。未央城没守住，我还是走了。今天我包伯阳不走了。包伯阳望了望周围的战士，柔和一笑，他本身就是儒雅之人，如果不是领着军队，那谁都会认为这只是个读书人。一旁的将士们还想劝阻，可看到包伯阳那坚毅的眼神，那劝阻的话瞬间停在嘴边。众人互相对视一眼，几个呼吸的功夫，竟默契般露出一抹笑意。麒麟军不朽！异口同声的大喝一声，众将士扶着包伯阳以及一些重伤员缓缓站起，怒视着前方，拿刀的手已经颤抖，但刀锋始终握在手上。我们能做什么？李寒一再也忍不住，双目通红般望向曹小纯。他自然忘记，这仅仅只是个幻境，那自然是帮他们赢下这场战斗。曹小纯重重吐出一口气，虽然他们现在的修为与这些怪物相比差了不止几个阶级，但是这副本终究只是黑铁级罢了，因此哪怕他知道这是个幻境，但这场战斗还是要打赢，哪怕只是个美好的梦幻。想到这，曹小纯凌空一抓，那蓝光轰然破碎，2枚阵图也随即出现在手中。第53章阵起，将士们随我斩龙。失去了蓝光保护，曹小纯与李寒一的身影缓缓映现而出。只见李寒一换上装备，随着曹小纯现在墙头，道道血色符文在曹小纯身上映现，2枚阵图化为黑色流光，直冲天际。嗡嗡嗡！道道黑雾在城墙下的战场蔓延，原本还在城墙上不明所以的狗头人还未反应过来，只觉得双眼一黑，竟快速往下掉落。吱吱吱！道道老鼠的叫声响彻天际，伴随而来的是那重重五毒虚影以及3害。这些害虫们随着那毒雾疯狂向着狗头人大军扑去，一名狗头人刚想反抗，竟在瞬间变成一股白骨。轰轰轰！随着4害5温古阵出现，一道虚幻的剑山在半空中映现，无尽的玄阴剑气爆发，直接无视了那防护，直穿狗头人胸膛。玄阴13剑古阵加上4害5温阵叠加，
哪怕是数量如此恐怖的狗头人，此刻也慌了阵脚，各种惨烈的嚎叫声从战场上传出。不过这在曹小纯听来却是一曲美妙的乐章，异族从来不值得同情。曹小纯，我想冲阵。李寒一看着曹小纯那恐怖的手段，心中异常震惊，这就是古世的恐怖吗？哪怕因为副本的限制，这些原本修为恐怖的狗头人此时只有黑铁级而已，但这可是几万只啊！竟然在短短时间内被那古怪的生物瞬间压制，看起来竟毫无还手之力。不过刚才那惨烈的战场却让他的内心快速平和，此时的李寒一只想用自己手中的巨镰将底下这些畜生一一撕碎。好！望着李寒一那坚毅的俏脸，曹小纯微微一笑，随即咬破手指将其放到他的嘴边。喝了我的血，你能暂时抵挡蛊毒的侵蚀。李寒一被他的动作弄得一愣，刚想因为矜持而将那手拍走，可听到曹小纯的话，犹豫片刻后随即乖乖含住。半刻钟的功夫，脸色通红的李寒一唤出3头魔虎，一道奇异的法阵在魔虎额头映现。只见原本庞大的魔虎缓缓化为一道黑雾，从李寒一内心涌入，而家人的身体也瞬间发生变化。那性感的眼眸瞬间变得瞳感，整个似乎化为淡紫色，俏脸缓缓爬出道魔纹，2道锋利的骨刺从手臂破衣而出，整个人看起来已经与恶魔无异。这是恶魔契约者自带的技能，宿主可与自己的恶魔融合，继承恶魔的能力，用以战斗，当然颜值自然由恶魔的属性决定。其实李寒一本身异常排斥这个技能，毕竟现在他身边的魅魔战力不行，而3头魔虎虽然异常凶悍，但长得实在不咋地。但因为刚才麒麟君给予自己的震撼，李寒一觉得哪怕这是个幻境，他也要用尽全力。没有犹豫，李寒一手持巨镰一跃而下，冲着最前面的那只狗头人奋力砍去。曹小纯见状，轻吐一口浊气，唤出白玉葫芦，将小强以及飞头谷、比诺修2姐妹放出，其中小强随着李寒一的步伐紧随而去，用以保护。虽然下面的狗头人只是黑铁级的狗头人，但架不住数量太多，因此必要的保护还是需要的。嗡嗡嗡！蝗虫谷进入战场，曹小纯随意望了底下一眼后，便转过脸，望着那一脸笑意的包伯阳。虽然相对无言，但他能感觉到这位将军眼中似乎充斥着一道光。对此，曹小纯柔和一笑，再看了看包伯阳周边的将士，拿出斯卡萨的冰息之刃，直指半空中的那条黑色巨龙。龙焰该熄灭了，将士们，随我斩龙！说完，曹小纯不再犹豫，换来一枚飞头骨，踩在脚下，整个身体爆射而出。而比诺修2姐妹手中也凝结法阵，冰火龙卷映现而出，冲着黑龙狂卷而去。而包伯阳周边的将士们大笑一声，跟随着曹小纯的脚步，各种技能爆发而出，冲着巨龙爆射而去。好！无尽的技能让那原本不可一世的黑龙有些慌张，只见黑龙咆哮一声，巨大的龙息从嘴中喷涌出，冲着曹小纯喷去。而有些冰火龙卷护体的曹小纯丝毫没有闪避的意思，将冰系之刃举过头顶，重重一劈。灵字诀！无尽的杀人风骨在冰系之刃中汇聚，40米长的黑色刀气爆砍而下，瞬间穿透黑龙全身。黑龙生前可能是个王者，但在这副本之中，他只是个黑铁级罢了。咔！刀气闪过，半空中竟似乎出现了一阵短暂的凝固，一阵微风吹过曹小纯的脸，而他面前的巨龙竟瞬间断为2截，连一句惨叫声都没发出，龙尸便从空中落下，狠狠砸向战场。轰！龙尸落入阵中，压死无数还在奋力抵抗的狗头人，而那原本恐怖的肉身也随着毒雾的侵蚀变成一具白骨。又过了2个小时，此刻的战场上，那将近5万狗头人此刻已经全部化为道白骨，整个战场如同骨骸地狱。小强狠狠一跃，来到城墙头，而李寒一此刻已经褪去恶魔之身，整个人显得有些脱力，瘫坐在小强身上，重重喘着粗气。曹小纯见状，显得有些无奈，真是个傻女人。扶着李寒一从小强身上下来，让其坐在地上，给他喝了一瓶恢复药剂后，便看着面前的包伯阳。道道微风吹过，原本站在城头的将士以及底下的白骨缓缓消失。包伯阳叹了一口气，随即缓缓走上前，看着2人缓缓说道：我梦到一族被赶跑了，我和众将士骑着马走在大街上，到处都是彩旗和鲜花。年轻人，现在的九州是什么样子？包伯阳的话里似乎有些期待。看着这名如同如是般的中年男人，将李寒一靠墙后，曹小纯快速起身，恭敬地鞠了一躬。未央城曹小纯拜见包将军。H 市的原名就是未央城。如今的九州自己做主，一族不敢放肆，百姓们人人有饭吃，顿顿有肉食，天下再无饥荒。到现在，曹小纯才明白过来，包伯阳最深的执念还是记挂着九州，因此他必须将自己所知道的全都说出。第54章副本的馈赠。听到曹小纯的话，包伯阳眼睛一亮，又继续问道：那国力如何？
是否还需要魔雄星帮助？九州女帝英明神武，而且还觉醒了御龙师的职业。如今九州不仅不需要魔雄星的帮助，而且每年开疆扩土，很多从上古时期遗失的地盘，现在也已经收回。而且前往九州外的职业者每年都会上升。曹小纯想着之前看到的报道信息，恭敬地说道：“如今的九州早已不是300年前那个样子。”哈哈哈哈！好好好，我们的愿望实现了。包伯阳每听一句，眼中的明亮就越明显。说到最后，只见这名中年人大笑一声，仿佛是将多年的憋屈全部吐出。年轻人，多谢你带来的消息，我代表麒麟军给予你们祝福，愿你们今后能带着我军的祝愿，使九州更上一层台阶。抒发了自己的感慨，包安阳望着曹小纯，柔和一笑。咔咔咔，又是空间破碎的声音，整个诡异副本开始消失，而包伯阳的身体开始变得虚幻。恭送包将军！曹小纯见状，恭敬地鞠了一躬，这是对于这位将军以及那些马革裹尸将士的一个尊重。原本消失的微风又再次吹起，整个副本如同风中尘埃般散去。在最后一刻，2道白光钻入曹小纯两人眉心。望着这熟悉的郊外以及半空中漂浮着的几件物品，曹小纯知道他们这次诡异副本之旅已经结束了。叮，等级提升至12。曹小纯，青铜阶 ，LV 12，17400，力量70，速度92，精神620。听到脑海中的提示声，曹小纯显得有些诧异，没想到通关这个诡异副本竟然让自己直接提升了3个等级。而坐在地上的李寒一此刻也是显得无比震惊。一般来说，一个诡异副本能提升2级已经是十分逆天了，但包将军的执念却有着这么高的经验值。而且从刚才那道白光中，他和曹小纯都领悟了一个技能：无间炼狱，可净化。无间技能特性，释放无间炼狱时自带震慑效果，有 30% 的几率扰乱心神，令人恐惧，更有几率使人陷入杀意之中，成疯成魔。技能介绍：经历多次战场厮杀养成的气势，图一为最，图万为雄。小纯，我们好像赚大发了。看到那技能介绍，李寒一显得有些激动。这是一个类似于领域的成长性技能，像这种杀意类型的东西，如果不是在战场中爬出的修罗，基本不可能领悟到。曹小纯轻轻点了点头，十分赞同李寒一的说法。就冲着这一个技能，这次副本的收获就远比黄金级别的诡异副本来得高。更何况半空中还漂浮着几件物品，看那样子品质应该不会低。曹小纯将物品取下，缓缓坐到李寒一身边。东西不多，一共才3样东西：一块令牌、一把剑柄以及一枚黑色的蛋。令牌由赤色玉石打造的令牌，上面雕刻着9条五爪神龙以及一只麒麟，中间是麒麟军3个大字。黑色的蛋掂量起来有50斤重，上满是魔纹，顶尖还长着2根暗红色的犄角，看起来倒是异常威武。而那剑柄看着倒是十分普通。曹小纯想了想，随即打开真实之眼，很快3件物品信息出现在其眼前。麒麟令，麒麟军的象征，里面记录着包伯阳一生中大大小小的战役以及遇到的事情。炎魔幼崽，白银级，可提升。深渊之中8大恶魔的后裔，天生的王者，正常成长了达到王者级。无影剑，艾雷诺，钻石器，唯一效果攻击时了附加 30% 伤害，限制圣者以下。望着那炎魔幼崽以及那看起来普普通通的剑柄，曹小纯心里异常震惊，这2样东西加起来完全不弱于一个普通的巨龙幼崽了。炎魔只要成长，那今后妥妥的王者级，这就意味着能契约他的职业者，那就是预定的王者。而那无影剑更是变态，虽然只有1个效果，但附加 30% 攻击力，这手段那可是想当逆天。虽然限制在圣者以下，但想想如果2个王者对决，别人的攻击力比自己强上 30%， 那简直是令人绝望。况且自己身为古师，本身就有提纯自己力量的蛊虫，这样一来，只要自己拿着这把剑，就可以比同阶高上 45% 的战力。可以说这无影剑就是为自己量身打造的。重重吐出一口气，曹小纯思索片刻，便将炎魔弹给李寒一递了过去，并给他介绍了炎魔幼崽以及麒麟令。既然是我们2人一起通关的，那这战利品也应该有你一份。听到曹小纯的介绍，李寒一美眸睁得老大。炎魔这种生物，他身为恶魔契约者，自然是听说过的。没想到曹小纯竟毫不犹豫地将他给了自己。其实你不用这样，在副本里你出了大力，所以这最好的奖励应该是你拿着才对。李寒一想了想，虽然很舍不得这恶魔，但因为自己的原则，他还是决定将其让出去。曹小纯不是说过万物皆可为骨吗？这炎魔对于他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不用，你忘了我之前已经得到了冰龙斯卡萨的龙蛋吗？有了巨龙，这炎魔对我来说就是多了一个相对不错的战力，没啥影响。但你不同，以你职业的特性，
才能将研磨的实力发挥到最大。而且我们还是伙伴，不是吗？曹小纯笑了笑，这并不是他大度，而是这副本本来就是李寒衣提供，如今有了适合他的东西，要是自己在贪墨，那实在显得有些不仗义，这又不是对敌人。你也别担心，我得到的好处不比你少，这件柄可是一件钻石器来着。曹小纯晃了晃手中的无影剑，笑着说道。钻石器？李寒衣听到曹小纯的话，先是一愣，随即震惊地回复道：谢谢你。良久过后，李寒衣最终接受了曹小纯的提议，轻轻道了一声谢。好了，事情做完了，我们留在这也没啥意义，现在是深夜，估计也打不到车，我叫老八过来接我们。曹小纯摸了摸肚子，在出来以后，他突然有些饿得慌，而且这种感觉异常强烈，因此他也不愿再待在郊外。从空间戒指中拿出手机，快速拨打了旭老八的电话。小纯，你这14天跑哪去了？知不知道？我们找你都快找疯了。第55章，你跟你未婚妻感情挺好吧？听着手机那头传来旭老八那断断续续的声音，曹小纯嘴角一抽，正欲骂上两句，可旭老八接下来的话却让他有些疑惑。14天？曹小纯眉头微皱，他们在副本内的时间最多才是过了1天1夜，怎么可能会过了14天？听到这话，李寒衣里疑惑地拿出手机看了看里面的日期，结果却和旭老八说的一样，外面的世界竟然真的过了14天。看着这，曹小纯不由泛起了一身冷汗，整整半个月啊！而他们的感觉却这么快，如果他们俩在里面的副本中能让包伯阳满意的话，会不会活活饿死？要知道，以他们现在的实力，根本不可能不吃不喝熬过这么长的时间。回想起来，真是运气使然。同时，曹小纯也感叹，这些副本内真的到处都是危机，这种疏忽以后真的不能再犯了。先不说这个，你现在赶紧特么来郊外接我，给你3分钟解决现在的事。轻吐一口气，曹小纯对着电话那淡淡道，同时也不等旭老八反应，便挂掉了电话。没想到我们竟然在副本中待了14天，先吃点东西吧。曹小纯摇了摇头，从空间戒指里拿出2块压缩饼干以及2瓶纯净水，这还是第一次下副本的时候军方发的物资，因为之前也用不到，所以一直躺在他的戒指内。虽然东西不多，但也总能垫垫，这些军方的干粮能量很高，而且里面还有滋补的东西，也足够2人慢慢恢复那半个月没进食过的胃。慢慢吃完干粮，因为这是郊外，旭老八哪怕再快也不可能来得这么快，因此曹小纯不由躺在草地上，望着天空中那明亮的星空，缓缓恢复着体力。就在曹小纯出神之时，只觉得一阵香风在耳边环绕，只见李寒衣并肩躺下，与曹小纯对比，他的体力显得消耗得多得多。毕竟在副本中直接冲阵，要不是有小强保护，他估计要更惨。你和你的未婚妻现在关系挺好吧？沉默片刻，李寒衣望着天空，没来由说了一句，显然是在寻找着话题。对此，曹小纯也没在意，淡淡道：我们从小认识，毕竟以前住在一个小区，我记得3岁的时候，因为他是个小瞎子，所以一直在被欺负，家里对他的态度也不好。你是不知道，当时除了我和旭老八外，都没人跟他玩耍。回忆着以前，曹小纯脑中不由闪过一个戴着一根丝绸眼罩，摔在泥潭里，没人帮忙的小女孩。可能是因为我大伯他们想要攀上水家的势力，见我们玩得好，所以便向着水老爷子撮合，结果2人就这样不明不白的订婚了。再后来，水老爷子高升他们便搬到了军属大院，我在见到水云姬时已经是高中。那时候正逢我家庭出了变故，水老爷子没有因为水云姬觉醒了隐藏职业以及我那孤儿身份就收回婚约，但因为水云姬觉醒了隐藏职业的缘故，被所有人保护得太好，这2年来我们也没说过几句话。抱歉，让你想起了不好的事。李寒衣听着曹小纯的述说，不由有些歉意，毕竟当时曹小纯父母出车祸的时候，班里很多人都是知道的。嗨，这有什么？这么多年我都习惯了。对此，曹小纯并没有在意。那你等大学毕业后就要去履行这个婚约吗？李寒衣顿了顿，竟鬼使神差地问出这样的一句话。等他反应过来时，却有些来不及了。曹小纯显得有些诧异，为啥李寒衣会这样问？这高冷女神原来这么八卦的吗？缓缓转过身，只见李寒衣早已背过身去，曹小纯并没有看到她那微微红润的脸庞。因为水云姬学姐是我们学校的传奇，而且又是女生，所以我就想多了解一下情况。你要不愿意说，那可以不用回答的。感受到曹小纯的动作，李寒衣莫名显得有些慌张，急忙想了一个理由解释道，不过那有些慌张的声音却出卖了他此刻的状态。没什么，你不用这么紧张，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毕竟未来的事情谁能说得准。曹小纯笑了笑，对此毫不在意，对于水云姬的事情他觉得随缘就好，很多事用不着强求。听到曹小纯的回答，不知怎么的，李寒衣竟瞬间松了一口气。又是一阵沉默，曹小纯闭着眼，
神游天外。而李寒衣此刻也转过身，望了望旁边的少年以后，便看着天上的星星。不管怎么样，他很享受现在这一刻。啊，今天的风甚是喧嚣啊！就在李寒衣准备闭上眼睛时，一道渐渐的声音从不远处传出，只见旭老八的身影缓缓走来，那眼中满是八卦。在接到曹小纯电话那一刻，没多久，他就从自家发小的小区走出，打电话叫自家保姆将车送来，便直接赶了过来。没想到自己顺着曹小纯说的方向赶来，竟然见到这样一幕，也就是说，这半个月里，这两人是一直待在一起的。想到这，旭老八表示自己很酸。你倒是挺准时。看到旭老八过来，曹小纯缓缓起身，看了看手机后，不由夸了他一句：“还不错，那天自己过来的时候，也差不多用了这么长的时间。那是，听说你失踪，我可找了很久，好不容易有了消息，我能不快吗？”旭老八呲着牙，笑着说道。不过李寒衣此刻却没什么好脸，显然他觉得旭老八来的就不是时候。行了，这不是说话的地方，先回去吧。你可不知道，我们都快饿死了。曹小纯摇了摇头，也不想在这废话，赶紧催促着旭老八。干粮虽然补充了体力，可架不住现在饿啊，因此曹小纯觉得快点回到市区，先吃点东西。三人快速上了车，期间旭老八询问了曹小纯这半个月到底经历了什么，在听到两人竟然在诡异副本中遇到这样的事情，不由有些震惊。对了，过2天就是谁老爷子180岁大寿了，听说 H 是很多家族和企业都要参加，你那小未婚妻也会回来。因为你不在家，所以请帖我就替你收了，现在放你客厅桌面上了啊。旭老八开着车，突然想到这事，便随意说道。第56章，旭老八的机遇。听到这话，曹小纯顿时一愣，谁老爷子在 H 市可是个传奇人物，16岁入伍，在军营中整整奉献了一生，在150岁的时候隐退。虽然现在没有任何职务，但 H 是谁不知道这个参加过100年前域外战争的先锋，差点将这事忘了。不过说真的，这3年来我就没见过水家的人。轻吐一口浊气，曹小纯淡淡道：这几年来，除了见过水云姬，他就没跟水家的人接触过。如今正逢水老爷子大寿，于情于理，他后天都要过去一趟。等等，你说将请帖放在我客厅里，那特么哪来的钥匙？曹小纯突然感到有些不对劲，自己明明不在家，旭老八哪来的钥匙？我没钥匙啊，那面条开的，你是不知道，就你那小区，一包面条我能开一整个小区的门。旭老八对此表示无所谓，本来嘛，这老式小区的锁本身就这样，再说了，自己又不是进去从事操作工作。回到市区，旭老八随意找了一间饭馆停下车。小纯，这次大寿的动静闹得可不算小，不仅 H 市各大势力都到齐，而且因为水云姬的缘故，我估摸着京城都会来人。你身为水家的准女婿，准备了什么礼物？在等待上菜的时候，旭老八给两人倒了一杯茶，似乎是想到了什么，随即有些担心的开口道：曹小纯的双亲已经去世，而他那些亲戚对其并不友好，因此旭老八觉得这次的寿宴很有可能有人过来找自己兄弟的麻烦。毕竟水云姬未婚夫这个头衔在 H 市实在太耀眼了些，礼物这东西心意到就行，并不重要。曹小纯摇了摇头，如果花大价钱，的确有可能买到一些稀罕物品，但他并不想这么做。毕竟有些东西虽然看着不错，但实用价值并不高，因此从记起这个事情的时候，曹小纯就将礼物选好了。他小时候曾听说过水家的太奶奶曾经是麒麟军的一员，因此才造就了这个 H 市将门，而他手上正好有个比较适合的东西。别啊，你要是随随便便拿出个东西，这不是明着让人欺负你吗？我和建军商量过了，你看上啥跟我们说，如果钱不够，我们先补上。听到曹小纯的话，旭老八显得有些着急，人活一辈子，啥都可以丢，就是面子不能丢，不蒸馒头争口气啊。我觉得曹小纯说的有道理，区区一个寿宴而已，有什么大不了的，人过去不就行了？哪怕水家不爽，他们又能如何？李寒一从听到水云姬要回来，就显得有些心不在焉，如今听到旭老八还在劝，顿时有些不耐烦。水家很厉害吗？非得当他们上门女婿？李寒一的话让两人有些诧异，虽然知道这女人心直口快，但这也太过直接了些吧。对此曹小纯有些无奈，从诡异副本出来后，他就感觉李寒一好像跟平常有些不同，但那种感觉他却说不出来。而一旁的旭老八倒是有些回过味来，对啊，他娘的二嫂在这呢，自己在这就这水家的问题大谈特谈，是不是显得有些不礼貌？瞬间旭老八的眼神闪出一抹睿智，似乎夸赞着自己心眼子真好使。说得好，不愧是我们班花，简直一针见血的指出问题所在，我旭老八佩服。旭老八笑了笑，重重的夸赞道：先稳住二嫂，自己再和洪建军商量准备礼物，老子真是个天才。厨师的动作很快，20分钟的功夫菜就上齐了，可能是因为太饿的缘故，曹小纯感觉今天这菜做的挺不错的。两人缓缓吃着，
而一旁的旭老八似乎没什么胃口，只见他重新点了一只烧鸡，随即手中缓缓画出一个魔法阵。喵！很快，一只浑身黑色、长着翅膀的小猫从法阵中蹦了出来。小猫对旭老八异常热情，先是沾了一会自己的主人，随即对着烧鸡大快朵颏。这行为但是引起了曹小纯的注意，一个真实之眼望去，小猫的信息出现在眼前：净月黑猫，异兽，青铜级，可进化，攻击92，敏捷120，精神110。介绍：古代谢月孕育的精灵，黑夜中完美的捕食者，一生只追寻一个主人，忠贞不渝。老八，这净月黑猫是你买的？看着那黑猫那异常优秀的面板，曹小纯眼中闪出一丝震惊。这种传说中的异兽竟然能被旭老八弄到了，看来这段时间里他的机缘不小啊！怎么可能？虽然九州也有卖异兽的商铺，但里面的价格怎么可能是我能消费得起的？旭老八呲着牙笑了笑，这是我在幽暗密林找到的，能得到它，洪建军的功劳可谓是功不可没。原来在曹小纯和李寒一进去诡异副本后，旭老八三人也组队进了副本练级。洪建军进步得很快，短短时间内他已经研制出能疗伤、回魔、解咒合三为一的肉肠，因此他们三人在幽暗密林中过得异常舒服，不仅可以轻松获取经验，而且还在副本中敲了不少人的闷棍，一时间那真是收获满满。那天晚上，洪建军去方便的时候，可能因为太胖，竟一不小心滚下山坡。旭老八两人听到动静前去营救的时候，三人竟然发现了一座古墓。见到这种情况，三人小心探查，发现这竟然埋着一个铂金级别的强者，因为年代久远，墓主人的身份已经无从考证。他们搜刮了墓穴，三人也各有收获。洪建军获得了一套看起来十分古朴的厨具，李文斌得到了一只粉色的小河马，而旭老八得到了这只净月灵猫。你们可不知道，那古墓虽然看着大，但东西是真的少，一块金子都没有。那汉山河马和这净月灵猫应该是墓穴的守护兽，刚看到他们时了把我们吓了一跳。不过在我和文斌的王霸之气下，这两只异兽对我们竟然异常友好，稍微一骗他们竟然认主了。你说这奇不奇怪？旭老八摸着净月灵猫的下巴，兴奋地诉说着。第57章奇字诀。曹小纯与李寒一对视一眼，显得有些不可思议。这算什么？被迫方便，掉下悬崖，大难不死，获得机缘。小说都不敢这样写吧？从旭老八的话中，曹小纯还了解到一个情况，就是这所有事情竟然都跟洪建军有关。而且他们出发前才过了2天时间，洪建军竟然又研制出了新的菜品，墓穴最大的宝藏竟然还是一套厨具。这胖子身上有秘密啊！曹小纯缓缓想到，从自己随意点拨到现在的种种巧合，都在指示着洪建军的不一般。难道这人真的是气运之子，出门就能捡到机缘？想到这，曹小纯不由打算实验一番。如果真的是这样，那这人可真是这个队伍的超级吉祥物啊！李寒一心中也异常震惊，虽然5人刚刚决定成立队伍不久，但才过了半个月，竟然各有机缘。该说不说，这老天的眷顾也太多了些。没想到半个月的时间，你能竟然有这样的机遇。良久过后，曹小纯不由感叹道：嗨，运气罢了，就是里面的东西少，不然这古墓里的东西肯定会分你们一份。旭老八很享受这样的恭维，随意摆了摆手，装作十分无所谓。对了，我差点忘记了，你们这半个月去哪了？该不会偷偷去旅游了吧？我们吗？曹小纯笑了笑，随即望向李寒一，示意着他来解释解释。良久过后，一声悲戚的声音从饭馆包厢内传出：我套你猴子，曹小纯，你是真该死啊！老天不公啊！一顿饭吃了1个多小时，李寒一也打算告辞了。众人分开后，他随意打了一辆车，坐在后座上。李寒一重重吐出一口气，随手一道粗略打磨过的树根出现在他手中。在幻境时，这还是一根精美的首饰，现在失去了副本的加持，已经恢复了原本的模样。李寒一细细打量着树枝，越看越觉得好看，打量了好一会，才小心地收回空间戒指中。望着窗外，似乎是想到了什么，嘴里低声道：水家寿宴吗？曹小纯缓缓走回小区，而旭老八似没有准备回去的意思，慢慢跟在自己的身后，那表情异常下贱。回到房门，就在曹小纯感觉疑惑的同时，只见旭老八轻轻一挑眉，从口袋里拿出一把钥匙，缓缓打开了对面的门。曹小纯面色一黑，要是再猜不出发生了什么事，他就是大傻子了。重重吐出一口气，掏出手机，将屏幕对着旭老八，缓缓摁了一个号码。对于这种老王行为，曹小纯觉得自己该肃清一下。他误会了不是？人家现在是单身，刚失恋，身为哥哥，我安慰一下善解人意的好妹妹怎么了？看到曹小纯的动作，旭老八面色一慌，急忙解释道：这电话要打过去，肯定会有人误会，然后自己就得接受盘问，一接受盘问，可能就会传到韩萌萌的耳朵里，到时候
自己估计就得死。我套你猴子！哐！看着旭老八的样子，曹小纯有些恨铁不成钢，显然道德基本无法绑架这贱人。快速打开门，也不理会旭老八，重重将房门关上。喝了一口水，曹小纯平复了一下心情。他现在没空机会旭老八那些破事，因为自己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突破青铜阶后，9字真言中其自觉的效果也显现出来。在看到那恐怖的效果时，曹小纯差点以为自己在做梦。其自觉，取齐头并进之意，蛊虫提升之法，蛊师升阶时可用。蛊师每提升一阶，便可使自身有升阶前置的蛊虫提升一阶，无限制条件。禅自觉，未知职业者等级不足。原本曹小纯还愁着自己到了青铜级，该怎么给比诺修两姐妹以及小强、飞头谷升级，没想到这件事就这样解决了。而且从这效果中可以推断出，如果自己现在有个王者级的蛊虫，那等自己升到白银级的时候，就能有个圣者蛊虫。当然，这种事情曹小纯也只能想想。蛊师御蛊的手段是要和修为相匹配的，他现在能御食比自己好上一阶的蛊虫，已经是很不错了。一旦到了黄金级，一不小心就会有反噬的风险。再高一级的话，就算是他现在能从系统虫兑换出来，他也不敢，毕竟到时候有可能就是蛊虫过来御自己了。打坐了将近半个小时，仔细调整了自己的状态，曹小纯缓缓睁开眼睛，放出白玉葫芦，双手缓缓接出一枚古怪的手印。其自觉，曹小纯暴喝一声，一股暗红色的能量从体内爆发，如同一道洪流，疯狂灌入葫芦中。周边桌子似乎受到这古怪能量的影响，瞬间破碎。而曹小纯的精神力也在2个呼吸内被抽走大半。其自觉应现，曹小纯在精神力消耗殆尽之时，缓缓撤回手势，喘着粗气，从戒指中拿出一瓶恢复药剂，随即望着不断闪着红光的白玉葫芦，静静等待着。又过了半个小时，只见葫芦中喷出4道流光，比诺修两姐妹、小强、飞头谷出现在房间内。比诺修两姐妹并没有什么变化，而小强的皮肤颜色却显得更深了，原本有些呆板的眼睛，此刻却变得更加灵动。至于飞头谷，那乌黑的头发变得更长，几乎将整个面庞盖住，嘴巴突出2根锋利的獠牙。至于面相嘛，变得更丑了。比诺修·克拉赫，白银级，可提升力量240，敏捷285，精神315，天赋技能魔力亲和，对于冰火元素更具亲和力，施法速度加快20%。深渊格玛，白银级，可提升力量218，敏捷243，精神288，天赋技能五毒禅衣。深渊蛤蟆自带防御技能，带毒的禅衣不仅防御无双，更带着攻击手段。飞头谷，白银级，可提升力量330，敏捷322，精神142，天赋技能恐吓光环，有几率令人陷入恐惧状态。望着4股的面板，曹小纯兴奋无比，他们的3维已经超过了如同白银阶职业者太多，而且自带的天赋技能更是让其战力提升了不止一个台阶。重重吐出一口气，曹小纯将4股重新收回葫芦，因为蝗虫蛊和杀人蜂蛊并不能直接提升，因此想要将其晋升到青铜级，那只能走改造这条路。不过现在曹小纯手中并没有材料，因此这是只能等到寿宴以后了。想了想之后要培育的蛊虫，曹小纯便打算睡觉了，毕竟精神力的大量消耗已经让他脑子有些发胀。夜晚似乎格外的宁静，而曹小纯睡得很香，但他不知道的是，深夜白玉葫芦竟然不受控制的从丹田中飞出，无尽的寒气瞬间涌出，整个房间瞬间充满冰霜，一道倩影闪出，缓缓躺在其旁边，整张床附近竟涌出道道白丝，并快速汇聚成一个薄茧。第58章人形斯卡萨。清晨，曹小纯感觉有些无奈，虽然房间里已经结起了一层厚厚的冰霜，但他此刻并没有感觉到冷，因为除了已经冻得失灵的空调以及杯子外，他身上还绑着一条异常粗大的尾巴，尾巴通体蓝色，上面是一层坚硬无比的龙鳞，虽然温度很低，但龙尾上却传来不属于这个属性的温暖。再望了眼一旁睡得如同死猪一般的少女，虽然不知道她是怎么进到自己的房子里，但曹小纯可以确定，这条尾巴的确就是她的。少女长得很高，看起来有1.8米左右，柳眉琼鼻，一道银色的主打随意散落在床上，皮肤竟隐隐呈现出一丝淡紫色，看起来并不像人。一条蓝色的龙尾挂在琵琶骨处，看起来起码有3米，当然现在大部分都绑在曹小纯身上。至于衣服，抱歉，他身上特么就没有衣服。睡觉就睡觉，那尾巴卷着自己干嘛？曹小纯尝试着挣脱，哪怕他已经将蛊力用到了极致，但那龙尾却没有任何反应。硬，或许是曹小纯的动静吵到了他，只见斯卡萨眉头一动，缓缓睁开那如同蓝宝石般的眼眸。两人对视，相对无言。良久过后，只见斯卡萨起身一压，
一道天籁般的声音从少女嘴中吐出：“主人。”见状，曹小纯嘴角一抽，淡淡道：“你能不能先把我放开？还有，别拿那西瓜对我脸，喘不上气了。”曹小纯坐在床上，比诺修如同一个称职的保姆，用着自己的火焰融化着房间里的寒冰。克拉赫，我是叫你拿之前我给你多买的衣服给他，不是叫你脱你身上的给他穿。折腾了许久，克拉赫拿着一把寒冰制成的梳子，缓缓为斯卡萨梳着头。曹小纯坐在对面与之对视，从真实之眼中瞬间看清了斯卡萨的信息：冰龙斯卡萨矮人形，黄金级，可提升力量680，速度720，精神833，天赋冰之亲和，由寒冰中诞生的巨龙，天生的王者。每次出现，世界的冰元素便开始狂欢，如同在朝拜自己的王。任何冰系法术在斯卡萨手里都是信手拈来的存在。特性：不死天赋，龙族无法被杀死，哪怕他们已经陨落，剩余在世上的气息会单独汇聚成一枚龙蛋，若干年后它会再次重生。特性：忠诚，斯卡萨转生时遇到蛊虫力量干扰，心中忠坚不渝，除非主人死去或者再次转生，不然只会效忠一人。特性：变身，可在龙形与人形间切换。特性：冰霜血脉，冰龙斯卡萨乃天生的王者，对于寒冰属性的怪物有着天然的血脉压制。特性 XXXXXX， 特性 XXXXXX， 真不愧是龙族。望着那恐怖的三维以及那密密麻麻的特性，曹小纯显得有些激动。可能是因为受到奴隶蛊的影响，原本还有一段时间才能孵化的斯卡萨竟然提前孵化了出来。要知道，虽然自己可以将它隐藏在白玉葫芦中，但里面的时间流域对这些不是蛊虫的生物却没有影响。既然它能提前出世，除了这个猜测，曹小纯也想不到更合理的理由。看着那惊动的眼眸，曹小纯觉得斯卡萨的智灵一定比比诺修两姐妹高，毕竟这两姐妹除了会叫声主人以及一些简短的句子以外，哪怕她们到了白银级，有些东西也表达不出来。而且那恐怖的三维根本就不像是个黄金级别该有的数据，凭着那800多点精神力，一些恐怖的寒冰系法术恐怕在他手里就如同吃饭喝水般简单。你是愿意待在葫芦里，还是愿意在外面？想了想，曹小纯淡淡道：毕竟斯卡萨的智灵很高，自己虽然身为主人，但属下的想法总得照顾照顾不是。葫芦里有斯卡萨的房子，一片寒冰地带，我住得很舒服，但如果可以选，我要跟主人待在一起，为主人繁衍后代是作为奴隶最重要的义务。斯卡萨歪着头想了想，随即目光大亮，随即冲着曹小纯缓缓爬来，身上修女服的腰带也被其随手松开。这是什么虎狼之词？听到这话，曹小纯瞬间明白了，这小母龙虽然能理解事情，但心智不成熟啊。好的，你还是暂时待在葫芦里吧。阻止了斯卡萨的动作，曹小纯还是觉得想让他守在身边当个保镖，还得教教人情世故才行，不然平时容易出事。对于曹小纯的话，斯卡萨表示十分不满，但自己又反抗不了，恼羞成怒之下，只见少女抱着胸，将头撇过一边，自顾自地生着闷气。重重叹了一口气，曹小纯来到斯卡萨身边，摸了摸他的头，淡淡道：你平时吃些什么？与其让他纠结着繁衍后代的事，倒不如转移话题。龙族到底吃什么，他也不是很清楚，只知道根据属性不同，他们吃的也不一样。毕竟整个九州养龙的恐怕不超过1000位，在这个100亿人口的星球里，关于龙族的数据还是很少的。肉，很多很多的冰属性肉。果然听到曹小纯的话，斯卡萨的表情瞬间由阴转晴，张开粉嫩的双臂，夸张地表示着。望着那夸张的描述，曹小纯一时间也不知道很多很多究竟是多少，随手拿过平板，打开购物平台，筛选出合适的肉类后，便递给斯卡萨，让其自己选择。这个5只1顿。斯卡萨好奇地看着平板，突然感到上面的图片异常熟悉，好像都是自己曾经吃过的东西。没过多久，他便指着平板上的一张图片，脆生生地说道。曹小纯伸头一看，只见上面的信息写着：活动促销，高原饲养寒冰号牛200斤，活动价19000周币。看到这，曹小纯眼角一抽，一顿干我59000周币，这东西我能退货吗？斯卡萨的食量让自己有些头疼，但想了想，自己孵化的龙宝宝咬着牙也要养起来，不就是钱吗？挣不就回来了。想到这，曹小纯颤抖的点击平板，订购了1000号牛。看着自己那缩水大半的余额，只够斯卡萨2个月的伙食，曹小纯觉得有些心疼。第59章赴宴。因为曹小纯下的订单巨大，商家似乎有些不信，再次打电话确定后，对方提议他可以自己到牧场提取，这样刨除运费，他们可以多送50只号牛给自己。对此，曹小纯觉得很合理。随意吃了点东西，将斯卡萨收进葫芦后，曹小纯下楼打了一辆车，便往牧场赶去。来到这边已经是中午，老板名叫华安，
是一名看起来十分憨厚的大汉，而且还是名黄金级别的放牧师。因为职业的缘故，华安好不容易熬到了黄金级，可再想进步却是不可能了。因为黄金级以后，没有任何战斗职业会带着一个对自己毫无帮助的职业下副本。因此，华安已经看透了，3年前便用着自己的积蓄以及能力在自家牧场中养牛。因为老板厚道以及耗牛的品质很好，他如今的生意也是红红火火。见曹小纯来到，热情上前握了握手，闲聊了几句后，便打开自己的私域空间。只见里面是一座冰山，而那1050已经被老板圈在一个地狱，静静等待着挑选。老板，这1000多只耗牛已经准备好了，你看你的车队什么时候到？华安搓着手，昨晚接到订单时，他还有些不相信，毕竟耗牛这种东西体积大，而且只能作为食材，一般的饭店一次最多也就是买个1-2头，因此刚开始他还以为是对头特意来搞他的。可经过再次确认以及平台保障后，他才知道自己并不是在做梦，这还真是个大客户。不用了，我自己能带走。随意抽检了一下耗牛的品质，曹小纯显得很满意，随即换出葫芦，将那1000多只耗牛全部收走。华安看到曹小纯的动作，心中异常震惊，这人看起来这么年轻，竟然拥有着空间系技能，而看这样子，恐怕是个战斗职业。大概过了5分钟，所有的耗牛全被葫芦收进其中。曹小纯想了想，随即开口道：这样吧，未来1年，每隔2个月，我就会在你这里下一批订单，我希望你能够准备足够的数量。曹小纯分析过，未来1年里，要是没有意外的话，自己每隔2个月都要给斯卡萨买上一批口粮，而这老板看起来倒是实在，自己不妨先预购一下。虽然到时候自己已经在帝都，华安对此应该也是有办法的。老板，你说的都是真的？刚从之前震惊回过神来的华安，再次被曹小纯的话所惊到。2个月一批，这人不会是做食品加工厂的吧？当然是真的，难道你这里供应不上？不会不会，哪怕你要再多，我华安咬牙都给你供上。不过可不可以先签个合同，也好有个凭证？华安急忙摇了摇头，这要看到手的生意，自己怎么可能放过？不过这一切都要有个合同才行。对于华安的顾虑，曹小纯表示理解。来到小屋，华安麻利地打了2份合同，在双方确认无误后，联网确定了身份，曹小纯便签上自己的大名。老板在这里，我可以保证，不管你到哪，牛我都会给你送过去。而且一只牛的价格我只要7590周币。双方握了握手，华安也主动降低了价格，这倒让曹小纯感觉很舒服。闲聊几句，曹小纯便告辞了，毕竟这牧场离得远，回去还需要不少时间呢。回到家里已经是下午5点，因为明天就是水老爷子的寿辰，因此他现在也不想过多折腾，随意煮了点东西，随即将斯卡萨、比诺修2姐妹以及小强放出。在吃饱喝足以后，明令禁止斯卡萨不能进房间后，便在床上刷着手机，看着最近的动态。大概到了9点，曹小纯洗了个澡，便休息去了。这一觉直接睡到了第2天中午12点。望着一旁不断响起的铃声，曹小纯异常后悔昨晚上没把他们收进葫芦中的决定。是的，曹小纯又被绑了，而且他现在旁边不止躺了一个斯卡萨，而且还有比诺修2姐妹，而小强乖巧的趴在地下，但因为体型太大，所以窗台的阳光是一点都照射不进来。不过小强算是里面最乖的，起码他没脱衣服不是？好不容易将斯卡萨3女弄醒，没等他们反应过来，曹小纯一甩手，直接将其扔进葫芦中，揉了揉发麻的手臂，拿起手机看了看号码。小纯，12点了，还没起呢，我们都在你楼下等了1个多小时了。电话那头正是旭老八，因为他那行长父亲的缘故，旭老八也在寿宴邀请名单之内，因此要看就要到时间了，他才显得有些着急。曹小纯打了一个哈欠，随即穿上衣服，随意洗漱了一下，便下楼去了。刚到楼下，只见一辆限量款的豪车停在自己面前，而旭老八和洪建军穿得人模狗样的，正伸出头看着自己。我说小纯，这么重要的场合，你怎么也不打扮打扮？看着曹小纯穿着一身常服，旭老八先是一愣，咱们过去露脸占地位呢，结果你就这身，又不是去结婚，讲究这么多干嘛？而且你们不热吗？外面现在40度呢。曹小纯翻了一个白眼，随即拉开车门，待他坐定后，旭老八缓缓启动车辆。小纯啊，我们决定了，既然你去咱们未来大嫂家，今天这个场面必须给你撑起来，所以老洪给你准备了一份不错的寿礼，到时候你直接拿上去就是。一边开着车，旭老八一边说道。而洪建军听到旭老八的话，笑了笑，随即从一旁拿出一个包装十分精美的礼盒。曹小纯疑惑地接过，打开后发现竟是卷字贴。大哥，这是九州著名书法大师齐康平写的万寿图，齐老已经封笔了，所以他的字可是万金难求，为了这个我可没少求我小妈。洪建军此刻显得十分自豪，现在除了自己有谁还能弄到齐老的新笔墨？听到洪建军的话，曹小纯身体一愣，齐康平的大名他自然听说过，没想到洪建军家里竟然能请到他出山写字。要知道齐康平的作品
之前最新的成交价可是卖到3000万9周币。你小妈不是电影明星吗？还有这能量？关上话礼盒，曹小纯望着洪建军，疑惑地问道：“那是我二小妈，这是我六小妈弄的，她是齐老关门弟子。”洪建军摇了摇头，淡淡解释道：“不是，你有几个小妈来着？”曹小纯嘴角一抽，对于洪建军的回答，他倒是有些佩服，不过佩服的却是这小子他爹。9个呀，9个小妈，18个阿姨。那你亲妈没意见？我从小就没见过我亲妈，听我爹说，她是一个大家族的女人，从我出生就被带走了。我想知道她在哪，可我爹却不跟我说，守得死死的。第60章，来者不善。水家大院在城东一个较为偏僻的别墅区内，说此地偏僻，并不是因为这边住的人少，而是这片别墅区是由朝廷单独规划，专门给以前一些立了大功的官员老将所住。曹小纯3人来到这边时，附近已经停了许多豪车，车上下来的人非富即贵，还有些甚至只在电视见过。将请帖给卫兵一看，在2名带着肃杀之气的保安带领下，旭老八缓缓将车停好，缓缓走向大堂。期间有认识他们的人看到，都不由窃窃私语，毕竟曹小纯3人的身份如今在 H 市也是挺出名的。旭老八洪建军靠的是自己老爹，而曹小纯则因为那未来女婿的身份。大堂摆着种种精美的糕点，酒保和迎宾都是身材曼妙的少女，恭敬地欢迎着每一个到来的人。因为离寿宴还有一段时间，里面的人都三三两两聚在一起，交头接耳，或许在恭维，或许在拉着家常利益。今天这场寿宴，除了来恭贺水老爷子大寿外，更像是一场人脉交换、利益共享的私人聚会。也不知道水家今天想干嘛，除了邀请 H 是个势力的老板在，竟然将他们的儿子女儿一块邀请了。难不成寿宴过后还要开场相亲派对不成？曹小纯3人随意找了一个地方坐下，旭老八嗑着瓜子，望着场中还有年轻人，淡淡道：“这件事我倒是听说过，其实邀请年轻一代并不是水家的本意，而是因为一位从帝都过来世家公子。你们也知道，帝都公子到了地方天生有着一种优越感，所以这些人想要搭上线，而水家也乐意卖这个人情罢了。”洪建军喝了一口酒，显然有些不屑。世家公子吗？曹小纯眼睛一眯，水家的确认识帝都不少人，但跟那所谓的世家可搭不上边，这点他可以肯定。如今突然冒出这号人物，却让其心里有了些不好的预感。他总觉得的，今天恐怕不会这么容易过去。哼，没想到你们3个还赶过来。就在3人在这边等待着寿宴开始时，只听到一声异常不屑的声音传来，转头一看，只见周元龙穿着一件华丽的西装，端着一杯酒，冲着他们缓缓走来。在看到曹小纯一身长服时，眼中那不屑的意味更加明显。哟，我当是谁呢？原来是一般的尖子生周公子，有何指教？曹小纯看清来人的模样，笑了笑。他还记得，因为李寒一的缘故，这人可是挺恨自己的，还一直想找他打架来着。不过自从高考过后，也没见他有所行动。原本曹小纯还以为这人就此放弃了，没想到今天又跳了出来。指教不敢，现在 H 是谁不知道？你曹小纯走了大运，竟然误打误撞弄出了一点修炼方法。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讨厌你吗？听到曹小纯的话，周元龙翻了一个白眼，随即在3人面前坐下。我跟我同桌，那是纯友谊。曹小纯不明白周元龙到底有何目的，但也不想跟他说太多，便随意说了一句，准备将其打发。曹小纯，你别把我想的跟那些所谓的纨绔子弟一样，如果真的是为了韩一，我还不屑于理你。周元龙笑了笑，随即冷着脸再次说道：你知不知道你是水云记的未婚夫，有了一个这么优秀的未婚妻，你特么还出去沾花惹草？关你屁事！曹小纯越发疑惑，咋的，抢不到李寒一，你还想抢水云姬？我套你猴子！你知不知道水云姬是我表姐？听到曹小纯的话，周元龙将酒杯重重一放，指着对面破口大骂道：这人走了狗屎运，当上水家女婿也就算了，竟然还跟自己抢女人，明晃晃的脚踏2条船不说，而且2个女人都跟他有关系，一个是自家亲表姐，另一个是自己青梅竹马加爱慕对象。你敢说这事跟老子没关系？噗！哈哈哈哈！望着周元龙气急败坏的样子，旭老八2人实在忍不住，不由笑出声。要真是这样，他们但是有些心疼这大傻子。而曹小纯此刻也面色一愣，他还真没想到这人竟然是水云姬表弟，这也没听说过呀。笑吧笑吧，等下有你们哭的。告诉你，那郑公子就是冲着我表姐来的，我已经打听到，他今天要让你出丑，希望你等下还能笑得出来。听到旭老八2人的笑容，周元龙越发恼怒，还没等曹小纯回话，便恶狠狠扔下一句，随即起身离去。郑公子，帝都郑家，这可是个大名鼎鼎的存在，郑家老爷子现在可是当朝左相，号称师生满天下，而且家族中那郑氏集团也是9州100强企业之一，因此哪怕他们身处 H 市，也听过这郑家大名。曹小纯没有旭老八他们这么大的神经，
他精准地从周元龙的话里捕捉到，好像对方今天来这不善啊。小纯，等会你打算怎么办？回过神来的旭老八也感觉到了事情不对劲，凑过身，低声询问着曹小纯。哼，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郑家又如何？他还能吃了我不成？想了想，曹小纯随意地说道：如果自己被这一个名头吓到，那还和谈往下走去？不管如何，我都支持大哥。洪建军看着曹小纯郑重道：哇，这是李家大小姐吗？早就听说她长得如同天仙，没想到竟然这么漂亮，恐怕跟水云姬比也不差啊。对啊，而且她的职业还是恶魔契约者，高考的时候更是上了各高校的热门新闻，虽然不比隐藏职业，但也是位天才啊。不知道这位女神有没有心上人？如果没有，今晚回去我就跟我爹商量去李家提亲。得了吧，撒泡尿看看你那潮种样，你配吗？要是5块一把，你配个几把？我套你猴子，想打架？啧，赖个宝破防了。门外一阵骚动声引起众人注意，只见李寒衣穿着一身纯白色的礼服缓缓走进门，配合那清冷的气质，如同那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女般。第61章郑鸿飞。李寒衣没有理会那年轻一代的赞叹声，反而向着四周望了望，在看到旭老八三人的位置时，眼睛一亮，缓缓向曹小纯走去。同桌，你今天看上去但是显得有些与众不同。望着李寒衣那精致的脸庞，连曹小纯都不由感叹道：平时的李寒衣就很美，今天显然经过精心打扮过。一时间，曹小纯不由想到一句诗：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好歹也是参加聚会，便随意打扮了一下，似乎是注意到了曹小纯眼中的变化，不知为何，他心中竟有一些窃喜，缓缓坐在其身边，与三人闲聊着。这人是谁啊？女神和他认识？还有他身边那一只猴和一只猪是什么鬼？西天取经吗？望着李寒衣的动作，众年轻人先是一愣，随即交头接耳道：他你都不知道？曹小纯啊，水家未来女婿，但是个花花公子，明明定亲了，还到处沾花惹草。这话是周元龙说的，显然里面最气的就是他。卧槽，这人是完全不要脸了！尼玛，他长得还没我帅呢，凭什么？这位赖格宝，请你闭嘴好吗？这是在讨论事情，而不是在听你吹牛批。这位老哥说的对，虽然他的行为有些不妥，但那俊秀的脸庞却十分符合我的品味。如果不是场合不对，本小姐说什么也要上去搭讪一番。滚吧你，小浪蹄子！听到众人的议论，曹小纯缓缓喝了口水，对此他表示无所谓，本来误会就够多，也不差这一点。时间很快过去，接近3点的时候，水老爷子穿着一袭红色锦袍，在水家众人的簇拥下，缓缓来到大堂主位，脸上带着洋溢的笑容，拱手道：感谢诸位捧场，今天还望大家玩得开心。水老爷子虽然已经180岁，头发也已经花白，但精神气却显得很好，从行为动作中可以看出当年在战场下留下的豪迈。水老爷子说笑了，您可是我们 H 市的英雄，今年是您大寿，我们过来也算是沾沾喜气了。大家说对不对？说话的是 H 市的城主，这可是 H 市最大的官员，如今能在今天抽空过来，可见水家能量之大。对，众人迎合着。来，大家举起酒杯，一起敬老爷子一杯，恭祝老爷子寿比南山。祝老爷子寿比南山。郑风很能调动气氛，一时间一道洪亮的祝寿声在场中响起。再次坐下，听着周围那热情的声音，曹小纯显得无聊。你知道我们这位郑城主今天为什么会到这里来吗？就在曹小纯有些出神的时候，身旁的李寒衣望着与水家热情交谈的郑风，微笑地说道：按道理来说，身为一城之主，关心一下退下的老将也算正常，但郑风的行为显然有些太过热情，而且城主一般日理万机，能过来喝杯酒已经是很好了，但郑风此刻却不急着走，这里面的关系但是令人有些玩味了。他也姓郑，不会跟帝都郑家有关系吧？曹小纯重重叹了一口气，如果能让一名城主这样做，除了帝都来人，恐怕也没别的理由了。你猜对了，他是郑鸿飞的舅舅，而这郑鸿飞乃帝都郑家大公子。这郑鸿飞觉醒的职业是如是，同样是个隐藏职业，而且觉醒当时，天道还赐予了一颗7窍玲珑心，更有文圣降临为其加持。从这个消息传出时，郑家家主就放出话：我儿飞鸿有成神之姿。而这郑鸿飞也没有埋没自己的天赋，进入帝都大学后表现得异常优异，哪怕你那未婚妻与之对比，也弱了1线。我还听到小道消息，学校里可将他与水云姬并称金童玉女。对于这个未婚夫，虽然有些风闻，但并不影响这个结果。听到李寒衣的话，曹小纯眉头一皱，虽然郑飞鸿的名头听起来十分唬人，但对此曹小纯并没有太过在意。如果单单靠着天赋就想走到最高，那简直是异想天开。其实真正禁锢一个人的并不是天资，而是思想。
这所谓的天资，只是让你在起跑线上增添一些便利罢了。如果为此陷入其中而骄傲自满，那这天资也是葬送自己的毒药。只见郑风与水家耳语几句，随即转身说道：“既然今天是水老爷子的寿辰，那诸位的寿礼恐怕也是异常丰厚。不如我们玩个游戏，将所有寿礼摆上来，让老爷子评出最优秀的一个如何？”座上的水战此刻眉头一皱，他是一个纯粹的将士，对于寿礼这些东西本身就不看重，如今突然来上这么一出，但是让他有些不适应。而且今日是他的寿宴，而他这个主人都没说什么，自己这几个儿子却跟着郑风，好像什么都安排好了一样。一时间他有些疑惑，他们到底要干嘛？从出来开始他就没见到曹小纯，之前他可是叮嘱过要他以水家女婿身份出现，办事的人也答应的好好的，这到底出了什么事？他可不相信曹小纯会不记得自己这个老头子了。既然郑城主说了，那我就先借花献佛。王氏集团送千年珊瑚一份，恭祝水老爷子寿比南山。一名长得黝黑的胖子缓缓走出，先是客套一声，随即吩咐下人将寿礼抬出。只见那珊瑚高3米，通体赤红，一眼望去如同一块天然雕琢的红宝石，从这优美的外观中便知道价值不菲。哈哈哈哈哈！王老板果然大气，那赵某也不客气了。赵氏武馆送5000年老参一根，恭祝水老寿比南山。这千年老参一出，场中不由掀起一阵惊呼。对比那只是装饰品的珊瑚，这5000年老参不管价值还是实用性都高上太多了。药材一旦过了1000年，那都是宝药，说不定哪天就是救命的存在，更别说这根已经有5000年的老参。听说赵氏武馆想要与水家小公子联姻，这东西算是聘礼了吧？赵家的寿礼将场上的气氛推向了高潮，一时间众势力纷纷献礼，仿佛要在一堆寿礼中为自家争一下光。天宫阁送3米巨灵白玉观音一座，天龙酒楼送黄金阶怪物内丹一份，洪氏煤矿集团送现金500万，H 市银行总行长送玉佛一枚。望着种种价值连城的物品，曹小纯不由有些疑惑，这只是个寿宴，而这些势力却是将那些能够压箱底的宝物献出，这看着倒不像祝寿，倒像是进贡。帝都郑家送10年寿丹5枚，祝水老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一道柔和的声音在门口传来，只见一名青年捧着一个由韩玉制成的玉盒，缓缓走了进来。第62章提亲10年寿丹。郑鸿飞话音刚落，场上顿时响起一阵惊呼，这东西和各种宝物都不同，这可是实实在在能增添寿元的存在啊！要知道，职业者没达到王者级，最高寿命也只有800岁罢了，而每当寿元临近还未突破的话，那只有等死一条路。而一种叫做炼丹师的职业却打破这规定，炼丹师到了钻石级，便有很小的几率炼制一种名为寿丹的逆天神药，而偌大的九州觉醒炼丹师职业的人却不超过双手之数。丹药和它的名称一样，一枚可增添10年寿命，而每个职业者一生之中可服用10枚。可以说郑飞鸿今天直接送了水老爷子50年的寿命，这样的大手笔恐怕在 H 市也没有几个势力能拿得出来，就算可以也得付出伤筋动骨的代价。水老，这是小辈的一点心意，还请您别嫌弃。郑飞鸿面对水战恭敬地行了一个儒家礼仪，一举一动之间尽显风度。哎呦，郑少爷客气了，如此厚礼我们水家又怎么能接受？说话的是韩之遥，也是水云姬的继母，虽然美妇已经年近40，但因为保养得好，身材并没有变形，反而多了点成熟，眼眉间却不自主地透露出一丝媚意。虽然韩之遥嘴上客气，但接过寿丹的手却没有客气，径直拿过玉盒，随意打开看了看，眼中闪出一抹贪婪。韩伯母客气了，我与云姬是很好的朋友，今日既然是水老爷子的寿辰，我自然不能让他丢了面子。郑鸿飞随和地说道，并不断强调自己和水云姬的关系，似乎在宣示着某种主权。你客气了，不过这礼物太珍贵，我这老头子受不起，你还是拿回去吧。水战望了一眼郑鸿飞，又看了一眼自家几个儿子儿媳，不由眉头一皱。他沉浸官场多年，要是他还看不出今天到底是什么情况，那他就可以去死了。如果礼物不符合老爷子您的心意，鸿飞向您道歉，这是晚辈的错，不过送出的寿礼哪有收回去的道理？听到水战的话，郑鸿飞先是一愣，一丝阴狠从眼中一闪而逝，但他控制得很好，没有任何人注意到。哎呀，爹，这好歹是人家的一份心意，你怎么能这样说？对啊，爹，鸿飞又不是什么外人，你可别这样说。水战的话没让原本热闹的气氛变得一冷，水家众人纷纷劝阻着。哼，不是外人，难不成水家和京城郑家还有什么关系不成？我这老不死的可不知道。水战重重吐出一口气，望着众人，眼色有些不善。水老，韩姨说的也没错，今日我除了过来给您祝寿以外，还有一事相求，便是向你提亲，希望水家能将云姬嫁给我。郑鸿飞见气氛有些不对，便直接将今天过来的目的说出，
在来之前，他已经提前接触过水家众人，对此他也很有信心。哪怕水战不同意，但有了众人的游说，相信这个难度并不大。至于曹小纯与水云姬的婚约，这东西郑鸿飞从一开始就没想过。在他眼里，这人对自己的计划根本毫无阻碍。恭喜水老爷子，看来今天双喜临门啊！早就听说水小姐如今正值风华之年，没想到她与郑公子还有这样一段渊源，恭喜恭喜！一旁的郑风见状也急忙恭喜道：“他今天过来本就是配合自己的侄儿。”而在场的众人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也显得有些诧异。在场之人，不少人都听说过水家与曹家定有婚约，没想到今天郑家竟然直接无视了那东西过来提亲，而且除了水老爷子，郑家其他人貌似都没什么意见。这里面的缘故倒是有些玩味了。没想到曹家发生变故以后，竟然连一个婚约都难以维持。该说不说，今天估计有好戏看了。你说的那是屁话，哪怕曹家没有任何意外，但他和帝都郑家能比吗？只要脑子没问题，谁不知道怎么选？至于婚约，那算个屁。如果今天水家真的答应了这桩婚事，那曹小纯的尊严可就彻底被踩在地下了。一个官而已，有个屁尊严！听着周围的窃窃私语，水战望了望水家众人，吐出的话中竟隐隐带着怒气。抱歉，云儿也有婚约，郑公子怕是错爱了。曹小纯是他选的女婿，自己还没死呢，他们竟敢联合外人闹上这一出。婚约之事我也知道，不过对于云姬现在的成就，他那未婚夫恐怕也跟不上步伐吧，所以鸿飞希望水老爷子能郑重考虑一下。爹，我虽然身为云儿的继母，但好歹照顾了她这么多年，待她也如同亲生女儿一样，自然希望她过得好。所以你那口头上的婚约还是算了吧。我觉得大嫂说的没错，为了水家的发展，我们也应该为云儿选择一个好夫婿。一旁的水之夜虽然表情有些纠结，但还是默认了众人所说。身为水云姬的生父，但他那天生软弱的性格，对于这种事他并没有勇气站出来做主。郑公子是吧？不知道你这次来提亲有没有问过妮子的意见？就算问过了，好歹也要考虑一下我这个当事人的意见吧。就在水战正要发怒之时，一道声音从客厅角落传出，只见曹小纯面带微笑，带着李寒衣三人缓缓走前面。虽然早就清楚这郑鸿飞今天来者不善，但听到他说出要提亲时，曹小纯还是相当不爽啊！我套你猴子，哪来的勾巴在这么重要的场合在这嘤嘤狂吠？旭老八没有曹小纯那涵养，他忍着犊子很久了，刚才那话不是明摆着欺负他兄弟吗？曹小纯的出现让原本有些尴尬的气氛瞬间热闹起来。如今正主已经出现一个，事情也已经向着不受控制的方向发展。你就是曹小纯？望着突然走出的四人，郑鸿飞随意扫了一眼，望向李寒衣时，眼中竟露出一丝贪婪。第63章，你过来砸场子的？望着为首的那名少年，郑鸿飞眼睛一眯，没想到在听到自己的身份以后，曹小纯竟还敢跳出来。既然这样，那今天他也不介意将其踩在脚下。我大哥不是曹小纯，难道是你爹啊？问的什么废话？堂堂郑家竟然臭不要脸的弄出这样的事情，怎么？你们家族的风格都这样？洪建军也不甘示弱，虽然自家只是挖煤的，但他老爹可掌管着6个市的所有煤矿，每天给城市的 GDP 贡献了大头，而且他三小妈乃朝廷工部尚书来着，因此他也不怕得罪郑家。现在谁敢欺负自己大哥，那就是跟自己过不去，跟自己过不去，那就是跟工部尚书过不去，跟工部尚书过不去，那就是跟朝廷过不去。哼，你们两个我们好像并不认识吧？为何对我抱着如此敌意？再说了，大家都是寒窗苦读数十载的读书人，出口成脏不好吧？郑鸿飞眼睛一眯，对于旭老八两人显然没什么好印象。正主没说话呢，你们在这叫什么？等着吧，这件事过去查到你们的身份，看我怎么炮制你们。寒窗苦读数十载，怎么没把你丫的给冻死？隔着装你姨夫呢？旭老八眼睛一瞪，瞬间回怼道：你！郑鸿飞听到这话，猛然握住拳头，这人说的是人话。行了，老八，今天是水爷爷的寿辰，说话别太过。曹小纯摇了摇头，出声阻止道：郑公子，说说吧，你今天过来提亲，有没有得到妮子的意见？曹小纯也不想跟这人过多废话，恭敬跟水战打了一声招呼后，便望着郑鸿飞淡淡道：如今水云姬也没回到家，而这郑鸿飞却提前过来，他相信今天这事他绝对没有跟水云姬打过招呼，因此曹小纯才会这样问。果然，听到曹小纯的话，郑鸿飞瞬间一愣，的确，他并没有跟水云姬打过招呼，而是利用时间差，想要先把事情定下。曹小纯，我知道今天这事可能让你有些不舒服，但是你也要为云儿考虑一下吧。你只是觉醒了古尸的职业，你觉得就冲着老爷子的口头约定，你和云儿能走下去吗？不如就此放手吧，我敢保证，水家一定给你补偿。一旁的韩之遥看到现在的情况，急忙开口道，
作为水云姬的继母，从小她就不喜欢这个小瞎子，如今能用她的婚姻换来郑家的支持，她是100个情愿。哼，阿姨什么时候能做水家的主了？曹小纯冷冷一笑，对于韩之遥的话也不在意。问你呢？问过妮儿了吗？韩阿姨说的不错，如今你这样问我有何意义？一个古诗职业，你觉得你们能走下去吗？或许是因为理亏，一时间郑鸿飞竟被曹小纯问得有些发愣，不过等他回过神，便顺着刚才的话接了下去。一个父母双亡还觉醒了最弱职业的孤儿，竟然还有底气过来质问自己，怎么？堂堂郑家竟然连一台液晶电视或者电脑都没有吗？我家有啊，超大屏液晶电视，你平时都不看高校新闻的吗？现在你还认为古诗是最弱职业，怕是脑子有问题。洪建军直接出言讥讽道，他们的大考以及高考成绩早就在高校论坛中传得沸沸扬扬，而曹小纯召唤出比诺修两姐妹，那画面更是引起了不小轰动。所以你现在还敢说古诗是最弱职业？哪怕你前期起来又如何？你能保证自己能安稳修炼下去吗？听到洪建军的嘲讽，郑鸿飞的脸色有些不自然。论坛上的信息他自然是关注过的，但自己却刻意忽略了这个信息。毕竟一个最弱职业崛起，自以为吃饭喝水呢，有这么容易的吗？这就不劳郑公子费心了。既然你没问过妮儿，所以你今天演这么一出，是过来砸场子的？还是说你郑鸿飞想要仗着郑家势力过来欺压 H 是水家，这才会在明知妮儿有婚约在身的情况下，公然过来提亲，准备在寿宴上落了水家面子？曹小纯这帽子扣得很大，今天是水战寿宴，在这么多外人在的情况下，你郑鸿飞用这种联合众人逼宫的方式想达到自己的目的，这让外人怎么想？水家其实人心不齐，随时会分裂。我和云姬情投意合，所以我过来提亲有何不妥？曹小纯的话让众人的目光有些玩味，郑鸿飞被那道道目光看得十分不自在，急忙辩解道：那你的证明呢？你连商量都不商量就过来闹事，这就是你们的情投意合？曹小纯笑了笑，脸上充满不屑。曹小友，或许鸿飞做事方法不妥，但这也是爱慕水家大小姐所致，所以你也不用咄咄逼人吧。郑峰眼见情况不对，赶紧接过话茬，郑鸿飞是他侄子，因此他自然要出来为其站台。郑城主，你这话说的明明是他郑大少先出来挑事，你一句方法不妥就过去了。城主，你好大的官威啊！曹小纯冷冷一笑，对于这个所谓的城主并没有多大的尊敬，如果今天自己不出来，那么过后他曹小纯将沦为 H 是最大的笑柄。如今要看事情控制不住，你一句做事不妥就给翻过去了，真当他好欺负呢？曹小友，年轻有活力可以，但别把热血当成骄傲的资本啊！曹小纯的话让郑峰有些恼怒，自己身为一城之主，这么多年谁敢这样跟自己说话？我觉得我夫君说的没错，郑鸿飞，你敢在今天来我水家挑事？一道如同天籁般的声音从门口传出，只见一名身穿银色旗袍，手握一把银色长剑的少女缓缓向前走来。虽然眼前绑着一根丝绸布条，但这并不影响少女的美貌，反而有着一股独有的魅力。如果说李寒衣是那不吃人间烟火的仙子，而眼前这名少女就是一朵纯净的白莲，令人感到亲切的同时又不敢亵渎。水云姬没理会众人的反应，而是缓缓走到曹小纯面前，似乎有些娇嗔般说道：在高中的时候也不会主动过来说话，我还你曹小纯早就忘了我是你的未婚妻呢。第64章，今生只嫁曹小纯一人。虽然没有看到水云姬的眼睛，但从面部表情可以看出，两人并没有因为其中一人的突然崛起而冲淡了之前的感情。得了吧，你这妮子什么时候也学会开玩笑了？望着水云姬那娇嗔的模样，曹小纯莫名想到小时候因为身体缺陷的缘故，这妮子可没少受欺负。而两人的第一次见面便是在一个下着雨的秋天，那时因为阴雨连绵，曹小纯在家里关了好几天，好不容易等到雨停了，正要出去撒欢的时候，却在路边看到一个摔在泥潭中的小女孩。本着学雷锋做好事的原则，曹小纯决定帮助一下她，将其扶起，才发现这漂亮的不像话的小女生竟然看不见。经过短暂的接触以及心中的正义感，曹小纯联合旭老八、韩萌萌两人狠狠教训了几个欺负人的小屁孩。那天旭老八从厕所中拿出拖把，如同吕布在世，以一敌三，将对方打得嗷嗷大哭。后来将水云姬送回家的时候，才发现因为家庭原因，他一直与自己爷爷奶奶住在一起。再后来，随着两人越玩越好，平日沉默的水云姬也渐渐开朗了起来。而且因为小孩子的单纯，意气风发的曹小纯在说出长大后找你当媳妇那句话被水战听到时，也在懵逼之间为自己定下了一门亲事。明明就是你傻，还说我。水云姬甜甜一笑，随意的牵过曹小纯的手。因为自己高中的时候觉醒了隐藏职业，在那一刻，水云姬感觉好像所有的事情都变了，自己身边莫名多了许多不相关的人，而曹小纯却开始显得有些疏远。这样的感觉让他有些委屈，说好的保护自己一辈子呢？
水云姬的举动令在场的人表情各异，吃瓜的人对此觉得接下来估计会有更加劲爆的场面，而水家众人表情却有些难看。水云姬明明是他们家族的人，可现在回来似乎完全将他们无视。而一旁的郑鸿飞和李寒一看到这场景，眼角顿时一跳。郑鸿飞是因为嫉妒，从见到水云姬的第一眼，他就发誓这女人一定是他的，谁也夺不走。可在学校中，不管自己如何献殷勤，对方的情绪却没有任何变动，甚至不管对于谁都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脸色。如今看到两人牵手的这一幕，又怎么不让他心里堵得慌？而李寒一却显得简单太多，因为他自己都不知道那莫名的情绪到底从何而来，只知道从水云姬刚刚出现开始，自己就有些慌张。郑鸿飞，今天是我爷爷的寿辰，你过来闹出这样的动静，究竟是什么意思？感受了一下曹小纯手中的温度，水云姬猛然转过头，冲着郑鸿飞质问道：自己因为副本的原因，回来的时候耽误了一些时间，没想到刚回到家就听到了这样的一幕，这怎能让他不生气？虽然自己平日里生性随和，但爷爷和曹小纯就是他的逆鳞，而郑鸿飞这样做，完全就是在挑战着自己的底线。云姬，你误会了，你明白我对你的心意，我今天这样做只是……面对水云姬的质问，郑鸿飞心里一慌，按照自己原本的计划，只要能在水云姬赶回来之前将亲事定下，没想到事情竟然发展成这样。水小姐，郑鸿飞只是对你太过爱慕，所以做事冲动了些，我先为他的举动道歉。郑风见势不妙，便主动走上前，拦在两人面前先行道歉。毕竟刚才曹小纯已经扣了一口大锅，而自家侄儿现在显然已经失了方寸，再这样下去，估计会有失郑家的颜面。对啊，云儿，今天是爷爷的寿辰呢，别把事情闹得太大，大家各退一步，先把寿宴办下去吧。韩一瑶见状，直接出来打着圆场，要是今天联姻不成，还得罪了郑家，那就有些得不偿失了。云儿，别冲动。听着众人的劝阻，水云姬嘴边泛起一丝冷笑，这就是自己的家族。郑鸿飞，你记住了，我水云姬今生非曹小纯不嫁，所以不管是你还是其他人，要是还有着什么心思，劝你们趁早死了这条心。只要我这老不死的还在一天，这个婚约就没人能够解除。水家现在还是我在做主。望着眼前的闹剧，水战眉头一皱，缓缓站起身，一身从战场上摸爬滚打培养出的气势，在此刻爆发的淋漓尽致。行了，宴会继续吧，小纯、鱼儿，到爷爷这边来坐。重重叹了一口气，今天水家可以说是将面子丢尽了，因此他也不愿这场闹剧再继续下去。一旁唱礼的主持见状，摸了摸额头的汗水，随即顺着刚才的话题继续下去。郑家宋10年寿丹5枚。听到主持的话，曹小纯微微一笑，随即淡淡道：今天既然是水爷爷的寿辰，那作为小辈，我也应该略表心意。说完，曹小纯轻轻抹过戒指，一个看起来十分普通的木盒出现在手中。木盒看起来异常普通，就普通地摊上10块钱5个的普通礼盒，但在曹小纯拿出的那一刻，众人却一副看好戏的样子，并暗自嘲讽着曹小纯的不懂事。本来水云姬和水战公然支持着这准女婿，只要安安稳稳度过这宴会，别人也说不得什么，但如今曹小纯却自信地拿出寿礼，这不是自取其辱吗？有什么寿礼能比得上寿丹的？就算有，你一个孤儿拿得出来吗？有寿礼第一的名头在前，哪怕现在郑鸿飞异常尴尬，但那寿礼第一的头衔是夺不走的。我去，这礼盒不对啊，建军，你那万寿图呢？旭老八看着那小了不知道多少号的木盒，顿时一愣，暗叹自家兄弟糊涂的，又感觉有一丝不对劲。不知道啊，图在我进来之前已经给老大了。洪建军更加疑惑，难道拿出了？而一旁的李寒一对比却没什么异常，随着这傻妞在感情上或许缺根筋，但智商可是异于常人。他心里很清楚，寿丹虽然很珍贵，但曹小纯手里却有一样对于水战来说更加珍贵的东西。从他查到的资料中有着这样一段话：水家第一代家主名为水若风，而主母叫做南宫心柔，职业圣光牧师。第65章麒麟令。望着曹小纯递过来的盒子，水战先是一愣，随即大笑道：好孩子，你有这份心已经足够了。曹小纯可以说是自己看着长大的，因此对于他的品行，水战自然知道的一清二楚。虽然现在这个时间段的确有些不妥，但他相信应该是这孩子无意为之。缓缓接过木盒，水战也没打算现在打开，而是放到了一边，准备结束寿礼这闹剧。老爷子，既然小纯是你的准女婿，那他的寿礼你怎么看都不看一眼呢？打开看看吧，看着看这盒子古朴的样子，说不定是弄来了旷世宝物呢。眼见水战想要直接略过，一旁的郑风摸了摸胡子，笑着说道：刚才的事情让他们伯侄俩尴尬无比，好不容易有了一个机会，他又怎么会放过？在郑风眼里，一个小屁孩能拿出什么好东西？如果水战打开，里面是个普通之物，那有寿丹在前，
两者一对比，曹小纯在水家的印象自然会大打折扣，而这5枚寿丹也不算浪费了。老逼灯，你说打开就打开啊？什么时候水家轮到你做主了？洪建军听到郑风的话，顿时虎目一瞪，没想到这两人竟然还敢出来逼逼，力挺大哥的他，这时候自然要站出来。洪公子，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郑风好歹也是一城之主，你这样说话，未免也太不尊重人了吧？郑风眼睛一眯，洪建军他自然是认识的，毕竟洪涛的身份摆在那，城主府和他们接触的也不算少。城主算个勾吧，再逼逼，明天我就叫我爹撤资，到时候投资商跑完了，朝廷追究下来，你这城主还能当几天？到时候你就等着拿这个破碗到传送阵旁边要饭去吧。洪建军一改往日的萎靡，肥手指着郑风，大声说道：洪老板，你不打算出来管管你儿子吗？这种事情是能拿来开玩笑的。郑风被洪建军对的一愣，这小王八蛋真的啥都敢说啊！不想再跟其争吵下去，郑风转过头看着角落处的洪涛，冷声道：原本在一旁端着一杯红酒看戏的洪涛顿时一愣，随即望了望四周，大喝道：你个憨娃，生意上的事什么时候轮到你插手了？你说撤资就撤资啊？这种事你得提前跟鹅商量，知道不？鹅们要把自己的损失降到最低。洪涛的话让在场所有人都为之一愣，郑风更是满眼不可思议，这种话怎么能从你嘴巴里说出来啊？老子知道你溺爱孩子，但你这也太过分了吧！洪涛说完这话也不作声了，仿佛什么事都与他无关。自己儿子最近的表现他是知道的，从一个普普通通的厨师职业变成一个几乎全能型的辅助系，这里面要是没有点机遇，谁能相信？而这段时间看到儿子交往的人来看，李寒一和旭老八明显不可能，毕竟他们的职业没这么大的能力。而这唯一能让自己儿子转变的，估计就是曹小纯了。现在谁也弄不清楚古师这一职业的潜力究竟有多高。眼看着这自己儿子越来越好，现在既然恩人遇到了麻烦，那他自然要帮一帮。听到了没？你要想上街讨饭，你就继续。洪建军冷笑一声，不屑说道：哼，没想到老夫只是想看看曹小直的寿礼，竟然引来这么大的动静，看来里面的东西恐怕真的价值连城。郑风的脸色不断变换，最终阴阳怪气地说上一句：既然这样，水爷爷你就打开吧，免得以后人家出去到处说我们小气，连看个东西都不给看。曹小纯冷笑一声，看着一旁的伯侄俩，淡淡道：虽然自己送的礼物在某些人眼里恐怕并不值钱，但这东西对于九州的价值恐怕就不是金钱能衡量得起的。小纯，这……听到曹小纯的，水云姬不由有些担心，而一旁的水战也皱着眉头，不明白这究竟什么意思。没事啊，想打我脸，他们还嫩了些。曹小纯笑了笑，随即凑到水云姬的耳边轻轻说了一声。眼见赠送寿礼的主人已经说话，这木盒今天不开也得开了。水战轻吐一口浊气，随即拿过木盒将其缓缓打开，一枚赤色的令牌出现在众人眼前。而水战看到令牌的瞬间，眼睛猛然睁大，一股尘封多年的回忆竟直接涌上心头。而在场的宾客中，能一眼认出麒麟令的人也不少。H 市很多人都是麒麟军的后裔，而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当年他的父亲或者母亲拿着一张画像教他们说：尼尔，娃儿，看清楚了，这就是你老爹老娘部队的信物，叫做麒麟令。你们长大后要努力修炼，然后加入麒麟军，跟着包伯阳将军一起驱逐异族哦。哈哈，我当这是什么？原来只是个令牌啊！看这材质，确实也算是个稀罕物，不过也用不着这么掖着藏着吧。郑鸿飞两人凑近一看，不屑一笑，这只是枚普通的令牌，里面并没有任何奇异的能量波动，最多也只算个储存信息的物品罢了。闭嘴！一声洪亮的声音从宾客中间响起，只见3名头发已经花白的老人红着眼快速走出，他们正是 H 市餐饮、建筑以及地产3大巨鳄。小子，这东西是不是真的？老者的声音显得有些颤抖，双目虽然饱含泪光，但更多的却是期待。望着3人期待的目光，曹小纯重重吐出一口气，随即坚定地点了点头。看到曹小纯肯定的眼神，3名老者快速走到水战面前，八目相对下，也不再犹豫，将自己的一丝法力输入令牌。只见一道流光冲向空中，道画面在大堂中心映现而出。与这大喜的日子不同，画面中全是战争的画面，是那穿着军服的战士与异族浴血奋战的画面。将士们，后面就是我们九州国土，异族残忍，所以为了我们的同胞，今日死战！麒麟军不朽！战！轰轰轰！冰系法师胡文林，麒麟军不朽！金陵弓箭手霍勒，娘，孩儿不孝脸！圣光牧师南宫心柔，爹，娘！随着画面愈演愈烈，原本安静的大堂传来一阵阵撕心裂肺的哀嚎声。原本已经是行业领头的老人们瘫倒在地，哭得如同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
众人皆知麒麟军所向披靡，霸道无双，可又有谁知道，当年8万进而出未央，10室9空，除了老弱外，家中壮年全无，户户悬挂白绫。第66章势必约战。望着画面中那些人影，虽然许多人他们并不认识，但在场之人都知道，曾经这些抛头颅洒热血的将士们是自己父亲或者母亲的战友。而看到那熟悉的脸庞之时，一些经历过那个年代的老人们不由哭出声，因为那个只在小时候见过的面容，此刻却清晰地出现在自己眼前。画面流转，很快便来到了尾声。只见一处战场上满目疮痍，画面中满是那狗头人的人影。偌大的战场上，只有一身着白袍的大汉屹立在前。虽然早已没有了气息，但从其脚下尸堆证明，包伯阳将自己最后一丝力气都用于守护九州之上。所有人心中都五味杂陈，望着这些为民族尊严而战的英雄们，那怕是在没有道德感之人，此刻他的心中都满是敬佩。流光散去，一切又恢复如常，只不过大堂之中多了许多哭泣的老者，以及一阵无尽的沉默。水爷爷，前段时间我在副本历练的时候，正巧得到了这个东西，因此我斗胆用作您180岁的寿礼，若有失礼之处，还望见谅。曹小纯重重吐出一口气，打破了这诡异的沉默。哈哈哈哈！怎么会？对于我来说，这个东西比任何宝物都有价值，我又怎么会见怪？水战身体一震，鼻子抽了抽，爽朗大笑道：“世人皆知未央不灭，九州不亡，但没人知道，这些年均不到30岁的将士们当时到底经历了什么。而这麒麟令的出现，便能清楚地证明自家的爹娘当时并不是故意要抛下自己，而是真有不得已的苦衷。谁老头，这麒麟令里的画面可否给我拓印一份？我霍百战欠你们水家一个人情。”一名老者在自己后人的搀扶下，颤颤巍巍地站起身，红着眼望着水战，声音有些颤抖地说道：“他从画面中看到了自己的父亲，冲着这一点，里面的东西他便必须要一份，无论付出任何代价。还有我，将画面复制一份给我，条件随你开。”霍百战话音刚落，又一名老者开口。很快，很多人纷纷开口道：“大家何必这么客气？如果你们想要，尽管到这边来取便是。而且，我会将这东西的拓本上交朝廷，让九州所有人知道我 H 是将士们的勇猛。”听到众人的话，水战先是一愣，随即站起身，高喝道：“哈哈哈哈！那我们就却之不恭了。”听到水战的话，霍百战那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毕竟他跟水家在 H 是同为竞争关系。望了望一旁的曹小纯，霍百战越看越顺眼，这小子今天可以说是圆了许多人的遗憾，而且做事又十分有分寸。要不是自己孙女都已经生了2胎，那今天说不得要跟水老竞争一番。小子，你叫曹小纯是吧？老头子我在这里可以给你一个承诺，以后有什么事情需要霍家帮忙的，你尽管来找我，只要我能办到，我一定给你办了。霍百战缓缓走上前，拍了拍曹小纯的肩膀，爽朗地说道：“我李家和霍家承诺相同，曹小侄以后要是遇到什么困难，尽管开口。而且我听说你跟我家孙女还是不错的朋友，日后你要多多相处啊。”说话的是李家家主，老者看着显得有些富态，不过面容却相当和善。我胡家也是如此，俺也一样。听着众家主的承诺，曹小纯笑了笑，没想到今天这事竟然还有意外收获，这倒是给了自己一个惊喜。承蒙诸位厚爱，不过我觉得这只是举手之劳吧，算不得什么。曹小纯拱了拱手，客气地回复道。此刻在场之人没有任何一个人提起谁的寿礼最珍贵这件事，毕竟如果真有这种不开眼的人，那怕绝对会得罪 H 是大部分势力。而郑鸿飞伯侄俩此刻却显得有些尴尬，明明一个是城主，一个是帝都郑家大公子，但现在他们似乎已经失去了那份该有的光环。所有人都默契的没有理会他们，反而围着曹小纯、旭老八几个年轻的后辈拉着家常。毕竟郑峰那句仅仅是个令牌，已经得罪了 H 是大部分的人。寿宴照常进行着，曹小纯拉着水云姬的手在一旁不断说着话，而旭老八和洪建军这两大傻子望着对方那窃窃私语的样子，眼中满是嫉妒。而李寒一面无表情地望着对方，轻轻抿了一口酒，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水家主，既然这样，那我们先告辞了。郑峰见气氛实在不得劲，便走上前大声说道。而郑鸿飞缓缓走到曹小纯面前，眯着眼睛冷笑道：“曹小纯，别以为今天这事就这样过去，这个世界上终究是实力为尊，很快你就会知道，你其实根本配不上云姬。”郑鸿飞并不是傻子，回过神后，他很快便调整好状态。自己看上的东西从来就没有失手的道理，虽然今天自己丢了一个大脸，但这又如何？他始终还是站在九州最高层的那批人之一。而曹小纯这蝼蚁虽然能高兴一时，但始终还是会被自己踩在脚下的。因为你今天的行为毁我名声不说，而且还让妮子十分不高兴。等着吧，入学以后我会让你知道，你这所谓的天之骄子是何等废物。曹小纯冷冷一笑，虽然郑鸿飞觉醒了如是职业，
但此人的性格却与这职业背道而驰。而且古尸的直觉是最为敏感的，从看到这人第一眼开始，他就知道此人心术不正。今天让他丢了这么大的脸，想必日后他一定会报复。因此，与其日后废话，不如现在就放出话。反正因为水云姬，他们注定了都是不死不休的存在。哈哈，就凭你一个青铜级的古尸？听到曹小纯的话，郑飞鸿先是一愣，随即怒极反笑般说道：“这人有什么资格说出这样的话？他对自己当真这么自信？想知道我的话靠不靠谱？开学你就知道了。急什么？”曹小纯冷笑道。一旁的水云姬听到两人话，面色一冷，好不容易有着和曹小纯单独相处的机会，你竟然还敢来搅局？郑鸿飞，如果你再多说一句，我不介意现在就将你镇压于此。郑鸿飞还想说些什么，但水云姬的警告却让其一愣，不甘心地看了两人一眼，随即冷声扔下一句话，便转身离去。哼，我等着你。第67章，两女间的针锋相对。其实你用不着这样，如果你真看他不顺眼，到时候我帮你收拾他。看着郑鸿飞离去的背影，水云姬撇了撇嘴，娇嗔道：“虽然不明白曹小纯为什么会这样做，但他知道自己的夫君可从来不做没有把握的事，因此哪怕他有些担心，但依然相信着他。哟，你儿出息了，那是不是以后还要包养我啊？”曹小纯刮了刮对方的那诱人的鼻梁，笑着说道：“自己这样做可不是一时冲动，而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对于郑飞鸿这样的人，如果不能一次将其打废，到时候会有无穷无尽的麻烦，因此一刀切是最好的方式。身为古尸，掌控的就是天下间戾气最重的生物，真当他脾气异常和善，被这样挑衅还能无动于衷，有何不可？”水云姬傲娇地抬起头，似乎是在宣示着自己的主权。寿宴缓缓接近尾声，宾客们也逐渐离去，而曹小纯也带着水云姬来到旭老八三人身边，笑着说道：“认识一下我的伙伴吧。旭老八你熟悉，这是洪建军，这是李寒衣，还有一个今天没过来。”曹小纯一一介绍道：“你们好，我是小纯的未婚妻。”水云姬笑了笑，落落大方地说道：“大嫂好。”旭老八与洪建军对视一眼，随即异口同声地说道：“这位大嫂以前可是学校的传奇人物，洪建军自然给予一定的尊重。”而旭老八和水云姬也算熟悉，他这句大嫂倒是调笑成分居多。“老八，好久不见，你倒是成熟不少。还有这小胖子，虽然我们之前没接触过，但是你在高考上的表现，现在在大学传的可算是人尽皆知。”水云姬并没有反感两人的称呼，看着眼前的三人，既然曹小纯承认他们是自己的伙伴，那就一定是值得信任的。这位妹妹长得真漂亮，你是李家的人吧？水云姬俏脸上一直蓄着笑意，缓缓转过头，仔细打量了一下李寒衣，淡淡道。听到这话，曹小纯表情一愣，这妮子今天是怎么了？这话说的好像自己留李寒衣在身边是贪图人家美貌一样，以前不是这样啊。曹小纯身为男人，或许看不出两女间的小心思，但李寒衣被这话问得心里一慌。虽然水云姬脸带眼部，但不知怎么的，好像他能感觉到对方可以看透自己的内心。想到这里，李寒衣不由有些心虚，那感觉就像电视剧里演的妃子突然见到正宫一样。“你好，水学姐。”在跟曹小纯同桌的时候，他就经常提起你。不过李寒衣很快便定下心神，自己好歹也是李家大小姐，自然有些自己的傲气，怎么可能因为一句话就怯场？听到李寒衣的回话，曹小纯更加疑惑：“姐姐，咱们虽然是同桌，但这些年也没说过啥啊，你是不是记错了什么？”小纯就这样，什么都往外说。不瞒你说，我从一见到你就对你很感兴趣，如果不介意的话，你可以叫我一声姐姐。好呀，求之不得。可……一旁的旭老八可谓是惊如石猴，一眼便看出了现场的气氛有些不对劲，当下连忙干咳一声，试图打破这莫名的气氛。“妹妹，我们一见如故，出去聊聊如何？”水云姬热情地拉起李寒衣的手，两人虽然才说了两句话，但看这架势，倒像是多年未见到的好闺蜜一般。李寒衣听闻，轻轻点了点头，随即转过头，淡淡道：“曹小纯，你的乐器还有几节课？虽然姐姐回来了，但记得别落下。”看着水云姬的动作以及李寒衣那不着边际的话，曹小纯迷糊地点了点头。见两人挽着手就要离去，不由下意识地说了一句：“你们俩要走，不一起聚聚吗？”“闭嘴！”两女异同口声的一句话，直接对的老曹有点猛，以至于两女背影消失，这才反应过来，这是怎么了？还能怎么？吃醋呗。旭老八摇了摇头，冲着曹小纯嘿嘿一笑，随即拍了拍曹小纯的肩膀道：“小纯可以啊 ，H 中上届和这届的校花都被你一网打尽，这传出去，要是被别人知道了，指不定那天你走在路上就被人敲了闷棍。而且大哥还光明正大的将大嫂和二嫂带过来正式见面，哪怕是我爹那时候也是等到生米煮成熟饭后才敢这样做。哪怕是这样，我那些小妈都打得跟狗篮子一样。该说不说，大哥就是强。”洪建军在一旁搭腔道，
同时眼中那是深深的羡慕。吃醋。闻言，曹小纯有些哭笑不得，这关系打那论呢？自己和李寒一那是纯洁的朋友关系，而水云姬的性格他了解，怎么会因为这种莫须有的事情吃醋呢？不过老八，今天怎么没看到你未婚妻回来？想了想，曹小纯实在搞不清楚里面的原因，随即转移话题道：不知道，这段时间考试这么忙，我们联系也少。旭老八摇了摇头，这段时间因为考试的缘故，因此自己很忙，哪有功夫管这东西？考试忙？听到旭老八的话，曹小纯眉头一挑，这人每天带着香风去到自己家对面，出来的是个还只喊着嘴巴闲，你这叫考试忙？望着旭老八那臭不要脸的样子，曹小纯考虑是不是要给韩嬷嬷汇报一下这潮八最近的形象。真羡慕你们都有未婚妻，可惜曾经我也拥有过，不过在1年前就退婚了。洪建军摇了摇头，满是羡慕。不过他这话倒引起了曹小纯的注意。来，胖子，说出你的故事。望着兴致勃勃的两人，洪建军先是一愣，随即淡淡道：这有什么，我从小定了娃娃亲，3年前那女孩考上了帝都大学，又被导师收作亲传弟子，所以去年她就来我家退婚了呗。洪建军摊了摊手，对此他表示无所谓。和水云姬不同，从小到大，除了退婚那次，他就没见过那女孩。我去，强势上门退婚？你小子受了这么大的侮辱，也没说什么30年河东，30年河西，莫欺少年穷之类的。薛老八摸了摸下巴，对此表示诧异。我不穷啊，虽然我爹限制了我零花钱，但我这么多小妈，他们哪个月不是几十万的给我？洪建军听到薛老八的话，面带疑惑，是我看起来太低调了，气质没显露出来吗？第68章本命谷的设想。曹小纯重重叹了一口气，他觉得洪建军其实可以成为主角，但他每次都在关键时刻会错过最重要的东西，因此才会成为现在这样。见水云姬他们并没有回来的打算，与旭老八两人胡扯2句，曹小纯便向水站告辞了。回到房间以后，曹小纯揉了揉眉心，自己现在已经是青铜阶，如果想要实力稳定，那就必须炼制蛊师的本命蛊了。不过这东西选择必须得慎重，毕竟这次的选择可决定着自己未来的发展。如果可以的话，能换系统首页推荐的蛊虫作为本命蛊是最好的，但那几百亿的灵魂点对于现在的他基本不现实。翻着荡魂商场里的材料，曹小纯脑中快速飞转，最终拟定了本命蛊选择。混沌蛊，本命蛊类，无阶，混沌未分，万物不生，形状如同一枚黑洞，吞噬天地万物为生，共分9转，可永久提升宿主8倍真元凝聚，9转过后可演化万蛊。初始蛊虫炼制方法：混沌原石、五行之力、雷霆之力、星辰之力，吞噬母蛊。想着脑海中出现的信息，曹小纯思考着炼制混沌蛊的可行性。混沌原石商城内有现成的，不过一块拇指大的原石就售价8万灵魂点，而吞噬蛊所需要的吞噬花则售价2万灵魂。五行之力好说，自己可炼制金木水火土五行蛊，用以收集天地间的五行之力，只要炼出1个月，就能集齐初始混沌蛊所需要的元素。而雷霆之力能在暴雨天引入空中天雷，这也不算困难。星辰之力能抽取这一属性怪物体内的能量，也不算太难获得。至于吞噬蛊，这是炼制麻烦而且异常鸡肋的蛊虫，因为炼制这种蛊虫需要上万具戾气极重的尸骸以及1枚吞噬花。虽然吞噬蛊带着吞噬2字，但却没啥用，因为它虽然啥都吃，但没有攻击力，也没防御力，甚至一个黑铁级的怪物都能将其轻松捏死。如果想要在开学之前兑换到混沌原石以及吞噬花，就意味着自己得在2个月内集齐10万灵魂，而这么庞大的数量根本就不是市区附近这些副本可以满足的，毕竟自己杀得再快，那怪物恐怕也赶不上刷新的速度。想到这，曹小纯起身打开电脑，进入论坛，快速翻找着副本信息。翻找了许久，曹小纯终于找到了一个看起来比较合适的副本：断魂山脉大型综合性副本，位于九州边境暗黑城附近，5等级限制。介绍：因为断魂山脉独有的地势构造，使得那成为怪物的天堂，常年受潮不断，凶险万分，是职业者的冒险的天堂，同时也是埋骨之地。因为你永远都不知道你会在里面遇到什么等级的怪物。暗黑城秩序混乱之地，自古以来罪犯流放之所，因为历史的缘故，独立于九州边境，里面不仅有人类，而且还存在着各种的异族。暗黑之主控制着整座城池，在这里没有法律，没有秩序，只要你实力足够，你可以在城中得到你任何想要的东西。望着断魂山脉的介绍，如果想要炼制本命蛊，恐怕这段时间自己必须要到这断魂山脉走上一遭了。但是过去之前还得增加一下自己的实力才行，毕竟自己现在手中最强的战力只有一个黄金级的斯卡萨而已。哐哐哐！正当曹小纯思索着下一步计划之时，阳台上突然传来阵阵窗声。见状，他脸色一黑，随即起身走到阳台，
只见对面那小姑娘蹲在自家空调上，蓄着泪水，显得十分委屈。房东，先把我扶上去，我害怕。曹小纯嘴角一抽，他原本以为又是旭老八那个大潮八，没想到竟然换人了，重重叹了一口气，随即将小姑娘拉了上来。等他刚刚站定，只见门外传来一道剧烈的声响。轰！萌萌，这都是误会，你听我解释，这是我妹妹家。啊！一阵凄惨的惨叫声震亮了整栋楼的声控灯。曹小纯急速打开门，只见一名紫发少女冷着脸，肩上扛着一个穿着一条裤衩子的瘦猴，正从对面走出。此刻的旭老八早已昏迷过去，脸上那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代表着在那短短的时间里，这人恐怕挨了一顿毒打。韩萌萌，你怎么回来了？看到少女的样子，曹小纯显得有些诧异，自己还没通风报信呢，这怎么就回来了？伯父叫我回来管管他。先不跟你多说，等你们开学以后我们再聚。看到曹小纯，韩萌萌的脸色显然好了许多，随意说了两句，便带着旭老八下楼了。虽然许久不见了，但显然现在不是说事的时候，因此曹小纯也没多问什么。说说吧，发生了什么事？望着仍心有余悸的小姑娘，曹小纯淡淡道：我也不知道啊，原本我和老八好好的，可他看到手机上的一道信息时，整个人瞬间跳起来了，然后也不管人家的感受，就把我撵到阳台外了。这可是我家，凭什么叫我跑出去？小姑娘睁着泪汪汪的双眼，十分委屈地说道。自从傍上了这只大金猴子，她活得相当滋润，而且两人都是有原则的人，都十分赞同那不进入生活的铁律。但今天晚上旭老八明显违约了，而且差点将自己吓死。想起刚才旭老八的样子以及现在小姑娘表情，曹小纯不由感叹旭老八现在已经成熟了不少。遥想当年自己空闲的时候去找他时，只见旭老八在房间里看着电视，但不把枪口对准妇孺，而是选择将枪口对准自己，紧紧握住人性的野蛮，将未来对准天空，涌现出精神之海的污秽，狂风大雨之后散发出呆滞眼神的少年了。现在他已经成长了。见此，曹小纯也不想多说什么，便将小姑娘打发出门。等等房东，我家门锁被踹烂了，你帮我修修，不然人家一个人在家住着不安全。耶！小姑娘站在门口，眼巴巴地看着曹小纯。第69章改造蛊虫，炼制爱生梨。接下来的2天里，曹小纯一边购买着蛊虫的材料，一边陪着水云姬到处逛逛。不过令人诧异的是，明明是2人约会，但水云姬非要带着自己的同桌，什么时候他们俩的关系变得这么好了？小纯，你真的不要提前跟我们去帝都吗？因为学校的任务很重，水云姬待了2天便要离去了。在传送阵门口，水云姬望着曹小纯，显然有些不高兴。原本他都决定了带着曹小纯一行人一起前往帝都，这样提前体验帝都副本的同时，2人还能经常见面。可曹小纯竟然拒绝了自己，而是要自己出去历练一番。要不是自己了解这小男人的性格，他都怀疑他是不是还在外面养了一个老三。大猪蹄子，尼尔，我还是想出去历练一下，毕竟青铜级别的副本在哪都差不多。如果曹小纯没有炼制本命蛊的打算，那他一定会答应水云姬，但现在不行，为了混沌蛊，他必须要走一趟暗黑城。当然，这个计划他也没跟任何人说，毕竟说出来水云姬会担心。因为水云姬的建议，因此李寒一3人也决定出发帝都，而洪建和李文斌昨天已经出发了。至于旭老八，在开学之后能不能完整见到，还是一个未知数。2人腻歪了一会，水云姬便和李寒一走进了传送阵，而曹小纯先回到学校领取属于自己的白银器。本着需要的原则，他兑换了一件名为千面的辅助性物品。千面，白银级，辅助类物品，功能可隐蔽自身气息，戴在脸上可随意改变其容貌，变换体型声线。内藏一道守护技能，可阻挡黄金级全力一击。冷却时间3天。回到了家里，因为能去到暗黑城的传送通道很少，最近的一个通道得明天下午才开启，因此他先在手机上预定名额，随即整理着各种材料。今晚他决定将五行蛊以及爱生梨炼出来，再改造一下蝗虫蛊以及杀人蜂蛊。五行蛊炼制的方式极为简单，只需要对应的五行物品，加上特殊的手法炼制，然后等待个半个小时就行了。毕竟这东西和吞噬蛊一样，除了吸收属性元素以外毫无作用。曹小纯盘膝坐下，将一枚金器、百年槐树根、一小瓶黑铁及怪物的火种本源、一桶提炼过的纯水以及一桶黑土放在面前。在暗红色符咒的加持下，5件物品缓缓漂浮在半空中，待符文完全融入其中，便将其扔入白玉葫芦中温养。做完这个，重新换出蝗虫母蛊、杀人蜂母蛊以及斯卡萨。斯卡萨闭着眼睛，显然一直在葫芦里睡觉，似乎感觉到周边环境的变化。只见他眉头一皱，在见到曹小纯的那一刻，脸色顿时充满笑意，美滋滋的猛扑而来，伸手拦住激动无比的斯卡萨。曹小纯望着那张俊俏的脸，笑着说道：你说我是不是你最亲爱的主人？斯卡萨虽然有些疑惑曹小纯为什么这样问，
但还是喜滋滋的点了点头。既然这样，那就为你的主人放个血吧。看到斯卡萨肯定的回答，曹小纯欣慰的点了点头，随即拿过人头大小的海碗晃了晃。Sigma， 斯卡萨气呼呼的回到葫芦里去了。这并不是因为主人给自己放了大半斤血，而是这个主人只让自己奉献，却连抱一下都不给抱，因此他十分生气。好不容易打发了斯卡萨，曹小纯也没浪费时间，将两股泡入龙血内，并拿出2瓶黑色的药剂倒入其中。因为两股的潜力有限，仅仅只是黑铁级，如果想要继续用下去，就必须对其加以改造。而世界上有什么能快速改变物种结构，那一定龙身上的东西了，毕竟这种生物的基因太过强大。而那2瓶药剂，一瓶是凝结成液体的怨气，以及由上千只乌鸦眼睛浓缩而成的精华。原本这2样东西，曹小纯在网上找了很久都没找到，还是李寒衣提醒，让他到那巫师或者亡灵法师开的店铺看看。仔细找了一下这些职业者开的店铺，曹小纯仿佛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炭烤蝾螈，一坨由800种生物糅合而成的烂肉，布满尸毒的美人鱼，由猴脑雕琢的奇异眼睛。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最恐怖的变态出自哪里，那一定是这2职业。他们的店铺里充斥着各种各样改造而成的东西，不仅听着恶心，看着更他妈恶心，而且连店主都不知道这东西到底有什么用。试着联系了一下店主，问问到底有没有自己需要的东西，没想到对方回复的很快，或许是没有生意的缘故，这2样东西卖的也异常便宜。将符咒打入海碗，曹小纯再次将2股扔入葫芦中，重重叹了一口气后，便拿过买回来的寡妇珠以及红针蝎，将其全部放入一个大瓷器中。确定这200只生物跑不出来后，曹小纯拿那被冰冻的心脏轻轻一震，只见那心脏在瞬间变成了一堆漂浮在空中的血肉。将生息草整根碾碎和心脏以及6只琥珀糅合在一起，并小心地撒入瓷器之中。做完这些，曹小纯将剩余的小半碗龙血倒入其中，并用坟头土封住瓶口。葫芦将瓷器收入，曹小纯不断打着道道奇异的手印，每一枚手印汇入葫芦周边，那黑色的光芒便更深一分。这个过程整整持续了2个小时，哪怕以曹小纯现在这么强的精神力，那足足喝了5瓶精神药剂才勉强维持下来。嗡嗡嗡，砰！葫芦颤抖得越发猛烈，在曹小纯收拾的瞬间，3道黑色流光喷出。除此之外，还有5块黄绿橘蓝褐的石头，石头显得有些透亮，聚成一圈，相隔有一根透明的丝线将其串成一个手串。而另外3道流光分别是如同黑曜石般的蝗虫以及杀人蜂，还有一只巴掌大小、通体黑色的蜘蛛。蜘蛛周身环绕着如同流水般的黑气，背部由那凸起的肉筋汇聚成一副清晰的人脸。那张人脸长得很美，而且眉眼中似乎带着妖气，如果看得久了，恐怕会令人沉沦其中。第70章暗黑城。见状，曹小纯轻吐一口浊气，用真实只要扫描这股虫的信息。五行蛊，金木水火土，无阶，功能类蛊虫，攻击0，防御40，精神0。介绍：用以吸收5行元素，并加以储存。杀人蜂母蛊，变异，青铜级，沾染了龙血以及怨气，使得自身发生变异的蛊虫，最高可孕育5000子蛊，子蛊蕴含微弱龙威与怨念，自带嗜血技能，死亡时可自爆。蝗虫母蛊，变异，青铜级，青铜级，沾染了龙血以及怨气，使得自身发生变异的蛊虫，最高可孕育5000子蛊，子蛊蕴含微弱龙威与怨念，自带嗜血技能，死亡时可自爆。爱生离，战斗类、本命类蛊虫，可提升黄金阶，已受其自觉洗礼。力量550，速度820，精神724。介绍：取挚爱之人之心所炼制，此毒心药以下无解，乃炼制仙蛊，此生也算共白头主要蛊虫之一。特性：龙威、怨毒。特性：暗杀者，爱离生乃天生的捕猎者，被其盯上，除非敌人死去，不然不死不休。特性：蛛皇领域，天生王者，可指挥诸类物种为己所用，此技能随蛊虫等级变动。特性：蛛网缠绕，吐出如利刃般的带毒蛛网，可用于控制。特性：女心，幻梦无极，配合男心爱生离组合技，编织幻境，无声猎杀。望着4股的技能，曹小纯眼中闪出一丝激动。虽然花了这么大的功夫，那杀人蜂蛊与蝗虫蛊依旧不能提升，但好歹也让他们进了一阶，而且战斗力也大大提升。没办法，这2种蛊虫的极限就摆在这，能不这么早淘汰，曹小纯已经很满意了。而爱生离更是给了他一个巨大的惊喜，不仅完全开发了龙血精华，那6只琥珀也融合得很好，不仅突破了自己的极限，进入黄金基级，而且那恐怖的特性更是让曹小纯多了一张相对完美的底牌。看来自己得加快速度将男心爱离生炼制出来，不然这蛊虫最强的一种特性就要浪费了。想了想，曹小纯低声说道。看着爱生离优雅的样子，
再想起小强那独显个性的样貌，曹小纯不由有些感慨，同样是毒类蛊虫，为何差距这么大呢？把玩了一会四蛊，将其收到白玉葫芦之后，随即将比诺修两姐妹召唤出来，因为这次要出去2个月，而且回来以后差不多就要开学了，因此曹小纯打算将房子好好打扫一遍，然后再委托物业帮自己打理，以及每月收取租金。一觉睡到早上，曹小纯将手头的事情理清楚，便叫了一辆车，向着空间通道的方向赶去。因为 H 市离暗黑城很远，所以想要快点赶过去，就必须要借助空间通道，而且哪怕在空间通道中，也要5个小时的时间才能赶到暗黑城附近的传送点。径直取了票，在车站等了1个小时后，只见一辆白色的飞船缓缓驶来。这是专门用以在空间裂缝中行驶的工具，由9州最高等级的机械师研制，司机是一种名叫梦魇的精灵，这种族天生和人类交好，传说他们是依靠吞噬人类噩梦为生。随意检票上了车，列车刚刚驶进裂缝时，曹小纯只觉得眼前一黑，没过多久，只见列车在一个充斥着点点星光的空间中快速前行。这是曹小纯第一次看到空间裂缝里的真正面目，里面安静的可怕，而那些星光也不是真正的星星，而是一个个目标传送点，虽然看起来很近，但实际上却相隔很远。看了一会，曹小纯也觉得没啥意思，随即躺在座位上开始闭目养神。古月镇位于暗黑城10公里处，除了有人在此维持空间裂缝的进出外，就是其他一些接送游客的人员和小贩，基本上没有谁会住在这边。因此，这里与其说是一个小镇，倒不如说是一个类似车站的方位。曹小纯下了车，缓缓走到厕所，先拿着一件黑袍套在身上，随即从空间戒指中拿出铅面。这东西那些很轻，如同一整蚕丝做成的面具，按照自己心中所想往里注入鼓励后，便将其覆盖在脸上。很快，一张与郑鸿飞长得有8分像的脸庞出现在镜子中，头发也从之前的黑色变成银白色。仔细观察了一下，没有任何破绽以后，曹小纯这才走出厕所，在外围随意找了一辆车，便冲着暗黑城的方向赶去。过了半个小时，只见一座高大的城墙出现在自己眼前。城墙通体黑色，仿佛由一块天然的巨石所打造，看上去古朴无比，而那将近1000米的高度看着就令人生畏。空气中似乎弥漫着丝丝腥臭味，像是从那胃干和血液中弥漫而出。城门楼2队穿着黑色盔甲的队伍正在巡逻，而想要进城的人正排着队，似乎在登记什么。我去，你们也太黑了吧！进个城你要我5万9州币，欺负大傻子呢？老子要有5万，至于来到这讨生活。曹小纯缓缓排到2人身后，才刚刚站定，只见前面依着巨剑的中年男人大喝道，似乎对于这个缴纳入城费用十分不满。如果你觉得你不满意，现在就转身离开，再过多废话，下一刻你的头颅就会被挂到城墙上。收费的士兵冷冷看了一眼中年男人，似乎不想跟其过多废话。说话间，那白银阶的修为映现而出，眼中的杀气似乎令人胆寒。没想到暗黑城的一个普通的守城头领，竟然都达到了白银阶。我呸！白银阶了不起吗？真以为老子离开这里就没有任何出路了？5万，你做梦去吧！中年人看着眼前的士兵们，眼中闪出一丝忌惮，但他和那哑巴同伴本就是被通缉之人，因此虽然不想跟这些士兵们起冲突，但狠话还是要扔下的，总不能丢了面子。狠狠扔下2句话后，便带着自己的同伴快速离去。不过那离去的速度在此刻却多了一丝狼狈。而曹小纯在中年人离去后，缓缓看了看一旁的登记表，也没犹豫，缓缓在上面签了郑飞荣3个大字以后，便拿出一张卡，用那略显沉厚的声音说道：刷卡。第71章城中见闻。爽快，你是这半个月以来我见到第一个不问缘由就交入城费的人。看着曹小纯的动作，领头那张死人脸竟然露出了一丝笑容。虽然每天都会有几十个来人来到这个城门口，但是在听到5万9州币时，大多数人都会退却，也有不死心问原因，或者说准备投诉的。因此领头对于这份工作也显得烦躁无比。对于曹小纯这样的人，他还是很欣赏的。既然来到了这边，那就遵守一下这个规矩，又有何妨？曹小纯微微一笑，毫不在意地说道：区5万9州币，他还是拿得起的。随手接过卡，递给手下。领头看着曹小纯的装扮，虽然那坚毅的脸庞还显得有些稚嫩，但做事方式却井井有条，但像是从某个大家族出来的人，一般这种人非富即贵。郑公子，请将你的卡拿好。瞥了一眼登记表，领头微微一笑，随即转过头冲着一旁的帐篷喊道：10086，出来，带郑公子进城。领头话音刚落，只见一名穿着黑色衣服的少女缓缓走了出来。少女身高1.75米左右，体态优美，虽然戴着面纱，但眼神中却充满妩媚，身上与其说是衣服，还不如说是布料，起码那衣服并没有完全掩盖住那奇耻大辱。嘿嘿，郑公子，这是暗黑城的传统，交上5万入城费，我们就会为你配备一名导游，他可以为你介绍暗黑城的一切。而且有导游在，
没有任何人会在城内对你动手的。领头笑了笑，介绍着一旁的女子，导游就会在你身边待上1天1夜，保护你的安全。而且，如果你给导游1万额外费用，还可以有攒金的节目。这1块钱入城费，难道很贵吗？领头淡淡道，虽然说暗黑城是个混乱之地，但他们也不至于会对个入城费下手。那49999只是聘请导游的费用，1块钱入城费已经算是良心的不能再良心的价格了，好吧？要不是看着曹小纯谈吐间有些贵气，他会指定一个导游陪伴吗？当然不会，穷鬼没资格选择。听到领头的解释，曹小纯显得有些无语，这种捆绑套路玩的是真的牛批，这城主要是放到外面，妥妥就是个呱呱街之狼了。对此，曹小纯也没有介意，有个人带路也好，毕竟他进断魂山脉之前还需要一份地图以及一些物资。亲爱的客人，欢迎光临暗黑城。少女恭敬地鞠了一躬，随即在前面为其引路。曹小纯点了点头，随着少女进入城门，来到街道时，他发现这里面的人确实不少，周边的商铺看着都显得有些黑暗，许多人身边都带着一名穿着如同10086一般的少女或者男人。除了人类以外，还有一些长得奇形怪状的生物在街道边游荡，比如一只坐着轿子并将导游缠住的章鱼，或者对一名男导游上下其手花精，这些一看就是异族人。我是您的导游，这1天1夜里我完全属于您，保护您的安全，有什么不明白的事情你可以问我。当然，如果您加钱，那除了杀了我以外，您可以对我做任何事情。当然，1天1夜后，只要您再付5万9周币，也可以续约我们的之间的契约。走在街边，路上随时随地发生着意外，比如一名冒险者走在路边，下一刻他的人头就已经飞到半空中，而动手的女人正在其身上搜刮着财物。一名异族正在店铺中挑选这东西，因为身边没有导游的存在，那名笑眯眯的服务员在其分神之时一刀了结了对方的性命。更别说那些在路边因为武力不够被光明正大强迫的女人们了。曹小纯点了点头，望着周围的一切，淡淡道：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独立于任何地方的存在，一片秩序混乱的乐土。在这里没有法律，没有规矩，一切由暗黑城主掌握。理论上来说，只要你有钱或者有实力，你可以从这城市里得到你任何想要的东西。10086笑了笑，柔和地回答道：哦，那我想要你的所有权呢？听到少女的话，曹小纯不屑一笑，与其说这是一片乐土，不如说这是一块野兽生活的乐园，一个囚禁着犯罪者的牢笼。当然可以，我的价格也就20块零食，换算过来也只有200万9周币，只要您交钱，那我就是你的。不过这样过后，我们2人将不会受到暗黑城主的保护。如果您真的有这种心思，不妨等你离开暗黑城时再来操作。少女舔了舔嘴唇，对于曹小纯的话，她没有丝毫不满。原本他们这群人就是背靠着黑暗城主的奴隶罢了。听到少女的话，曹小纯点了点头，也没接着话题再问下去。带我去可以买到断魂山脉地图和坐标器的地方吧。可以，走过这条街，里面就是内城，在那里可以买到您想要的一切，而且有我在，您不会像那异族一样担心失手分离。不过我奉劝您一句，等会最好先是兑换一些零食，有些店铺可不收9周币或者其他货币。这里与宇宙之外一样，零食才是硬通货。零食不仅可以让职业者从中提取经验，用以修炼，而且还是这方世界的主流货币。而10万枚9周币可以兑换1枚零食。与外面的冷漠残忍不同，内城就如同一个巨型的销金窟，那种奢华的建筑比比皆是，只要你能想到的娱乐方式，这里都会有。而每个人身边都带着一名导游，保证着自己的安全。可以说，这完全就是一片享受之地。随着少女的脚步来到一间兑换所，曹小纯随意兑换了100零食。从少女的话中可以得知，这暗黑城虽然混乱不堪，但只要你有钱，那一切都不是问题。因此，曹小纯打算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前来游历的富家公子，这样不仅可以令人产生忌惮，而且还可以利用这虚拟的身份套出更多关于暗黑城的信息以及断魂山脉内适合自己历练的地点。而一旁的少女看到曹小纯的大手笔，双眼一亮，连态度都显得热情了几分。她已经笃定了，这是一名出来历练的富家公子，而暗黑城对于这种人那是最为重视的。如果曹小纯再次消费到了一定的额度，那他也有可能获得额外的提成。客人您来的也巧，今天正好是暗黑城1年1度的最高拍卖会，拍卖会开始的时间还有半天，不知道您愿不愿意去看看。而最高级别的拍卖物品可是一件钻石器。10086随意拿出一本小册子，上面记录一些今晚要拍卖的珍稀宝物。第72章朱颜节。曹小纯看到10086手上的小册子，心念一动，缓缓接过后便随意翻了翻，里面的东西不仅有各种装备、宝物，还有着平时很难见到的稀有材料。很快，一道材料引起了曹小纯的注意，材料名为彼岸梦兰，一种看起来浑身剔透、形如莲台的花朵。此花藏于地下20年，为的就是那短短30秒的盛开，
盛开过后，花朵快速萎靡，只剩种子，而种子在地下发芽，又开始20年的苦等。传说中，此花来自冥界，是一种叫做梦兰的精灵所化。这种精灵从刚出生便生在黑暗中，在那腐烂又潮湿的地方一待就是20年。但他并没有放弃自己坚持的本心，每天静静等待着。终于，20年过后，一道神秘的伟力将其从黑暗中救出。这是梦兰第一次见到太阳，温暖的阳光洒在身上，那种感觉令其沉沦不已，以至于忘了时间。在他的回忆里，自己好像过了万年，经历了沧海桑田，可实际上那只是短短瞬间罢了。因此，彼岸梦兰又称之为轮回之花，比喻着人终其一生努力成长，只为在凋零之前感受到自己高光一刻，随即沉入黑暗，又再度轮回之意。虽然没什么特别的功效，但能将这花看起来异常绚丽，而且因为自身特性的缘故，因此很难保存，乃是一个不错的收藏品。不过在曹小纯看来，这确实一个有些大作用的材料。取2位痴情女子之魂，配以彼岸梦兰和2万具骸骨，用蛊阵加以炼制，便可得到一种名为朱颜雌境的蛊虫，又称之为朱颜节。蛊虫名字取自一句诗词：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雌境花雌树。这蛊虫以白骨为形，吃魂为基，样子像是一个水晶骷髅人，力大无穷，可召唤骷髅为己所用，攻击针对灵魂。理论上来说，在同阶状态下，每被朱颜节摸上一次，对方的灵魂便衰老10岁。若将其融合，但一个强力的僵尸体内，有很大的可能会让其产生出新的灵魂。因为材料的限制和苛刻，曹小纯虽然听说过这蛊虫，但并没有炼制的打算。毕竟一朵彼岸梦兰在系统商店中需要1万点灵魂，而炼制这个蛊虫，彼岸梦兰越多，蛊虫的品质就越好。这如同奸商一般的系统打的算盘，连荡魂山里的小熊饼干都听到了。因此，曹小纯虽然知道这朱颜节容易炼制，又效果超强，但就是不动手炼制的原因。但现在不同，在拍卖会上竟然出现了这个东西，而且上面的标签是用以收藏，这就意味着竞争压力少了许多。那自己说什么也要到这拍卖会上走一遭。想了想，曹小纯重新走进兑换所，从空间戒指中拿出10个精美收藏品。这些东西可都是斯卡萨龙巢里的珍藏，放到自己小金库的存在。虽然没什么特殊功能，但那精美的做工以及自带历史感的工艺，证明着价值绝对不低。柜台上的工作人员看到曹小纯拿出的东西，先是一愣，随即眼睛猛然睁大，在确定曹小纯真的要将东西出手后，身体一抖：“客人，您这东西我做不了主，不如找到后台坐坐，我立马通知老板。”重重吐出一口气，工作人员恭敬地说道。对此，曹小纯也没什么意见。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两人缓缓走到一个奢靡的包厢中，一名穿着旗袍的服务员缓缓给其倒了一杯茶。而10086此刻笑得越发妩媚，动作也十分大胆。两人坐在沙发上，他搂着曹小纯的手臂，轻轻用西瓜擦拭着手臂上的肌肉，媚眼如丝。很快，一名看起来有些黝黑的老者快速走了进来，拱手说道：“客人久等了，我是这兑换所的老板，听说您有好东西要出手，不妨拿出来给老头我开开眼。”穆明远显得十分热情，在听到属下汇报后，他就知道今天来了大生意。老板客气了，只是些小玩意而已。曹小纯笑了笑，也没过多犹豫，重新将藏品拿出，一一摆在桌面上。穆明远见状，眼睛一亮，急忙戴上手套，一件件细心查看着。看从这花纹来看，这黄金面具应该是3万年前沙漠古国的东西，这手杖是1万年前宇宙外蜥蜴古国黄金三角木中的陪葬品。老板越看越吃惊，这种种古物历史都超过了1万年，而且都是以前古国的标志性物品。哪个天杀的这么不小心，银质玛瑙雕塑被这样的东西也不保存好？穆明远拿起一个雕塑，看着上面那明显是人为掰下的一个小缺口，大骂道。看了许久，穆明远才不舍得放下东西，看着曹小纯，眼色莫名。这些东西明显就是从古墓中挖出来的，而且各古国都有。如果曹小纯不是个盗墓的，那就只能证明这是一个从大家族出来的人。老板，给个价格吧。见穆明远检查完毕，曹小纯缓缓说道。望着这老板那憨憨模样，曹小纯莫名觉得这老板有些呆。既然客人如此爽快，那老头子我也不多说什么了，一口价22010，如何？穆明远想了许久，这才咬牙道：“如果自己将其收购，出手应该还会有不少的利润。25000。”听到穆明远的报价，曹小纯直接说道：“虽然自己对这些东西不了解，但以巨龙对于宝物的贪婪，他也能猜到这东西绝不止这点。”成交！果然，曹小纯话音刚落，穆明远急忙回应道：“得，客们还是卖亏了。”不过对此，曹小纯也没太过纠结。本来这些东西是准备拿来做斯卡萨的生活费的，如今既然遇到了能提升实力的东西，那挪用一部分也是可以的，钱嘛，没了再赚就是了。商定了价格，老板将东西收走，并快速打了几个电话。很快，服务员拖着一个金盘缓缓走来，
上面放着的是一张由特殊材料制成的卡片。客人，25000枚灵石全部存在卡里了，这东西宇宙之内通用，你可以点点。我想您这么着急出手这些东西，是要去参加拍卖会吧？这里有个邀请函，您拿过去可以免除手续费直接进入，里面会给你安排包厢。曹小纯点了点头，用仪器确认了以后，这才放下心。敢问客人贵姓？交易结束后，穆明远看着曹小纯，笑着说道：“他十分好奇，能一次性拿出这些东西的年轻人到底是什么来历。”老板客气了，我姓郑，希望以后还有合作的机会。将卡片和邀请函收好，曹小纯随意回答：“九州人，姓郑，难道是帝都郑家？”想到这，穆明远瞳孔一缩，内心异常震惊。第73章拍卖会。暗黑城的拍卖场在内城中心，曹小纯抬头望着那巨大无比、装修极尽奢华的拍卖场时，嘴里忍不住发出一道惊叹之声。自己从来未参加过这种大型的拍卖活动，如今来到这边，但是可以增加一下眼界。哪个狗日的捅老子屁股！特么的导游还在呢，坏规矩是不是？谁扒我裤子，我套你猴子的！这吃人不见血的暗黑城，老娘好歹拍卖了80灵石的东西，一张邀请函也不给我！卧槽，老子导游呢？望着拍卖场门票那人山人海的场景，以及冲天起的吵杂声与骂架声，曹小纯顿时一愣。而在那嘈杂声中，隐隐还有些一丝丝痛苦的呻吟。在庞大的人群队伍中，无时无刻都有人在被不知道从哪冒出了尖刀捅穿身体。毕竟这地方出了名的混乱，虽然内城有些一些规矩束缚，但不乏胆大包天之人。反正人群这么多，大家都挤在一起，突然有人发病死了，很合理吧？至于地上那一滩滩还有余温的血液，明明就是他自己咳出来的，关老子屁事！公子，我们走这边。100866指了指拍卖行大门旁的另一处通道，柔声说道。与这边混乱的场景不同，那宽敞的通道前，4名猫女恭敬地站在门口，地面上铺着一道红色的地毯，周围2队黑甲军带着肃杀之气住在一旁，默默守护着。曹小纯望去，刚好看到2队人影步入通道，目光扫过这群人，最后停在了一名看上去十分妖异的女子身上。从外表来看，她的年龄应该在30岁左右，不过尾巴出现的3条虎尾证明着这应该不是人类。这是异族，那是合欢谷的人，这势力在暗黑城可是能排到前5的存在，属于异族势力。而这女人名叫苏青歌，乃里面的大长老，传闻修为已经快达到破金级。见曹小纯有些疑惑，10086主动开口道，而称呼也从之前的客人变成了公子。3尾狐狸吗？这倒是个好东西，如果自己有机会将其弄死，用由江谷控制的话，那倒是个不错助力。他后面的势力是虎神门，也是异族势力，他是虎神门的少门主，也是位黄金阶的强者。好东西啊，要是能抽了琥珀，自己的爱生离估计又能提升。10086每介绍一个人，曹小纯心里便有一个想法，当然自己也不可能在内城动手，只是出于研究罢了。进入通道，曹小纯出示了邀请函，顺着通道一直走到尽头，顿时一个普通巨型斗兽场槽的拍卖场地出现在曹小纯的视线之内。场地起码能容纳2万人，那密密麻麻的座位此刻已经坐满了人。台上是一块由纯白水晶打造而成拍卖台，旁边布满金色的符文，看起来奢华无比。先生，这边请。一名穿着旗袍的猫女快步走上前，躬声说道。随着少女的脚步走了将近10分钟，最后在靠近拍卖台一个包厢前停了下来。包厢前面是由水晶打造，可将大厅上所有尽收眼底。走进包厢，坐在那豪华的沙发上，猫女缓缓上了一个精美的果盘以及一壶茶水后，便恭敬地鞠了一躬。客人有事可随时叫我。说完，猫女缓缓后退，关上了包厢大门。曹小纯没有理会这主动坐在自己大腿上的10086，只见他眉头一挑，抬起头望着对面的包厢，只见之前见过一面的苏青哥正一脸疑惑地望着自己。长老，怎么了？苏青哥见对方注意到自己，缓缓收回目光。一旁的少女见状疑惑地问道：没什么，只觉得那人的脸莫名熟悉而已。苏青哥冷笑一声，回忆中他想起当年到帝都副本争夺一个宝物时，那个看上去如同正人君子，实际上却是个心智不坚的小人而已。自己稍微一诱惑，便像个傻狗一样前赴后继。长老这样说，我倒是记起来了，您说的熟悉，应该就是那个郑鸿飞吧？我还记得您从他体内还继承了一道文气呢。看对面那人的样子，估计也是那个家族出来的人。而你看他参加个拍卖会，还搂着一个女人，想必和那郑鸿飞也差不到哪里去。看来长老这次又可以得到一些好处了。少女笑了笑，恭敬地说道：好处吗？这可是暗黑城，不是他们帝都，一点好处可打发不了我。要是将他榨干，或许这次能一举突破破金阶。苏青哥冷笑一声，随即闭上眼睛，静静等待着拍卖会开始。在苏青哥等待拍卖开场时，距离他们不远处的包厢梅、
好几处实力都在暗中说着什么。如果能够听到他们的话，那就会发现一个共同点：如果有好东西落在别家身上，那就等拍卖结束后在外面会会他们。曹小纯闭着眼睛等了将近半个小时，随着一阵清脆的钟声，只见原本嘈杂的环境瞬间变得安静。拍卖台上，一名老者缓缓走上台，拿起一个话筒，笑眯眯地说道：“诸位久等了，想必各位也等得有些不耐烦了。既然如此，我也不多说什么，拍卖会现在正式开始。”作为主持了10届拍卖会的资深拍卖师，他自然知道今天这群人过来到底需要什么，所以他也不过多废话，直接开始了第一件物品的拍卖。那个我们就先来一道开胃小菜吧。老者话音刚落，只见那水晶台上发出道道轰鸣之声，中间机关打开，一个看起来有2米宽3米的物品缓缓上升，因为上面盖着一块红布，众人也看不出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老者微微一笑，缓缓伸出手将红布扯下，只见这是一个巨大的铁笼，而里面关着的是2名衣着暴露的女子。女子年纪不大，眼中满是惊恐，而头上的一双兔耳证明这不是纯粹的人类，这是生命之灵中的魅骨兔。虽然修为只是黑铁级，但如果是熟悉这生物的人，想必看中的也不是他们的修为。在这里我就不多说了。老者指了指笼子里的生物，笑了笑。这魅骨兔2姐妹就是今天第一件拍卖品，低价10枚灵石。诸位开始吧。第74章龙人肋骨。魅骨兔吗？望着场上笼子里关的2名少女，曹小纯呢喃了一声。没想到这暗黑城竟然敢公然买卖人口，虽然这并不是属于九州的物种，但要是被其星球的人知道了，恐怕也不是件好事。这2姐妹修为实在太低了些，若是能长到10万年，倒是一种不错的蛊虫材料。将10086从自己腿上轻推下去，之前因为拍卖会没开始，曹小纯需要借助其维护一个人设，现在不需要了，自然也不可能一直抱着，毕竟这么大一馒头总会影响自己的视线。虽然曹小纯对于这种类似于玩物般的东西不感兴趣，但这并不代表所有人都像他一样。那魅骨兔的身材和脸上那柔弱的惬意，倒是让这群充满暴力的人肾上腺素飙升。毕竟大多数人都会有些兽耳娘这种爱好，而且还是一对姐妹花。第一件拍卖品在持续了几分钟的激烈竞价后，最终被一个皮肤黝黑、长得如同昆仑奴一般的人以18枚灵石拍下。在第一件拍卖物顺利出手后，拍卖场上的气氛被推到了高潮，各种各样眼花缭乱的宝物出现在场上，装备、灵药、怪物幼崽，甚至是一些领主尸骸。曹小纯就亲眼看到一个长相奇异的蜥蜴被风干摆出，从上面的气息来看，这怪物起码达到了白银高阶，而拍卖师介绍的也是某个副本的领主。曹小纯靠在一旁的沙发上，听着周围各种竞价声，不屑一笑，静静等待着自己需要的东西。而曹小纯的行为却让10086有些着急，本以为这位少爷会疯狂撒钱，但现在眼看着10来件物品拍出了，他竟然还没有任何行动。你就算不拍东西，那你摸一下呀，这大玉笋子又长又白又细，这大西瓜尝起来就甜，人太过客气，容易挨饿吃不饱饭啊。拍卖会前期并没有出现什么太过引人注意的宝物，而且竞价的人也仅仅是坐在台上的一些人，而包厢内那些各大势力的人物以及一些真正的富豪却没有出过一次手。当，又一声清脆的钟声响起，拍卖师笑着控制着场中的平台，又有一件物品被放了上来。这次只是个小小的托盘，托盘上放着一根手臂粗的骨头。这奇异的骨骼一出场，便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毕竟这样的东西一般出自于某些高等级怪物身上。此物是龙人的肋骨，想必不少人也听说过它的名头。龙性本硬，所以会有一些生物会生下一些带着巨龙特征的怪物，而这些怪物身上都有一处精华所在。这是一个白银级别的龙人肋骨，里面蕴含着一丝十分浓郁的龙气，如果运气好，抽出那丝龙气后为己所用的话，估计能提高一大截实力。老者指了指托盘上的骨头，笑盈盈地说道。话音刚落，拍卖场上便掀起了一阵骚动，无数人眼睛盯着托盘上的肋骨，目光灼热。关于巨龙的东西，没有一件是毫无价值的，而且这还是可遇不可求之物，因此今天能遇到本身就是天大的气运。见场上的气氛已经烘托的差不多，拍卖师狡诈，虽然这的确是个好东西，但也仅仅是白银级罢了，而且能不能将龙气抽出还是一个未知数。当然这种东西他是不会说出来的。龙人肋骨拍卖低价100枚灵石，150枚。拍卖师话音刚落，前排便有人高声喊道：200枚。对着龙人肋骨感兴趣的人着实不少，仅仅不到2分钟，这价格就翻了3番。曹小纯将一枚葡萄扔进嘴里，听着耳边不断递增的价格，不由有些感叹，看来巨龙这种东西不管在哪里，它的价值都不会太低。550枚。就在价格停留在500枚灵石之时，一道慵懒中带着魅惑的声音从对面包厢传出。听到这声音，曹小纯淡淡望了一眼对面，没想到合欢谷那只狐狸对这东西也感兴趣。苏青哥的出价立马令骚动的拍卖场安静了许多，
550枚，换算成9周币已经5000多万了，这已是类股的极限价格。而且，哪怕他们咬牙再竞拍下去，得罪了合欢谷，恐怕也很难将这东西带出去。既然如此，倒不如现在放弃算了。而场上的拍卖师见状，也知道了这类股的价格恐怕就是如此。等了3分钟，见没人出价后，便敲了敲手中的木锤，示意着这东西归属合欢谷。各位，接下来拍卖的东西，恐怕在场之人也没多少人见过。虽然只是个藏品，但是起码在暗黑城，它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听着拍卖师的介绍，曹小纯隐约感觉到了什么，瞬间直起身子。传说中的轮回之花，彼岸梦蓝。拍卖师右手一摆，一个由蓝水晶打造的玉盒缓缓出现在台面上，玉盒中装着一朵朵拇指大小、晶莹剔透的花朵。果然，真是那东西。曹小纯望着玉盒中的花朵，长长吐了口气。玉盒中的彼岸梦蓝数量极多，看起来起码上百朵。要知道，这东西在系统商店中一朵可是卖到了1万灵魂点的存在。水晶台上，拍卖师虽然东扯西扯着这花如何珍贵，但本质上只是收藏品罢了。与之前的类股比起来，感兴趣的人并不多。120朵轮回之花，拍卖价200，诸位请吧。切！对于拍卖师的话，大多数人都嗤之以鼻。为了一件毫无功效的收藏品花上200枚灵石，真当他们都是冤大头呢？这花除了漂亮点，还有什么用？那去给你家老爷子棺材上做点锥吗？拍卖师已经很努力地将这东西吹起来，但效果并不大。在他不耐其烦的介绍下，有些脾气火爆之人已经开始骂了起来。见状，拍卖师无奈地摇了摇头，这东西不会就此流拍吧？210枚。拍卖场安静了将近5分钟，只见一道声音从某个包厢内传出，打破了在场的尴尬。无数道目光顺着声音方向看去，只见一名年轻人正翘2郎腿，望着众人。第75章铂金级别技能如梦幻影。卧槽，哪来的憨批，花210枚灵石买这东西？看这样子，估计是哪个大家族的公子。不过老子真为他家族感到悲哀，看看培养的是个什么东西。不仅是场上的人群，甚至连包厢中的一些势力都显得有些诧异。合欢宗大长老眼睛一眯，望着曹小纯，眉头轻皱。如果这人真的是9州郑家的人，恐怕这花但是有些门道。自己和郑飞鸿打过交道，虽然此人品性不行，但郑家之人的眼光可不会太差。望着那一朵朵优美的兰花，苏青哥目光闪烁。听到终于有人出价，拍卖师心中一喜，抬头对着曹小纯的方向笑道：“这位大人出价210枚灵石，还有人要加价吗？加你妹妹的飞蝴蝶！你哥真摸你家骨灰呢？这么墨迹！”听到拍卖师的话，场上无数人咒骂道：“你当自己白痴呢？220枚灵石！”听到众人的咒骂声，拍卖师尴尬一笑，便欲公布结果，但一道声音却让他停下了落锤的手。拍卖师冲着声音望去，只见苏青哥慵懒地伸了一个懒腰，淡淡道：“我去，合欢谷对这破东西也感兴趣。正常，好歹也是女人，这彼岸梦兰长得这么漂亮，心中好奇也是正常的。我记得刚才骂的最大声的是你吧？这能一样吗？那可是合欢谷，还是明大美女，思路能跟一个富家大少一样。呵，还大美女，就算她肯陪你，恐怕第2天你这200斤肉就会成为人干。哈哈，苏长老出价220枚灵石，还有人要出价的吗？”拍卖师笑了一声，再次说道。包厢内的曹小纯见状，眼中闪出一丝阴霾，没想到本来已经悄无声息拿到手的东西，竟然出了变故。如果自己现在就放弃，错过这道机缘不说，而且还容易打破自己现在的人设。毕竟他现在可是叫郑飞荣，来自某个大族，有人竞价就放弃，那岂不是说自己怕了这合欢谷？轻吐一口浊气，望着对面的苏青哥，曹小纯冷笑一声，似乎赌气般说道：“250枚灵石。”曹小纯的加价让苏青哥面色一愣，在这个拍卖场上，除了实力相近的实力外，他还是第一个敢跟自己正面竞价的人。想来他并不惧怕自己。一次简单的试探，再一次确定了曹小纯的身份，对于苏青哥来说还是很值得的。300枚灵石。想了想，苏青哥再次出价道：“他倒要看看这人到底能做到什么程度。大长老，花这些钱竞价这东西，恐怕会影响我们接下来的计划。”一旁少女见状，眉头轻皱，她不明白为何大长老会与那位少年赌气。放心吧，不会的。现在我有80%把握能确定他来自何处。之所以跟他竞价，只是为了看看他在家族被重视的程度如何。如果达到我的预期，很快这人身上的财物就会心甘情愿地送到我的手上。苏青哥妩媚一笑，眼中似乎充斥着一丝火焰。郑家核心弟子身上的精气可是大补呢。呵呵，500枚。曹小纯不屑一笑，随意靠在沙发上，伸手搂过10086，眼神中满是不屑，就如同一个跟人赌气的败家子般，非得将东西拿到手不可。510枚，800枚。
810枚，1000枚。这突如其来的较量让满场的目光错愕起来，也不知道这合欢谷的大长老发了什么疯，竟然和这年轻人杠上了。而这年轻人也是猛，随意加价都不带眨眼的，这到底是哪来的暴发户？而拍卖师听着双方的报价，那看脸笑得如同一个菊花，没想到一个收藏品，因为莫名其妙的原因，竟然引得双方较劲，拍出了这样的价格。感谢这败家子，听我说，谢谢你。在曹小纯将价格报到1000枚灵石时，苏青哥笑得越发开心，似乎达到了自己的心理预期，因此他也没再继续下去。哈，这位公子出价1000枚灵石，可还有人加价？拍卖师再次问了一句，见没人回答，爽快地落下了锤子。而曹小纯心中松了一口气的同时，望着对面的苏青哥，眼色莫名。喜欢玩是吧？等着吧。公子，就这样，使劲蹂躏他。一旁的10086莫名说了一句话，令得包厢中的气氛有着暧昧，自己还以为这人是个太监呢，原来是个不受刺激不动手的主。听着10086的话，曹小纯嘴角一抽，刚才竞价太过入神，倒是忘了一旁被自己拉过来的这个冒充人设的工具人还在旁边。不过有一说一，分量倒是挺足的。接下来10几件物品，曹小纯倒是看中了一些材料，因为出手也算大方，因此都被其收入囊中。在拍卖会即将进行到尾声的时候，终于出现了一件真正含有分量的东西，那是一枚技能石，准确来说是一种能让人学习的技能，如梦幻影、幻术类通用技能，级别铂金级。拍卖师的声音令整个拍卖场陷入了寂静，众人震惊地望着台面上的技能石，连声音都有些急促。破金级通用技能，曹小纯眼睛一眯，此刻也不由有些诧异。职业者的技能是根据自身职业而定的，一般来说，战士不可能学习法师的魔法，而法师也不可能学习战士的武技。但有一种技能却可以使得全职业都可以修习，那就是通用技。一般来说，只有达到王者级别才能有几率领悟出通用技，而且一般不会超过白银。而铂金级别的通用技能，恐怕原主人的修为恐怕已经达到了圣者。随着如梦幻影的出场，拍卖会的气氛达到了顶峰。不过这种价格的东西，除了那些大势力在，其余人根本没资格竞争。7200枚灵石，7500枚，8000枚，200枚，9000枚。苏青哥缓缓举起手，凝重地说道：“除了最后一件物品之外，这通用技能也是他们必须要得到的存在。幻术类技能与合欢谷，那是再契合不过的东西。价格到了这一步，一些势力也开始放弃，毕竟与最后的钻石器相比，还是后者更重要一些。”15分钟过后，在苏青哥咬牙爆出12000枚灵石时，瞬间场上鸦雀无声。破金级技能，破万灵石，果然是暗黑城大势力，就这种底蕴，一般人终其一生可能都达不到。就在苏青哥觉得技能已经落入囊中时，一道有些猖狂的声音顿时打破了场中的寂静。我出12001枚灵石。曹小纯望着场中，冷冷一笑，之前搞事情，现在可是要付出代价的。第76章魔剑阿波菲斯。曹小纯的出价让场上众人表情一凝，没想到这公子哥竟然会在这个时候横插一手，而且还是以这样的方式。我去，加1灵石，这人不是故意来捣乱的吧？咋地？你看不起1灵石？来付个 V， 我200看看实力。就是别看这单位小，值多少钱你不知道。而苏青哥也是脸色一愣，没想到曹小纯的报复竟然来得这么快。拍卖师听着曹小纯报出的价格，表情难看，并不是因为觉得这一颗灵石不值钱，而是拍卖行开行至今，这些大物件就没人会这么报价的，这不是故意恶心人吗？不过这话他也不会说出来，毕竟价高者得，别说一颗灵石，就是比对方多出1块钱9周币，那也是多这1块钱的人竞拍到手。12500。咬了咬牙，苏青哥继续报价，毕竟这东西要是真的让曹小纯就这样拿了去，自己血亏不说，而且传出去估计得被人笑掉大牙。12501。曹小纯舒服地坐在沙发上，也不看场上所有人的反应，反正自己永远只比对方贵一口价，一颗灵石连个厕所都盖不了，他怕什么？15000。这位公子，我可提醒你，暗黑城的拍卖会可不比其他，要是你胡乱报价，到时候拿不出灵石来，估计下场会很惨。苏青哥脸色越发难看，快速想了想，他直接加了2500灵石，并出声提醒。不过这提醒的声音听起来并不算友好，说是提醒，倒不如说像是威胁。15001枚灵石。我郑飞荣平生最恨就是别人说我没钱，要拍就拍，不拍这东西我就笑纳了哈。曹小纯翘着2郎腿，不屑说道，整个气质如同一个暴富的土豪，一股我能用钱砸死你的气势喷涌而出。2万。听到曹小纯的话，苏青哥猛然站起，也来不及思考，大声吼道。不过话音刚落，他便后悔了，为了这技能耗费了太多，等会最后一件物品的时候，合欢谷已经失去竞拍资格了。
合欢谷好手段，既然姑娘喜欢，那本公子只能忍痛割爱了。这也算我卖你这大美女的一个人情。曹小纯听到苏青哥的出价，就知道这2万灵石恐怕已经到了合欢谷承受的极限，如果再往上加，很容易砸在自己手里，因此他就此放弃。苏青哥咬了咬银牙，虽说这技能对于合欢谷十分契合，但这价格实在是让他肉疼。抬起眸子冷言瞥了瞥曹小纯，他已经决定，除非这郑容飞在暗黑城里一直雇佣着导游保护，不然他一定将此人拿回合欢谷，让其尝尝脱阳而死的滋味。能敲锤了吗？苏青哥的声音显然带着怒气，见拍卖师迟迟没动手，便冷声催促道。那老者见状，急忙点了点头，手中的拍卖锤便重重砸了下去。如梦幻影出现后，预示着拍卖会即将进入到尾声。此时拍卖台上突然多出了一队黑甲军，比起领头的将军随意挥了挥手，众将士警惕地站成一排。这50来位黑甲军将士普遍达到了白银级，而领头的将军更是一位黄金阶的强者。对于暗黑城这谨慎的举动，曹小纯也愣了一下，这最后一件物品到底是什么东西，竟然值得他们如此谨慎？快速回过神，曹小纯将目光继续投向水晶台。此刻的拍卖师重重吐出一口气，随即摁下手中的控制器，一个黑色的木盒缓缓上升，一把紫色巨剑出现众人眼前。黑色的剑柄连接着一个恐怖的骷髅头，头上自带犄角形成剑柄，剑身由宽到窄，中间是一个蓝色的眼睛，灵动无比，看着那眼睛好像可以影响灵魂。从巨剑刚出来的一刻，曹小纯眉头紧蹙，隐隐感觉这把巨剑有些不对劲，与那无影剑不同，这柄巨剑似乎存在着某些灵性。真实之眼闪过，巨剑的信息瞬间出现在曹小纯眼前。魔剑阿波菲斯，钻石级，可提升，技能刀魂之卡赞，可召唤出鬼神卡赞形成一个阵法，阵中之人可提升 20% 攻击及魔力。随魔剑品质提高而扩大。技能亡灵之气，挥舞魔剑时攻击自带亡灵之气，伤口将被亡灵之气腐蚀，有 2% 的几率使对方成为剑奴。随魔剑品质提高而提升。存在于悲鸣洞穴的魔剑，天生的诅咒之剑，无人知道它的来历。在吸收魔气以及日月精华加持下，阿波菲斯已经诞生至灵，每个握住它的人，久而久之就会被魔气侵蚀，最终成为阿波菲斯的剑奴。望着系统传来的信息，曹小纯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这把带着至灵的魔剑的面板竟然如此优秀，完全不是钻石级别能达到的。果然是好东西啊！如果自己能将其拿到，把里面的至灵炼成剑骨，恐怕这魔剑的实力不比如今的斯卡萨弱上多少。突如其来的巨剑令场上之人一愣，眼中满是贪婪的目光，更有甚者，只感觉自己的灵魂好像被这魔剑吸引，心中只有一道念头，就是将其握在手中。轰！为首的将军重重一踏，黄金阶的威压在此刻完全应现，强行隔绝了魔剑的诱惑。我劝诸位最好不要随意盯着这剑身上的眼睛，经过我们的研究，这东西可是会吸引灵魂。将军冷声提醒道。回过神来的众人发觉到刚才的异状，不由猛吸了一口凉气。这把剑完全就是一把魔剑啊！水晶台上，拍卖师眼睛一眯，对于现在的场景，他显得异常满意。虽然这魔剑看着有着一定的危险，但经过鉴定，这可是货真价实的钻石器。诸位，这就是我们这次拍卖会上的压轴物品，一把钻石级别的巨剑。这巨剑哪怕是连我们都不知道它的具体名字以及效果，但可以肯定的是，它比一般的钻石器还要强。废话我也不多说了，现在拍卖正式开始，钻石级别巨剑拍卖低价1万灵石。第77章瘟疫之村。拍卖师话音刚落，包厢内的众势力纷纷出价，他们今天过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东西。2万灵石，3万灵石，5万灵石。听着众势力爆出的价格，曹小纯就知道这东西今天或许与他无缘了。不过他并没有就此离去，而是继续等待着。虽然这阿波菲斯暂时与自己没有缘分，但自己好歹也要知道是哪方势力将其买走，这样等以后自己实力足够，也好过来拿回这东西不是？20万灵石。随着魔剑的价格疯狂飙升，过了将近20分钟，除了一些小型势力，这些大宗门报出了自己的底价。苏青哥咬着牙，从宗门带出的灵石就只有这么多了，如果再有人竞价，那合欢谷在这次的争夺中就没任何希望了。哈哈哈，小狐狸，恐怕你已经到极限了吧？既然这样，这钻石器我虎神们就收下了。22万灵石。虎镇见状猖狂一笑，他们虎神门、合欢谷、正气宗3大势力的底蕴其实差不多，而正气宗因为这件透着邪意的缘故，所以经过商量以后，对这把剑的兴致并不高。因此除了虎神门以外，最大的竞争对手就是合欢谷。但这苏青哥在以前因为跟人斗气，白白花了大价格买了一份技能石，因此自己出的价格，现在的合欢谷根本跟不起。你，苏青哥重重喘着粗气，没想到
因为自己的一念之差竟然造成了这样的后果。不过事实也如同虎镇所说，自己现在的确拿不出比22万灵石更高的价格了。场上的拍卖师见状，先说了3声还有没有人加价。场上无人应答，便敲下了锤子，示意着魔剑的归属权。诸位，本次的拍卖会到这里也差不多结束了。不过为了感谢诸位的捧场，我们黑暗城将免费给大家送上一个消息。原以为拍卖会到了这里就该结束了，没想到拍卖师的一句话又将氛围给拉了回来。这个消息也是我们刚刚才得知，不知道诸位有没有听说过传说中的瘟疫之村？拍卖师顿了顿，为了防止自己挨骂，他快速将消息吐出。瘟疫之村，那800年前造成许多副本产生瘟疫的源头。听到拍卖师的话，场上一片哗然。800年前，游戏副本刚刚在整个宇宙中出现，那时的九州还未被波及，到宇宙中已经是风起云涌。那时，一个神秘的暗精灵村庄爆发了一场恐怖的瘟疫，从那里走出的暗精灵将这东西带进副本，就这样，瘟疫席卷了许多副本，染上瘟疫的生物无一幸免，全部发生了变异，成为了嗜血的怪物。没人知道瘟疫的源头从何而来，为何会在这个村庄内爆发。最后，还是精灵族拿出了一种叫做生命之水的东西，才阻止了瘟疫的扩散。因为游戏刚刚降临，但是得罪强者也只是铂金级罢了。在瘟疫被抑制后，前100名铂金级强者进入村庄，将其封印。从幸存归来的强者口中得知，这村庄里竟然满是宝物，如果不是自己实力有限，他们定不会错过。后来不到1个月，这些强者竟然全部去世了，而这瘟疫之村也慢慢变成了一个传说。没错，就是你们想到的那个传说。而我们暗黑城找到了这个村庄的地图。拍卖师伸出手，示意着大家安静，随即台上闪出一道屏幕，一张古朴的地图出现在众人眼前。对于地图，我们已经研究过了，这的确是当年进入村庄的强者留下的，而且这地方就在我们暗黑城的断魂山脉中。根据上面的描述记载，因为封印的缘故，这瘟疫之村只有在月圆之夜经过探测才能显现出来，而暗黑城最近的月圆之月就出现在明晚。或许那句满是宝物的话是假的，但当年120位铂金级强者进入村庄，出来的仅仅10多位罢了，而他们身上的财富可都在里面呢。拍卖师笑了笑，淡淡解释道：这地图我们已经拓印了很多份，今天来到拍卖场上的人每人都可以领一份回去，也算是我暗黑城的心意。拍卖师话音刚落，整个场上爆发出阵阵惊叹，哪怕钻石器现身都没有这么大的动静。就像他所说的，哪怕里面没有宝物，但那些上百强者陨落后留下的铂金器就是天大的财富，而暗黑城将其公布出来，就意味着人人都有机会。这怎么不让他们激动呢？包厢内的曹小纯听到这话，虽然内心也有些激动，但很快他就感觉到有些不对劲。设身处地想一想，如果自己的得到了这个消息，那是绝对不会公布出来，毕竟谁也知道这上百件铂金器的价值。这暗黑城更是一个混乱之地，曹小纯绝不相信他们会这么好心，无人共享。但暗黑城这样做，难道是因为他们已经探测过这地方里面有着什么东西，自己无能为力，所以必须要采取这样的手段不成？仔细回想着这次拍卖会的过程，以及最后这个消息，曹小纯越想越不对劲。这个消息来得太过突然，如果想要去竞争，那最迟明天早上就要进到断魂山脉，这样才能赶得上月圆之夜，毕竟坐标点随即传送，进去还要赶路的。而这次的拍卖会将钻石器和技能石都拿了出来，显然是要为这瘟疫之村造势。而拍卖到这些东西的势力，在这短短时间内根本不能将东西带回去，因此他们只能带着东西进入断魂山脉，或者说是这瘟疫之村。暗黑城又属于这地界最强势力，如果众多人一起涌入，里面要是发生了什么意外，这可是跟他们无关的。想到这，曹小纯瞬间明白过来，暗黑城这是要利用这些人进入断魂山脉，破解他们被困扰的难题，最后再黑吃黑。一旦成功，这技能石和钻石器都会回到他们手中，而瘟疫之村里的宝物也尽归自己所有。好手段啊！曹小纯重重吐出一口气，望着台下的拍卖师，目光闪烁。第78章，要不要合作一下？随着众人离场，曹小纯也跟着猫女的脚步来到后台，将手中的卡交给负责人，轻轻一刷，就代表着交易完成了。这次的拍卖会，除了彼岸梦兰花花了1000灵石以外，其他的材料基本没超过500，全部算下来也不到3000。虽然换算成9州币还是有些肉疼，但是能得到这些材料还是值得的。走出拍卖场，虽然有许多人注意到他，毕竟郑飞荣在拍卖场上的表现也算是引人注目了。有10086在旁边，许多人虽然生出了打家劫舍的念头，但还是不敢动手的。毕竟暗黑城的铁律在此，没人敢在城中公然挑衅他的威信。随手买了一个坐标传送器和一张断魂山脉的地图，曹小纯便打算先找一家酒店休息一晚。因为暗黑城的操作，现在那时空之门处估计已经人山人海了，
去到也要等待，倒不如等明天早上再出发。在暗黑城的酒店内，只要你有钱，你就可以享受他们一切服务，哪怕你要跟接待人员来上一场现场直播。对于这些东西，曹小纯一般都是直接无视的，随手付了一枚零食，买了一个最贵的服务，吩咐着服务员等会将酒菜送回房间，便拿着房卡往楼上走去。这是一间套房，里面有2、3个房间，装修的极为豪华，而且有些极其暧昧的东西就明晃晃地摆在一边。咚咚咚！就在曹小纯邀请着10086一起吃东西时，一道敲门声引起了2人的注意。按理来说，酒店的服务人员一般不会过来打扰才对。10086缓缓站起身，随即打开门，只见苏青哥优雅地站在门外，看着这位暗黑城的导游，轻轻笑了笑。暗黑城的规矩不可破坏，苏姑娘还请自重。10086脸色一冷，曹小纯和苏青哥的较量他一直是看在眼里的，因此现在苏青哥找上门来，一般不会有什么好事。10086本来只有2级，要是在外面遇到这样的强者，估计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但这里是暗黑城，没人敢在这里动他。哼，别激动，我自然知道暗黑城的规矩，不过这规定里也没说不能跟人一起聊聊吧。苏青哥笑了笑，随口说了一句后，便直接无视拦在前面的10086，直接走进房间，来到曹小纯身边，缓缓坐下。郑公子，别来无恙？怎么，你想过来找场子？曹小纯眉头一挑，望着苏青哥的动作，淡淡道。虽然不清楚这女人过来到底有什么目的，但从行为举止来看，绝不是过来找自己打架的。见到曹小纯的态度，苏青哥也不恼自顾自地拿起一个酒杯，为自己轻轻倒了一杯酒，一举一动之间满是魅惑。不知公子对于瘟疫之村这个消息怎么看？听到苏青哥的话，曹小纯有些疑惑，这女人现在过来说这东西到底有什么目的？对于瘟疫之村这个消息，虽然自己已经大概猜到了暗黑城的目的，但他还是打算过去，在保证自己安全的前提下过去看看，万一能在里面得到什么呢？有话直说。喝了口茶水，曹小纯瞥了对方一眼，淡淡道：爽快，实不相瞒，我们合欢谷想和你一起合作，共同获取瘟疫之村的东西。根据我们的探子回报，暗黑城之所以将这消息公布出来，是因为那瘟疫之村外围的封印只能限制黄金级别进入，但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谁也不知道，因此进去之人相当于马前卒，哪怕你拿到宝物，出来的时候就会面临暗黑城的袭杀。这情况我已经跟谷主汇报过，我合欢谷的高手也出发从谷内赶来，但凭借我们的势力，面对何种高手时恐怕也有些力不从心。因此我想请郑公子能给你的家族发一个消息，请他们过来协助。相对的，我们合欢谷会在里面保护你的安全，而且所有的东西大家都5-5分成，您看这样如何？苏青哥的语气很慢，而且因为2人坐得很近，他身子已经整个贴了过来。有我这黄金阶的职业者在，您的安全想必会高枕无忧。听到苏青哥的话，曹小纯瞬间明白过来，原来他是在打这个主意。自己现在冒充的是帝都郑家，而从拍卖场的表现来看，估计这女人也被自己误导，以为自己就是郑家之人。而他也看出来了暗黑城的目的，但为了能拿到瘟疫之村的东西，在上报过后选择来找自己合作，或者说是借助郑家的势力一起打压暗黑城。毕竟在这片地方，暗黑城才是龙头，单凭合欢谷恐怕不是其对手。如果有郑家加入的话，恐怕这个战局会瞬间逆转，能在9州帝都排上名号的世家，其中底蕴可是很难想象到的。哦，我家族的势力，你能看出来我来自哪里？想了想，曹小纯还是打算维持现在的人设，能有个黄金阶的打手跟自己一起，也比他再次易容乔装的好。这样不仅更便于自己行事，而且哪怕苏青哥想反水，斯卡萨会教他做人，怎么想自己都立于不败之地。虽然不敢确定，但从公子的表现中还是能猜到一些的。不知道帝都郑家的郑鸿飞是公子你什么人？早些年我还跟他打过不少交道。感受到自己背部的异样，苏青哥也不恼，反而更加放开，贴着其耳朵轻轻说道：没想到你和我大哥还有这样一段渊源，不过我凭什么相信你呢？曹小纯轻笑一声，瞬间将这狐狸抱到自己大腿上，望着那张狐媚般的脸，放肆般说道，如同一个无法无天的世家公子，对于别人拆穿自己的伪装并不恼，反而觉得是一种乐趣。哼，世上没有永恒的敌人，我为之前的动作抱歉，如果郑公子不信，那您可听说过狐族的誓言，狐狸一旦发誓，那可是天地见证的。如果您不放心，奴家可以发誓。苏青哥并不介意曹小纯的小动作，反而热情地迎了上去，淡淡道：第79章断魂山脉。对于这种设备，首先要解开保护罩，看看鱼护有没有破损，手伸进去摸一下有没有漏洞，再找到2处隆起的地方固定钓台，抽出碳钢制成的鱼竿，然后试探性的钓几杆，便知有没有口了。有口的话，直接狠狠地钓，疯狂的连杆，等到鱼儿出水，直接插到鱼护最深处，把鱼货全部侵入鱼护里面，直到爆护为止。鱼儿在鱼护里疯狂逃窜，
制造出白沫往外冒。再见，我大哥外面的大嫂。转眼到了深夜，苏青哥也不多打扰，毕竟10086还在外面守着。因为曹小纯表现得很像个败家子，因此两人的合作很愉快。苏青哥甚至觉得这人比那郑鸿飞还好对付。如果说郑鸿飞是那虚伪的君子，那这郑飞荣就是将自己的跋扈发挥到极致2代。早知如此，他之前就应该提议6次分成，反正到最后他一定会答应。望着苏青哥离开的背影，曹小纯缓缓伸了一个懒腰，随意披上一张浴巾就要去洗澡。为了达到一些目的，临场作戏的行为是可以有的。而且对于这女人，如果在密林里能将其拿下，再弄死虎神门的少主，拿到魔剑阿波菲斯的话，这倒是剑骨的一个优秀剑奴。毕竟魔剑阿波菲斯自带邪气，作为武器终究不太好，但炼成蛊却不同，自己只需要控制蛊虫，再由剑奴挥舞魔剑就是。清晨，曹小纯早早起床，等合欢谷众人出来以后，便随着这个队伍缓缓离开。临走之时，曹小纯还给10086塞了10枚灵石，要他就在空间通道附近等着，等自己回来后，还得靠他在城中防止混乱，自己能顺利离开。经过一夜的等待，空间通道附近虽然还是很多人，但也不用等太久，毕竟合欢谷大名摆在这，众人很快便得到了坐标。缓缓踏进空间通道，经过几分钟的黑暗，曹小纯几人便来到了一处空旷的荒原处。与曹小纯同行的一共12人，除了苏青哥这位大长老以外，还有11个类似弟子的女子，女子的修为普遍达到了白银级。反观曹小纯，自己才是青铜阶，可以说自己是里面修为最低的。但因为自己背后的势力，他在这个队伍内待遇反而是最好的，起码有苏青哥在，众人对其也是很尊重。进入断魂山脉，众人也没有犹豫，拿出暗黑城给的拓印版地图，再对比目前所在的位置。只见一名少女缓缓来到苏青哥旁边，恭敬地说道：“启禀大长老，我们现在的位置，只要小半天就能到达目的地。”苏青哥点了点头，随即从空间戒指中召唤出一枚由机械制成的圆球，轻轻摁下中间的按键，圆球迅速变化，变成一块极富有科技感的飞毯。没想到这女人的职业竟然是个机械师。看到苏青哥的动作，曹小纯暗叹道：之前在万年雪山的时候遇到的也是机械师，看来自己跟这职业十分有缘啊。众人缓缓上了飞毯，一道透明的防护罩形成，周边9道由激光环绕其中。飞行过程中，任何想要挡路的怪物们还没等反应，便被那激光切割成好几段。小妞，来帮本公子摁摁脚。待在飞毯上的曹小纯此刻显得十分无聊，为此他直接将脚架到一名弟子大腿上，十分傲慢地说道。那女弟子看着曹小纯那傲慢的模样，心中一股无名火腾空而起。这人明明只有青铜阶，但看那样子跟特么大爷一样，真当老娘没脾气不成？你敢瞪我？不知道我和你们大长老是掏心掏肺的好朋友吗？这是再给你机会懂不？把本公子伺候好了，以后好处少不了你的。见那女弟子迟迟没动手，曹小纯眼睛一瞪，郑家2少那狂妄的气势映现而出。女弟子看到曹小纯这模样，转身看了一眼自家大长老，可见苏青哥对此并没有说什么，不由觉得有些委屈，思索良久，才不情不愿地为曹小纯摁着大腿。老娘发誓，等这件事结束，大长老将其擒去合欢谷，自己非得折磨他749天。曹小纯见状笑了笑，随即闭着眼睛，在没人注意到他时，几枚蝗虫骨缓缓从指尖爬出，爬进飞毯的空隙中，转眼间消失不见。来到地图指定的地方，已经到了下午。曹小纯一队人刚刚走近，只见这地方已经挤满了人，一眼望去全是黑压压的人头。众人走下飞毯，径直来到一棵古树下，见底下已经有人占据，几个弟子缓缓走上前，拿出合欢谷的令牌后，那3男1女眼中顿时露出一丝惊恐，急忙起身离开。休整了几个小时，期间曹小纯不断将蝗虫谷与杀人蜂谷放出，分布在附近。这些子谷可以充当自己的眼线，哪怕进去瘟疫之村，只要有这些子谷在，自己就能掌握外面的情况。曹小纯望着周围，虽然没看到黄金以上的强者，但他相信那些高手们绝对藏匿在周围，等这些冒险者们从里面出来，那迎接的绝对是一场惨无人道的屠杀。等圆月升到中心处，原本嘈杂的环境变得更加喧嚣。只见一队黑甲军缓缓走到一块巨石处，将自己的力量灌入其中。轰！伴随一声巨响，只见那块巨石开始剧烈震动，周边的空间似乎在被某种力量撕裂。咔咔咔！空气中爆发着阵阵破碎声。很快，一道100米长的空间裂缝映现而出，与平时的传送通道不同，裂缝内满是黑暗，根本见不到任何东西，如同一个死寂的深渊。封印打开了，快冲啊！人群中猛然爆发出一声大喝，他们等着这个机会已经很长时间了，为的就是这一刻。因此见裂缝打开，众人如同蝗虫过境般迅速冲入其中。期间更有人因为动作太慢而被后面的人推倒，狠狠踩在地下，还没来得及发出声音，又被后面迎上来的人活活踩死。
苏青哥见状也是笑了笑，随即招呼着众人跳上飞毯，道激光喷射而出，竟直接切割出一条伴随着肉香的血路。第80章，刀疤鼠。苏青哥的恐怖。飞毯跨过一阵虚无，忽然一股莫名的重力压下，只见那由机械为动能的飞毯瞬间落地，众人也来到了一片荒原之上。荒原周边的树木以及草地呈现的都是黑色，在上面血月的照射下显得格外诡异，周边并没有任何声音，呈现着一股死寂的状态。看来这个地方好像不能飞行。苏青哥皱着眉头，感受到自己机械的异状，瞬间得出结论。望着这片宽阔的荒原，显然想要找到瘟疫之村，还得自己探索。你们两个在前面探路，我们走得小心些。想了想，苏青哥吩咐这2个弟子往前面开路。待在一旁的曹小纯并没有说什么，不过这秘境中的环境给他的感觉十分不对劲。如果真的是这样空旷的地带，暗黑城没理由会将其公布出来，恐怕越是平静的场合，里面的危险就越大。一行人缓缓走了3个小时，期间并没有遇到什么古怪的东西。正当他们松了一口气时，2道白骨却引起了曹小纯的注意。杂乱的草丛中隐隐躺着2具白骨，白骨身上半点血肉没有，整个骨骼显得格外干净。但以自己的判断，他们应该是刚死不久，而且很有可能是之前一同进来的冒险者。见状，曹小纯也没打算提醒，毕竟这合欢谷的人死不死和自己没有任何关系，只是暗中戒备随时到来的意外。啊！吱吱吱！果不其然，没往前走多久，只见前面4名弟子突然惨叫一声，瞬间跌倒在地。还没等他们发出第2道声音，只见道巴掌大的黑影将其包裹，瞬间的功夫，4名弟子直接成为了白骨。突如其来的状况令众人心里一惊，快速看去，只见草丛中不知道什么时候竟然布满了一只黑紫相间的老鼠，老鼠巴掌大小，目带红光，2根尖锐的獠牙从嘴巴两边伸出，脸上都长着一道刀疤，看上去是出生开始就有的。刀疤鼠，黑铁级，攻击30，速度45，精神25。介绍：受到黑色瘟疫而变异的老鼠，一般是成群结队的出现，自带的嗜血意志以及能让白银阶都无能为力麻痹毒素，使其成为一种恐怖的生物。望着刀疤鼠的信息，曹小纯眉头一挑，虽然这些怪物只有黑铁级，但那优异的属性却比自己的杀人风骨还要好，这不由让他感叹，到底是什么东西，竟然能让他们变异但这样的地步。苏青哥望着被啃食成白骨的弟子，心里一痛，再看着不断向他们汇聚而来的刀疤鼠们，眼中闪出一丝杀气。啪！只见苏青哥冷着脸，缓缓向前一步，轻轻打了一个响指，一道银色的漩涡在半空中映现而出，各种小型机械人自己热武器从漩涡中喷出。在刀疤鼠离他们不到2米处时，小型机械人瞬间扑了上去，在接近老鼠时悍然自爆。轰轰轰！哒哒哒！道道爆炸声在众人周围响起，那些从天而降重型机枪也将附近围成一圈，在机器人的操作下吐出恐怖的火舌。空中那些飞行器更是不断扔下炸弹或者白磷弹，瞬间的功夫，这方圆5公里处竟成了一片火海，各种燃油掺杂着焦炭味在众人鼻间流淌。望着那周边突然变化的环境，曹小纯心里一惊，没想到这苏青哥竟然恐怖如斯，只是轻轻打了一个响指，挥手间就是一队机械军团，与之前的张衡比起来，那张衡就是个屁。不过这秘境中的刀疤鼠的数量也是恐怖，哪怕这四周已经成了一片火海，但仍有无尽的老鼠汉不畏死望着这边冲锋。双方僵持了将近半个小时，动静才小了下来。等附近的老鼠声消失，只见苏青哥缓缓收回所有机械，将一把巨型大枪背在身后，凝重般说道：接下来要更加小心些，这些怪物透露着古怪，他们没有经验值，恐怕连灵魂都没有，倒像是一些人为制造出来的生物。这一趟才刚刚开始，合欢谷这边就损失了4个弟子，这是他不想看到的。要知道，能跟自己出来弟子，可以说都是合欢谷的精锐，这种损失他们可承受不了几次。在火海中开辟了一条道路，众人快速离开，期间在路上更是见到了不少冒险者的尸体，也遭遇到了许多怪物的袭击。吼！就在曹小纯一行人打算离开这片荒原时，一声虎吼声却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只见前面不远处发出道道猛烈的爆炸声以及道道虎啸。虎神门的人！苏青哥听着虎啸声，眉头一皱，自家死对头的招数他自然很熟悉，看前面那动静，恐怕他们现在遇到了不小的麻烦。正当苏青哥想要绕过那边，不打算参合对面的事情时，一旁的曹小纯却笑了一声，淡淡道：苏姐姐，你不会是想要绕过前面吧？不然呢，这虎神门可是我们的死对头，我还得过去帮他们不成？虽然不明白曹小纯为何会突然站出来说这个，但他还是回答道，毕竟别看这人之前一句话不说，等出去以后还得靠着他背后的势力一起对付暗黑城。不知道姐姐你听没听说过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现在虎神门遇到了麻烦，我们不妨在暗中观察一下，
要是他们斗得两败俱伤，到时候虎神门这队人还不是任我们宰割？要知道，那虎镇身上还有一件钻石器呢，这东西10件铂金器那都比不上。曹小纯笑了笑，将自己的想法说出。这合欢谷只死了4个人，这怎么够呢？好不容易前面有了一个狗咬狗的机会，越消耗双方的力量，到最后自己的阻碍越低。听到曹小纯的话，苏青哥陷入了沉思。的确，这个建议对于现在的情况是最优的选择，而且那件钻石器他也眼馋不已。但虎神门不是这么容易对付的，他和虎镇的实力相当，如果贸然行动，就算最后能胜利，恐怕要付出的代价也不小。别考虑了，我们只是过去看看，又不是非要动手。而且我可以保证，如果成功，这件钻石器归你们所有，我郑家只多要5件铂金器，如何？曹小纯见苏青哥还在犹豫，赶忙上前趁热打铁，伸手缓缓搂住那纤腰，一脸真诚地说道。第81章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感受到那只缓缓向上游走的手，苏青哥的思绪瞬间被打断，望着曹小纯的那张坚毅的脸，没想到这小混蛋竟然这么大胆，在秘境中还毛手毛脚。不过他喜欢，只要这人将自己的弱点暴露得越明显，那之后就越便于自己控制。不就是好色吗？他苏青哥最不怕的就是这类人。哦，你能做得了郑家的决定？想了想，苏青哥调笑般的问道。当然，我好歹也是郑家嫡系，要是这点权限都没有，那我还怎么混下去？而且不就是一件钻石器，大不了作为娶姐姐的聘礼就是了。曹小纯随口胡说道，只要你现在能上去和虎神门打起来，那我郑家再加一件钻石器又何妨？反正这是郑飞荣承诺的，关我曹小纯什么事？哼，没想到你这小子嘴巴还挺甜。苏青哥笑了笑，自己轻轻一乍，就将这小子的想法了解得一清二楚。本身他们就是处于互相利用的关系，自己越了解这郑飞荣的心思，对他自己就越有利。至于这小子说想娶自己的话，也实属正常，毕竟昨晚估计他也有些欲罢不能，有这些想法倒也正常。若是就此能搭上郑家这条线，对于合欢谷接下来的发展可是有些天大的好处。走吧，过去看看，如果那些怪物给力，这秘境就是那虎镇的埋骨之地。轻轻拍开曹小纯作怪的手，苏青哥眼睛一眯，淡淡道。众人来到一棵大树后，瞬间看到了眼前的场景，只见无数尸体从地底爬出，这些尸体身高2米左右，干枯的血肉紧紧贴合着身体，但诡异的是，他们全部没有头颅。这些无头僵尸的等级普遍达到了青铜级，更有甚者已经到了白银阶，因此哪怕虎神门的弟子实力超群，遇到他们也陷入了一番苦战。而虎镇此刻正跟着一个骑着马、面盔在铠甲胸前拿着巨剑的无头骑士较劲。无头骑士黄金级，可提升力量580，速度666，精神472，特性无坚不摧。身为亡灵系的高级怪物，无头骑士周身坚硬无比，一般的黄金级别攻击对其根本制造不了伤害。特性亡灵守护，亡灵特有的恢复技能，除非能一击必杀，不然无头骑士无论受到多重的伤害都能快速恢复。特性召唤战士梦魇，以自身为中心召唤出4只影之梦魇，朝4个方向奔走，所过之处任何东西都将毁灭。望着无头骑士面板，曹小纯觉得这应该是这个瘟疫之村里面的一个小 boss 了吧。该说不说，这虎镇的气运那是真的好。此刻的虎镇全身肌肉隆起势，道道黑户虚影在其身后凝现，手中的巨斧挥舞的五五生风，打得那无头骑士节节败退。不过他的表情并没有显得太过轻松，反而是异常凝重。要知道自己已经39级，离铂金阶也只差1级而已。按照道理来说，收拾一个黄金中阶的亡灵生物应该轻轻松松才对，可这东西竟然完全打不死。不过受了多重的伤都能快速恢复，再这样下去，恐怕到最后自己要被其活活耗死。而一旁虎神门的弟子们此刻已经减员大半，哪怕他们都达到了白银阶修为，但面对无尽是尸骸，也没有任何办法。好古怪的生物，恢复能力竟然真的强，如果不能一击必杀，这虎镇估计得被活活耗死。看到眼前的场景，苏青哥很快便发觉了异样。不过现在虎镇越拼命，对于他的好处就越高，因此他很乐意看到现在的情况。虎镇回头望去，见自家弟子一一倒下，觉得自己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咬了咬牙，只见其猛然拿出一瓶紫色的药剂，狠狠灌入嘴中，随即双手持斧，身后黑虎虚影缓缓凝入巨斧中，奋力一劈。虎神降临！轰！一道降临100米的黑色斧刃斩出，冲着无头骑士爆射而去。斧刃掠过之处，较周围的空气都发生了扭曲。那无头骑士在与斧刃接触的瞬间，竟然瞬间被劈成2半，而且整个身体轰然炸开。而虎镇脸上也闪出一丝苍白，他本就是琥珀战士职业，身后的黑虎就是他力量的本质。
而这虎神降临就是作用自己全部的力量，将虚影汇入武器中攻击对方的最强手段。用出这招，哪怕是他也有些吃不消。就是现在！见苏青哥还没动手，曹小纯大喝一声，选择直接出手。要是再让他拖下去，恐怕等会合欢谷会无伤吃下这虎阵。嗡嗡嗡！无尽的蝗虫谷与杀人风谷爆射而出，冲着整个战场爆射而去。不管是僵尸还是虎神门的弟子，都在两种蛊虫的攻击范围之内。等等！见曹小纯突然动手，苏青哥心里一惊。原本他想等着虎阵回原，将所有僵尸全部收拾，尽最大的可能消耗其力量后再动手。可没想到曹小纯竟然这么激动，见虎阵已经注意到这边，自己想不出手也没办法了。无奈之下，苏青哥一打响指，一个巨型机械瞬间出现在空中，冲着虎阵的方向迎了上去。全都给我上，将虎神门的弟子全部屠尽。虎阵见一个大型机械冲着自己而来，瞬间认出了对方的身份，不由发怒道：苏青哥，你当真卑鄙！你知道现在动手，你们合欢谷会是什么后果吗？虎阵刚经过一场大战，此刻的体力已经消耗了70%，对上与自己同等级的苏青哥，他完全没有胜算。因此这脑筋简单的虎神门少主才大怒道：哈哈哈哈，你好歹也是一门少主，心思怎么这么单纯？弱肉强食的道理你不知道吗？放心，你虎阵是死于秘境中怪物之手，关我合欢谷什么事？苏青哥笑了笑，随即不再犹豫，密密麻麻的激光弹要冲着对面的虎阵爆射而去。轰轰轰！望着不远处那恐怖的火光以及如同雷鸣的爆炸声，曹小纯轻轻吐出一口气，望向一名跟着虎神门厮杀的一名少女，冷冷一笑。一只黑色的蜘蛛出现在手中，冲着少女方向爆射而去。第82章惊变。爱迪生的身影如同一道黑色的闪电，而那黄金阶的属性根本就不是这些弟子们可以反应过来的，只是轻轻掠过，原本还在厮杀的2名弟子身体一软，面庞瞬间变得漆黑，一个呼吸的功夫便已经没了气息。而一旁的僵尸此刻竟连同骨头都化为了灰飞，如果不是地上残留的痕迹和黑色的血液，恐怕没人知道这东西在前一秒还站在那地方。短短5分钟，场上的僵尸包括双方的弟子直接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少了一半。而另一边，虎阵拿着巨斧的手显然有些颤抖，经过前面无头骑士的消耗，这时的他完全是被苏青哥摁着打。再这样下去，恐怕再过几分钟自己就会成为一具尸体。苏青哥坐在一个巨型机械人的体内，嘴边挂着丝丝笑意，如同一个戏弄老鼠的猫咪，对于眼前这已经快进入嘴边的猎物并不着急将其一口吞下。姐姐，事情有变，你快点解决战斗。正当苏青哥想要继续玩下去时，一道略显惊恐的声音传出，顿时让他有些分神。回头望去，只见合欢谷剩余的2名弟子背靠背，惊恐地看着四周，仿佛有些什么恐怖的东西。而虎神门所有人现在除了虎阵以外，竟然没有一个活口。刷刷！没等苏青哥反应，那黑影瞬间掠过，唯一2名弟子在疑惑中失去了气息。这到底怎么回事？难道这附近还存在着未知生物不成？苏青哥美眸瞪得老大，这才过了多久，自己带来的弟子竟然全部死绝了。机会！一旁的虎阵见对面被那惊呼声打乱了心神，眼睛顿时一眯，这是自己逃走的唯一机会，他必须死死掌握住。也没再犹豫，只见虎阵拿着巨斧，周身所有力量爆发，原本隆起的肌肉仿佛受到了秘术的牵引，竟然快速干瘪，周身血气伴随着力量缓缓汇入斧中，冲着苏青哥的方向重重一劈。虎神降临！一道黑色的斧刃冲着那巨型机械砍去，机械防护罩与之接触的那一刻瞬间破碎，整个机器胸前裂出一个巨大的口子，一道白色的身影吐着血从里面飞出，随即重重砸在地上。一时间，苏青哥的5脏6腑都受了不同程度的伤，一时间竟连力气都使不上。而发出搏命一击的虎阵也好不到哪里去，此刻的他全身赶路，双目已经流出血来，抽身的力量早已抽干，看着不断从地底爬出的僵尸，强忍着剧痛吞了一瓶药剂，也不管一直望着自己的曹小纯，转身便走。啊！一阵凄惨的哀嚎声响起，虎阵没走几步便觉得脖子一阵剧痛，一个硕大的头颅不知道什么时候咬住了自己的脖子，周身的血液不断流失，因为之前的拼命，他现在已经连挣扎的力气都没有了。没理会已经半跪在地的虎阵，曹小纯缓缓向苏青哥走近，只见这只狐狸捂着胸口，望着那突然出现的头颅，眼中闪出一丝震惊。之前见曹小纯召唤出蝗虫谷时，自己还以为他是个妖灵师，可现在看来好像没这么简单。小弟弟，麻烦你帮我从戒指中拿出疗伤药，这附近恐怕还有一个隐藏在黑暗中的怪物，我们得抓紧时间离开。见虎阵已经死去，苏青哥笑了笑，随即望着曹小纯柔声说道：恐怖的东西，你是说这个吗？曹小纯笑了笑，轻轻打了一个响指，一只黑色的蜘蛛瞬间出现在手中，蜘蛛的样子怪异无比，
但周身散发的气息却令苏青哥莫名有些胆寒。刚才的事情都是你干的？望着曹小纯的表情，苏青哥先是一愣，之前所有弟子都是曹小纯杀的，而那声惊叫声也是故意为之，为的就是等自己和虎镇拼得两败俱伤。为什么？明明我们是合作关系，而且出去以后双方势力还得一起对抗暗黑城。想到这，苏青哥眼中闪出一丝绝望，他搞不懂曹小纯为什么要这样做，明明两人还有着一段情谊，而且从之前的表现来看，他对自己也异常痴迷，而且凭借他青铜级的实力，在这秘境中可以说是炮灰的存在，难道为了点点利益，这人连自己的安全都不顾吗？双方势力合作，那是你们和郑家的事，而我从始至终就没主动说我是郑家的人。至于你问为什么，那就怪命运造化吧。如果你没来找我，或者我们这在秘境中没有遇到，或许结果就不会这样。既然你身上有我想要的东西，那我遇到了自然不会客气。你们身为暗黑城周边的势力，对于这一点想必比我清楚。爱迪生已经爬上苏青哥的脖子，只要他有任何异动，下一秒就会变成一具尸体。你不是郑家的人？脖子上的寒意让他有些慌张，但很快被心里的震惊掩盖。曹小纯竟然不是郑家的人，也就是说，从一开始这人就一直在误导他，然后利用自己解决虎镇，这一切都是他做的一个局。我和欢谷认栽，看来我们昨晚的情谊上，能不能放了我？我狐族的身份发誓，日后绝不找你寻仇。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可跟你签订奴隶契约，从今开始我就是你的奴隶。重重叹了一口气，苏青哥知道自己今天栽了，别说秘境的宝物，可能就连身上的东西都要被搜刮一空，但如果能保住性命，以后一切都有可能。望着苏青哥那楚楚可怜的眼睛，曹小纯笑了笑，从近来开始，他就没打算让他活着走出去。如果刚才他能无伤斩了虎镇，那还能多活一段时间，毕竟自己也需要苏青哥作为掩护，毕竟自己本来的目的也只是坑死合欢谷的弟子罢了。但现在一个已经失去战力的黄金阶强者，对于自己已经没有任何价值了，他也不可能照顾到其痊愈，指望其保护自己。而对于与自己利益相关的人，曹小纯一直信奉着一个原则，那就是斩草除根，不给自己留下任何一丝麻烦。第83章，送你一场雪飘人间。想到这，曹小纯轻吐一口浊气。你我一见如故，在你临死前，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让你有个体面的死法。爱迪生毒性太强，死后的样子也很难看，这跟你的美貌不妥。既然这样，我送你一场雪飘人间如何？白玉葫芦出现在手中，一道银色的流光闪过，流光无视秘境内的威压，漂浮在半空。一名身着白色修女服的女子走出，女子手拿一把看似冰晶凝结成的唐刀，背后一对接近3米长翅膀缓缓展开，一条龙尾环绕在周边。斯卡萨刚刚出现，秘境中竟飘起了雪花，原本往这边赶来的僵尸瞬间被冻住，形成一座座蓝色的冰雕。巨龙！苏青哥美眸猛然睁大，从那少女的形态中，他可以很轻易地判断出，这是一条稀有冰属性的巨龙。没想到曹小纯除了有个黄金级别的蜘蛛以外，还有些一条巨龙，以他青铜级的实力，怎么会这样？周边的空气越来越冷了，而且有一股冷到极致的力量似乎在针对自己。苏青哥感觉周身的血液已经快要凝结。放过我！此刻苏青哥色出现一丝惊恐，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求着眼前这个魔鬼能够放过自己，哪怕他废了自己的修为，用铁链将自己拴在脚下，那他也无悔。可惜自己的哀求声并没有引来对方一丝表情变化，而半空中那只巨龙握着唐刀，身子在空中盘旋一圈后，便冲着自己的方向刺来。斯卡萨从昨天晚上开始就忍这个女人很久了，那期间他十分想从葫芦里跑出来，将这狐狸砍成8段，可惜都被曹小纯给拦住。现在他终于有机会了，斯卡萨决定，虽然不能破坏这具身体，但他一定要让这只狐狸尝尝什么叫人间剧痛。眼看着那巨龙的身影离自己越来越近，苏青哥眼中从无尽的惊恐转眼变成了愤怒。在唐刀离自己的心脏不足50厘米时，只见他疯狂大喊道：郑飞荣，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噗呲！斯卡萨手中的冰刃轻松透过苏青哥的胸膛，可这一刀并没有让其立马断气，无尽的寒意从心脏处蔓延，道道薄冰在其皮肤上映现。苏青哥形成冰雕的瞬间，连灵魂都被封印在了肉体之中。无尽的冷意让他感觉有些害怕，道道记忆在脑中闪过。从小他就生活在部落里，吃着百家饭长大，原本以为自己可以平平静静的读书修炼，等到了一定的年纪就觉醒职业，守护着村子。可这种美好在一队狩猎队到来的时候就打破了。他记得很清楚，那位为了保护自己被狩猎队带走的邻家姐姐，为了复仇，他以8岁的年纪走了几百公里，期间不知道受了多少苦，甚至为了一碗白饭将自己卖给了一个屠户3天。最终他寻到了一个宗门，在得知宗门的本质时，苏青哥也曾犹豫过，但想起族人们的惨状，这点犹豫瞬间烟消云散。老天是眷顾他的，在18岁时他觉醒了机械师这样强力的职业，而且到了白银阶，
可以修习功法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宗门核心功法。没过几年，随着自己实力的提升，他找到当年的狩猎队，将这些人带到曾经自己生活过的故乡，将其一一凌迟。那天晚上是他哭得最痛快的一晚。时光荏苒，转眼间他已经成为了合欢谷的大长老。不过晚上睡觉时，却时常梦见那邻家姐姐的脸，以及那句好好活下去。可惜你连鬼都做不成了。望着被冰封的尸体，曹小纯缓缓闭上眼睛，好像再过1个多月就要立秋了，到时候还愿秋风知我意，散我心中意难平。一双柔软的双臂从前面环住曹小纯的腰，只见斯卡萨不断盯着曹小纯的胸膛，眨巴着大眼睛柔和地望着他，摸了摸少女银色的头发，随手接过斯卡萨拿出的空间戒指，便挣开了他的双手，望着那低头不见脚尖的人间绝色。不知为何，曹小纯内心竟有一股莫名的躁动，看来是昨晚开了一个不好的头。甩了甩脑中的杂念，曹小纯走到虎镇身边，从其手中摘下空间戒指，便查探着这次的收获。快速翻找了一番，不管是魔剑阿波菲斯，还是那铂金级的通用技能，甚至两人之前拍的材料，都原封不动地放在戒指里。可以说，这次拍卖会的高级物品几乎全部落到了自己手上，其中还有着2部功法虎神诀以及阴阳参同器。职业者达到白银级，便可选择功法修炼，这是除了天赋技能以外，提升自己实力最主要的手段之一。而这2部功法已经达到了黄金高阶，想来便是他们宗门的核心功法了。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一些高等级的药剂以及7件黄金级别的装备，而2个戒指里的灵石竟然高达21万，其中苏青哥的灵石卡里占据了20多万。想来为了这魔剑，双方都将自己宗门的底蕴带出来了。望着这2张灵石卡，曹小纯发现自己竟然有些暂时财富自由的感觉，随手将龙人肋骨扔给斯卡萨，并将所有重要物品全部收回自己的戒指。曹小纯便打算将其清空，这2枚戒指也值不少钱呢。虎镇的戒指但是简单，除了一些衣物以及自己的私人物品以外，其他都是材料，这东西一把火烧了就是。不过轮到苏青哥的戒指时，曹小纯却有些犯了难。稀有金属打造的紫貂毛手铐，白银级；一个发出声音的圆球，青铜级；一根黑色的小皮鞭，白银级；还有10来根椒人油做成的蜡烛等等。这些东西拿出去，好像有违自己正人君子的形象啊，但扔了吧，又太可惜，好歹也算是装备。罢了，先留着，等回到暗黑城再悄悄出手。整理完这些杂物，曹小纯轻吐一口浊气，嘴巴有些干涩的打开那黑色木盒，饶是以曹小纯的定力，心脏在此刻也是狠狠跳动起来。木盒打开，那把充满诱惑力的魔剑出现在曹小纯的注视下。这样看来，剑骨以及剑弩骨的材料都有了，只要将2股练出，自己多了一张底牌。而那铂金价格的通用技能，曹小纯仔细看了看里面的介绍，满意的点了点头。只要自己达到白银级，修习了功法后，便能学会这武技了。注意到一脸好奇的斯卡萨，一股莫名的念头出现在曹小纯脑中，将手中的技能石递到斯卡萨面前，期待的说道：“这东西你能学吗？”他想尝试一下，毕竟巨龙这种东西，智力可不比人类差多少。斯卡萨疑惑的接过技能石，细细查看了一番，良久过后，骄傲的点了点头：“可以学，而且很简单，但这东西太弱了，我看不上。”你说的这是人话？听到斯卡萨的回答，原本曹小纯还挺兴奋，但他后面的话却给其泼了一盆冷水。什么叫太弱了？你看不上？这好歹是铂金级技能好吧？那2姐妹也可以学，不过那只蛤蟆学不会。他傻兮兮的，似乎注意到了主人表情的变化，斯卡萨急忙补充道。实在受不了斯卡萨那心直口快的性子，问了几个问题后，便叫他带着技能石回到葫芦里去了。不到紧急时候，斯卡萨在这秘境里还是少露面为好，不然自己容易成为众矢之的。毕竟一条巨龙的价值，哪怕钻石器都比不上。望着手中的空间戒指，如今在秘境的势力，除了一些散修外，最强大的应该是暗黑城和正气宗了吧？想必他们身上的东西，恐怕也是一笔巨大的财富。第84章，古怪的村庄。不过自己现在这模样，但是不容易混下去。而千面还在冷却中，要是等上1天半，估计黄花菜都凉了。想来想去，曹小纯打算给自己套上第2张皮。而现在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从系统中换一个画皮骨出来。这种蛊虫本身没有任何等级，而且属于一次性消耗材料，效果跟千面差不多。不过相差的是，画皮骨的作用只能维持3天，3天过后蛊虫就会死去，属于一种应急类的蛊虫。而画皮骨在系统中的价格也比较便宜，20灵魂点就能换到。因此曹小纯看了看自己的余额，还是决定换上一只。一块如同丝绸般显得有些透明的人皮出现在手中，曹小纯轻轻一套，很快整个身形开始囊肿，样貌也变成了一个光头胖子。很快曹小纯变成了一个如同弥勒佛模样和尚，用一个冰雕照了照自己的样子，在空间戒指中随意翻出一个类似佛珠的手串，将之前潘圆圆跟自己交易的韩玉戴在胸口。
曹小纯笑了笑：“阿弥陀佛，老衲去也。”曹小纯循着路上的尸骨走了将近半天，终于在一处密林外围听到了动静，随手抛出2只蝗虫骨。借着蛊虫的视线，他清楚地看到许多人从密林外围走进去。就在这不远处，一队穿着黑甲的士兵正隐藏在附近，也没有要动手的意思，只是观察着来往的人群。看来这密林里面就是传说中的瘟疫之村了。而那暗黑城的人没有选择进去，恐怕是打算在外围坐收渔翁之利。望着戒备的黑甲军们，曹小纯眼睛一眯，还是打算进去看看。毕竟若里面真有什么好东西，那得第一时间拿到手。毕竟进入这个秘境的人实在太多，若是每次都等着敲闷棍，恐怕很容易漏掉好处。清了清嗓子，曹小纯捏着佛珠缓缓走了上去。等靠近密林，原本稀少的人群也多了起来，众人眼中闪出丝丝狂热。本来他们就是冲着瘟疫之村来的，现在好不容易到了目的地，这怎么不能让其兴奋呢？少宗主，等会进去，一切小心。我隐隐觉得这次暗黑城没憋好屁。无妨，我正气宗能在这暗黑城立足这么多年，难道还怕他们那些小手段不成？高伯，等着吧，这次的机缘一定是我们正气宗的。就在曹小纯随着人群准备走进密林时，一队穿着黑色玄衣的队伍出现在身后。队伍中的人穿着统一服饰，胸口处那用金线绣成的正气2字格外显眼。说话的是走在最前面的一个年轻人以及一名老者。年轻人手里拿着一把折扇，看上去傲气十足，仿佛眼前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是小事情，还是小心点为好，毕竟这个地方看起来透露着古怪。高方看着自家少宗主，心里显然有些无奈。自家这名少主名叫武飞扬，乃自家宗主的独子，18岁觉醒职业后便一直在宗门内闭关，这次是第一次出门历练。不过那狂妄的性子真是让他无可奈何。你以为你这38级的实力很厉害吗？这地界可是暗黑城，里面所有人可都不是善茬，而且自己好歹也是正气宗的3长老，被这兔崽子使唤的跟孙子似的，这种态度就让他极为不爽。不必多说，我自有分寸。武飞扬摇了摇头，十分不耐烦地说道，随即一把扯过挡在自己面前的美妇，在别人诧异的眼光中狠狠一甩，将其扔出。正气宗的霸道让在场之人眉头一皱，特么的，在城里老子或许忌惮你后面的势力，还能忍让几分，但这里可是秘境，你敢这么狂？当然，这话也只是在心里想想。望着正气宗消失的背影，众人表情各异。呸！狂什么狂？有机会老子在里面弄死他！瞧那架势，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某个星球的皇帝呢，在秘境中装逼，小心折了腿。听到众人的窃窃私语，曹小纯也不在意。等着前面的人进去后，他跟着走进密林。走了大概15分钟，一股强烈的亮光出现，很快一个如同世外桃源般的小村庄出现在众人眼前。村庄里竖立着一排排房子，规模如同一个小型城镇，起码有500米宽的大树屹立在中间，整个村子都是围绕着大树而建。而城镇里的原住民都是精灵，他们的皮肤呈现着淡紫色，尖尖的耳朵显得异常可爱。我去，这是瘟疫之村？不是说这个村子早就灭亡了吗？现在是怎么回事？众人望着这如同桃源般的美景，不由诧异地开口道：没想到这2天竟然会来这么多客人，这是我们美梦村的荣幸。各位舟车劳顿，辛苦了吧，请进村吧。身为暗精灵，我们的传统就是热情招待每一位客人。就在众人诧异之时，一名拄着拐杖的老者在2位美艳少女的搀扶下缓缓走上前，后面跟着一对俊男靓女，热情地说道：哈哈哈哈，原来外面的传闻竟然都是假的，没想到在秘境里还隐藏着这样一个村子，哪怕没有宝物，老子今天也要享受享受。就在众人迟疑之时，一句大笑声从后面传出，只见一名大汉缓缓走出，脸上兴奋无比。就是这可是暗精灵啊，老子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看到。诡异的是，大汉话音刚落，原本还有些疑惑的人群似乎瞬间想通了一般，纷纷回应道。藏在人群中的曹小纯此刻眉头紧蹙，因为系统的缘故，他看得很清楚，整个村子到处都是残枝断骸，房子早已破败无比，那棵巨大的古树只剩下一个干枯的树枝，前面哪有什么俊男靓女，有的只是一个个身上挂着腐肉，恶心无比的僵尸罢了。队伍中捧着的水果和食物，分明就是之前进来之人的人头。而这些人之所以突然如同失智一般说出秘境中有些世外桃源这种话，分明是跟这些僵尸身上散发的那道紫色气体有关。第85章鬼神。要不然这些长期生活在暗黑城的恶徒怎么会这么好说话？按照逻辑推理，哪怕这世外桃源是真的，但被这帮人遇到，那他们的做法应该是直接进村劫掠，而不是在这客气的等着这老僵尸的欢迎。那紫色的气体若不是有特殊手段，根本很难发现。而且曹小纯现在哪怕借助蛊力抵挡，竟然还有些招架不住，不得已他只能借助斯卡萨的力量，才使得这气体进不了身。你知道这些古怪的气体是什么东西吗？轻吐一口浊气，
曹小纯用心声联系着葫芦里的斯卡萨，因为契约加上奴隶谷的缘故，他们本来就心意相通，自然可以交流。之所以询问他，是因为这条巨龙好歹也在这个世界里生活了这么久，有些稀奇古怪的东西，或许他能知道一些线索。我不知道这东西的来源，但他却让我有些忌惮。这种感觉就如同我当年刚刚见到巴卡尔的时候。我可以保证，这东西的主人比巴卡尔弱不了多少。还好这东西显得很微弱，倒像是它的主人曾经在这生活过，然后遗留下来。斯卡萨回复得很快，显然对于这紫色的气体，连他都显得有些震惊。巴卡尔，宇宙中一条暴龙，传说中他是除了那些五爪神龙以外，所有巨龙的首领，就算是神明，都对其忌惮无比。他曾经带着巨龙们征战宇宙，但因为一次不知名的原因，在龙族认为这位巨龙君主早就已陨落了。比肩神明的怪物吗？听到斯卡萨的话，曹小纯心里有些震惊，没想到这种紫色气体的来历竟然这么恐怖。按照斯卡萨的话来说，这只是那个怪物遗留下来的东西，但哪怕黄金级别的强者，竟然都难以抵御。而这里面最明显的就是正气宗的武飞扬，进来的一群人里，就他显得最为热情，很难想象到，这竟然是一位准备突破铂金的强者。是的，主人，接下来一切都要小心，千万别被那东西影响了神智。斯卡萨出声提醒道。从判断出这东西的恐怖时，他就想在葫芦里出来，守护在曹小纯旁边，不过被其阻止了。跟着人群缓缓走进村，和他们不同的是，现在每个人旁边都搂着这个精灵美女或者美男，而这些精灵们对客人的毛手毛脚也不在意，反而热情地应了上去。喂，看你的样子，应该是个佛者吧？这秘境里已经没有宝物了，你还不走？难道你这出家人还想跟我们一样准备享受招待不成？一名大汉左边搂着美女，右边搂着美男，看着一旁孤零零的曹小纯，笑着嘲讽道：“佛者虽然不算什么稀有职业，但他们的战力却比一般的职业还要强，而且还能掌握一些进化类的技能，也是大热门职业之一。不过佛者的规矩太多，而且一旦转职成功，这些规矩是必须要守的，不然的话，轻者影响修为，重者走火入魔，成为魔佛那种令人唾弃的职业者。而佛者第一大戒律就是不能杀生，不近女色，因此大汉才会肆无忌惮的嘲讽。施主言重了。”每次进入副本的经历都是人生中的一笔重要经验，所以多看看也是好事。至于享受什么的，身为修欢喜禅的我，对此并不是太过看重。面对大汉的嘲讽，曹小纯笑得异常和蔼，也不知道你搂着两个恶心的僵尸在这嘚瑟什么呢？佛者的确规矩很多，这也是有些嫉妒之人，他们强力战力之人唯一的嘲讽门路。但里面有个分支却不同呀，这分支里的和尚玩的可是比谁都花。果然听到曹小纯的话，大汉脸色一黑。尼玛真是不公平！凭什么这胖子能转职成修欢喜禅的佛者？看这肥头大耳的样子，有一点出家人的样子吗？自讨了一个没谱，大汉冷哼一声，搂着两人离去了。顺着村口走去，街道边到处都是青楼、赌场以及各种各样的娱乐设施。因为按精灵们说是接待，因此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免费。那赌场更是源源不断的提供资金，输的算村里，赢得可以直接带走。这样接近免费的方式，最大程度激发了这群恶棍们的心态。才短短几分钟，众人便忘了自己此行的目的，也忘记了这里可是秘境，而不是普通的城镇。而在曹小纯眼里，这群人现在就是在跟一群死尸在玩，喝的是爬满各种生物的水，吃的是之前进来之人的血肉。找了一处相对完整的建筑，曹小纯直接走上楼，没理会一旁热情招待的两个僵尸，径直将那已经腐朽的大门关上，静静等待着。他倒要看看这个村子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在房子附近放了几只用于检测的蛊虫，曹小纯拿出一块兽皮铺在地上，随即开始闭目养神。很快，村子的夜幕降临，一起微风吹过，原本喧嚣的村子变得死寂。这种强烈的反差令曹小纯瞬间警惕。轰！少主，快走！一阵剧烈的爆炸声在外面响起，曹小纯快速走到窗边，只见高方拉着武飞扬的手臂，不断抵挡着从四面八方飞扑而来的僵尸。那僵尸看上去有3米高，浑身缠着绷带。诡异的是，这些僵尸只有一只手臂，那手臂如同一个巨大的锤子，散发着冰火两种属性的攻击。而整个村子被一紫一绿两道的阵法笼罩，村子中心处2个怪物虚影缓缓屹立在中心，怪物身高10米，壮硕无比，无尽的紫气在那怪物身上蔓延而出，控制着整个村子所有的怪物。瘟疫之罗刹，鬼神类，铂金级，攻击特性无法显示。介绍：瘟疫之主，狄瑞吉3大部下之一，死后成为自带瘟疫的鬼神。青石之普利蒙，鬼神类，铂金级，攻击特性无法显示。介绍：普利蒙是宇宙中最强的心灵法师，他有一项读心的特殊的能力，能轻易探知他人的心中所想，也因为这样，他最后被古代神灵当成妖物处死。普利蒙怀着这满腔悲愤和不甘，死后化成鬼神。主人小心，
这是传说中的2大鬼神。一阵寒气掠过，曹小纯周边升起了一个防护圈。斯卡萨从葫芦里跑出，望着村子中心那2道虚影，眉头紧蹙。第86章疯狂地计划。这世界曾经有9大鬼神，分别是刀魂之卡赞、残影之铠甲、侵蚀之普利蒙、冰霜之萨亚、瘟疫之罗刹、冥炎之卡洛、邪神之孔拉修、幽魂之布雷德以及神官吉格。他们在巅峰时期无一不是连神明都忌惮的存在，因为自身戾气太过恐怖，引来神罚。9大鬼神分别被流放到各处，传说如果能和他们签订契约，就可以获取鬼神的力量。但自古以来却没人可以进入这些鬼神的法眼。斯卡萨皱着眉头，快速向曹小纯解释着，没想到这个地方除了那恐怖的紫气以外，竟然还存在着2大鬼神，这样恐怖的东西根本不是黄金阶的职业者可以对付的。听到斯卡萨的话，曹小纯并不怀疑，但系统给出的信息却显示着他们此刻的实力没有描述的这么恐怖。而且那把魔剑里还存在一个刀魂之卡赞，合着自己来趟暗黑城竟然一次性碰到3个鬼神，这是什么神仙运气？你是说这鬼神可以契约？想了想，曹小纯转过头望着斯卡萨，似乎要得到一个肯定的回答。理论上是可以，不过这些年没人能成功过，毕竟他们的力量不是一般职业者能够承受的。听到主人的话，斯卡萨瞬间明白曹小纯打的是什么心思，不过这种东西未免也太冒险了些。修炼哪有一帆风顺的，为了力量哪怕冒些风险那也是值得的。而且这些鬼神现在的实力只有铂金级，如果能确保自己能够全身而退，那这个险就值得冒。曹小纯想了想，不由想起了前世一本小说中一名被退婚的少年不断寻找异火的故事。而这9大鬼神的巅峰时期，每一个都能比肩神明，现在正值他们的虚弱期。要是这样，自己还不敢搏一搏，那还修炼个屁！主人，以我们现在的实力，我没把握在2个鬼神的围攻下确保我们能够安全，毕竟我现在只有黄金级。萨拉萨还是觉得有些冒险，毕竟这东西跟那使徒的差不多，想要收服谈何容易。所以我要将你的实力提升到铂金阶，并且炼化那把魔剑。曹小纯眼中闪出一丝坚定，只要自己能够提升到白银级，那就能利用其自觉将斯卡萨以及小强他们的修为提升，再加上一把不比斯卡萨弱的魔剑，这样哪怕收服不了，自己也能全身而退。而想要从12级提升到20级，那只要拥有足够的怪物，就能在短时间内达到。看来得提前启动自己的计划了。原本曹小纯打算在探索完这秘境以后，便利用这秘境外围的封印，引发整个断魂山脉的兽潮。兽潮冲着秘境而来，却把那些等级强大的怪物拦截在外，而黄金阶以下的怪物就是自己的经验包。这样做不仅可以利用那些兽王突破守在外围那些强者的封锁，更可以毁尸灭迹，到时候没人知道自己来过这边。想到这，曹小纯召唤出斯卡萨2姐妹以及小强，你们去解决下面所有的怪物，包括那些进来的职业者，而我先到村子中心布置。说完也不再犹豫，在斯卡萨再次给自己加持了一个防护罩的情况下，曹小纯快速下楼，冲着村子中心2道虚影掠去。而斯卡萨一行在得到命令后，瞬间从屋子爆射而出，冲着武飞扬的方向猛砸技能。轰轰轰！没理会后面剧烈的爆炸声，曹小纯将蝗虫蛊以及杀人蜂蛊放出，阻挡着落单的僵尸来到阵法中心。先是观察了一下2道虚影，在确定已经没有任何异常状态后，单手一指，蝗虫蛊瞬间涌到虚影脚下，不断吞噬着地上的泥土。很快，一个宽10米、深1米的大坑形成，并快速蔓延而下。找了一个地势较高的房顶，曹小纯盘膝坐下，想要引发兽潮，那就要有些一种可以吸引他们的东西。因此，曹小纯便打算炼制2蛊作为诱饵。玉泉蛊、青铜阶，一次性消耗类蛊虫。介绍：奴兽类蛊虫，形似玉石，只有大拇指头大小，酷似狗头，可用来御食犬类怪物。若犬类等级超过蛊虫，则对其有些致命的吸引力。飞鸟蛊，青铜阶。介绍：奴兽类蛊虫，形似玉石，只有大拇指头大小，酷似麻雀，可用来御食飞禽怪物。若飞禽类等级超过蛊虫，则对其有些致命的吸引力。快速放出白玉葫芦，各种材料缓缓融合，几道暗红色的符文一一从曹小纯手中打出，持续了15分钟。只见白玉葫芦轻轻一抖，2枚散发着荧光的玉石快速喷出，飞到曹小纯的手里。而在蛊虫炼成之际，2道虚影脚下已经形成了一个深不见底的大坑。斯卡萨一行人也结束了武飞扬的性命，正往这边赶来。重重吐出一口气，将2蛊扔入深坑，并在其周围放出4害5温蛊阵以及玄阴13剑阵。他要动用蛊阵以及2大鬼神的伤害，将进入这边的怪物们全部屠戮。望着被无尽黑气包裹的中心以及上面那道玄阴山虚影，曹小纯再次将爱丽生放入阵中，引导着爱生离召唤附近诸类怪物，随即双手结印，将狗头蛊和飞鸟蛊全部的状态解封。
淡淡柔和的光圈从深坑中缓缓向外散开，在扩大到一定程度后，瞬间消散，化为缕缕青烟。接下来就是等待了。曹小纯重重吐出一口气，接过斯卡萨手中的战利品，静静等待着。青烟扩散了半个小时，此刻的瘟疫之村内显得格外寂静。之前进来的职业们已经没有一个能够站起来的，而那些恐怖的僵尸早就已经被冰封。轰轰轰！道道奔腾的声音从远处传来，大地似乎已经开始颤抖。随着声音不断增大，一群黑影在村中出现，天空也被一团黑色所包围。赶来的怪物们直接无视了那已经残破不堪的建筑，径直将其撞碎，冲着那深坑奔涌而来。空中的飞鸟也十分默契地冲着阵法飞去，仿佛里面有些什么值得他们前赴后继的东西。第87章兽潮炼制混沌骨。望着怪物们那奔腾的身影，斯卡萨缓缓飞向半空，手指轻轻一点，一股寒气迎面而下，瞬间一个巨大的冰台在阵法不远处凝现。借助飞头骨的飞行手段，曹小纯在离开房顶踏上冰台的瞬间，之前那栋房子轰然倒塌。走在最前面的怪物快速冲入黑雾中，还没等反应过来，全身的血肉快速消失，甚至还在奔腾状态中就变成了一具白骨。后面追随而来的怪物丝毫没有注意到这里的异常，只是不断朝着前面奔袭着。两个黄金级别的钢铁巨猿好不容易来到阵法中心处，正要寻找那吸引自己的宝物时，一道墨黑的身影闪过，钢铁巨猿瞬间失去意识，将近5米高的身体轰然倒下。丁，杀死22级钢铁巨猿，获得经验200点。丁，杀死18级火烈鸟，获得经验142点。丁，杀死6级刺豪猪，获得经验1点。听着脑海中不断传来的提示声，曹小纯看了一眼后便屏蔽了这种声音。望着还在源源不绝奔涌而来的怪物们，曹小纯盘膝坐下，闭着双眼，缓缓适应着经验的飞速提升以及保持最好的精神力。玉泉谷的效力起码能够维持3天，因此他必须在突破白银级时拿出最好的状态，才能开坛炼蛊。毕竟魔剑阿波菲斯里还存在着一个鬼神，而混沌蛊更是自己的本命蛊虫，这东西可马虎不得。就在曹小纯打坐等待之时，秘境外围更是显得异常混乱，因为暗黑城放出的消息，如今各大势力的主要战力都已经到齐，但还没等他们喘口气，这断魂山脉竟然引发了兽潮。而且这兽潮的目的很明显，就是进去这瘟疫之村的秘境。虽然外围大多数人都已经超过铂金级，更有甚者达到了星耀级乃至钻石级，但面对着这无穷无尽的怪物，他们也不可能完全阻挡得住，仍有大多数怪物涌入了秘境。这到底怎么回事？你们暗黑城在搞什么鬼？合欢谷的谷主一掌将眼前的巨虎震碎，转过头望着那身披黑甲的将军，愤怒吼道：你问我问谁去？这是断魂山脉，有兽潮不是正常的事，这问题你也好意思问得出？黑甲将军手中长枪一甩，一道浑厚的劈链爆出，瞬间在其身边清出了10米宽的空地。这次的兽潮来得太过突然，就连他也有些懵逼。原本自己的黑甲军已经在里面埋伏好，就等着坐收渔翁之利，没想到竟然遇到了这种事。看着怪物的规模，里面秘境宽大还好，要是就一点地方，那这次进去的人一个也别想活。想到这，黑甲将军不由有些赔了夫人又折兵的感觉。要知道，为了这次的计划，自己可是拿出了巨大的代价作为诱饵，要不能将其全部收回再有所建树的话，等城主闭关结束，那自己就非死不可了。要知道，那把古怪的魔剑以及那通用技能，可是自己联合宝库守护者偷偷拿出来的。好！一阵怒吼声响彻天际，阵阵威压惊充斥着整个山脉，道道强劲的气流甚至将一些大树拦腰折断。人类，你们敢设计害我族群！空中，一只身长500米、展开双翼，似乎要将整个天空包裹住的金翅大鹏，望着兽群中不断抵抗的众人，怒吼道：给我们一个解释！又是一只身高100米的大猩猩朝着这里缓缓走来。从刚才他们这些断魂山脉的兽王就觉得有些不对劲，自己的族群好像被什么东西控制了一样，竟然不要命的样这边奔来。而两大兽王来到这边，竟然看到了一群普遍达到星耀级的强者聚集在此，因此他们立马联想到这群人是不是故意引发兽潮，然后借此升级。钻石级兽王望着那两个巨大的身影，合欢谷谷主脸色一黑，没想到这兽潮竟然将断魂山脉深处的兽王吸引来了。看着对方那愤怒的样子，恐怕今日免不了是一场大战了。3天的时间转瞬即逝，曹小纯缓缓睁开眼睛，随意吃了几口东西以后，便缓缓站起身，伸出手轻轻一指，2道古阵瞬间消失，而那深不见底的深坑早已填满，2道鬼神虚影附近更是形成了一座由白骨铸成的小山。丁，恭喜等级提升至28。曹小纯，白银阶 ，LV 28 3560 96500，力量236，速度365，精神2700，功法
5. 本命骨0。禅字诀，被动技能，随蛊师力量流转，凝聚禅心，泰山崩于眼前而不动摇，用以化解蛊虫对宿主的戾气，明澈心境。听到脑海中的提示声，曹小纯显得异常满意。短短3天，自己就达到了28级，离进入黄金阶也只差2级罢了。这种快速升级的方式，不由让他生出是不是要屠尽这断魂山脉怪物的想法。当然，这想法也仅仅是一闪而逝，毕竟这些小怪经验值上限就摆在那，除非自己能弄死那些首领，才会有大量经验值。像现在这样做，想升到黄金阶，这起码需要半个月，而他现在可没这么多时间来消耗。毕竟现在自己的灵魂点已经足够，而且五行骨也因为这些怪物死去是散发的大量五行之力已经吸收圆满，因此还是凝练本命骨更为重要一些。重重吐出一口气，曹小纯打开系统商城，看到那125200点灵魂点时，不由有些兴奋。他可从来没有这么富裕过。将混沌原石兑换出，吞噬花换出的同时，灵魂点也快速缩水，瞬间变成了25200点。将葫芦抛到古山中心，疯狂吸收着白骨里的星辰之力。再将这块黑色的石头连同吞噬花、彼岸梦兰一起扔入葫芦的同时，曹小纯命令萨卡萨带着比诺修两姐妹飞到半空，以一冷一热2种属性强行改变这范围的天气，利用之前从凯诺哪里的得来的雷珠引下天雷，轰击在白玉葫芦之上。如今混沌谷的所有材料只差一只吞噬谷，而这片古山就是它诞生之所。本着材料能发挥最大价值的原则，曹小纯将魔剑阿波菲斯抛到葫芦一旁，从戒指中取出苏青哥那冰封的尸体以及炼制剑骨的材料，同时炼制。随着曹小纯结印，如同河流般的暗红色符文在其体内涌出，冲着古山方向奔涌而去。一时间，整个村子都映现着一道暗红色，如同那恐怖的地狱。第88章，混沌出，万古不朽身。轰！一道惊雷在空中响起，瞬间道手臂粗的银雷冲着白玉葫芦猛劈而下。与之接触的瞬间，那狂暴的力量缓缓被葫芦消融，周边原本暗红色的光圈顿时增添了一丝银紫色。曹小纯不断打着手印，几乎每过3个小时就得从戒指中拿出一瓶药剂补充着精神力。而对面那古山仿佛有些一股无形的力量，就那如同河流般的手印吸收。不知不觉间，秘境中早已过了半个月。此刻的曹小纯早已卸去伪装，盘坐在冰柱上，整个身体的血肉好像已经干枯，如同一层皮包裹的骨骼般，面如金纸，嘴巴附近早就布满胡渣，旁边更是扔着一堆药剂空瓶。嗡嗡嗡，阵阵嗡鸣声在附近游荡。原本那座庞大的古山早已消失，取而代之的是2团暗红色的血球。刚开始血球还有10多米长度，而现在只剩下等人高的体积罢了。感受到心中的2道悸动，曹小纯吃力地睁开眼睛，眼神中似乎有些激动。给我破！颤抖着结出一个手印，曹小纯声音沙哑地大吼道：咕咕咕咕！随着一道暗黑色的符文融入，2道血球瞬间发出咕咕咕声，那血水缓缓收缩，仅仅2分钟的功夫便已经吸收殆尽。映现而出的是一个拳头大小的黑洞，以及魔剑阿波菲斯。混沌骨，本命骨类，铂金阶2转，随宿主等级提升而提升。混沌未分，万物不生，形状如同一枚黑洞，吞噬天地万物为生，共分9转，可永久提升宿主8倍真元凝聚。9转过后，可演化万骨。特性：万古不朽身，古道5大法身之一。混沌骨认主以后，可自动反馈宿主。修万古不朽身者，可通过蛊虫幻化各类法身，蛊虫越强，及其古道5大法身可融合为混沌不朽身。吞噬，可吞噬万物，凝练混沌结晶，结晶可治疗、恢复、炼蛊。混沌结晶效果由蛊虫等级提高而提高。不灭，混沌骨没有实体，不死不灭。若宿主受到致命伤害时，混沌可将宿主包裹，吞噬各种物质，转化为生命力，供宿主恢复。特性 XXXXXX， 特性 XXXXXX。望着混沌骨那豪华的属性，曹小纯不再犹豫。他现在的状态已经差到了极点，若还没得到本命骨的反馈，估计剩下蛊虫的信息还没看完，自己就要提前转世了。伸手一点，只见那黑洞快速冲着自己而来，短短瞬息间便涌入了心脏。随着心脏传来的一阵剧痛，曹小纯一时坚持不住，直接半跪在地。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一股庞大的力量在心脏处爆发，顺着经脉不断流淌。而曹小纯身上的穴窍如同干涸万年的沙漠，不断吸收着力量反馈的养分，一缕缕带着腥臭味的黑色物质从皮肤中涌出，如同洗精法水般，那舒服的感觉让其不由呻吟出声。而周身原本干枯的身体此刻开始慢慢膨胀，那如同老树般的皮肤也缓缓脱落。这种状态整整持续了1个小时，随着一丝黑芒在曹小纯眼中涌现，混沌骨反馈回来的力量也被吸收殆尽。重重吐出一口气，曹小纯缓缓站起，
正想看看另外的蛊虫以及斯卡萨他们提升到什么地步时，一道强劲的水流从自己头上涌下。虽然是温水，但来得太过突然，哪怕自己学会了禅自觉，也吓了一跳。疑惑地抬起头，只见比诺修两姐妹浮在半空，缓缓利用这魔法，冰火消融后，温水不断落下。而斯卡萨正站在一旁，捂着鼻子，好像有些嫌弃。这里面最乖的就是小强了，乖乖站在一旁，如同一个忠实的守卫，仔细观察着附近的情况。直到现在，曹小纯才反应过来，经过半个月的练蛊以及刚才的洗精法水，自己现在身上散发恶臭不说，那衣服甚至连流浪多年的乞丐都不如。明白了比诺修两姐妹的意思，曹小纯也不客气，趁着水雾的阻挡，快速脱下身上的衣服，美美的搓了一个澡。直到确定身上再无任何异味以后，这才叫两姐妹停了下来。经过混沌谷的反馈，曹小纯身上倒是强壮了不少，特别是那6块腹肌以及那分布均匀的肌肉，既不失美观，又显得异常有力。随意吃了2口东西，曹小纯才重新开始珍视之眼，观察着各蛊虫的属性。魔剑阿波菲斯，剑蛊、剑弩蛊、朱颜节，钻石级品质，3股合一，铂金级，可提升力量1236，速度1127，精神5000。特性亡灵之气，挥舞魔剑时，攻击自带亡灵之气，伤口将被亡灵之气腐蚀，有 2% 的几率使对方成为剑奴，随魔剑品质提高而提升。特性剑灵，魔剑自带至灵，可召唤出剑奴自主战斗，剑奴实力与魔剑相等，魔剑不毁，剑奴不灭。鬼神，因为刀魂卡赞的存在，可召唤出鬼神卡赞，形成一个阵法，阵中之人可提升 20% 攻击及魔力，随魔剑品质提高而扩大。卡赞真身，魔剑等级不足，封印中。剑藏受剑蛊影响，魔剑阿波菲斯剑身中自带魔剑空间，可存蛊阵、蛊虫，攻击时只要指挥剑奴便可发动。存于魔剑内的蛊虫蛊阵消耗魔剑本身精神力，宿主只需以精神力控制剑奴便可。特性亡灵召唤，魔剑阿波菲斯可召唤2000亡灵，亡灵等级比魔剑本身低2阶，随魔剑等级提升而提升。望着魔剑阿波菲斯的属性，曹小纯不由倒吸一口凉气。虽然自己在炼制之前就知道这剑蛊一定不弱，但没想这属性竟然这么变态。尤其是那剑藏和鬼神有了这2个特性，那就相当于自己可以将蝗虫蛊和蛊阵放入其中，再次使用时还不用消耗自己的精神力，强大的外挂好吧。而那鬼神更是强悍，一个刀魂之卡暂可提升 20% 的攻击力。要知道这世上可是有些9个鬼神，要是自己一一将他们收入符存于魔剑中，凭着鬼神们强悍，这魔剑最后有可能超越神明。第89章曹莲。轻吐一口浊气，曹小纯手臂轻轻一甩，只见阿波菲斯剑身处的眼睛猛然爆发出一阵流光，一名身高1.9米、头戴犄角的女子缓缓凝现而出。女子伸手一吸魔剑，快速飞入手中，只见其往身后一背，便快速来到曹小纯面前，半跪在地。主人！少女柳眉琼鼻，一头银色的秀发随意散落在背后，额头两边是一对黑色的山羊角。虽然脸上仍有一些苏青哥的轮廓，但却比那位合欢谷大长老更加漂亮，气质也更为妖异。浑身穿着看似黑曜石般的短甲，短甲的裂缝中时不时涌现出丝丝紫色的火焰，腰肢盒上映现着道道黑色的符文，符文像是古文与深渊文的结合体，显得格外妖异。至于身材嘛，只能用一句话来形容：低头看不到脚尖，便是人间绝色。周身如同水晶骷髅人的灵魂体不断漂浮，仿佛一个忠实的护卫。虽然看上去有些人畜无害，但注视久了，却有一股来自灵魂深处的恐惧感涌上心头。这才是剑蛊的完全形态，由魔剑阿波菲斯、剑弩蛊、朱颜节合3为1的蛊虫。仔细看了看，没想到靠着白玉葫芦的强悍，竟然误打误撞练出了朱颜节。难道那堆尸骨里还存在着2个痴情女子的灵魂不成？实在想不通这到底怎么回事。曹小纯索性也不想了，不过看着那少女的形态和脸庞，他越想越不对劲。按理来说，这剑弩蛊是以苏青哥身体以及灵魂炼制而成，再怎么变也不可能变成这样，而且这样子自己看着异常熟悉，好像在不久之前自己还见过。羊角、马蹄、有尾巴，衣着暴露。又仔细端详了一会，突然一个气质清冷拿着巨镰的美人在他脑海中浮现。想到这，曹小纯终于明白自己到底在哪见过这东西了。这东西不就是一个魅魔吗？虽然比李寒衣身边那2个长得漂亮，而且衣着也华丽了不少，但这鬼样子特么就是个魅魔。这剑灵什么毛病？难道他本身长这样不成？曹小纯嘴角一抽，无奈想到，试探着问了几句话。虽然剑奴能勉强回答得上来，但总是磕磕绊绊的。从这里可以判断出，他的智灵应该跟比诺修2姐妹差不多。得，起码比小强好不是？
示意着剑奴起身。因为剑奴并没有名字，因此曹小纯想了想，随即开口道：“以后你就叫狗蛋。呸，你以后就叫曹莲吧。”“是，主人。”听到曹小纯的话，曹莲微微抬起头，郑重地回应道。解决了魔剑的事，曹小纯随即看向斯卡萨众人。冰龙斯卡萨矮人形，铂金可提升，力量2356，速度3319，精神3270，天赋冰之亲和，爱生离，战斗类本命类蛊虫，可提升，铂金阶，力量2236，速度3788，精神3069，特性比诺修赫拉克，黄金级，可提升，力量640，速度620，精神755，天赋深渊格玛，黄金级，可提升，力量680，速度720，精神833，天赋怨气飞头蛮，黄金阶，可提升，力量642，敏捷1000，精神469，天赋技能恐吓光环，有几率令人陷入恐惧状态。天赋技能咒怨结界，身处结界中，飞头蛮的攻击速度提升 15%。 望着众蛊的属性，因为受其自觉的影响，每只蛊虫都提升了一阶。虽然大多数蛊虫的特性并没有什么变化，但那飞头蛊却给了曹小纯一个天大的惊喜。如今的飞头蛊已经进化为怨气飞头蛮，它黄金阶的等级却有着1000的速度，这已经是十分恐怖的存在了，更别说还加了一个天赋技能。而这次的进阶足足让曹小纯的实力翻了不止3倍。不说别的，就那混沌蛊提升8倍真元的功效和那万蛊不朽身，这价值都比一条巨龙还高，更别说还多了3个铂金级别的蛊虫。可惜系统商城内并没有功法可以购买，不然曹小纯绝对有自信将一身实力开发到极致。对此他虽然觉得可惜，但也没想太多，毕竟天道尚且有缺，系统虽然是自己最大的金手指，但终究只是个辅助用途罢了。要是系统当真无所不能，那才让人感觉到害怕。毕竟修炼一途还是得靠自己，而不是指望着系统的打赏，不然自己很容易变成系统的奴隶。不过功法的事等出去以后就快点解决了，毕竟到了白银级以后，除非杀死 BOSS 能获得大量的经验以外，随着等级的增加，等阶怪物提供的经验少得可怜，因此达到白银阶必须要修习功法。功法不仅可以能让职业者能完美利用自身每一份力量，而且修习还可以获得大量经验值，比如合欢谷的功法就是看着阴阳两极不断磨合，从而产生经验值。要是没有这个，那世上哪有这么多高阶强者？比如曹小纯虽然靠着屠杀达到了28级，但这种方法不是一直能用下去的，毕竟以后等级高了，难道自己为了升一级还要去灭了一个星球吗？将脑海中的杂念抛去，曹小纯转头望着那一子一律的虚影，哪怕经过了这样一场动乱，他们依然屹立在那里，仿佛周边发生任何事都与他们无关。要是没有系统或者斯卡萨的提醒，恐怕没有任何人会以为他们竟然是传说中的鬼神。虽然不明白这到底是为了什么，不过曹小纯依然想试试能不能将其收服。斯卡萨，有办法能让我跟他们交流一下吗？将斯卡萨叫到自己身边，曹小纯淡淡道：如果想要交谈，或许龙语可以，只要主人学会龙语，便可跟任何生物交谈，并能听懂他们的话。斯卡萨想了想，随即十分确定地说道：第90章，不靠谱的翻译。龙语，你有速成的方法？听到斯卡萨的话，曹小纯先是一愣，这东西是快速能学会的？哪怕有书骨支撑，最多也是能记住这东西，而不是熟练应用吧。不过既然他能提出来，想必一定会有解决的办法。有，就像恶魔契约者一样，我也可以跟你合体，这样主人就能说出龙语了。斯卡萨舔了舔嘴唇，望着曹小纯，一脸兴奋地说道：合体？你要变成蛊融入我体内吗？望着斯卡萨的表情，曹小纯感觉有些不对劲。你为何如此兴奋？不是这个合体，而是……斯卡萨喜滋滋来到曹小纯身边，贴着耳朵小声说了一句：好了，下一个办法。听到小母龙的话，曹小纯嘴角一抽，想也不想直接拒绝道：自己这个队伍里有坏人啊，要是实在学不会，那你来翻译就是了。现在你先把他们叫出来。看着有着不开心的斯卡萨，曹小纯无奈地摇了摇头，好像除了他自己所说的那个办法外，最靠谱的就是让其充当一个翻译官僚。看到曹小纯实在坚持，斯卡萨恨恨地跺了跺脚，随即走上前，那灵动的眼眸瞬间变成蓝色。好！阵阵龙吟在村中回荡，猛然间大地开始震动，原本那2道诡异的阵法开始颤抖，并且猛烈收缩。没多久，只见一只身高5米、浑身绿色、牛头羊角、
以及一只身高2米、浑身紫色，如同木乃伊般的怪物出现在曹小纯眼前。两只怪物并没有双脚，如同幽魂，但迎面而来的威压却让周边的空气有些沉闷。人类，我知道你心中所想，但你还是放弃吧，就凭你，还入不了我们的眼睛。普利蒙抬头望了曹小纯一眼，他生前就是最强的心灵法师，哪怕现在已经变成鬼神，但也能轻易看出别人内心所想。他与罗刹本就是因为不甘而自愿堕落的鬼神，曹小纯之前所做的一切，其实两人一直看在眼里。之所以没有对其动手，那是因为曹小纯引发兽潮时，让他们获得了足够的怨气，不然曹小纯的下场将会是那些入侵者们。他说我们做的，他们俩一直看在眼里。然后那牛头说知道主人您在想什么，但是他们并看不上您。斯卡萨点了点头，随即将鬼神的话翻译过来。这样吗？那你跟他们说，你们形成鬼神的原因，恐怕是心有不甘吧。如果我能满足你们心中的遗憾，这样如何？曹小纯想了想，鬼神嘛，哪怕现在已经变成铂金级，但好歹也辉煌过。既然系统能看出他们的来历资料，那估计他们在乎的事情就是那些不甘和遗憾了。因此，曹小纯打算跟其好好聊聊。斯卡萨轻轻点了点头，使用龙语回复道：臣服，或者魂飞魄散。龙语，就这2个选择，再多说，等下干死你们。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鬼神要是没有合适的宿主，根本发挥不出全部的实力。而且现在你们才是铂金阶，请你们认清自己的状况。根据传承的记忆，斯卡萨对于这9大鬼神还是了解一些的。之前自己还困在黄金阶，对其还有些忌惮，但是现在老娘这边可是有着3个铂金级，自己以前好歹也是钻石阶的巨龙，要是现在这种情况，还跟你客客气气的，真当老娘好说话呢。斯卡萨说完，后面的比诺修两姐妹和曹莲眼睛一眯，缓缓走到其身边，望着2鬼神，一脸不善。曹小纯望着突然上前的众人，表情有些疑惑，难道自己说的话触动了这2鬼神的伤疤？他们现在恼羞成怒了。罗刹听到斯卡萨翻译过来的话，那缠着绷带的脸明显愣了一下。这年头，人类已经狂到这种地步了，有条龙了不起啊！一旁的普利蒙却发觉有些不对劲，那人类明明说了1句话，可这条龙说的明明就是3句。想到这，普利蒙抬起手，冲着自己的眉心、自己罗刹的额头轻轻一点，随即再次开口道：不过从他嘴里吐出的却是人类的语言。人类，别以为靠着一条巨龙就想用武力威胁我们，真动起手，你绝对讨不到好处。原来你会说人话啊！听到那熟悉的语言，曹小纯先是一愣，没想到这2鬼神竟然会说人类的语言。但是他这话什么意思？怎么听到好像是自己主动挑衅一样？主人，别跟他们废话，先把他们干趴下，打一顿后什么都好说了。斯卡萨丝毫没有虚心，反而拿出冰息之刃，十分傲气地说道。而一旁的曹莲也解下背后的魔剑，缕缕紫炎在剑上汇聚。等等，直到现在，曹小纯终于反应过来，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这翻译特么不靠谱啊！人生在世，哪有这么多打打杀杀，就不能学点人情世故吗？而且，就算能将其强行奴役，但曹小纯对于他们的力量并不了解。要是这2大鬼神不肯使出全力，那终究是瑕疵品。拦住了剑拔弩张的双方，曹小纯随口解释了一下，随即将自己刚才的话说出。我知道你们心有不甘，一个最强大的心灵法师，却得罪了神明，沦落到这样的地步。不过，你真的不想复仇吗？还有你，曾经也是瘟疫之主的3大将之一，以前的主人被神明如此压迫，就连你，要不是有着一些资源，恐怕现在已经魂飞魄散了吧？结合系统所给出的信息，曹小纯望着2大鬼神，大声说道：哼，就凭你一个白银阶的底层，也想妄图讨论我们的过往？罗刹不屑一笑，在他看来，这就好比一只蚂蚁，本来就没多大能耐，却整天妄图咬死大象。谁又不是从弱者走过来的呢？起码我知道，以你们现在的状态，再过100万年，恐怕也会被神明压在脚下。既然这样，为何不搏一搏？对于罗刹的嘲讽，曹小纯毫不在意。既然自己选择了古尸这条路，那就注定充满泥泞和鲜血。神明虽然听起来高高在上，但如果他们挡了自己得路，那么也不是不可以令其陨落。神明，未来的炼蛊材料罢了。第91章，仙尊毁而我不毁。哼，狂妄的小子，真想不明白你有什么资本说出这种话。不过你之前的态度倒是挺符合我的胃口。这样，既然你想获得我们的力量，不妨接受一次考验如何？通过了，我们信你一次；要是不通过，你就留在这里，跟我们一起承受这无尽的孤寂吧。罗刹听到曹小纯所说，愣了愣，随即开口说道：他本身就是魔界出身，曹小纯之前那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行为，在他眼里还是挺顺眼的。正如同斯卡萨所说的那样，他们要是没有合适的契约者，根本发挥不了太多实力。想要对抗神明，终究还是得选择一个合适的契约者。因此，
他不妨可以给曹小纯一个机会，毕竟自己也沉寂太久了。可以，不知道你们的考验到底是什么？曹小纯没有任何犹豫，直接答应了下来。话音刚落，曹小纯便借着白玉葫芦的气息屏蔽了普利蒙心灵探测。现在优势在他，只要这两鬼神弄不死自己，哪怕一切都有讨价的资本。最差的结果就是最后双方动手，自己将其洗去记忆，强行奴役，得到一个不完美的残次品罢了。两鬼神对视一眼，普利蒙缓缓上前一步，举起双手，一团绿雾出现，一道81阶的白玉楼梯出现在村子中心。楼梯周边绿雾涌现，顶部是一个巨大的石雕，显得神秘无比。走上最顶层，你就是我们选择的契约者。普利蒙望着曹小纯，如果可以，他宁愿曹小纯跟罗刹打一场，但是为了防止那条巨龙暴走，两鬼神经过短暂的交流，还是更换另一种方式。这是自己生前得到的一个深渊传承，来历没人知道，主要的作用就是考验人心。当年这东西可是卡住了一众天骄，见他自己都止步在了70阶，没能将传承中的东西拿出。普利蒙已经决定，只要曹小纯能走到70阶，他就值得他们契约。曹小纯见状微微一笑，随即也没过多犹豫，径直从冰柱中跃下，也没管两鬼神的反应，轻吐一口浊气以后，便踏上了第一阶。轰！曹小纯刚踏上第一道阶梯，瞬间感觉身子微沉，仿佛楼梯周围的重力增加了1倍。感受了一下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曹小纯调整了一下心态，随即大步向前，不到30秒的功夫便上了10个台阶，重力增加了10倍了。看来这81阶到最后恐怕会增加81倍的重力。曹小纯眼睛一眯，运起周身的骨力抵抗着重力，缓缓踏上21阶。只见周围的风景瞬间一变，无数金银财宝洒落在周围，只要自己轻轻一捡，就能将其收入囊中。对此，曹小纯不屑一笑，直接无视了脚下的珠宝，缓缓向着楼梯上面走去。又过了5阶，金银珠宝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各种珍稀材料，甚至一些仙古的炼制材料都在自己脚下。没有机会材料的诱惑，曹小纯勇往直前，期间经过了无数美女、功法、武技、装备，甚至是荒古神兽的幼崽蛋以后，等这些场景全是消失之时，曹小纯发现自己已经来到了60阶，而那强大的重力已经让其额头上布满细汗。大口呼吸，调整着自己的状态，曹小纯再次出发。周围场景再次变换，映现而出的是水云姬两女以及旭老八。只见他们穿着异常华丽，如同君临天下的神灵，一身修为更是连系统都看不透。小纯，我们已经达到这个世界的顶峰，这片宇宙里自己没人是我的对手了，接下来让我们保护你可好？水云姬热情地迎了上来，拉着曹小纯的手，亲昵地说道。感受着那真实的触感，一时间没有人能够分得清楚这就是幻境还是真实存在的。我家主人已经到达69阶，你们俩等着认输吧。楼梯附近，两鬼神和众蛊看着踏入69阶的曹小纯，脸上露出一抹笑意。虽然这60阶走到这里，外面已经过了7天，但从那普利蒙的脸色来看，主人关是很棒的。10阶一个大关，胜负还离得远呢。没有理会用剑指着自己疯狂挑衅的斯卡萨，普利蒙望着楼梯，心中却有些震惊。自己成为鬼神已经不知道多少年了，但这神秘的传承自己却记忆犹新。那时除了自己，还有一位黑衣少年，自己与其共同踏入70阶，后来他成了一代大帝，而自己成为了宇宙第一心灵法师。普利蒙被神明猎杀时，也只有他挺身而出。那人的相貌自己已经记不清了，只是依稀记得他是一个大胖子。这片宇宙吗？听着水云姬的话，曹小纯低声自语。同伴们都达到了宇宙最强，按道理来说，自己也可以选择一条相对轻松的路，以他们的帮助，用不了多久，自己应该也能达到这个级别。毕竟古尸这一条路并不是这么好走。想了想，曹小纯并没有被这巨大的诱惑所迷惑。既然水云姬说出了这片宇宙，那外面是不是有着其他更为宽阔的天地？而自己身为古尸，追求的应该是不断提升的过程，而不是安于现状。想到这，曹小纯捏了捏水云姬的脸，虽然明白这是假的，但他仍然有些忍不住。随意推开水云姬的手，曹小纯不顾3人劝阻，毅然决然踏上70阶。轰！踏入70阶的瞬间，周围的景色和重力瞬间消失。望着最后的道阶梯，曹小纯试探地走了一步，见周围没什么反应后，便快速上前。正当他要正式跨过最后一阶时，一道充满诱惑力的声音不断在心头响起：“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下去吧，我可以保证，你下去以后，刚才你见到的所有东西都是你的，而且你会在瞬间达到一个最强的境界。”声音虽然听似正义，但隐隐中竟然充满了蛊惑，哪怕有禅自觉的加持，但仍然阻挡不住那股心动。不过哪怕再心动，曹小纯心中始终守着一个明台，既然确定了目标，那就要贯彻下去。想清楚了，你跨过这一阶梯，后面恐怕什么都不会有，而且之前许诺的东西将会完全消失。下去吧，别让自己追悔莫及。
听到那神秘的声音还在劝阻，曹小纯重重吐出一口气，随即脸上露出一丝微笑。逆流河上万仙退，仙尊毁，而我不毁。话音刚落，曹小纯已经跨上了最后一道台阶。第92章鬼神之力奇物榜。随着脚步落下，周边那充满蛊惑性的声音戛然而止，周边场景瞬间破碎。原本那巨大的石雕在此刻也显示出了原本的面目。石雕通体漆黑，三头六臂，下半身是一条长长的蛇尾，头颅显得异常狰狞，6条手臂上分别握着法器，显得异常诡异。石雕下方是一个暗台，上面除了3个黑色的小箱子，其余东西都已经腐化。曹小纯望了一眼眼前的雕塑，看这模样倒像是前世佛教中那专门掌控刑罚的阿修罗，不过那条蛇尾却代表着这并不是哪位神明。想不通这雕塑到底有什么来历，曹小纯也没有过多想法，伸手将案台上3个小箱子拿走，随即快速离开阶梯。没想到就这一个考验竟然还有东西拿，这普利蒙讲究啊！快速回到地面，曹小纯来到两鬼神面前，笑了笑，我这样算是通过了吧。对于这所谓的考验，总体来说自己还是有着不小收获的，而且如果这2个鬼神能言而有信的话，那自己收服他们就是铁板钉钉的事。哈哈哈，果然江山代有才人出，我倒是小看你了。普利蒙望着曹小纯的表情，内心显得无比震惊，短短10来天的功夫，竟然通过了这神秘传承的考验。要知道，哪怕他自己当年走过到70阶的时候，也用了整整2个月。如今的他对于曹小纯是越来越好奇了，虽然只是个白银级，但或许以后他真能为自己弥补那些遗憾也说不定。既然自己需要一个契约者，那就搏一搏吧。来吧，接受我们的契约，鬼神之力将为你所用。听到普利蒙的话，曹小纯微微一笑，随即转身轻轻一点，只见曹莲瞬间化为一道黑雾，进入魔剑之中。阿波菲斯在半空盘旋一圈，便稳稳停在曹小纯面前。请2位鬼神入剑。曹小纯拱着手恭敬地说道，好歹这2个鬼神之前也是比较神明的存在，如今虽然落魄了，但现在既然即将成为自己的伙伴，那他自然会给予他们应有的尊重。哈哈，小子，快点提升实力，等你能解封我们的真身，到时候你就会知道老夫的实力到底有多强。还有，如果可以，你可以将9大鬼神全部契约，我敢保证，到时候一定会有个天大的惊喜。普利蒙爽朗一笑，随即化为一道绿影涌入阵中。既然普老头都这样说了，老夫就相信你一次，如果让我失望，老子亲手废了你。罗刹眼睛一眯，冷冷扔下一句话以后，化为一道紫光涌入剑中。嗡嗡嗡，一绿一紫一红的微光在剑身眼睛处闪烁了几分钟，随着一张虚幻契约成型，曹小纯心里莫名多出3道悸动。魔剑阿波菲斯，剑骨，剑弩骨，朱颜结，钻石级品质，3股合一，铂金级可提升，力量1236，速度1127，精神5000。特性亡灵之气，挥舞魔剑时攻击自带亡灵之气，伤口将被亡灵之气腐蚀，有2%的几率使对方成为剑奴，随魔剑品质提高而提升。特性剑灵，魔剑自带至灵，可召唤出剑奴自主战斗，剑奴实力与魔剑相等，魔剑不毁，剑奴不灭。鬼神卡赞，因为刀魂卡赞的存在，可召唤出鬼神卡赞，形成一个阵法，阵中之人可提升20%攻击及魔力，随魔剑品质提高而扩大。普利蒙，因为侵蚀之普利蒙的存在，可召唤出鬼神普利蒙，形成一个阵法，可使阵中敌人减少20%抗性和魔防，随魔剑品质提高而扩大。罗刹，因为瘟疫之罗刹的存在，可召唤出鬼神罗刹，形成一个阵法，可减少敌人攻击速度、误防，有20%的几率近期中毒、失明、出血，随魔剑等级提升而扩大。卡赞真身，魔剑等级不足，封印中。普利蒙真身，罗刹真身。剑藏受剑骨影响，魔剑阿波菲斯剑身中自带魔剑空间，可存蛊阵、蛊虫，攻击时只要指挥剑奴便可发动，存于魔剑内的蛊虫蛊阵消耗魔剑本身精神力，宿主只需以精神力控制剑奴便可。特性亡灵召唤，魔剑阿波菲斯可召唤2000亡灵，亡灵等级比魔剑本身低2阶，随魔剑等级提升而提升。望着重新添加了2个鬼神词条的魔剑，曹小纯显得有些兴奋。2鬼神的属性不仅异常优秀，而且现在露出来的能力还只是冰山一角，随着自己的实力增强，那鬼神的力量也会一一解封。更何况这样的鬼神可是有9个，要是自己将其一一收服，不知道到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不过那刀魂之卡暂是什么毛病，自己契约2鬼神时，连同他也一并契约了。而从这无比顺利的情况来看，这位鬼神对于自己本身并不排斥，但为什么自己做了这么多，这位连个屁都没放？想了想，反正也不影响什么，曹小纯也不再纠结，将魔剑收回白玉葫芦，
曹小纯将目光放到刚刚得到的小箱子里，因为普利蒙太过着急，因此关于这楼梯的来历以及这3个小箱子，他也没来得及问。缓缓坐在地上，曹小纯摸了摸箱子的纹路，并没有感觉到什么异常，轻轻扯下里面的小锁，只见一张巴掌大的小兽皮出现在眼前。将兽皮摊开，上面画着一些纹路，如同地图。快速打开真实之眼，地图的信息瞬间出现在眼前。毁灭雷池地图残。介绍：天雷榜排名第3神雷灭世，神雷栖身之所。混沌初开之时，天地产下3大神雷之一，栖身于毁灭雷池，属于至邪之雷。传说中，只要集齐毁灭雷池的地图，就可以找到这天地奇物。系统传来的信息让曹小纯倒吸了一口凉气。这方世界有些各种各样的天地奇物，如果能得到它们，就可以得到巨大的力量。而现知的奇物榜一共分为7个榜，分别为金木水火土、风榜、雷榜。每个榜单中有着100种天地奇物。第93章王者级武技七宗罪。而雷榜却是这7榜中最强一榜，那排在前3的毁灭神雷更是无上的至宝。看着手中的残图，一道全新的道路映现在曹小纯脑海中。一名蛊师本身可以凝练5只本命蛊，分别寄存于自身心肝脾肺肾。如果自己能收集7榜奇物，五行融入自身肺腑，罡风化在丹田，神雷存于识海，加之本命蛊的加持，那自己的肉身将会达到什么地步？曹小纯根本不敢想象。话说，帝都大学就存在着不下12种奇物吧？不知道这次去到学校能不能弄上1、2种。平复了一下心情，曹小纯郑重将残图收好，快速打开了第2个小箱子。和那残图看起来一样，里面的东西也显得十分普通，看上去就是一个乌漆嘛黑的铜钟。铜钟只有拳头大小，上面刻着一些复杂的符文，哪怕是斯卡萨也看不出那符文的来路。仔细观察了一下，曹小纯大小，这铜钟上竟然有着一道异常显眼的裂痕。失去灵性的神秘古钟，材质不详，来历不详，作用不详。望着系统的信息，这还是曹小纯第一看到连真实之眼都探查不到的东西。随意把玩了一下，他还是打算将其留下来，虽然暂时没什么用处，但凭着这3个不详，就能断定这一定是个至宝。第3个小箱子里是一块黑色的石头，而这也是曹小纯能直接看出到底是什么的宝物，因为这种石头他之前还在拍卖场看到过，和那如梦幻影相同，这应该是个通用型武技。一丝鼓励融入黑石，随着一道黑光闪出，武技的真面目已经自动存入曹小纯的脑海中。七宗罪，掌法，王者级，白银阶可学第1层。介绍：七宗罪共分7层，分别为贪婪、硬欲、暴食、嫉妒、懒惰、傲慢、愤怒。手中凝现7种手印，平日收集生物7情6欲化为掌力，每掌自带1罪，掌掌叠加，可调动敌人相符的情绪。修至大成者，可焚山煮海，以情绪操控他人。王者级武技。曹小纯眼睛一亮，没想到普利蒙扔出的考验中竟然还有这样的奖励。如果不是现在自己还没修炼功法，那他绝对会当场将这武技学起来。毕竟看着七宗罪的描述，这东西哪怕在王者级里都是顶尖的存在。将所有东西收好，等着斯卡萨几人打扫着战场，将那些已经死去的人手中的储物戒指拿下，曹小纯便打算离开了。毕竟之前自己在阶梯上感觉才过了几分钟，可斯卡萨他们已经在楼梯下等了7天，再加上之前练蛊的过程，这就意味着自己已经在这个秘境中待了将近1个月了。虽然这次的收获很大，但很多东西都要消化，等消化完后估计也应该开学了。而这暗黑城可没有直达9州帝都的空间裂缝。一边吃着东西，一边想着自己到底要修炼什么功法。毕竟这个世界好像并没有专属蛊师的功法，这样一来自己估计只能修习那些通用功法了。相比以自己的成绩，在学校里弄上一份过渡功法应该不难。实在没有，自己要是实在没有，那就只能出高价在宇宙黑市中悬赏了。时间过了3个小时，斯卡萨众人也全部来到曹小纯身边，接过那蓝色的储物戒，随意瞥了一眼，曹小纯异常满意。这戒指是给武飞扬的，里面现在存满了几百个储物戒，各种有用的材料以及一些装备。而此刻曹小纯的零食储量整整达到了42万多，之前拍卖会出现的各种宝物也基本落到他的手上，可以说是这次断魂山脉之行最大的赢家。将斯卡萨一行收回白玉葫芦，重新拿出铅面贴在脸上。很快曹小纯变成了一个身高2米，皮肤黝黑，脸上还有一道刀疤的大汉。拿出坐标传送器，从进来开始他就知道暗黑城里的坐标传送器被他们动了手脚。如果进入瘟疫之村使用传送器时，第1次传送绝对会回到秘境入口，而按照他们的计划，估计每个从秘境出来的人都会被其杀死。哪怕之前自己制造了兽巢，而且现在已经过了将近1个月，但这不代表着外面就没有人守在那，因此想要出去自己还得做一件事。调出系统面板，
曹小纯直接在里面搜索着一种名叫隐石蛊的蛊虫。隐石蛊，白银阶，一次性消耗蛊虫，售价3800，能力是隐身，隐藏自身气息，不过时间只有15分钟。望着那明显虚高的价格，曹小纯恨恨骂了一句奸商，但也没犹豫，快速点了兑换，将那如同水晶苍蝇一样的蛊虫捏碎，在确定自己已经隐去身形后，快速启动坐标传送器。轰轰轰！瞬间的功夫，曹小纯便回到了秘境入口。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只觉得一股热浪扑面而来，睁开眼，只见到秘境入口，此刻已经到处是尸体，一队黑甲军正与从四面奔袭而来的怪物们搏杀。无尽的火光在周围燃起，附近2座大山都已经燃起了剧烈的火焰。半空中，一只身高100米、披着战甲的猴子正在与一名黑袍人打斗。巨猿手持一根如同小山般的铁棍，虎虎生风。那黑袍人在这怪物面前就如同一粒尘埃。虽然双方差异巨大，但那黑袍人凭着自身实力，自然能与其打得有来有回。猿王，你过界了，这断魂山脉可不是你一人说了算。一道冲天剑气爆出，再次将巨猿手中的铁棍弹开。那名黑袍人用那沙哑的声音吼道：“好，你暗黑城是想挑战我断魂山脉18皇吗？故意引起兽潮，杀死5只王兽，这笔账我便要算在你暗黑城头上。”巨猿此刻显得异常愤怒，对于暗黑城的做法，他要不让其付出代价，那自己又有何脸面坐上这皇者席位？这次兽潮是意外，与我暗黑城无关。黑袍人冷哼一声，就算面对一只黄兽，他本身也不在意。这句话等着其他黄兽过来，你再一起说吧。现在吃我一棍！巨猿显然不想跟此人废话，再度举起铁棍，冲着黑袍人的方向狠狠砸去。曹小纯望了一眼那强者间的战斗，也不多想，再次摁下了坐标传送器。这里的斗争显然不是现在的自己能够参与的，而且多留在此就多一分危机，他得快点离开才行。第94章，前往帝都。回到副本入口，曹小纯发现此刻这里已经仍然停留着不少人，和副本内的惨烈不同，暗黑城好像丝毫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哪怕自己城主已经进入副本阻挡着那些异兽。看来这群人还是挺相信这暗黑城的实力。曹小纯望着那依旧奢靡的场景，不由有些吃惊，看来这暗黑城背后的实力比之前那几个外围宗门强的不是一星半点。快速来到租赁区，为了不让那些烦人的苍蝇过来打扰自己，租赁一个导游还是很有必要的，毕竟在暗黑城这些人一般没啥道德可言。没有再找10086，毕竟之前身份摆在那，而郑荣飞已经随着兽潮去了西天，再找原本的导游，这容易暴露身份。随意点了一个10010号的导游，曹小纯随着他的脚步，先是到一个餐馆吃了点东西，随即拿出手机订了一张离开的票，便在这名导游的护送下离开了暗黑城。该说不说，只要你出了钱，暗黑城可以为其服务到极致。那10010直到曹小纯踏进传送阵时才结束自己的义务，哪怕在小镇中，这种势力的导游依然有着绝对的话语权。直到2天后，曹小纯才回到 H 市，毕竟在中转过程中并不是随时能有回来的票，因此在路上耽误了不少时间。跟物业了解了一下情况，曹小纯回到了家。这1个月里 H 市并没有发什么太大的事情，除了市中心准备建立一个包伯阳将军的雕塑外，其他的就是自己对面那个小女生搬走了。而曹小纯也在他的朋友圈里看到这样一句话：帝都大别墅，姐姐来了。看来这小姑娘找到了自己合适的道路。打扫了一下房子，曹小纯便开始进入交易平台，将自己在秘境中得到的各种东西出售，就单单是那批空间戒指就能卖出一个令人震惊的价格。因为这些东西太多也太过杂乱，曹小纯在比诺修2姐妹的帮助也足足整理下了半个月才将所有东西卖出。而这期间，暗黑城这个平时没人关注的外围城市却被顶上了9州热搜。毕竟拥有皇兽级别的攻城兽潮已经几10年没有出现过了，那神秘的暗黑城主更是凭借着一己之力将兽潮拦下，更是让人热血沸腾。而经过不断的曝光，暗黑城的某些制度却深深吸引着一些通缉犯以及那些中二少年，这就导致通往暗黑城的通道如今前所未有的热闹。网友们，我已经凑够了进城费用，明天就给你们直播。你来晚了，我早就到这边了，而且还被合欢谷收为弟子，听说里面都是漂亮的女孩子哦。没想到老子一个男的竟然被他们看上了，人生圆满了。套你猴子，看到楼主走了大运比杀了我还难受。兄弟们，我是前几天加入合欢谷那位，听我一句劝，千万别来，本人现在已经少了一个腰子。我是那名主播，我比楼主好，因为老子机智，现在正在奴隶市场打工，除了精神上的折磨外，肉体还行。呸，两憨批想吃独食是吧？就是，我把你们当老哥，你把我们当憨批，什么被嘎了一个腰子，我都不好意思拆穿你。因为网上反响热烈，到最后连9州官方都不得不出了一则声明公告。公告的内容很简单，
就是你要是没有强大的实力，请谨慎前往暗黑城。嘎腰子是真的，奴隶也是真的，电击也是真的。望着电脑上那五花八门的信息，曹小纯只是随意看了看，随即便关掉了页面。还有半个月就要开学了，这半个月里应该努力提升自己的实力才行。而现在他最需要的还是一份功法，但自己对于功法之事现在没有任何头绪。如果要在宇宙黑市中悬赏，哪怕自己估计就得提前去到京城，毕竟这地方要是没有一些门路，自己还真找不到。想了想，曹小纯觉得自己还是要联系一些旭老八，也不知道这家伙现在到底怎么样了。你好，房东。听到电话那头传来一道莫名熟悉的声音，曹小纯先是一愣，在确定这的确是旭老八的电话后，十分不确定地说道：老八的电话怎么在你这里？他人呢？他下副本去了呗，然后手机没带，落我这了。房东也要来帝都了吗？到时候我们可以在大别墅中见面哦。老八为了这个地方可是花了大价钱。小姑娘显得有些激动，不过从她的语气中，曹小纯可以肯定旭老八还没有被韩萌萌打死，而且还活得异常滋润，并不想跟小姑娘废话，随意说了几句以后便挂断了电话。既然旭老八已经下了副本，那就证明估计跟着李寒衣一行人一起出发的，因此自己现在也联系不上他们。再次将电话打给了水云姬，不出意外，这妮子的手机也不在身边。看到这种情况，曹小纯叹了一口气，既然这样，自己就只能一个人先到帝都逛逛了。花了3天时间补充了一批斯卡萨的食物，统计了一下需要出租的空房子，将一切弄好后，曹小纯再次来到传送通道，踏上了前往帝都的道路。与帝都相比，那 H 市就如同一个小镇，就单单是这个传送通道外围的停留区都已经将近50公里。一眼望过去，人头攒动，四处都是嘈杂的叫卖声，那些骑着妖灵或者机械的职业们正在一旁疯狂拉客，毕竟想要靠自己走出这个停留区明显有些不现实。因为帝都境内除了专门资质的职业者外，其余职业者不能依靠自己的特性在半空中飞行，因此很多职业者们在缺钱的情况下就会申请飞行执照，从事着各种工作。小伙子，看你的样子不是来 H 市读书就是旅游的吧？需不需要带路？帝都境内只要2900周币，你说要到哪我都能带你过去。一名看起来憨厚无比的青年挡在曹小纯面前，热情地说道。第95章鬼市。曹小纯见状轻轻点了点头，因为在这个地方认识的人现在好像都没空，现在当务之急就是要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总不能在这等候区住下吧。两人商谈好价格，跟着青年的脚步来到一处相对空旷的地方，只见青年快速召唤出一只巨大的海鸥，随即转过头望着曹小纯，热情地说道。海鸥身躯异常庞大，不过修为只有黑铁级，看这样子倒像是专门运输的工具。不知道老弟你想要去哪个地方？帝都大学附近吧。实在没有明确的目标，曹小纯淡淡道，不如先去学校附近看看，等旭老八他们出了副本再说。两人踏上海鸥背部，伴随着一道强力的气流，瞬间飞到空中，而青年在起飞同时运转自身的力量，构建出一道能抵御风力的屏障。老弟是帝都大学的新生吧？这么早过来，是不是想提前看看学校？青年似乎十分健谈，在海鸥飞行平稳后，热情与曹小纯搭着话。算是吧，反正在家也无聊。曹小纯笑了笑，随意回应道。我猜就是这样，不过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帝都，那我劝你好好去那些景区玩玩，现在帝都大学也没开学，而且又是郊区，晚上别说一条龙了，连个烧烤摊都没有，去到那边也是很无聊的。青年听到曹小纯话，笑得尤为热情，像这样的新生，他这几年见得多了，因此他觉得自己还是得劝劝。最重要的是，那边处于郊区，自己这趟虽然说不会亏本，但赚头的确少了很多。哦，那你认为有什么地方值得过去的？本身自己也没有目标，倒不如听听这种在帝都混了几年的地头蛇，看看他们有啥推荐。那可多了，比如帝都广场、龙脉群山、风俗一天街等等。要是真的要逛，那逛半年都不可能逛完帝都所有的景点。不过我最推荐的还得是帝都的鬼市，那边不仅离风俗街、美食街很近，而且你运气好的话，还能淘换到不少好东西。现在也将近5点了，7点就是鬼市开市的时间。青年说得很快，这帝都的鬼市其实就是一条街，因为年代的关系，那里逐渐成了一些摊贩们贩卖古物以及一些黑暗职业贩卖自己物品的地方。而自己说的能淘换到宝物，自然是真的，不过这几率无疑是大海捞针，毕竟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鬼市里面的假货几乎占据了市场的 99%。 当然这话他自然不会对曹小纯说的，而自己非要推荐这个地方，只是单纯的因为离得近罢了。听到青年的话，原本曹小纯显得有些嗤之以鼻，要真遍地是宝物，哪还轮得到自己？估计里面宝物有，不过绝大多数都是假货吧。不过转念一想，自己可是有些真实之眼，倒不妨可以过去碰碰运气。听你这样说倒是有趣，
那我们直接前往鬼市吧。想了想，曹小纯淡淡道：“好嘞。”果然听到曹小纯改变念头，青年瞬间眉开眼笑，爽快地答应了一声，随即指挥海鸥调转方向。期间，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着，青年还拿出手机，跟着家里报着平安。妈，这暑假虽然我没有回去，但我找了一份兼职，在办公室上班，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待遇还挺好。等会我把上个月工资打给你们，你们就不用担心我了哈。今年过年我也打算回去了，做兼职挺好的。好嘞，儿子，过年你也不用回来了，我跟你爸出去旅游去了。好一副母慈子孝的感人场面。因为海鸥飞行速度很慢，来到鬼市门口时已经将近8点钟。青年将海鸥收回召唤空间，随即领着曹小纯到一队人后面排着队。老弟，鬼市开市期间要进去是要缴纳190周币的，这里就是排队缴费的地方。不过看着人挺多的，我有办法能让你直接进去，除去门票的费用，你再给我390周币如何？青年抬头望着那起码有些5米长的队伍，笑着说道。望着那如同奸商般的嘴脸，曹小纯眉头一挑，没想到这人还特么坚持这黄牛。不过曹小纯显然也不愿意在这浪费时间，虽然拿出490周币塞到青年手里后，只见他带着曹小纯直接来到队伍前面，一把拿走前面刚刚打印出来的票据塞到其手中。在面前一人满脸疑惑的情况下，青年将190周币塞到他手里，随即转过头淡淡道：“老弟，你尽管拿票进去，我在这里帮你吵架。”望着前面奇葩的举动，曹小纯显然有些哭笑不得。难道这就是生活吗？将票据交给一旁的管理人员，曹小纯缓缓走进鬼市大门，回头望了一眼，只见青年正趴在地上，抱着一人的大腿，大声喊道：“好啊，你打了人就想走？5万？没有5万，你别想我起来。”鬼市的街道显得异常古朴，众商铺开在两边，里面卖什么的都有，但更多的却是地摊，上面的货物五花八门，有卖力吆喝的，也有坐在角落摆出一副冷脸的摊主。而进来逛街的人多数是人类，同时也有些异族。曹小纯就很明显看到一名类似翻译的家伙在帮着一个异族翻译语言。在看到那异族人掏出5009周币买下一个看起来就是现代工艺品的娃娃时，曹小纯就知道这导游跟那摊主估计是一伙人。走走停停，曹小纯一路用真实之眼扫过，虽然在茫茫假货里发现了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但大多数是青铜以下，因此他并不感兴趣。突然，一片黑色的铁片出现在曹小纯眼前，铁片上还粘着一些泥土，看起来毫不起眼。摆摊是一名衣衫褴褛的老者，拿着一个葫芦，时不时往嘴里灌着酒。除了铁片以外，其余的东西都是一些看起来十分老旧的铁器以及残缺的瓷罐，看这样子倒像是刚挖出来不久的。老板，这瓷器怎么卖？曹小纯蹲下身子，随意拿起一个残破的瓷器，淡淡道：“第96章，原石场，5万。”老者头也不抬，十分随意地回了一句话，仿佛有一种爱买买不买滚蛋的架势。告辞。望着老者的态度，他明显就能看出来，这老东西的眼神一直打量着自己，如同看着一头肥羊。而现在拿出这样的态度，明显就是准备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神秘强者，好做得起价。曹小纯快速站起身，仿佛没有任何留恋，转身便走。等等！果然，曹小纯转身那一刻，后面的老者猛然站起，大声叫住他：“知道不知道买东西要有来有回？你倒是还个价啊！我还价你就能答应？”曹小纯微微一笑，转过头望着老者，神色莫名：“你倒是还一个啊！你不还怎么知道我不答应？”老者眼睛瞪得如同一只老牛，恨恨说道。见状，曹小纯也没犹豫，快速走到摊边，随意捡了几个瓷器，随手将那黑色铁片放入其中，随口说道：“这里一共5009周币，卖不卖？”成交！听到曹小纯的报价，老者瞬间将东西塞到他手中，在拿到钱以后，快速收了摊，头也不回的走了。得，老子还是买亏了。曹小纯摇了摇头，随手将瓷器收回戒指，拿着那黑色铁片，瞬间铁片的信息出现在眼前：深海银母，介绍存于大海深处，经过千锤百炼自然形成的一种高级铸造材料，锻造兵器时只用加入一丝，便可令兵器提升一个品阶。看着这大概有5两重的铁片，曹小纯笑了笑，倒是个好东西，也算是自己进入鬼市的一个开门红。轻吐一口浊气，曹小纯将东西收好，才刚刚转身，便感觉自己的胸膛撞到一丝柔软，额头似乎磕到什么重物，整个人不由后退了2步。小弟弟，1个多月不见，没想到才刚见面，你就给了我这样一个惊喜。一道粗犷的声音传来，只见王刚捂着额头，撅着嘴，眼神中似乎有些幽怨。自己今天闲来没事，所以到鬼市看看，突然看到一个身影莫名熟悉，结果他刚刚走到曹小纯背后，正准备打个欢呼，结果曹小纯突然转身，因此两人就这样撞到了一起。王刚姐！听到那熟悉的声音，曹小纯愣了愣，
毕竟这样一名美女，又带着这样一个粗犷的声音，好像除了王刚也没别人了。不过这女人什么毛病？喜欢站别人背后。也没想太多，两人打了一声招呼，便随意闲聊着。你什么时候来到了帝都？怎么不去找你小未婚妻？王刚望着曹小纯，语气中充斥着浓浓的八卦意味。我今天刚到，他们都进入副本去了，我们联系暂时联系不上。曹小纯摊了摊手，这种事情也没什么好隐瞒的。这样吗？既然你现在一个人，那我带你逛逛吧，反正我也闲着无聊。听到曹小纯的话，王刚笑了笑，他对曹小纯的感官很好，因此既然碰到了，作为学姐，自己带着她一起也无妨。就这样决定了，走，姐姐带你逛逛这鬼市。不容曹小纯拒绝，王刚直接拍板道。望着这美女风风火火的样子，曹小纯无奈地摇了摇头，也是，好不容易遇到了还算熟悉的人，总比自己在这瞎转的好。两人并肩走在街道上，王刚一边介绍着鬼市各个商铺，一边向前走着，好像早就定好了目标一样。两人走了10来分钟，拐过一个大弯以后，又是一条街道出现在曹小纯眼前。小弟弟，这鬼市的东西大多数都是假的，如果真的要淘换宝贝，还得是这深处的赌石场。这些石头都是从宇宙深处的灵矿挖出来的，里可存在各种宝贝。只要你眼力够毒，哪怕是龙蛋或者神级功法，都有可能切出来。说到这，王刚眼中闪出一丝狂热，他可是赌石资深爱好者，这2年自己在这些摊位上花费了多少，连他自己都记不清了。虽然有所收获，但远远不止自己花出去的。但哪怕是这样，王刚依旧乐此不疲。哪有小孩夜夜哭，流浪汉过年还吃顿肉呢？自己前段时间刚刚下了副本，收获还算满意，将东西换成钱以后，王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往这边赶，正巧又碰到了曹小纯，他觉得得让这小弟弟见识一下。望着王刚那有些兴奋的神色，曹小纯莫名感觉这位学姐好像并不怎么靠谱。走吧，姐姐带你见识一下。也不想服了王刚的兴致，曹小纯跟着他缓缓来到这些摊边。王小姐，老夫我盼星星盼月，总算把你盼来了。王小姐，我这店里刚刚到了一批新的石头，要不要进来看看？别听他的，来我这，我保证我的石头里都有货。这里面谁不知道，就那李老头的货最坑。王刚刚刚走到摊边，一众老板便热情地招呼道。在这鬼市里，谁不知道这位王刚小姐是出了名的钱多、瘾大、运气衰。曹小纯望着周围过来挑选石头的人并不少，不远处还有几个专门切割的机器，自己围观的众人。每当机器切开一块石头，那围观的人群便发出一声惊呼，有的不断叫唤着可惜，还有的在石头那完全切开之时就已经开价，要将这东西接手过来。小弟弟，你也到处看看，选几块石头玩玩，万一能切出什么好东西呢？王刚挑了挑眉，看着曹小纯快速说道，随即便开始自顾自挑选着心仪的石头。曹小纯随手拿起一块石头，利用真实之眼观察着，意外的是，除了能见到里面那些微弱的荧光以外，竟然看不出里面到底存在着什么东西。天道屏障加持，暂时无法查探。看来这种东西必须要将石头打开，才能看出里面到底是什么。曹小纯一一查探着周边的原石，他发现虽然自己看不出里面到底是什么，但却能根据原石上反馈的光芒判断里面到底有没有东西。这些原石的光芒分为赤橙黄绿青蓝紫7色，光芒亮度各自不同，有些十分微弱，有些又强一些，但大多数原石里面是没有一丝光芒的。第97章谢石进行中。曹小纯挑挑拣拣，最终选择了一块红色光芒异常耀眼的原石，以及一块如同小太阳般的金光原石。在这摊铺所有的原石里，就这2块最耀眼。就在曹小纯打算结账时，埋在石堆底下一块奇异光芒的原石引起了他的注意。只见这块原石散发的七彩光芒，七彩光芒中心散发着耀眼的银芒。望着那原石奇异的样子，曹小纯的呼吸不由有些急促。他十分好奇，这里面到底存在着什么东西。将那头颅大的原石挖出，曹小纯缓缓走到摊位边。老板，这3个原石怎么卖？曹小纯先是将2块原石放下，随即指了指那5米高的巨石，淡淡道：客人好眼光，没想到一选就选到了我店铺中的宝物。老板看着曹小纯选的3块原石，上面的斑纹少得可怜，一看就是个从来没有接触过原石的菜鸟，但是场面话还是要说的，毕竟这种菜鸟才是自己真正的财神爷。既然老板一次性购买3块原石，那我也不多说了，1009周币1斤，您看这个价格如何？看了看对面给客人报的价格，曹小纯能听出这老板虽然没有给自己优惠，但也没有虚抬价格，点了点头。只见老板快速招呼过2个伙计，先将那块巨石上称以后，随即一一称出价格，一共是2372斤，折合成9周币的话，2372000。客人，您看是刷卡还是现金？零石支付。曹小纯笑了笑，随即扔出24块零石，淡淡道：相对于9周币，他现在身上的零食比较多，因此
这东西能用就多用用。老板大气，多出来的我会按照比例补给你。看到曹小纯给出零食，摊位老板眼睛一亮，零食这种东西到哪里都是硬通货，哪怕他们去进货，也是将9周币兑换成零食才能用。结清了价格，只见老板快速打出一份合同，这是关于钱货两清的责任合同，这是在9州赌时必须要签订的契约之一，为的就是怕双方在解石以后出现纠纷。老板，那边有专业的解石工具，我们现在过去吧。来到一道大型的解石器让，王刚也选好了自己的原石，看着那辆用叉车运来的好几10块原石，就知道这女人刚才到底花费了多少。小弟弟，你看你选的这3块石头，上面连石纹都很少，可惜了。不过玩玩也不错，等会要是里面什么都没有，姐姐再带你挑几块好的。王刚看到曹小纯挑选的3个石头，无奈的摇了摇头，自己刚才见到原石都走不动道了，一时疏忽了这位单纯的菜鸟。罢了，等会自己赚大发以后，再用经验给他挑选几块吧。听到王刚的话，曹小纯倒是不在意，反观王刚的那一车石头，里面光芒微弱的可怜，也不知道是他本身经验所致，还是本身气运不行。本着女士优先的原则，曹小纯大度的让王刚先解。随着2名彪形大汉快速启动机子，王刚上去缓缓画上2条线后，解石机器瞬间启动。呲呲呲，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声，那人头大小的石头缓缓被切开，一道紫色的流光从石头内部闪出，众人顿时惊呼道：卧槽，出货了！看着光芒的架势，里面的东西起码20块零食。小姐，别开了，我20块零食收。望着那耀眼的光芒，一名商人模样男子大喊道。不过王刚并没有理会周边商人的声音，眼睛一直盯着那紫光，满是期待。随着石头分成2半，一块紫色的玉石出现在众人眼前。紫金灵石，灵石类。介绍普通灵石的进阶型，里面的灵气更加浓郁。我去，是紫金灵石，看这样子起码有半斤，这东西兑换过来起码值50灵石。场上有懂行之人瞬间判断出这东西的价值，一时间道道羡慕的声音响起。待大汉将紫金灵石取下，王刚快速接过，随手掂量了一番，显然十分满意这个开门红。没有过多犹豫，王刚快速指挥着切割下一块灵石，可惜第2块却是个实心原石，里面连个指甲盖大小的灵石都没有。因为王刚的灵石数量巨多，整整解了3个小时才将所有原石全部解开，里面有灵石、装备、材料，五花八门，应有尽有。不过这些东西的等级却是强差人意，最高级只有个青铜级的长矛，灵石也少得可怜。用的来说，王刚今天已经亏得连裤衩都不剩了。而那卖灵石给王刚的老板更是贴心的拿过一张椅子，邀请王刚坐下。显然这种事情王刚已经不止经历过一次。轮到曹小纯之时，王刚勉强挤出一丝笑容。小弟弟，到你了，我估计你这3块石头也解不出什么好东西。曹小纯对此也没说什么，打击嘛，多经历一些，心态就强大了。随意在石头边缘画了2条线，看着曹小纯的行为，围观的众人不由摇了摇头。这种原石哪里还需要擦边？你对半批里面都没东西好吧？老子在这里敢保证，这里面要是有东西，老子当场将那10亿给咽下去，嚼一下算我输。呲呲呲，重新调整了一下机器，大汉能猛将机器摁下，随着剧烈的轰鸣声，一道微弱的红光闪现，周围的气温猛然升高，一时间周围所有人竟被那爆出的热浪蒸得大汗淋漓。机器切到一半，一道耀眼的光芒闪出，直照的所有人睁不开眼。哐当，切下的11亿掉落，只见原石中心是一个如同鸡蛋大小的丹药，琥珀通体呈赤红色，里面一些液体缓缓流转，中心处一个如同犀牛般的黑影浮现在内，阵阵药香在场中扩散，单单是闻上一口便觉得经脉都顺畅了许多。这是上古钻石级丹药天溪破脉丹。一道异常震惊的声音从人群中传出，那是一名老者，看着他的打扮，俨然就是一名炼丹师。第98章天溪破脉丹。老者胸前带着一个由一枚丹药以及一个药鼎组成的徽章，这就意味着这是一个转过职的高级炼丹师。而经验丰富的他一眼就认出这原石里面的东西，正是那号称钻石级最珍贵的上古丹药之一天溪破脉丹。职业者一旦达到钻石级巅峰，就会碰到一种叫做屏障的东西，只有经验值足够并打破屏障，才有更进一步的可能。但宇宙中职业者这么多，大多数钻石级强者都会卡在这个境界，一生都突破不了。而这天溪破脉丹的唯一效果就是打破钻石级的屏障，令人直接进入王者级。可以说这是一颗能够逆天改命的丹药。但因为这是上古丹药，现在的炼药师很少有人知道天溪破脉丹的炼制方法，因此像这种效果的丹药，哪怕是有钱都很难买得到。听到老者的话，众人先是一愣，随即想起这丹药的效果，一时间道道震惊的声音响起。卧槽，这种价格的东西竟然出现了，这完全就不能用灵石来定价吧？这到底是什么逆天运气？小子，
这丹药卖给我，什么价格你说，只要老子办得到，那我绝不还价。而一旁的老板现在脸色极度扭曲，就这样的宝物，自己轻易就卖出去了。老天不公啊！这天西破卖单在我手上这么久，我竟然一点都不知道。而此刻的王刚美眸瞪得老大，嘴巴已经形成了一个 O 型，哪怕一根巨型香肠都能轻易的塞进去。他知道赌石这种东西就像是钓鱼一般，新人入场总会给一个新人大礼包的，但这礼包特么的也太大了吧！因为物品的贵重，原本负责拆除11的大汉也不敢轻易动手。曹小纯见状，快速将剩余的11包下，望着手中这颗赤红色的丹药，微微一笑。果然，自己判断的没错，原石里面的东西光芒越亮，东西就越好。而这块石头只是自己挑选的原石中最差劲的一块，现在他异常期待剩下的2块原石里到底有什么。小伙子，老夫名叫穆浩苍，乃帝都丹药工会副会长。我看你的职业并不是炼丹师，所以这天西破卖丹可否割爱？条件你可以随便提，只要丹药工会办得到，我绝不还价。而且我还欠你一个人情。说话的正是之前那位老者，只见他快速走到曹小纯身边，郑重说道：穆浩苍一生痴迷炼药术，如果这天西破卖丹能拿到手，自己就有可能根据丹药的特性逆推出丹方，因此如果可以，他愿意付出任何代价。望着看起来十分和蔼的老者，曹小纯不由撇了撇嘴，这天西破卖丹对于现在的自己暂时还没什么用处，如果能用它来换自己需要的东西，那也是可以的。如果副会长能拿出7榜中任何一种排名前30的奇物，想要交换也是可以的。想了想，曹小纯淡淡道。曹小纯此话一出，穆浩苍的老脸猛地一愣，这7榜中的奇物榜任何一件都是可遇不可求的存在，哪怕他是丹药工会的副会长，却连一个排名100名的异火都没有，更别说那个排名前30整个宇宙唯一的奇物了。那东西的价值可不是一枚天西破卖丹可比的。脸色不断变化，穆浩苍重重吐出一口气，看来这天西破卖丹注定与自己无缘了。想了想，穆浩苍的脸色显得有些疯狂。小兄弟，给我1年的时间，丹药你给我留着，前30的奇物几率太小，显然不现实。不过我可以保证，1年内我一定能弄到一种奇物，你看这样如何？这丹药对于自己来说实在太过重要，要是这次错过了，可能一生都不会再碰到，因此他想要搏一搏。成交！看着穆浩苍的表情，曹小纯知道这恐怕已经是他的极限了。反正这丹药自己现在也用不上，倒不如做个诱饵，让其帮自己寻找一下奇物。反正要是老者真能找到，那自己也不亏；要是没找到，他也不会损失什么。好，就这样说定了，加我联系方式，找到了我第一时间联系你。看到曹小纯这么痛快，穆浩苍脸上又燃起了一丝希望，急忙拿出手机，想要2人之间建立联系方式。曹小纯点了点头，快速添加以后，只见穆浩苍快速离开，显然这就已经开始行动了。望着曹小纯的动作，围观的众人眼中那是深深的羡慕，这就和丹药工会的副会长攀上交情了，而且是一个口头承诺就帮忙跑腿那种。好了，大叔，帮我将那块石头也解开吧。曹小纯将丹药收好，随即在那巨石上画了2条线，提醒着还在懵逼状态中的大汉。而曹小纯的话也让在场众人回过神，看到又是从边缘切，众人也有些懵逼。虽然你运气逆天开出了一颗天西破卖丹，但也不用这么膨胀吧？真当每块石头都有好东西呢？以我多年的经验，这块石头里绝对没有东西，要是里面能切出什么，老子当场金盆洗手，退出江湖。我记得你刚才说过，前面那块石头里要是有东西，你当场把11吃下去吧，来开始你的表演，要不要沾点大酱顺顺？滚！哼，说话跟他们放屁一样。就你还是个老板，不知道做生意最要紧的是诚信吗？连王刚都走到曹小纯身边劝了劝，小弟弟还是从中间切吧，这块石头里面估计没什么好东西。虽然见到那天西破卖丹自己异常震惊，但他仍然相信自己的经验，毕竟不管是书里还是前人的经验，这块石头都不可能出什么东西的。无妨，无非是多切几刀的事，王刚姐还是陪我等等吧。曹小纯笑了笑，这巨石里的光芒可是比之前那块石头耀眼的多，他自然不会听王刚的意见。见曹小纯坚持，王刚也没说什么，随着切刀的落下，周边石墨纷飞，径直切了一半，也没见里面有什么动静。正当众人觉得这块石头已经跨掉时，一道风鸣声响彻天际，石头中猛然爆发出一道恐怖的金光，原本晴朗的天空瞬间电闪雷鸣。第99章凤凰出世，冲突，天地异象。感受到突如其来的变故，场上之人心里一惊，一道手臂粗的紫雷从空中爆射而下，冲着那块巨石狠狠劈下。不好，快散开！王刚见状，眉头一皱，一道赤天使的虚影从背后映现，瞬间形成一个金色的防护罩，保护着四散而逃的众人。轰！咔咔咔！
恐怖的紫电精准劈向巨石，巨石瞬间形成一道道如同蛛网般的裂痕。没坚持多久，只见石衣全部脱落，一枚将近1米高、半米宽的巨蛋出现在众人眼前。巨蛋通体金红，上面布满着神秘的兽纹，道道光晕在周围扩散，半空中凝现出一道异兽的虚影。异兽高100米，无彩色，鸡头、燕汉、龟背、鱼尾，身如鸳鸯，翅似大鹏，腿如仙鹤。这是上古异兽凤凰的幼宠蛋。望着那恐怖的虚影以及那枚巨蛋，一道震惊的声音出来，似乎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如果说什么东西是能和巨龙对抗的，除了那些荒古异兽以外，最为美出名的就是这凤凰。因为数量稀少，这种恐怖的异兽在世间传闻很少，因此远远不如巨龙出名。但宇宙中所有生物都没有质疑凤凰的实力。抢啊！这可是凤凰！如果说天息破脉丹还能让人忍住内心的贪婪，那么在看到这凤凰蛋之时，周围之人彻底疯了。谁能得到这枚凤凰蛋，就注定了以后是个强者。一时间，所有人快速向前，想要第一时间将其收入囊中。而因为虚影闹出的动静，周边无数强者正往这边赶来，甚至直接无视了帝都内的禁飞令。你们敢！王刚从震惊中回过神，眼看情况发展不对劲，径直飞到曹小纯身边，一把金色的长矛瞬间映现，破金顶峰的修为爆发而出，望着众人，神色凝重。曹小纯见状，眼睛一眯，没想到巨石里面竟然藏着堪比巨龙的东西，看来今天有麻烦了。想到这，白玉葫芦瞬间出现在手中。如果这些人真的不管不顾，那自己今天就杀出去。鬼市的规矩，你们不会不懂吧？这东西谁之前买到就是谁的，你们想抢？真以为帝都的护卫队是摆设不成？王刚眼睛一眯，大声怒喝道。虽然自己现在已经达到铂金巅峰，但场中人数太多，而且在暗处自己还感觉到了几道强横的气息，凭着他自己根本拦不住这些人。将象征着自己学院身份的玉牌捏碎，王刚快速传音道：小纯，快将凤凰蛋收好，如果等下情况不对，你就先走，往学院方向跑，我替你殿后。听到王刚的话，曹小纯不再犹豫，白玉葫芦一转，那凤凰蛋以及那位解开的原石瞬间收入葫芦之中。不过他并没有听王刚的话自己先走，而是站在其身边，警惕地看着众人。这里可是帝都，发生了这样的动乱，朝廷可不会不管，这可是关乎着秩序的稳定。感受到王刚爆发的气势，众人瞬间停下了脚步。毕竟以他们的修为，想要打败一个铂金阶强者，显然有些不现实。但他们并没有放弃，而是将曹小纯2人围住。现在只要有一只出头鸟，他们就会一拥而上。小丫头，你们保不住这东西，我劝你趁早交出来，不然等会动起手来，可就不好看了。一道洪亮的声音从半空中传出，流光一闪，只见2名身穿麻衣的老者出现在半空。伴随着话音落下，王刚周身那强横的威压竟然瞬间消散。将东西交出来，我刘家欠你们一个人情。又一名老者到来，望着2人，眼中闪出一丝贪婪。凤凰可是号称可以涅槃重生的存在，如果自己能继承这种特性，那岂不是能摆脱因为苍老实力退步的境地？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凤凰可是比巨龙更有吸引力啊！不到5分钟功夫，半空中来了许多强者，帝都8大世家直接来个4家，还有一些神秘的散修以及不出世的老怪物。王刚看不出半空中任何一位的修为，但可以确定的是，自己和他们比起来差的实在太多。郑、刘、王、李，没想到连这些大名鼎鼎的世家都想抢夺这凤凰蛋。王刚的脸色有些难看，现在他只期盼学院或者帝都护卫队的人快点到来，竟然都是钻石级别强者，看来现在就是想走，恐怕也有些困难了。真实之眼一一扫过，曹小纯眉头紧蹙，没想到这群老东西当真不要脸了。各位都是前辈，这样做是不是有些不妥？重重吐出一口气，曹小纯吞入一只书虫，随即上前一步，凝重说道：如果自己今天真的保不住这东西，那就将他们的容貌全都记下，日后这些都是自己不死不休的敌人。说话的同时，一道蓝色的光芒快速涌入曹小纯体内。小子，不是你的东西你也守不住，这世界就是这样，还是将东西交出来，我可以饶你一命。说话的是帝都家之人，对于这些等级低而且身份地位也没有的人，他没有任何客气。听到这话，曹小纯不由冷笑一声，丛林法则吗？但想要从自己手上将东西拿走，也不是你一句话就能决定的。斯卡萨已经完全融入曹小纯体内，狂暴的力量在经脉中激荡，半空中所有人都以为自己是个低阶修炼者，完全没把自己放在眼里。如果自己突然暴起，未必没有突围的机会。跟他废话这么多干什么？先把东西拿出来，我们自己再决定那凤凰蛋的归属权。另一名周家老者冷冷开口道，随即右脚轻点，整个身体如同鬼魅，冲着曹小纯的方向爆射而去。老者已经是钻石级强者，暴掠过程中强大的威压使得底下之人有些喘不过气来，
曹小纯也感觉自己被一道强横的气息锁住，竟然动弹不得。小心！场上唯一能抵抗威压的王刚着急大喊，快速闪到曹小纯面前，试图挡下这一击。今夜明珠碎，当随满月开。就在老者的右爪正要接触王刚之时，一道空灵的声音在空中响起，一时间整个空间似乎被一股强大的力量所凝固。不远处，一道银色的寒芒如同一颗带着尾巴的流星，缓缓从天际划过。第100章九州第一剑帝。流星带着无穷的威压，仿佛吸收着月光的力量，划过天际时，从银色逐渐变成一道金芒。流星尽头，一名绑着马尾的银发御姐将手中长剑抬过肩膀，对着突袭而来的老者轻轻一斩。没有多余的动作，只是纯粹的一剑，金光闪过，只见老者动作一顿，原本体内澎湃的力量竟然瞬间消失。等其反应过来时，他发现自己的视线竟然发生了变化，自己看向的竟然是天空。视线下斜，只见一半的身躯站在自己面前，那脚上的装备显得异常熟悉，好像就是自己的。没来得及考虑太多，老者已经失去了意识。钻石级强者，死！大！一滴鲜血从女子手中长剑落下，也没看已经断成2截的老者，目光轻轻上移，望着半空中所有人，冷声说道：未曾报备在帝都飞行，欺我学院学生，你们这群老东西，当真不要脸了！女子的语气显得异常冷漠，哪怕面对几10个钻石级强者，脸上也没有丝毫畏惧。他是九州剑帝李寒烟。短暂的沉默过后，人群中有人认出来者的身份，不由惊声喊道：李寒烟，九州女帝座下10大统领之一，与剑皇、剑魔、暗帝、隐刃并称九州最强剑道5大高手，还是帝都学校战斗系教导主任，平时神龙剑手不见尾。没想到今晚的变故竟然将这位引出来了，而且刚刚出现就一剑斩杀了一名钻石级强者。此刻在场的钻石级强者脸色已经难看到了极致，他们过来之前就已经猜到留给自己抢夺宝物的时间一定不多，毕竟这是在帝都。但没想到朝廷之人竟然来得这么快，而且还是这样一位狠角色。剑帝，我们无意扰乱帝都秩序，只要那位小友将那凤凰蛋交出来，我们自然会退出帝都自行解决。郑家七长老吐出一口气，郑重说道：如今朝廷已经出面，那还有些话语权的就是他们这些世家了，毕竟哪怕是女帝也要给他们一点面子。好一个交出来，明明是我自己的东西，凭什么给你？你们见宝起义，看不起我不要紧，反正我修为不高是实力，遇到了只能算我倒霉。但我曹小纯好歹也是帝都学院的学生，你们这样做分明就是在打学院的脸，打了学校的脸，那就是在打朝廷的脸。听到七长老的话，曹小纯冷笑一声，不屑地回应道：原本还以为今天保不住这凤凰蛋了，没想到来了这么粗的大腿，自己要不好好利用，那就白瞎了刚才被砍死的那货。曹小纯说的义正言辞，听起来就十分有道理，但话里话外都表露着一个意思：赶快滚，不然等会这位大姐砍死你们。听到曹小纯的话，半空中的众人脸色异常难看，这家伙修为不高，但打蛇上棍本领却作用得如此娴熟，这话说的好像得罪了他就得罪了整个朝廷似的。不滚就死！李寒烟也不多废话，他是来解决问题的，而不是来跟这些人讲道理的。李寒烟，我们知道你修为高强，但在你功力耗尽之前，也不见得将我们全部砍死。李寒烟傲慢的态度令七长老很是不满，自己好歹也是钻石级强者，被你这样呼来喝去的，面子还要不要了？而且这里可是有着不下30名钻石级强者，哪怕是你李寒烟，也得给老子忌惮一番。哼，今天这事，我刘家就给你一个面子。没等七长老把话说完，一名老者淡淡道，随即转身离去。笑话，老子是来夺宝的，不是来送死的。这郑家之人修炼修傻了吧？还他妈功绩耗尽之前砍不死所有人，你厉害你打头阵呗！我看你吃的是灯草灰，放的是轻巧屁。随着刘家3人的消失，众人对视一眼，本着好汉不吃眼前亏的原则，重重撂下一句狠话以后，便快速离开。凤凰蛋的确是一件重宝，但你也得有命享受不是？要来的是剑皇，可能还会跟你多说2句，但这李寒烟本身就是一个冰块，能动手他是绝对不跟你废话的。短短几息功夫，各大势力的强者纷纷离场，而郑家七长老见状，先是一愣，随即看到李寒烟已经一脚踏出，心里不由有些慌乱。告辞！也不敢多说什么，只见七长老右脚猛踏，整个身躯瞬间化为一道流光，眨眼的功夫便消失在了原地。而原本还在围观准备捡便宜的众人，见那些强者纷纷离场，也顿作鸟兽飞散。一时间，原本剑拔弩张的场景竟然变得异常寂静。多谢主任搭救。王刚见状，顿时松了一口气，自己捏碎玉牌，学院的强者一定能感知到，但没想到来的竟然是这位。你们2个跟我回学校吧，虽然现在这些人已经退去，
但他们可不会就这样善罢甘休，开学之前就别出去了。李寒烟将长剑收回剑鞘，望了两人一眼，淡淡说道。对此，曹小纯也没有反对，李寒烟说的没错，这件事没有淡化之前，这些人绝对会一直盯着自己，而学院就是他现在最好的避风港。随着李寒烟进入学校大门，因为曹小纯还没有正式入学，在学校根本没有住的地方，王刚思索良久，便打算邀请曹小纯先到他那里，自己住的地方是个小院，多住一个人也没事。正当王刚跟李寒烟告别，打算带着曹小纯离开的时候，这位贱弟却突然叫住了他。等等，你先回去，这人跟我走，我有话要跟他聊聊。李寒烟看了两人一眼，随即指着曹小纯，淡淡道。这突然的举动令曹小纯心里一惊，他们两个在今天之前绝对没有见过，这李寒烟突然找自己，到底是什么意思？难道这位贱弟也想贪图这凤凰蛋不成？一旁的王刚对此也有些疑惑，这位教导主任平时可是生人勿近的存在，要说贪图凤凰蛋那是不可能的，这位追随的只有剑道，不然身为九州10大统领，弄个异兽还是很简单的。实在想不通，王刚也不想多费脑子，轻拍了一下曹小纯的肩膀，淡淡道：行，那我先走了，小纯，你跟着主任过去吧，对你没坏处。